陆枫，你已经不是天才了，连废物也不如，为什么你不去死？你就是我陆家的耻辱，如果我是你，早就一头撞死了。后山树下，孤坟之前，陆枫嘴角露出无奈的笑容，他看着那墓碑，呢喃开口：母亲，我让您失望了，不仅没能让您被承认，反倒是自己被逐出陆家了。为什么明明都重来了一次，我还是一个失败者？陆枫是一个穿越者，前世无父无母，孤儿院出身，他奋力苦读，技术创业，就在一切要好转时，被合伙人背刺，买凶黑了。随后，他转世到一方玄幻世界，这一世父亲是陆家族长，而母亲仅仅只是一个丫鬟，而他仅仅是一次酒后乱性的结果。不过母亲很是珍惜他，把他视若珍宝。幸好他天资不凡，从小修行，6岁成武者，9岁成武师，12岁晋升大武师，就连没见过的父亲似乎也对他另眼相看，让他住入别院。而这一切在他14岁被神秘强者重创，修为尽废时结束，母亲也因各种排挤而死。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夫人做的，就是为了给陆枫同父异母的弟弟去掉阻碍。可是他一个小小的庶子，况且已经被废了，就连没见过几次的亲生父亲没为他说过话。而现在他16岁，更是被逐出了陆家。唉，陆枫叹了口气，拿出母亲留给自己的玉佩，无论如何终究要活下去，母亲，我是不会放弃的，您的仇我一定会报，无论付出什么。他摇摇晃晃地起身，正准备离开此地，而就在此时，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道虚幻的声音：小子，你甘心吗？甘不甘心我又能如何？陆枫嘴角一撇，本能回复，但下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不对，这不是他的声音，是谁在和他说话？正当他愣神的时候，被他握在手中玉佩忽然一震，挣脱了他的手掌，悬浮在空中。你真的甘心吗？那声音再度传来，陆枫浑身一颤，难道自己的玉佩里也有老爷爷吗？不，我不甘心。陆枫当即回话：很好，我可以教你修行，让你拥有更强力的，你愿意吗？愿意。陆枫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但又开口说道：那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在陆家艰难生存了这么多年，他知道这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代价。而就在此时，一阵香风拂面而来，一道飞仙般的身影自那玉佩之中飘出。那是一个极美的女人，身上套着一件灿金色的锦绣长裙，面容倾国倾城，美丽让人窒息。而更加无法忽略的，那女人身上那高高在上，蔑视一切的气质。咕噜，陆枫看得微微失神，随即拱手一礼：见过前辈。来不及说了，跟我进来。进哪？女人不由分说，一把握住了陆枫的手掌，猛地一拉，陆枫跌入女人怀抱，温香软肉呈现眼前，好软。可下一刻，怀中的娇躯忽然消失无踪，扑腾，陆枫跌落在地，随后慌张起身，就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一处宏大的宫殿之中。我在这儿。这时，耳边响起一道女人的声音。陆枫顺着声音望去，只见10数层台阶之上，穿着凤纹金衣的女人正端坐在王座上，居高临下的俯瞰着自己。这是什么地方？前辈，您又是什么人？这是你的玉佩内。女人一脸淡漠，而我乃是凤尘女帝，被大敌困在此处。玉佩？陆枫表情一愣，他没想到母亲留下的玉佩竟然是一个宫殿。你不是想知道代价吗？我现在告诉你，前辈请说。话音刚落，那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开口说道：我要你助我修行脱困。好，我答应您。陆枫想也不想，直接答应，只要能报母亲之仇，哪怕是魂飞魄散，他也愿意。很好，你脱衣服，我们双修吧。啥？脱衣服？陆枫表情懵逼，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难道不是自己拜师学艺，勤加修炼，最终解开封印，还对方自由的剧本吗？怎么，你不愿意？凤尘女帝酒红色的眼眸中露出几分危险的神色。不，陆枫连忙摇头，开口说道：我现在只是个废人，就算把自己榨干，对前辈您的修为也没什么用处啊。凤尘女帝眼眸闪过一抹鄙夷之色，对我来说，你这可怜修为连药渣都算不上，可你是这玉佩的主人啊！陆枫再次茫然，还要与你解释一番。凤尘女帝手只绕着青丝，轻叹了口气。这玉佩名为天星玉佩，乃是大道造就的混沌至宝。当年我和众多魔神至尊为了争夺此物，在天外混沌大打出手，我与强敌交战，2败俱伤，他无力杀我，将我封入其中，自行逃走。你是这天星玉佩的主人，和你交合，我就能窃取玉佩的力量，恢复。凤尘女帝脸色越发羞恼，开口说道：之前的几任玉佩主人都是女子，直到这玉佩落到了你的手里，陆枫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顿觉口干舌燥。你若不愿，我便一掌打死你。我愿意。陆枫连忙开口，只有这个解封方法吗？当然有，不过需要100万年光阴，到时候我生死仇敌找上门来，到那时便只有陨落一条路。凤尘女帝叹了口气，我明白了，你若助我解封，我就教你修行，帮你报仇。多谢前辈。陆枫微咽口水点头，好，那就来吧。凤尘女帝微咬下唇，玉手向下轻轻拉住勒住腰间的丝带，下一刻丝带解开，浑身灿金色的地袍落下，一具能让任何人疯狂的胴体暴露而出。陆枫一时看得有些失神。凤尘女帝略显羞恼，还不上来？来了。陆枫吞了吞口水，踏上台阶，缓缓向着王座上的女帝走了过去。1日1夜之后，
陆枫缓缓睁开双眼，难以言喻的空虚感在他的身躯里蔓延开来。他双手撑着腰，费力地坐起身来，脸上瞬间浮现出心有余悸的神色。我居然还活着，活着真好！你醒了。就在这时，那个在之前的日夜中曾无数次响起的嗓音再次回荡在耳边。陆枫扭头看去，只见凤尘女帝正静静地看着他，也不知是汲取了陆枫的力量，还是窃取了天星玉佩的能量。凤尘女帝的脸色看起来红润了许多。可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会对你负责，教导你修行。凤尘女帝说完，轻轻抬起玉手，一抹流光瞬间钻入陆枫的内心，紧接着无数文字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这是我所修炼地功法，名为不朽天功，你尽快修炼吧。陆枫回过神来，有些艰难地开口说道：师父，我的资质早就被毁掉了，不要叫我师父。凤尘女帝神色略显古怪，接着又说道：虽说你现在修为低微，但是得了我的处子元婴之后，不但早已恢复，而且资质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真的？陆枫惊讶地叫出声来，仔细感应了一下自身，顿时心中满是狂喜，他又能够感应到天地灵气了，这难道还会有假？凤尘女帝白了他一眼，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在我撬动封印之后，你也能够略微使用天星玉佩了，这会让你的悟性大大增强。这玉佩乃是大道孕育而生的，蕴含着3000大道，不过现在能够动用的只有雨光之道，只要你用真元去推动它，就能够加速死物和植物的时光流转，当然这对活物是没有作用的。明白了。陆枫不住地点头，忽然问道：前辈，这处宫殿是真实存在的吗？当然。你问这个做什么？凤尘女帝微微皱了下眉头，有些疑惑。我想把我母亲的坟冢迁移到这里，我不想让她还沉睡在陆家的土地上。陆枫咬着牙说道。他的母亲出身丫鬟，而且自己的修为也已被废，所以最终没能葬入陆家祖坟，只是被他亲手埋葬在后山。日后他必定要向陆家复仇，绝不能让母亲的坟冢还留在陆家的掌控之中。凤尘女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可以，谢谢。陆枫真诚地道谢之后，又问道：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呢？跨过这扇门，你就能离开。凤尘女帝抬手一挥，一扇门飞出现在陆枫的面前。陆枫点头，正要跨过光门返回现实的时候，凤尘女帝的声音悠悠地传来：封印被撬开了一道缝隙，我需要沉睡来恢复力量，不到关键时刻不会提前苏醒，等到我苏醒的时候，希望你能达到武王的境界，不然恐怕下一次就没法承受窃取力量了。陆枫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腰部又开始有些发虚，还要再来一次。第一次双修就差点要了他的命，竟然还有下一次。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思，凤尘女帝白了他一眼，随后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陆枫的后腰，让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光门。他眼前一黑，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前依旧是母亲的坟冢。回来了。陆枫深吸一口气，感觉刚刚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但是双肾传来的空虚感却又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就在这时，凤尘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赶快把你母亲的坟挖出来，我马上就要陷入沉睡了。好。陆枫回过神来，在一旁的木屋找到铲子，一铲一铲地挖着土。随着身体的活动，陆枫体内的空虚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暖流在体内缓缓流淌。没过多久，陆枫就将母亲坟冢四周的土石挖开了。下一刻，伫立在一旁的光门敞开，将整个坟冢吸了进去。接下来我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修行了。陆枫深呼一口气，这方天地的修行体系分别为武者、武师、大武师、武灵、武王、武皇、武宗、武尊、武圣、武帝，每个大境界又都分为9重天。陆枫在还没被废的时候就已经修炼到了大武师第4重天的境界。陆枫闭上眼睛，仔细感应了一下，他现在虽然还是凡人之躯，但身体已经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我得赶快恢复实力。陆枫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一旁的小屋。这小屋也是他亲手建造的，目的是为母亲守灵。陆枫关上大门，在地面上盘腿坐下，开始仔细回顾凤尘女帝传授给他的不朽天功。或许是因为紧握着玉佩的缘故，之前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此时变得无比清晰。不知不觉间，陆枫已经按照不朽天功的法门开始运转修为了。呼吸，随着胸口的起伏，周围的天地灵气不断地流入陆枫的身体之中，而隐隐约约间，他的气息也在不断提升。武者1重天，武者2重天，武者3重天。这一刻，他的修为就像火箭升空一般迅速攀升。不，用攀升不太准确，应该说是恢复才对。又1日1夜过去了，陆枫已然突破到了武者9重天的境界，而且与之前相比，陆枫这次是以不朽天功为根基，体内的真元容量、肉身强度都要超过之前。接下来再晋升的话，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得花费更多的功夫，除非有灵药相助。陆枫正打算静下心来潜心修炼的时候，耳朵突然一动，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那个废物真的在这儿吧？放心，他娘的坟头都在这儿呢，人肯定跑不了。大夫人也真是谨慎，这小子都已经废了，还不放心。木屋之中，陆枫面若冰霜，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真有你的，我都已经废了，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如果我没有那份奇遇，恐怕今天真的就死定了。念头一闪，陆枫从地面上站起身来，直接走出了小屋。刚一出门，就看到4道人影从远处走来，
他们都穿着陆家家丁的服饰，一个武师，3个武者。陆枫只是看了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实力深浅。而此时，那4个家丁也看到了他。陆枫，大夫人有令，要你去死！话音刚落，为首的那个武士家丁就抽出了腰间的长刀，满脸狰狞地冲了过来。去死吧！下一刻，那家丁双手握刀，如一阵狂风般呼啸而来，直接朝着陆枫劈砍过去。蠢货！陆枫冷冷地吐出2个字，不但不后退，反而向前一步，侧身躲过了那一刀，右拳猛地轰在了那家丁的心口之上。咔咔咔，胸骨碎裂的声音骤然响起。你！陆枫猛地一拳轰向那武士家丁的心口，紧接着手臂又是一震，砰！刹那间，那武士家丁长刀脱手，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径直撞在了小木屋上。陆枫顺势一把抓住脱手飞出的尖刀，抬手狠狠一捅，瞬间结果了这个武士家丁的性命。噗！眨眼间就解决掉一个武师。陆枫抽出刀来，朝着其余3人砍去。而此刻，那3人已经惊恐到了极点。不是说2少爷已经被废了吗？怎么随手就能杀掉一个武师呢？情报肯定是假的呀！这3个家丁简直想把大夫人的祖宗18代都问候一遍。可现在不是发泄的时候，3人急忙转身就想逃走。然而，他们3个武者的速度和陆枫相比差得太远了。陆枫逐一追上，宰掉其中2个，随后又在下山的路上截住了第3个。2少爷，不要杀我，求求您了！那家丁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陆枫的眼眸里没有一丝情绪。这些人既然来杀他，那就要做好被他反杀的准备。闭嘴！现在我问你答。问话。那家丁一脸惊愕，不过马上连连点头，心里想着这位2少爷说不定问完话就会放自己一马呢。那个毒妇现在在哪里？大夫人在陆家宅子里。陆枫微微点头，他现在实力还不够，还不能就这样闯进陆家，让那个女人为自己的母亲偿命。陆轩他现在在哪里？3少爷。那家丁脸上露出一丝茫然。陆轩可是大夫人的亲生儿子，算得上是陆枫同父异母的弟弟，只比他小1个月。不过从小到大，这位弟弟就从来没有瞧得起过陆枫。你不知道。陆枫的声音变得危险起来。知道，3少爷今天出门了，听说是去参加昊天宗的入门考核。昊天宗？陆枫若有所思。昊天宗可是大楚王朝最大的修行宗派，里面还有5宗长老坐镇呢。每隔10年，昊天宗就会招收一次弟子。不过和其他宗门的招收方式不同，昊天宗招收弟子的方式是只需要独自通过昊天山脉走进山门就行。昊天山脉除了宗门所在的区域之外，有不少妖兽出没，相当凶险。而大夫人的长子，也就是陆枫同父异母的大哥，已经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也不打算回家继承家业了，所以大夫人才想废掉陆枫，给次子铺路。原来是这样。陆枫轻轻一笑，然后收起了刀。多谢2少爷，多谢2少爷。那人不停地磕头，又听到陆枫说话了，帮我个忙，给那个毒妇传个信。传信？那家丁抬起头来，赶忙点头。您说，只要您开口，我肯定给您传达过去。就告诉他，我已经恢复资质了，我会去找他报仇的。等过几天，我会去昊天宗，给我的好弟弟一个惊喜。陆枫嘴角上扬，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听到这话，这家丁打了个寒战，连连点头。2少爷，我一定给您传过去。很好，那就滚吧。陆枫一脚踹翻这个家丁，然后大踏步地离开了。家丁一直趴在地上，等到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了，这才爬起来。妈呀，2少爷竟然恢复资质了，这下可麻烦了。这家丁急忙起身，朝着陆家的方向奔去。陆家内宅，夫人的居所。那家丁弓着腰，在丫鬟的带领下，战战兢兢地走进门里。他透过珠帘看到一道身影侧卧在床榻上，旁边还有丫鬟在轻轻捶腿。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一道中年女人的声音从珠帘后面传来。禀告夫人，失败了。说完，那家丁赶紧低下头跪了下去。失败了？你们谁把那个废物放跑了？大夫人的声音顿时充满了杀气。不是，我们哪有那个胆子放了那个废物？其实是他恢复资质了，而且还有了修为。什么？一瞬间，珠帘后面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锐了许多。下一刻，帘幕被猛地拉开，大夫人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死死地盯着他。其他人呢？都被2少爷杀了。什么？那个小子竟然一直是装的？大夫人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她当然不相信那小子一被逐出家族，资质就立刻恢复了，分明是一直韬光养晦，等待着蛟龙归海的那一天啊！没想到啊，你竟然装了2年，一直不露声色，我还真是小瞧你了。大夫人突然转过头，又看着那家丁，还有什么事情你没汇报？夫人，2少爷说他要去昊天宗找3少爷，说是要给3少爷一个惊喜。他敢？听到这话，大夫人彻底愤怒了，一张雍容的脸庞都扭曲了起来。他必须死，他必须死！此时，远在百里之外的陆枫停下脚步，长舒了一口气。现在时间差不多了，那个老女人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一想到大夫人此时因为恨他而满脸扭曲的样子，陆枫心里就无比畅快。他之所以没杀掉最后那个家丁，反而让他回去传话，就是因为根本瞒不住。就算他把4个家丁都杀了，不到1天，大夫人恐怕就会反应过来。与其那样，陆枫还不如恶心对方一把。反正自己现在已经离开陆家数十里开外，陆家想要找到他，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至于昊天宗，陆枫也不介意去走上一遭。凤尘女帝进入沉睡后，只留下一本不朽天功给她。如果能够加入昊天宗，获取更多的传承，自然是好事。要是还能顺便把陆轩的入宗试炼破坏，让他希望成空，那就更妙了。差不多要天黑了，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陆枫抬头仰望天空，夜幕正缓缓笼罩下来，天色也变得越发阴沉。此时他身处深山老林之中，周围不见房屋的踪影，就将就一晚好了。陆枫轻叹一声，开始寻觅能够过夜的地方。可是他找了一会儿，既没发现山洞，也只好放弃。算了，随便找棵高点的树吧。陆枫正走着，右脚忽然被绊了一下，他低下头，不禁咦了一声。只见在一棵巨树之下，树叶掩映间长着一株小小的人参，看来运气还不错。陆枫俯身仔细查看，却又摇了摇头。这人参看起来也就长了几年的样子，没什么大用。他上辈子创业送礼时就了解过人参相关的知识，这辈子也品尝过人参，知道这株人参年份太浅了。就在这时，陆枫突然想起了天星玉佩。凤尘女帝不是说这玉佩能加速时间吗？要不要试试？陆枫心中一动，取出那块玉佩，紧紧握在手中。紧接着，陆枫将自身的真元注入玉佩，然后轻轻触碰那株还未被拔出的人参。就这么轻轻一摸，那人参微微颤抖起来，随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与此同时，陆枫体内的真元急剧倾泻而出，仅仅片刻，他就消耗了将近60%的真元。这可把陆枫吓了一跳，他赶忙收手。他现在还在深山老林里，要是遇到一头妖兽，自己没了真元，那可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喘息了一会儿，陆枫低下头，眼睛顿时瞪大。只见那人参一下子大了好几圈，触须也多了不少，还散发着浓郁的药香，一看就很不寻常，至少有100年份了。陆枫呼吸一滞，抬手轻轻一拔，这株100年人参就被他握在了手中。要不要试一试？陆枫深吸一口气，打量了下周围，然后噔噔噔爬上一棵树，坐在高高的树杈上。他又拿出那株100年人参，用剩下的真元扫去灰尘，张嘴就咬，直接生吃起来。一口咬下人参，陆枫用力一扯，一股混合着草木香气的甘甜在口中弥漫开来。陆枫连嚼几口就直接吞了下去。没过多久，一股热流在他的小腹中产生，沿着经脉在体内流转，有效果。陆枫心中大喜，把剩下的人参也塞入口中吞下，然后闭上眼睛，开始炼化人参的药力。这株100年人参，要是不懂修行的人吃了，恐怕会虚不受补。陆枫运转不朽天功，快速炼化药力。与陆枫之前所学的陆家功法相比，这不朽天功不知高明多少。据陆枫所知，这片天地地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阶，天阶最强，黄阶最次，而且每一阶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3个品级。陆枫不清楚这不朽天功是什么层次地功法，但想来不会逊色于天阶，甚至可能更强。没过多久，这株100年人参的药力就被陆枫彻底吸收了。他睁开眼睛，心中满是欣喜。看来我得搜集些灵药的种子，自己种植，甚至可以去学习炼丹。陆枫呼出一口浊气，在这株100年人参的助力下，他的修为进一步恢复，达到了50亿重天的境界。这份修为还不够，我至少要恢复到8、9重天，甚至达到大50境界，才有办法对付陆轩。陆轩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虽然资质不如以前的他，但也相当不凡。陆枫听说半年前陆轩就已经修炼到了大50的境界，我需要更多的修炼资源。陆枫并不着急，距离昊天宗试炼起码还有1个月的时间。正好我记得附近好像有座城市，不如先用玉佩催熟一些100年人参，带到城里的药铺去售卖。说做就做，陆枫在附近找到不少低年份甚至刚长出来的人参，然后用玉佩催熟。每当消耗了60%真元，陆枫就会停下来恢复真元，如此反复，陆枫一共催熟了10株100年人参。还好他昨天恢复到了50境界，不然以1天的时间，他顶多也就勉强催熟5株。把这些人参放在包裹里，陆枫动身离开深山老林，按照事先准备的地图前往远处的城市。不到半日，陆枫就来到一座大城前，元武城。在城门口交了入城税，陆枫走进城中，径直向城中的草药铺走去。这位贵客，不知您需要点什么？小店应有尽有。掌柜的，我是来卖人参的，你给估个价吧。陆枫只从包裹中取出了3株100年人参。这么多100年人参？掌柜刚看到拿出来的东西，心中也是一惊，接着就开始估算价格。过了一会儿，掌柜比出一个数字，每株人参我给您20块原石的价格，一共60块，您看如何？原石是这片天地的货币之一，比金银要贵重1级。原石蕴含着天地精气，修行者既可以直接吸收，也可以用来布置阵法等，用途多样。除了一些高端物品只能以物易物，这片天地的大多数修行交易都是用原石来完成的，堪称是硬通货。可以，陆枫点头答应，把得到的60块原石全部收入天星玉佩之中。就在他正要交货，准备离开的时候，3人走进了这家草药铺。老吴，最近有没有什么好药材？哟，陆先生，小店刚进了几株100年人参，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100年人参，这可不常见啊，我可不能错过。陆展带着2个下人走进药店，和掌柜打了个招呼，稍稍侧过目光，正好看到陆枫的正脸。
你这个废物怎么会在这里？看到陆枫，陆展脸色一变，你俩认识？这位就是这些人参的卖家。掌柜开口说道，卖人参？陆展脸色一冷，厉声开口，你这废物好大的胆子，都已经被逐出我陆家了，临走还敢偷族里的人参贩卖。陆枫，你要是现在把赃钱上交于我，我倒是可以不上报家族，不计较此事。这是我的东西，和陆家毫无瓜葛。陆枫面无表情地盯着陆展，冷冷说道。陆展一听，顿时放声大笑起来，真是笑话，你如今就是个废物，若不是从陆家偷来的，你怎么可能弄到百年人参？陆展不屑地说道，还真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天才呢。我告诉你，不管这人参是怎么来的，那都是你偷的，现在赶紧给我交出来。说着，陆展伸出手掌，一脸嚣张。此时他内心兴奋不已，在他眼里，早已废掉的陆枫就是个软柿子，任他拿捏。他身旁的2个下人也跟着嘲笑起来。陆枫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缓缓抬起手，五指慢慢握成拳。可，陆先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就在这时，刚刚还满脸笑容的吴掌柜开了口，人家刚在我这儿卖了草药，你就想打劫，这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行，那我今天就给吴掌柜你个面子。陆展脸色微微一僵，随后冷哼一声，带着人离开了草药铺。吴掌柜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转头看向陆枫说道，年轻人，你赶紧走，陆家在这儿势力不小，要是被他们盯上，你可就麻烦了。多谢老板。陆枫拱手施了一礼，然后把剩下的人参都拿了出来。我这儿还有些，都跟您换了吧。这吴掌柜瞪大了眼睛，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身上居然还有这么多百年人参，这些人参不少还沾着泥土，恐怕是这年轻人在山里偶然发现的，不换白不换啊。片刻之后，吴掌柜点了点头，最后又数出了140枚原石。陆枫抬手将这些原石收入玉佩之中，然后转身就走。元武城离陆家不远，陆家有不少产业都在这儿。陆枫之前只卖3根人参，就是为了分散风险，可现在既然已经被发现了，也就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迅速完成交易后，陆枫走出药材铺，果然感觉到有几道目光在盯着自己。蠢货！陆枫暗自冷笑一声，装作若无其事地混入人群，然后朝着远处走去。没一会儿，他就走进了一条小巷子里。给我追！陆展在后面紧紧跟着，眼中满是贪婪。他刚刚可是看到陆枫卖了3根百年人参，那至少能换来60枚原石，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啊。不一会儿，他就带着那2个下人走进了小巷子，然后就看到了在小巷尽头的陆枫。终于堵住你了！陆展露出狰狞的笑容，恶狠狠地说，陆枫，现在可没人能保你了，你要是把原石给我，再给我磕几个响头，说不定我还能放你一马。陆枫看着他们，眼神冰冷的就像在看死人一样。今天算你们倒霉，就都死在这儿吧，找死！听到陆枫的话，陆展脸色一沉，轻轻一拍手，喊道，给我上，把这个废物给我抓过来，我要他给我磕头。话音刚落，那2个随从就气势汹汹地朝着陆枫冲了过去。而此时陆枫不但不逃，反而朝着他们迎了上去。不打算跑了？你要是现在跪下，可就不止磕2个响头这么简单了。陆展正嘲讽着，突然眼前一花，陆枫猛地加速，一下子就冲到了那2个随从面前。他的速度太快了，那2个随从根本来不及反应。是！陆枫双拳齐出，2人还没来得及防御，胸口就被击中了。咔咔咔！清晰的骨骼断裂声传来，陆枫双臂再次发力一震，这2个随从的胸口瞬间向下凹陷。砰砰！巨大的力量瞬间爆发，2个随从各自被一拳轰到墙上，脑袋一歪，没了气息。这怎么可能？陆展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要知道，他带来的这2个随从可都是50世境界的呀，眼前这个应该已经废掉的陆枫，竟然只用了2拳就把他们解决了。就在他发愣的时候，陆枫转过头来，冷冷地盯着他。轮到你了！不！恐惧如同潮水般涌来，陆展转身就想逃，可就在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阵破风声，几乎是同时，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撞击在陆展的后背上。一瞬间，陆展的身体被这股恐怖的力量扭曲成了弓形，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扑腾！片刻之后，陆展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陆枫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俯视着他说，原本你可以不用死的，可你非要来挑衅我。话音刚落，陆枫右脚一踹，狠狠地踢在陆展的心口上。几乎是刹那间，陆展就没了呼吸。陆枫拖着3个人的尸体堆在小巷尽头搜刮了一番后，便直接离开了这里。我在这里已经暴露身份了，陆家的消息估计很快就会传来，我得赶快行动。他走出小巷，又朝着房室走去。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一家名为百器阁的法器店。这位客官，不知道您想要点什么呢？一件趁手的兵器。陆枫神色平静地回答。干掉陆展之后，陆枫知道自己的行踪难免会暴露，得准备些保命的东西了。丹药之类的东西短时间内起不了太大作用，所以陆枫打算买些装备。在这片天地里，陆枫目前所知道的装备等级分为利器、宝兵、神兵，每个等级又分上、中、下3个品阶。利器只是比较有用、有点效果的优秀兵器，宝兵则是诞生了器灵，威力强大，还能给主人提供各种帮助。至于神兵，陆枫也不太清楚，
但每一件神兵都极为厉害。不过神兵之上肯定还有更高的层次，就像陆枫身上的天星玉佩兵器啊，我们这儿有的是。老板捻了捻山羊胡子，带着陆枫走进商铺，然后拿出了一把铁刀。这把黑铁刀是一件利器，削铁如泥，无物不斩。老板正要滔滔不绝地介绍，就被陆枫直接打断了。这重下品利器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有没有更好的？客人看不上吗？老板的表情瞬间一僵，随后才缓缓开口说道：更好的倒也不是没有，只是……可他话还没说完，货柜之上忽然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那是原石掉落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老板的眼睛顿时一亮，深吸一口气，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更加诚挚了。有，本店还有。话音刚落，老板就从货柜里取出了一把长剑，这把剑柄呈黑色，剑身通体赤红色。这把如何？这可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上品利器火云剑，它是炼器大师用了火金铜、乌木等诸多材料打造而成的。若是此剑刺到敌手身上，那便犹如烈焰席卷而过一般。这一把，陆枫的眼睛微微发亮，仔细地打量着这把火云剑。他也见过不少利器，甚至他那位父亲手中就持有一件宝兵。眼前的火云剑自然是无法与宝兵相提并论的，但在利器当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了。这把火云剑多少原石？嘿嘿，150原石。客人您也知道，就是这么个价。老板满脸堆笑地说道。陆枫轻轻皱了下眉，这个价格比他心里预估要略高一些，不过他现在也没工夫和这老板讨价还价了。好，成交。陆枫抬手拿出了将近150块原石。得嘞。老板高兴地点点头。买完利器之后，陆枫并没有马上离开元武城，而是前往其他商铺，迅速购置了一批物资。他今天被陆展撞见了，恐怕以后都没法进城了，必须得做好准备才行。与此同时，在元武城的陆家商铺里，陆清风端着一杯茶，毕恭毕敬地递给面前的管家，轻声说道：不知夫人有何吩咐？他是元武城陆家产业的管事，手底下掌管着不少资产。管家端起茶抿了一口，说道：哼，你可还记得陆枫？陆清风沉思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不就是那个丫鬟生的孽种吗？不过他不是已经被废了吗？哼，那小子是装的，根本就没有被废掉。管家冷哼一声，接着说道：他被逐出家门后，夫人派人去除掉这个隐患，结果却被他反杀，然后逃走了。你在元武城这边要多留意着点，要是发现了那个孽障……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商会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不好了，不好了！听到这话，管家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只见一个陆家人冲进了房间。什么事？就不能等会儿再说吗？陆清风猛地一拍桌子，脸色十分难看。可这位是大夫人派来的管家，要是被他记恨，给他穿小鞋，那可就糟了。陆展他死了。然而这个陆家人说出的话，瞬间让陆清风和管家都震惊不已。在这元武城里，居然有人敢杀害他们陆家的人，谁干的？不知道。那陆家人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道：只知道他的尸体在一个小巷子里被发现的。不过我们四处打听，听说陆展之前去了一家草药铺，还和一个年轻人起了口角，还骂了什么废物之类的话。废物！听到这个词，管家和陆清风同时对视了一眼。此时此刻敢杀陆家人，而且还和废物这两个字有关的，恐怕也只有一个人了。陆枫，好啊，他竟然真的敢来元武城！管家眼中顿时露出兴奋之色。要是能干掉陆枫，那可是会有丰厚的赏赐啊！清风，你马上派人到城内搜索，咱们两个立刻去城门口。那小子杀了人，肯定不敢久留。好！陆清风立刻站起身来，快步走出了陆家商铺。他们两人都是大武师的修为。吩咐完手下人做事后，两人径直朝着城门口奔去。刚一到城门口，陆清风就找到相熟的守城卫兵，拿出陆枫的画像展示给他看。这人好像见过，什么时候见的？陆清风赶忙追问。就在刚才，他刚刚出城去了。什么？管家和陆清风两人的脸色同时一变。他是去哪儿了？好像是南山岭那边。那守卫如实回答。南山岭。陆清风的神色微微一变。管家好奇地问道：那地方怎么了？哎，那地方有不少妖兽，很是麻烦，要是那小子跑进那里的话，恐怕就不好抓了。陆清风脸上露出一丝迟疑。一定要抓！管家当即说道：这可是夫人的命令，一定要把那个小子干掉，到时候赏赐肯定少不了你的。好，那我就派人到南山岭去找那个小子。而此时此刻，在南山岭中，一头高达2米的巨熊直立而起，双臂猛地一拍，砰！瞬间，面前的那块石头就被他的双爪轰得粉碎。然而这凶猛的一击却扑了个空。就在刚才，陆枫踩着那块石头一跃而起，躲开了巨熊的扑击，随后抽出腰间的火云剑，纵身跃下。噗！下一刻，长剑刺入肉中，陆枫拼尽全力将力量灌注其中，深深地捅入巨熊的后背。吼！凄厉的嘶吼声立刻传来。然而陆枫踩在他的身上，纹丝不动。就在此时，巨熊的右爪猛地拍了过来，陆枫瞳孔一缩，侧身一闪，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一掌。接着他右脚用力一蹬，立刻施展千斤坠的手段，勉强将这头巨熊压制住。就在这个机会下，陆枫双手握住剑柄，猛地往旁边一拉，滋啦！巨熊的背上出现了一条不断流血的狰狞伤口。
陆枫催发力量，火云剑上顿时腾起一道烈焰，开始灼烧巨熊的内脏。没过多久，这头巨熊就轰然倒地，彻底没了生机。陆枫摇摇晃晃地跳下熊身，长舒了一口气，可算是搞定了。他刚进入南山岭，就被眼前这头巨熊给盯上了，也多亏他实力还不错，最终反杀了这头巨熊。运气真差，刚进山就碰上了一级妖兽。一级妖兽相当于人类的武者，但往往要比武者更强一些，不过能解决就好。陆枫松了一口气，将剑从巨熊身上拔了出来。随后他走过去，把巨熊翻了个身，一剑剖开他的腹部，伸手在里面翻找了一番，顿时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找到了！片刻之后，他从里面取出一颗棕黄色的丹丸，一阶妖丹。这妖丹也能吃吗？陆枫轻轻捏起棕黄色的妖丹，眼中流露出一抹渴望之色。他的本能在告诉他，若是他想生吃这妖丹，应该不会有问题。咕噜！自从昨日踏入武士境界后，他就察觉到不朽天功的独特之处了。之前他在家族里修炼地功法，并非家中最好的，仅仅只是玄阶下品的层次，功法之间的差距越是修炼到后期就越明显。寻常武者刚开始修炼时，只能熬炼筋骨或者依靠药膳、丹药来辅助修炼。至于吸收周围天地灵气，那可是要到武灵境界才能做到的事情。然而修炼了不朽天功之后，仅仅在武者阶段，陆枫就能吸收周围的天地灵气了。而且就在昨日，他更是直接生吃了百年人餐。可踏入武士境界之后，陆枫发觉自己所需的资源恐怕要比之前预想的多出数倍，甚至10数倍。不过如此吞噬所换来的战力，恐怕也超乎他的想象。或许这不朽天功本就是要通过吞噬才能变得更强。陆枫心中一动，开始探查周围，果然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山洞，心想这应该就是那巨熊的居所了。他走进山洞，果然闻到一股巨熊的腥味。不过他现在也不在意，他将巨熊的尸体拖到洞口，然后拈起那一粒妖丹丢进自己嘴里。咔！他下巴微微一动，就直接把这妖丹咬碎了。刹那间，一股灵力从妖丹中倾泻而出，流入陆枫的身体。陆枫浑身一颤，不过很快就稳定下来。他体内的不朽天功飞速运转，开始接纳融合这股灵力。果然可以！陆枫的眼睛猛地一亮，随后他便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饥饿感，仿佛全身的每一块血肉都在传达着饥饿的信号。那妖丹所蕴含的灵力很快就被陆枫吸收，融入到他的身躯之中。将近2刻钟后，陆枫睁开双眼，呼，这妖丹的效果真够强劲的，要是再来个3、4颗，我差不多就能突破到武士第2重天了。他站起身来，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既然这样，那我倒是可以去寻找那些妖兽，直接取他们的妖丹服用。不过他马上就有些犯难了。南山岭虽然有妖兽，但大多都有各自的领地，而且其中还有3、4阶的妖兽，他要是误闯进对方的领地，那可就完了。陆枫皱起眉头，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先前他在城里采购物资的时候，去了另外一家草药铺，收集了不少灵药的种子。灵草灵药虽说珍贵，但那是在有年份的前提下，所以种子相当便宜。陆枫每种都买了一些，其中有一种草药叫月下花，月下花能够作为一些低阶丹药的原料，但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引诱低阶妖兽。不过这用途说起来也有点鸡肋，这花引诱妖兽的时间极短，每10年才会有短短片刻散发一股气味来吸引妖兽。这类种子陆枫也只是顺手买的，毕竟价格不贵，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能派上用场了。陆枫从玉佩中取出月下花的种子，然后种在距离山洞外较远的一块平地上，将种子埋入土里后，陆枫握住玉佩，灌输灵力，随即开始催熟。陆枫就在很短的时间内见证了发芽、生长、开花这一系列过程。没过多久，陆枫就将这朵月下花催熟到了10年份，而隐隐约约之间，周围弥漫出一股异香，随风飘向远处。陆枫心中一动，转身躲到一旁，静静等待妖兽到来。大约1刻钟后，一道影子悄然靠近此处，随后又盯着月下花看了一会儿，嘴巴一张，直接就把月下花吞进肚里。这时陆枫看清了那东西的模样，那是一头狼，浑身长满淡青色毛发，动作十分敏捷。疾风狼，一阶妖兽。陆枫心中一喜，悄悄抽出火云剑，便向前猛地一冲。几乎瞬间，他的动作就惊动了那头疾风狼。嗷哦！那头疾风狼脸上闪过一丝凶性，4脚一迈就直接扑了过来。这狼的速度极快，任何一个武者碰上恐怕都会有危险。但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偏偏是陆枫。陆枫比疾风狼还要快，稍微一个闪身，陆枫就躲过了扑击。而就在这头疾风狼想要继续进攻的时候，陆枫猛地挥出一剑，这一剑速度极快，直接斩中了疾风狼的后背。噗！肉身被破，大股鲜血不断流出。疾风狼眼中顿时闪烁出几分畏惧之意，毕竟就算他没什么智慧，但还是能分辨出对方比自己强大。就在他转身逃跑的时候，陆枫再次赶上，直接一剑捅穿了这疾风狼的腰部。这一剑毫无阻碍，就像切豆腐一样插了下去。嗷哦！疾风狼顿时发出一声哀鸣，随后扑腾一声直接倒在地上。解决了！陆枫嘴角一挑，解决一头一阶妖兽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依照之前的方法剖开疾风狼的小腹，果然又找到一枚青色的内丹，果然有效。陆枫心中欢喜，最后将疾风狼的尸体收入玉佩之中。妖兽身上值钱的部位除了妖丹之外，
其实还有不少地方，兽皮、兽骨、兽血，可都是稀罕之物。陆枫收起之后，又从口袋里取出一枚月下花的种子，随后种在原地。依照之前的方法催熟之后，淡淡的幽香再次出现。而就在这时，陆枫微微挑起眉头，周围的天地灵气似乎变少了一点。修炼不朽天功之后，他对天地灵气的感应似乎变强了不少，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周围的变化。难道是因为时间加速，都被这株月下花给吸走了？如果不是在浪费时间，陆枫立刻躲了起来。不过片刻，他又看到一头异阶妖兽来到了此处。嘿，又来一头！一转眼间，7日的时光悄然流逝。在这7日里，陆枫多次借助月下草吸引了众多低阶妖兽前来，其中2阶妖兽就有7头，1阶妖兽多达26头，甚至还出现了1头3阶妖兽。不过面对那3阶的黑赤雕，陆枫可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啃食自己的月下花。即便如此，陆枫手头也收获颇丰，共计得到了7枚2阶妖丹和26枚1阶妖丹。除此之外，陆枫还发现了一个与催熟植物相关的限制，若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催熟草药，那里的天地灵气会逐渐减少。一旦天地灵气低于这些草药生长的最低要求，即便陆枫加速时间，草药也无法继续生长，只会直接枯死。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件事对陆枫的影响并不大。日后若要建立药园，必须得找一处灵气充沛之地。陆枫暗自思忖着，随后取出一个木盒，啪的一声将其打开，只见盒中密密麻麻地摆放着30多粒妖丹，颜色各异。陆枫见状不禁咽了咽口水，有这么多妖丹，我的修为应该能再提升一下。陆枫不假思索地拿起1枚2级妖丹丢入口中，刹那间一股炽热的力量从他的小腹处涌起，陆枫赶忙调动不朽天功来吸收消化。几日之后，南山岭内，扑腾，一只疾风狼猛地狂奔而起，瞬间就将一名中年男子扑倒在地。那中年男子拼命挣扎，可疾风狼依旧疯狂撕咬。片刻之后，一道刀光闪过，直接斩断了疾风狼的脖子。砰！断头落地。陆清风走了过来，看到那中年男子表情僵硬，脖子处不断流血，又死一个。陆清风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他进入南山岭寻找陆枫已经好几日了，却连陆枫的影子都没见到。没找到也就罢了，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进山找人的时候竟然赶上了妖兽暴乱。也不知为何，这几日南山岭的妖兽异常亢奋，甚至在边缘地带四处乱窜。而此时进山，陆清风已经折损了6名手下，其中还有2名是陆家的人。莫急，这些废物死了就死了，只要完成了大夫人交代的事，弄死那个孽种，到时候你想招多少人都有。此时一旁的管家开口说道，他们2人都是大宗师的层次，一般的1、2阶妖兽根本伤不到他们。哼，若是没找到呢？陆清风怒视着眼前的管家，算上陆展，就因为这件事，他这边已经损失了9个人，那你还不赶快去找？那管事冷笑着回应道。你！陆清风顿时气得不轻。就在这2人即将争吵起来的时候，远处的天边忽然传来一声英鸣，什么东西？2人猛地扭头，就看到一头算上翅膀足有3米来宽的巨雕腾空而起，朝着他们这些人飞来。3阶妖黑赤雕。陆清风的脸色顿时一变，可那巨雕已经冲了过来，双爪一伸，如同捉羊一般抓走了一个活人，而他的目标正是陆清风。这畜生想抓我！陆清风慌忙逃窜。这种级别的妖兽，即便他身为大武师，想要对付也绝非易事。那黑赤雕一击未中，不满地鸣叫了一声，随后又扑向了那管家。一时间，这处营地的剩余成员惊慌失措，生怕自己成为黑赤雕的目标。闭关第7日，在巨熊山洞之中，陆枫盘膝而坐，正在炼化体内妖丹的力量。这几日里，陆枫每次修行之前都必须服用1枚妖丹，多亏不朽天功在吞纳力量方面极为出色，才使得他在短短5日之内就将这一盒丹药全部吞噬。山洞之中，不知过了多久，陆枫缓缓睁开眼眸，体内隐约传出虚幻的破碎声。54重天，30多枚妖丹让陆枫的修为足足提升了3重天左右。可别小看这3重天，陆枫所能容纳的力量至少增加了5、6成，而且或许是因为力量的灌注，陆枫的皮肤隐隐泛出金色。在这种状态下，他的防御力大幅提升，甚至比石头还要坚硬许多。把这么多资源用完了，我是不是该去寻找其他的妖丹了？陆枫心中思索着，他手中的月下花种子已经所剩不多了，而且南山岭的妖兽越靠近中心实力越强，外围只有1阶和少量的2阶妖兽。如今陆枫还未达到大武士境界，自然不敢贸然深入，就先这样吧，去看看外面的情况。陆枫慢慢收敛气息，随后走出了这个熊洞。就在他刚走出熊洞的时候，忽然又听到了一声较为熟悉的嘶鸣声，是那头黑赤雕的声音。陆枫心中一动，正要躲避，却很快发觉有些不对劲。此时他听到的嗓音里带着几分哀鸣之意。发生了什么？难道有人和我一起上山猎妖？陆枫悄悄离开熊洞，来到一旁的小山坡上观望，随后他的表情顿时变得惊愕。怎么是他们？只见那黑赤雕正在疯狂地啄食撕扯一名中年男子的血肉，那正是陆家的管家。那管家发出痛苦的嘶鸣，显然已经痛不欲生。与此同时，黑赤雕的一只翅膀被陆清风紧紧抓住，
根本无法飞腾上天。陆清风手中握着刀，不断地劈砍着这头3阶妖兽黑赤雕。在陆清风的全力劈砍之下，黑赤雕扑腾一声倒在地上。那中年男子还算幸运，没有被啃食而死。救我！救我！管家低声开口。陆枫在远处看着这一幕，眉头皱起，奇怪，他们2个应该是在找我，怎么就被黑赤雕袭击了呢？就在这时，浑身狼狈不堪的陆清风也注意到了他。是你，陆枫！他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如果不是你，老子就不会遭遇这些妖兽。妈的，今天非弄死你不可！这几日那该死的黑赤雕每日都来捉取活人吃，还有其他妖兽骚扰，最后那黑赤雕盯上了管家，这才被他抓住机会弄死了。但带进山的人也死得七七八八，哪怕已经受伤，大武士的气息依旧豁然散发出来。他死死地盯着陆枫，极端的恨意散发而出，想杀我？哼！若你真有那本事，那就尽管放马过来吧。陆枫嘴角微微一咧，满不在乎地说道：“你难道不怕吗？”陆清风的神色略微有些变化，眼睛不住地在陆枫身上打量着，随后惊讶地出声：“难道你已经恢复到大武士的境界了？要知道，眼前这个青年在被废之前，可也是大武士的境界啊。”没有。陆枫如实回答：“没有。”陆清风冷笑一声，开口道：“若你没有和我处于同一境界，又怎么可能胜得了我？”话音刚落，陆清风便持刀向前冲去，手中长刀如同一轮圆月般挥出，径直朝着陆枫的胸口斩去。嗡！刀光撕裂空气，速度快到了极点。枪！与此同时，陆枫腰间的火云剑瞬间出鞘，体内的真元不断运转，呼啸着便是一剑斩出。刀剑猛然相撞，陆清风双手紧紧握住长刀，架住了这一剑，随后右脚猛地一跺地，身形向后拉开了距离。嘿，我还以为你恢复到什么层次了呢，原来不过是54重天罢了。陆清风的脸上带着一抹冷笑，他刚才并没有全力出手，只是试探了一下而已。就这么一试探，他也差不多摸清了眼前这个青年的境界。你也不过如此，区大52重天的实力，这点本事要杀你足够了。陆枫神色平静，冷冷地注视着对手。狂妄！陆清风嚣张地大喊：“差着一个大境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要是你现在跪地求饶，把那柄剑交出来，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个全尸。”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把剑可不是凡品，恐怕是一件上品利器。就在这儿，有本事你就来抢啊！好！就在这一刻，陆清风刚要动身，眼前却猛地一晃，陆枫竟然已经栖身到了他的面前。下一瞬间，陆枫迎风一剑斩来，陆清风想要后退躲避，却已经来不及了。呲啦！血光乍现，陆清风胸口的衣衫被撕裂，就连血肉也被火云剑所附带的高温灼得发肿。刚刚要不是他躲得及时，恐怕就已经被这一剑直接破胸了。砰！陆清风全力向后撤去，动用真元压制着伤口，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而下一刻，一股绿色的真元从他体内涌动而出，瞬间包裹住了他的全身。大武士境界便能做到真元外流，护住全身要害，这就相当于给自己套了一层盔甲，效果出众。真可惜，刚才那一剑没能要了你的命。陆枫扭了扭脖子，咧嘴笑道：“下一次我出手的时候，可就不只是砍胸口这么简单了。”话还没说完，陆枫就已经踏步向前，再次袭来。烈风斩！噗！斩空之声响起，陆枫施展黄阶武技，赤红色的剑身碗如天边的云霞一般，一剑横斩而来。不好！陆清风挥刀阻挡，然而这一剑刚被挡下，紧接着又是一剑，每一剑都是势大力沉，速度更是完全超越了他。哪怕2年都未曾修行，陆枫在武技上的造诣仍旧要比他高出许多。滋滋滋！陆枫向前逼近，手中长剑如同鬼魅一般不断斩出。陆清风勉强阻挡之间，身上已经被连斩了9下。如果不是身上有真元护体，恐怕现在陆清风早就已经被当场斩杀了。然而即便如此，他身上的真元此时也已经摇摇欲坠了。第10剑，看你能不能挡得下！陆枫大笑着喊道。他之所以要购买这把上品利器，就是为了破开大武士高手的护体真元。别我挡！陆清风全力挥刀，可终究还是差了一步，没能架住如同惊鸿一般的一剑。砰！刹那之间，陆枫斩出的火云剑点在了陆清风胸口的真元之上，而下一秒，赤红色的火焰沸腾起来，猛地向前又推进了一段。噗！就这么一瞬间，陆清风的护体真元破损，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遭到了真元的反噬。然而还不止如此，陆枫长剑向前一刺，长剑的剑尖直接插入了陆清风的胸膛。然而下一刻，长剑却无法再前进分毫，因为陆清风拼死用双手握住了剑身。紧接着，陆清风整个人向后倒退而出，胸口和嘴里不停地吐血，浑身赤红，仿佛有一股火气在体内乱窜。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勉强捂着胸口，满脸不敢置信的开口：“以一个54重天的人，怎么可能在力量和速度上都比我强？为何不可以？”陆枫冷笑着回答。踏入武士境界之后，不朽天功和寻常功法之间的差距就彻底拉开了。之前他还觉得同样要达到大武士境界，才能和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较高下，看来是他高看了对方。不要紧，陆清风，你的死期到了！陆枫脚尖一点，如同鬼魅一般向前冲去，瞬间就逼近了陆清风。护身真元被破，
陆清风绝对挡不住接下来的这一剑。不好！陆清风转身向后撤，脚步旋转，似乎是想要避开这一剑。黄阶身法踏云步。然而就在陆清风想要靠着步伐变化躲开之时，陆枫却抢先来到了他要踏入的方位。不好意思，这身法我也练过，而且练得比你好。陆枫卡位前进，仗剑而来。好啊，那就看看究竟谁会死。眼见无法逃脱，陆清风眼中露出凶险之色，操起手中的利器长刀，一套劈山刀法呼啸而出，刀法大开大合，就仿佛是一座巨山压来。来得好！陆枫眼中露出几分兴奋的神色，长剑劈砍而出，直接硬碰硬。叮叮当当，陆清风拼命用刀，也仅仅只是勉强跟上陆枫的速度，刀光剑影不断碰撞，劲风四处呼啸。该死，这小子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然后越打，陆清风就越是心惊胆战。刀剑碰撞了数十下之后，他的虎口就被震得发麻，几乎都拿不稳刀了。又一次刀剑碰撞之后，陆枫脚步一转，身形消失不见。去哪儿了？陆清风呼吸一滞，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寒风，极致的危险感在心中涌起。可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一点赤红色的剑尖就已经破胸而出，连带着轰碎了他的心脏。噗，鲜血不停地流出，哪怕体内还剩下一些真元，陆清风此时也无力反抗了。死吧！陆枫一脚踹在他的背上，将火云剑抽了出来，随手一抖，剑身上沾连的血迹就被抖落。扑腾，一位大武师的性命就这样没了。陆枫蹲下身来，伸手一掏，把陆清风挂在腰间的储物袋抓在手中，轻轻掂量了一番，陆枫便将其收入怀中，然后看向那个正手脚并用想要逃走的管家。你打算去哪？二少爷，饶命啊！小的也是没办法，这都是大夫人吩咐我做的呀。眼见那煞星看过来，管家不停地磕头，卑微的求饶。他虽是大武师，可刚刚与黑赤雕拼死搏斗时就已身负重伤，小半边身子都被那妖兽撕扯了下来。我认得你，当初我修为被废，就是你把我从别院中赶出来的吧？陆枫一步步走近，饶命啊，二少爷，我还有用处，我还知道陆家许多事情呢。管家不断哀求。很可惜，我对这些事没兴趣。陆枫右手握住火云剑，低声说道：你下辈子可得把眼睛放亮些，别招惹不该招惹的人。嗡，长剑破风而出，管家的头颅被斩落，掉在地上，脑袋落地，双眼圆睁。他不敢相信，两位大武师进入南山岭，竟被眼前这个武师反杀了。陆枫扫了一眼黑赤雕和管家的尸体，大致猜到了他们这几日的经历，顿时冷笑一声：这可真是报应！我用月下花引妖取丹，周围不少厉害的妖兽都被引了过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那么多，正准备换个地方呢。你们为了追踪我的踪迹，直接闯进妖兽群里，难怪死伤惨重。陆枫轻轻摇了摇头，在管家的尸体上摸索了一番，也拿到了一个储物袋。他抬手探查了一下，顿时露出满意的笑容。不愧是大武师，身家颇为丰厚呢。这两个储物袋加起来共有87块原石，还有一些疗伤解毒的丹药，其中最值钱的要数那20多粒妖丹了。我还得多谢你们，帮我把聚拢过来的妖兽都解决了。陆枫踹了管家的尸体一脚，然后走向黑赤雕。这可是3阶妖兽，体内妖丹的效果绝对远超寻常的1、2阶妖丹。陆枫靠近黑赤雕的尸体，反手握住火云剑，剖开了这头妖兽的胸口，用长剑探寻了一番，果然陆枫在妖兽体内找到了一颗灰色的妖丹，3阶妖丹。大收获呀，大收获！陆枫将这枚妖丹收好，看了一眼满地的尸体，也懒得理会了。这里血气这么重，估计很快就会有妖兽被吸引过来帮我清理场地了。陆枫轻轻摇头，随后身影一闪，带着刚得到的财物飞速离开了南山岭。陆家派来的管家和元武城管事死在这里，肯定会引起一番轰动。不只是南山岭，恐怕元武城也不能久留了。距离昊天宗入门试炼差不多还有1个月，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用来修炼。陆枫嘴角上扬，运转真元迅速远去。就在1日之后，几道身影来到了此处。当看到满地的尸体时，都被吓了一跳。陆清风，他竟然死在这里了？那不是夫人的管家吗？怎么头颅都被割下来了？是啊，那边还有一头3阶的黑赤雕呢。陆清风一行人进入南山岭许久，没有消息传来，陆家人又招募了一些强者冒险进山。然而看到此地满地的尸体后，他们都被吓了一跳。此时已经过了1日，尸体虽被吸引来的妖兽啃食，但还能勉强看出样貌。那个领头的陆家人脸色苍白，开口道：莫非都是那个废物干的？现在连大武师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不少陆家人心惊胆战，生怕陆枫会从某个地方突然杀出来。走，把管家和清风叔的尸体抬回去，立刻去禀告大夫人。是。而就在这1日之内，陆枫已经狂奔了100余里，一旦体内真元不足，他便立刻服下一枚补充真元的丹药。狂奔了1日1夜，陆枫才停了下来。接下来我要修炼，不能被打扰。陆家也不是没有大武师之上的高手。陆枫深吸一口气，停留在一处山林之中。他仔细寻找了一番，又发现了一个被狼群占据的山洞。那狼群并非妖兽，被他随手打死几只后便直接逃走了。这下可以安心修炼了。陆枫深吸一口气，将自身的气息散发出去。一般没有成妖的兽类感受到这股气息，大多都会畏惧的逃走。陆枫取出那枚3阶妖丹，擦去上面的尘土和血渍，微微咬牙，然后直接吞了下去。
寻常人吞服妖丹，即便能吸收其中的力量，恐怕也会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但陆枫修炼了不朽天功后，能像吃丹药一样吞服妖丹，并且能将其中的妖气彻底碾碎，化为精纯灵力。不过3阶的妖丹他以前也没吃过，这黑赤雕妖丹一入腹，一股狂暴的力量顿时在体内爆发出来。若是寻常人，在这一步就会被这股力量撑得暴毙身亡。陆枫表情微微扭曲，立刻调动真元，将这股力量强行压制下去。吞噬，吸收。他盘膝而坐，将这3阶妖丹的力量一点点碾碎，然后一点一点的吸收。但这枚妖丹比之前的要庞大许多，陆枫想要吸收也万分艰难，被撑到极限的痛苦不断传来。不知过了多久，那枚3阶妖丹的力量被他慢慢稀释，一点点融入自身，浑身的剧痛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仿佛肌肉再次生长的酸麻感。与此同时，陆枫体内的真元再次暴涨，直接提升到了55重天的层次。呼！陆枫睁开眼睛，略微感应了一下自身，这一枚妖丹的效果就能比得上之前的大部分成果。越是到后期，陆枫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刚刚服下那3阶妖丹，效果至少流失了40%，还是太浪费了。无论是之前生嚼人参，还是现在硬吞妖丹，都只是陆枫的无奈之举。吞服丹药的效果自然比生吃原材料要好，毕竟他现在没条件提高利用率，以后还是得学炼丹的时候，将这些妖丹中的暴虐能量炼化之后再服用。陆枫摇了摇头，可他没时间去学习炼丹之法。他从陆清风的储物袋中又取出一枚2阶妖丹，直接丢入口中吞服，开始炼化其中的力量。1月之后，昊天宗的山脚之下，当钟声骤然响起，那雄浑的钟声回荡在整个山脉之间。今日正是昊天宗招收门徒的日子，附近州郡的众多天才纷纷云集于此。放眼望去，只见人山人海，人数不少于1000人，而且此时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与其他宗门有所不同的是，昊天宗海纳百川，无论是世家子弟还是散修，一概来者不拒。只要他们能够通过试炼，仅凭自身之力穿行昊天山脉，抵达山门之下即可。不过昊天宗只收取前100名，其余的人都会被拒之门外。而且参与试炼之人不可携带宝兵，年龄不得高于18岁，修为不得低于武者8重天。即便有着这样的要求，此地汇聚的人数依旧在不断攀升。就在昊天山脉山脚的传送阵内，光芒闪烁，一道高大的身影从中走了出来。走出之人大约20余岁，模样年轻俊朗，气势不凡。刚一走出，便开始四处张望。大哥，大哥，我在这儿！那人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扭头望去，看到一个少年正朝着自己不停地挥手。看到自家大哥到来，陆轩这才稍稍安心。自家这位大哥可是昊天宗的内门弟子，有着504重天的修为，仅仅比自家父亲稍逊一筹。拜见兄长，起来吧，你我是兄弟，不必如此多礼。陆康扶起陆轩，而后笑着说道：“你有着大55重天的修为，想要拜入昊天宗，想来是易如反掌。多谢兄长吉言。”陆轩心中满是欣喜，他是大夫人的次子，天生资质不凡。大哥去追求修行之道后，陆家家主的位置就该归他所有了。不错，要戒骄戒躁，入了宗门可别给为兄找麻烦。兄长，您还不了解我吗？陆轩连连点头，随后他的脸色略微阴沉了些，开口道：“只是兄长，那个废物怎么办？”他口中所说的废物，自然就是陆枫了。哼，不过是个废物罢了，恐怕是不敢来了。真以为隐藏了修为就能拜入昊天宗了不成？陆康冷笑一声，接着说道：“你不用担心，这一次试炼，如果他敢来的话，那就只能死在此处。兄长，难道您负责掌管此次试炼？”陆轩顿时惊喜的开口，自家这位兄长在昊天宗内竟然有如此大的权力。不是，负责掌管此事的乃是门中的一位长老，我只是来给他打下手的而已。不过嘛，陆康忽然笑了起来，那个孽障若是敢来，那我就给他加点难度，就算他被妖兽给吃了，也只能怪他自己没用，怨不得别人。多谢兄长。陆轩惊喜的说道：“你好好准备去吧，莫要辜负了为兄的好意。等入了门，修行前途不可限量。”是。陆轩惊喜地点头，正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道冷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陆康，陆轩，谁说我不敢来了？你！”陆轩猛地扭头，死死地盯着从人群中走出的陆枫，随后忽然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你隐藏了多少修为呢，原来只是区区的56重天而已，真是笑话。”他原本听到家里传来的消息，陆清风他娘身边的管家都被陆枫灭了，心中还有些慌乱。可是仔细感应气息，陆枫居然只有可怜的56重天修为，看来陆清风两人是被妖兽袭击，只是被这个废物捡了漏，心中顿时安定下来。陆轩高昂着下巴说道：“你是什么修为，也配和我说话？你不过是割丫还生的，按照家规，你给我当奴才，我都嫌你身份低。”陆枫冷冷地看着陆轩，却并未动手。昊天宗强者众多，试炼开始之前不允许任何人动手，违反者会直接被踢出昊天山脉，不得参与试炼。就在此时，站在一旁的陆康开口说话了：“陆枫，念在你还是陆家人的份上，你现在束手就缚，说不定还有1线生机。我陆家宽宏大量，只要你给我娘磕头认错，惩罚不过就是废除修为而已。”认错？陆枫不屑地看着眼前两人，
说道：“狗屁不通的话倒是说得冠冕堂皇，想让我受罚，你有本事就来啊！孽障！”陆康脸上顿时浮现出怒火，双手成拳，武灵级别的气息向外蔓延开来。然而陆枫却如同清风拂面一般，丝毫不受威压的影响。顿时，三人的对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人是谁啊？一个小武师，竟然敢和大武师武灵这么说话？我知道，这三人都是陆家的。那个武师小子是丫鬟生的，以前是个天才，后来被废了，就连娘都被逼死了。嚯，原来是有深仇大恨，就这么点修为，是嫌自己活得不够长吗？看来你是想找死。陆康的脸色顿时一冷，心想眼前这个废物竟然还敢对他如此嚣张。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整个昊天山脉外围突然都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嗓音：“诸位注意，我昊天宗的入门考核即将开始，待会儿传送阵亮起，你们将会被随机传送到昊天山脉的外围地带，只要不违反规则，前100位进入内山山门的人都将被收入门下，成为我昊天宗的外门弟子。你们小心行事，莫要丢了性命。”那嗓音恢宏无比，自带一股浩然正气，凡是听到之人都身躯微微一震。武皇层次，是昊天宗内的武皇长老亲自开口。哼，你该庆幸这里的规则庇护。陆康听到那声音，冷冷一笑，开口说道：“孽障，你可别太早就在这山脉里丢了性命。放心，哪怕你们兄弟俩再加上那个老狗都死了，我也不会死。”陆枫咧开嘴一笑，说道：“牙尖嘴利的，要是等会儿在试炼里让我碰到，我非把你一口牙都打碎不可。”陆轩阴森森地盯着陆枫，哈哈。陆枫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接着伸出手，大声说道：“来啊，我就在这儿呢，你要是想杀我，就尽管来啊，自寻死路。”陆轩冷笑一声，不再搭理陆枫，朝着传送阵大步流星地走去。传送阵上站了10余人，随后光芒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参与试炼了。陆枫淡淡地瞥了一眼陆康，旋即跟着人群走向传送阵。在这期间，陆康始终阴冷地盯着陆枫，那眼神中透着让人难以捉摸的思绪。陆枫踏上传送阵后，开始打量起周围的环境。刹那间，光芒一闪，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猛地冲进陆枫的脑海。过了片刻，那种强烈的恶心感才渐渐消散。可紧接着，陆枫脚下突然一空，整个人朝着下方坠去。不过，陆枫反应极为迅速，一下子就稳住了身形。这就是传送的感觉吗？陆枫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此时，他置身于一片密林中，四周静谧的可怕，没有丝毫声响。这里空气中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明显要比昊天山脉之外高很多。如果在此处修炼，我的修炼速度估计能快上1-2成呢。而且这还只是昊天山脉的外围，真不知道深处的灵脉主体会是怎样的修行圣地。陆枫正在思索之际，耳朵忽然微微一动，他听到树林里传来一道极为微弱的声音。有动静。陆枫眉头轻轻挑起，他收敛自身气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树林里出现一道身影，陆枫看清了他的模样，是2阶妖兽幽影狼。那头妖兽悄悄潜伏过来，眼睛紧紧地盯着陆枫。当双方的距离拉近到一定程度时，幽影狼4足猛地用力，朝着陆枫狂奔扑来。然而就在幽影狼即将咬到陆枫的时候，陆枫突然转身，目光直直地注视着这头妖兽，想偷袭我。陆枫的右掌如同鬼魅般探出，一下子就抓住了幽影狼的脖子。随后他五指微微用力，咔一声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幽影狼呜咽了一声，便没了气息。哼，接下来该往山门那边去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在深处碰上陆轩。陆枫嘴角微微一挑，朝着山门的方向走去。他此次前来，第一个目标是拜入昊天宗，第二个目标则是除掉陆轩。要知道，在昊天宗的试炼当中，生死是不论的。陆枫取出2阶妖兽的内丹后，大步朝着深处走去。昊天山脉极为广阔，差不多将近100里的路程，就算陆枫全力狂奔，恐怕也得花费不少时间才能到达。扑腾，陆轩双脚着地，可他的脑海里却是一片混乱，甚至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好恶心啊！这随机传送阵怎么还有这种效果？在地上坐了一会儿，陆轩才回过神来。他抬头看了看上方，然后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卷卷轴，这是陆康一开始就塞给他，用来提前做准备的昊天宗外围地图。有地图在手，想要通过这试炼，还不是易如反掌。他冷笑一声，脑海里浮现出陆枫的模样。不过就他那50层次的修为，恐怕刚一落地就被妖兽给吃了吧。陆轩脸上顿时露出几分不耐烦的神色。我才是真正的陆家第一天才，可不能在那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得赶快前往山门。说完，陆轩立刻动身朝着山门的方向赶去。而在昊天山脉上方一处山巅之上，几道人影站在山崖边俯视着下方，为首的是一位身着白袍的老者，面容威严。老者神色平静，可丝丝缕缕的气息从他体内散发出来，赫然是武皇级别的强者。看来今年参与选拔的人才资质都很不错。老者望着下方，脸上略微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只是稍微扫视了一圈，他就看到不少大50层次的青年才俊。略微赞叹之后，老者扭头看向身后的几个人，开口说道：“你们几个去打开封印，把那些3阶妖兽以及半部4级妖兽都放出来。”是，长老。他身后的几个弟子轻轻点头。昊天宗的考核可不仅仅是竞速，
看谁先抵达山门，谁就获胜。入门考核的内容还包括随机应变、临阵厮杀，当然也少不了一点点运气。所以每年试炼的时候，昊天宗都会特意往试炼之地投放3阶和半步4阶妖兽，这些妖兽足以给考生们带来足够的危险和压迫感。老者身后的几个人领命之后，就朝着周围去解开封印了。其中一人正是陆康。陆康和其他人分开后，迅速来到昊天山脉的一角，抵达了一处巨大的囚笼跟前。在这个囚笼里，封禁着一头将近2丈长，如同小山般的恐怖巨虎，半步4阶妖兽烈风虎。陆康来到囚笼前，随手一抬，大门突然就打开了。随后他脸上露出一丝厌恶的神色，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件衣服，直接丢进了囚笼里。这件衣服正是陆枫留在陆家的东西。与此同时，那头半步4阶的妖兽慢慢苏醒过来，似乎是解开了某种封印。哼，陆枫，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抵挡这半步4阶妖兽，还想入昊天宗，简直是做梦。陆康冷笑一声，然后迅速离开。片刻之后，烈风虎苏醒了过来，看到那件衣裳，双爪用力，直接将其撕碎。刚一醒来，烈风虎的肚子里就传来一阵轰鸣声，这头妖兽饿了。顿时，烈风虎走出囚笼，顺着那件衣服上的气息，朝着远处走去。轰！陆枫猛地轰出一拳，一头1阶妖兽便倒飞而出，骨骼错位，摔落在地时已然没了气息。他收回拳头，环顾四周，眉头微蹙，怎么感觉妖兽少了许多？从初始地点出发，他已经前行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半日之久，距离目标也不远了。可这一路上竟然连一头2阶妖兽都未曾遇见，奇怪，我打听到的消息不是说这里2阶妖兽随处可见吗？陆枫紧皱眉头，心中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妖兽没有理智，只会对更强大的存在产生畏惧，不能在此久留。陆枫连妖丹都懒得去挖取，身形一闪，朝着昊天宗主脉的方向疾驰而去。就在前行之时，陆枫鼻子微微一动，他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下一刻，他扭头向远方望去，只见远处的山林之中，跌跌撞撞地走出一道人影。救命！救命啊！我是云阳城李家的嫡子，要是谁能救我？那道人影浑身染血，左臂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掉了，模样凄惨无比。此时他似乎也看到了陆枫，抬起仅存的右手，救命！救！然而还不等他把话说完，身后的密林中突然响起一声虎啸，嗷！狂风呼啸而出，树林摇晃，眨眼间，一头如小山般庞大的吊睛白额猛虎从山林中狂奔而出，一股夹杂着鲜血的腥味扑鼻而来。半步4阶的妖兽烈风虎。陆枫呼吸一滞，就看到那道人影被烈风虎一巴掌拍中，整个人瞬间4分5裂，血光四溅。那烈风虎张开大口，将脑袋咬掉，咔咔作响的吃了下去。紧接着，他的目光便锁定了陆枫。危险！几乎是瞬间，这头猛虎周身仿佛有狂风环绕，速度快得惊人。好快！陆枫的瞳孔骤然一缩，双手立刻挡在身前。砰！刹那间，一股狂猛的力量汹涌袭来，陆枫止步驻地向后倒退。而就在此时，这头烈风虎动作丝毫不停，如一道残影般再次猛扑过来。好强！陆枫迅速拔出腰间的火云剑，长剑横向斩出，轰！赤红色的剑身划破空气，宛如天边的云霞。那烈风虎身上顿时浮现出一层纯白色的光芒。锵的一声，陆枫向后倒退，那烈风虎的护身罡气也被斩破，左前爪上留下了一道不深的伤口。随后，一人一虎同时出手，眨眼间便碰撞了10多次，这才各自分开。这是盯上我了？陆枫眉头一挑，接着在这烈风虎的脖颈上看到了一件熟悉的东西，那是一件破布烂衫上的残片，但陆枫异常的眼熟。那不是我的衣服吗？陆枫被陆家人排挤，身上的衣服缝缝补补，他极为珍惜，绝不会认错。果然是那2个混账引来的。陆枫眸光阴沉，猛地一脚踏空，转身跳上一棵树木，朝着远处跃去。好！烈风虎的瞳孔中闪过憎恨的神色，仿佛将陆枫当成了封印他的人，疯狂地追了过去。那庞大的身躯撞在树木上，就像推倒泥石一般轻松。没过多久，一人一虎便在丛林中相互追逐起来。陆枫在树木间不断跳跃，若真的拼死相斗，有把握弄死这头烈风虎，但现在不是时候。陆枫全力向上攀爬，那头烈风虎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动静极大，声音在大片山脉间回荡，这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到底是什么东西？3阶？不对，是半步4阶的妖兽。这个人死定了，竟然被这样的妖兽盯上了。众多参与者纷纷避让，生怕被双方的战斗波及，甚至主动放慢了脚步。陆枫狂奔不止，从一棵巨木上一跃而起，落到了一处狭山的山道之中。而此时，那烈风虎也已经扑了上来，还未靠近便有一股恶风袭来。崩拳！黄阶上品武技。陆枫扭腰出拳，瞬间调动全身的力量，一拳猛地轰出。这一拳轰在烈风虎的护身罡气之上，那一刻，一股反震之力传来，陆枫手掌一麻，身体却向后倒飞出去，朝着远处而去。陆枫正是要借助这反震之力拉开距离，他猛地在空中扭身，落地后向后退了几步，便卸去了力道。快了，马上就要到山门了。陆枫深吸一口气，速度不减，继续向前狂奔。此时他已经看到了昊天宗山门的位置，只要再花几刻钟的功夫，
就能抵达。就在这时，那正在登山的一道人影听到动静，忽然看了过来。半步四阶妖兽，你怎么可能还活着？这人正是陆风同父异母的陆轩。此时他身上也有一些伤势，正打算上山，却看到陆风一边和烈风虎厮杀缠斗，一边还要上山，他竟然还活着。陆轩对自家兄长的计划了如指掌，半步四阶妖兽，就算是他也要万分艰难的应对。就在此时，下方一人一虎的战场已经来到了一处狭小的山路。陆风嘶吼了一声，身形瞬间张大了几分，竭尽全力向着那烈风虎轰出了一拳。陆风几乎是全力出手，这一拳猛然轰动，烈风虎的护身真元顿时晃动不休，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碎。然而陆风此刻目标并不是击碎那护身之光，只见他低喝了一声，那烈风虎身躯摇晃，被轰出了这条山路，向着下方坠落。呼！陆风呼出一口浊气，知道这头烈风虎很快就要追上，便开始继续登顶。这一幕看得陆轩表情一愣，眼下陆风居然还能勉强抵抗，似乎还要登顶。如果这个废物真的加入了昊天宗，难道还真能咸鱼翻身不成？陆轩脸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他兄长一心求苦修，陆家家主之位只能是他一个人的，眼下这个陆风没有被废掉，要是真让他进入昊天宗，那就不好收拾了。陆轩猛地咬牙，脸上露出一丝阴沉的神色。好，不是想进昊天宗吗？我来帮你一把。陆轩转身朝着陆风走来，猛地一拍储物袋，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篆刻着雷纹的长刀。陆风！陆轩嘶吼一声，拦住了这条上山之路。此时此刻，陆风和那烈风虎再次碰撞了一下，拉开了一段距离。是你？陆风的眉头忽然一皱，旋即又缓缓舒展开来，脸上浮现出一抹狰狞的笑容。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简直是自寻死路。陆风脚下不停，径直朝着上方迎了上去。就你这个丫鬟所生的杂种，也妄图和我一样拜入昊天宗？陆轩低喝一声，大武师境界的气息汹涌而出，大步向前迈进。这小子死定了，前有敌人，后有猛虎追赶，绝无生机。这人我认识，刚刚才得罪了一个武灵，这不是在找死吗？这似乎是陆家的陆轩，年纪轻轻便达到大武师的境界，前途一片光明啊！感受到自己与眼前陆风之间的差距，陆轩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得意之色。你我之间相差一个大境界，你真的还要动手吗？你若是现在滚下山去，说不定在和那头猛虎纠缠的时候，还能有一线生机。陆风只是轻蔑的一笑，要打便打，哪来那么多废话？找死！话音未落，陆轩便踏出一脚，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陆风冲了过来。与此同时，亮银色的真元在他体内汹涌澎湃，护住了全身各处。来得好！陆风咧嘴一笑，握住火云剑，迅速横向斩出。枪！刀剑瞬间相交，陆轩手中的那把长刀顿时有雷光涌现。这同样是一件上品利器，这样的兵器你也有？陆轩的话还未说完，陆风手中的火云剑瞬间升腾起一道焰光，直接压向那把雷纹刀。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上品利器？难道这是你从陆清风身上搜出来的？陆轩满脸的不敢置信。上品利器价格不菲，哪怕他身为家主之子，也仅仅只有一件，而陆风毫无家底，更是被视为废物，又怎么可能拥有同样的兵器呢？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陆风咧嘴一笑，体内的不朽天宫飞速运转，双手之中顿时爆发出一股雄浑大力。砰！低沉的轰鸣声响起，雷火相交之处猛地发生爆炸。就在此时，陆轩被爆炸的余波震得向后倒飞出去，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因为此时此刻，陆风稳稳地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他的力量竟然比我还强！陆风不过是一个小武师，力量竟然比他这个大武师4重天还要强，心中满是不服气。陆轩嘶吼了一声，手中长刀雷光闪烁。陆轩的速度瞬间加快，他动用了全力，施展的正是他精心修炼的玄阶武技银雷闪。转瞬之间，陆轩仿佛将空气撕裂，竭尽全力朝着陆风劈砍而来。就这点本事吗？陆风的瞳孔紧紧盯着那道刀光，已然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死在我的玄阶武技之下吧！陆轩怒吼着说道。陆轩目光闪动，双手持剑，剑气震荡着周围的空气，周围的空气仿佛被利刃切割一般，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刺耳声响。黄阶上品武技破空剑，找死！黄阶武技也敢来对抗玄阶武技？陆轩狂笑出声。这破空剑武技他也同样学过。陆风没有回应，只是仗剑向前。在陆家的时候，他根本学不到什么高深的功夫，只能钻研黄阶的武学。但即便如此，凭借自身的天赋，他之前依然修炼到了大武师的境界。在这种低层次的武技对抗中，武技并非越高阶就越好，关键在于是否运用得当，看谁掌握得更为精妙。毫无疑问，陆风在这方面的天赋远远超过陆轩。刹那之间，陆风已然欺身而上，手中的火云剑如同毒蛇出洞一般刺出，直接点在了陆轩的刀光之上。当！悠扬的刀剑碰撞声响起，陆轩的长刀一顿，仿佛被点中了死穴一般，银雷闪无法继续下一步的演化。不可能，这不可能啊！陆轩面露慌张之色。下一刻，陆风根本不给他回招的机会，迅速出手，手中的火云剑再次横向斩出。叮叮当当，刺耳的铿锵声不断响起，剑势锐不可当。仅仅是呼吸之间，陆轩的章法便被彻底破除。不仅如此，
陆枫抬手一剑，在他的胸口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在伤口之间隐约有赤红色的炎气在不断肆虐。直到此时，陆轩才勉强回刀，拉开了双方的距离。然而即便如此，陆轩的呼吸也变得急促无比。刚才自己可是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银雷闪的确是一门厉害的武技，威力确实在我的破空剑之上，只可惜你学艺不精。陆枫向前踏出一步，速度又快了几分。他此时所修炼的根基功法乃是不朽天功，实力又岂是修炼玄阶功法的陆轩所能相比的？哪怕双方相隔一个大境界，更何况陆枫手持利器，更是弥补了护身罡气方面的差距。所以你就去死吧，陆枫阴森地说道，再次踏步向前。而他所施展的仍旧是黄阶武技破空剑，火云乍现，赤霞席卷，带着浓烈的杀意扑面而来。给我挡住！陆轩强压心中的恐惧，再次出手。然而双方再次交手，不管陆轩使出何种手段，都会被陆枫迅速找到破绽。更何况陆轩先前就已经受伤了，而战斗局势的倾斜仅仅发生在短短几十秒钟之内。陆枫跨越一个大境界，已然快要彻底压制陆轩。废物，你若是敢杀我，我兄长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大难临头，陆轩慌张地喊道，妄图搬出兄长陆康来吓退陆枫，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简直是痴人说梦。陆枫脸色阴沉，抬手又是全力一剑斩出。噗！这一剑斩下，血光瞬间迸溅，陆轩脸色苍白，惨叫出声。就在此时，一条手臂腾空而起，随后落在了远处。与此同时，那把雷纹长刀高高飞起，随后便被陆枫握在了手中。你竟敢断我手臂！陆轩浑身颤抖，极致的痛苦让他原本年轻俊朗的脸庞一阵扭曲。我还要取你性命！陆枫正要出手解决陆轩，就在此时，山下忽然传来一声虎啸，那烈风虎追上来了，那畜生追上来了！哼！陆枫神色微微一变，旋即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身形如鬼魅般向前掠去。你想要做什么？陆轩的表情瞬间变得慌张起来，可他如今身受重伤，哪里还有反抗之力呢？仅仅瞬息之间，陆枫便径直向前，挥剑破开陆轩残余的护体真元，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给我去吧！下一刻，陆轩就被直接扔向了烈风虎。不！陆轩望着那头巨虎，眼中满是恐惧。而那头烈风虎看着飞来的陆轩，口中发出几声低吟，猛地抬起爪子一拍，砰！这一虎爪直接拍中陆轩的小腹，恐怖的力量贯穿身体。陆轩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半步四阶妖兽的力量本就超越大武师，更何况陆轩现在已经重伤。陆轩眼前顿时一黑，感觉身体仿佛要被撕裂开来。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从山上冲来，直接在空中接住了陆轩。与此同时，他身上力量汹涌而出，轰向那头烈风虎，将其短暂击飞。妖兽倒在一旁，却没有立刻反扑，因为他从陆康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陆枫！充满憎恨与愤怒的声音响起，50级别的气息爆发开来。这人正是陆康，他和众多同门负责巡视此地，算着自家弟弟也快到了，便匆匆赶来。没想到刚一到达，就看到陆轩被斩去一臂，身受重伤，还被烈风虎轰中小腹。兄长，我……陆轩口中不断吐血，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可他话还没说完，就直接昏厥了过去。陆枫，你这是找死！陆康抬起头，一步踏出，如同一道飓风般朝着陆枫扑去。50层次！陆枫的眉头顿时一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毫不畏惧，嘲讽地说道：“这可是你们兄弟自己搬石头砸脚，难道还要怪我不成？我要你死！”陆康不顾一切，猛地轰出一拳，轰！陆枫全力抵挡，可身影还是倒飞而出，踉跄着向后退去，但他脸上依旧满是笑容。怎么，昊天宗入宗试炼可是不论生死的，你难道要插手不成？你……陆康正要爆发的动作顿时僵住，脸色极为难看。与此同时，周围众多目光也投了过来，他感到压力倍增。这昊天宗的弟子还会干预试炼吗？这三人怕是有仇怨，我们赶紧避开。这人是谁啊？竟然在试炼中插手救人！一道道声音传来，陆康顿时头疼不已。要是在其他地方，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弄死陆枫，为弟弟报仇。可这里偏偏是昊天宗的试炼之地，生死不论，而他还是负责监督之人。他现在出手救人就已经违反门规了，如果还在这里杀人，他的下场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你，陆康死死地盯着陆枫，强压下心中的杀意。哼，你还不走吗？那小子要是再不救治，好像马上就要死了。陆枫笑嘻嘻地说道，指了指倒在地上的陆轩。当然，刚刚那几下差不多也把他打废了，反正陆家也不在乎一个废人，就让他死在这里算了，说不定还能省点棺材钱，给咱们陆家省钱呢。陆枫讽刺地说道。陆枫，你这是在找死？那你来啊！陆枫针锋相对，厉声回应。好，你给我记着。陆康深深地看了陆枫一眼，随后迅速抱着陆轩离开了这里。哼，还有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陆枫冷笑一声，转身朝着上方走去。此时此刻，他心中畅快极了。老女人，你当年废我资质，我现在废了你儿子的资质，就当是收点利息。此时烈风虎没有再追上来，似乎有所忌惮。接下来的路程，陆枫的速度快了许多，狂奔而上。没过多久，
他就已经看到了那高耸的山门。来了！陆枫欣喜万分。只见这山门之下仅仅站着10多个人，显然这100人的名额还没有满。片刻之后，陆枫走过山门便停了下来，周围众人显然不知道下方发生了什么事，都在盘膝而坐，各自恢复着真元。入门考核应该是通过了。陆枫长舒了一口气，也盘膝而坐。可还没坐稳多久，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陆枫面前。小子，你和陆康有恩怨？谁？陆枫心中猛地一惊，抬起头来，看到一位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他面前。那老者神情平淡，正静静地看着他。等等，这声音！陆枫突然想起，这声音他听过，正是刚刚宣布试炼开始的那位老者，昊天宗的武皇。陆枫呼吸一滞，一想到自己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便又安心了一些。他拱手说道：“前辈明鉴。”哼，你放心，老夫不是来找你麻烦的，而且你小子也没这个资格。那老者只是看了他一眼，便开口说道：“老夫只是有些好奇罢了。陆康这次插手试炼，肯定会受到处罚，但不会太重，你小子可要小心了。”是，前辈。陆枫心中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老者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去。毕竟这种层次的争斗，还入不了他的眼。这位前辈应该就是这次昊天宗试炼的主考官了。陆枫暗自思索着，随后盘膝坐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登上山门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凑够了100之数。而当第100人登上山，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就好像面对天敌一般。陆枫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不过此时他还能勉强支撑住，不至于显得太过狼狈。那位老者缓缓扫视着周围，似乎在陆枫身上格外多停留了片刻，然后才开口说道：“恭喜诸位成功通过了此次试炼，有幸能够加入我们昊天宗。但是不要以为加入宗门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入门之后，你们同样还要面临一次入门大比。如果在之后的入门大比中未能取得前30的名额，你们还是要被逐出山门。我昊天宗向来不养闲人。”老者不紧不慢地说着，声音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顿时，刚刚放松不久的众人心中又紧张起来。千辛万苦才进入昊天宗，竟然还有一层试炼。老者说了许多内容，其中包括众多门规以及进入昊天宗后需要注意的事项。陆枫听得十分仔细。过了一会儿，老者呼出一口气，接着说道：“要跟你们说的就这么多了，现在随我来吧。”话音刚落，老者抬手一挥，刹那间，旁边的地面上杀石飞溅，一个传送阵出现在此地。这是定向传送阵。人群里立刻有人惊讶地叫出声来。没错，这是通往昊天宗内部的传送阵，这里仅仅只是山门而已。老者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昊天山脉绵延数百里，广阔无垠，我带你们前往内部。”众人自然不会有异议，纷纷站到这个传送阵上。老者抬起手，朝着传送阵注入亮银色的真元，真元源源不断地流入法阵之中。嗡！阵法瞬间启动，璀璨的光芒一下子笼罩了在场的100余人，带着他们朝着远处传送而去。没有晕眩的感觉，这就是定向传送阵吗？陆枫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景象已经完全变了样。让他有些意外的是，他看到的并非是什么清幽的修炼之地，反而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景象，就像市集一样。这是什么地方？不少人都显得十分惊讶。就在这时，那位老者再次开口：“此处是我昊天宗所拥有的方式，你们在此休息片刻，老夫去安排些事情，1个时辰后就回来。”说完，老者的身影便消失不见了。前辈还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那武皇级别的压迫感消失后，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陆枫看着周围的方式，也开始盘算自己的收获。这次试炼只收获了1枚2级妖丹，1阶的妖丹我都懒得去捡了。最大的收获嘛，还是这个东西。陆枫抬手一抓，之前从陆轩那里得来的雷纹长刀就被他握在手中。这也是一件上品利器，只可惜我已经有火云剑了。要不是之前时间紧迫，而且再去云武城会被陆家人盯上，陆枫肯定会再催熟一批草药去兑换利器的。此时，不少试炼成功者都已经去找茶楼、酒馆放松去了。就算还有什么入门大比，也是之后的事情，现在大可以放松一回。可是陆枫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他可没多少时间能够浪费。正好去把这把雷刀卖了，再添些钱，看看能不能换一件好点的防御类利器。在修行界，防御类的宝兵利器比攻击类的要贵一些，毕竟先保住性命，才能有后续的打算。更何况他现在手里还有不少1阶妖丹，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大用了，所以打算全部卖掉。陆枫走进房室深处，眼睛顿时一亮。昊天宗的房室虽然比元武城小不少，但品质却要高出不止1成。毕竟元武城只是个小城，而昊天宗可是有武宗坐镇的大派。陆枫心中一动，便走进了一家名为万宝阁的店铺。这位客人看起来很面生，莫不是第一次来本店？万宝阁的管事迎了上来，满脸笑容地说道：“不知道你们这儿收不收利器、妖丹？”陆枫好奇地问道：“收，当然收。”管事点头回答：“那就好，这些东西和这把刀，你们看看值多少，给个价吧。”陆枫抬手一挥，雷刀和一些妖丹就出现在柜台上。看到雷刀出现，管事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不停地打量着。这做工挺不错的，采用的是雷属性材料，算得上是上品利器。管事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总共180块原石，
您看怎么样？成交。陆枫轻轻点头，这个价格比他当初买火云剑花的钱要多不少。好的，那我现在去给公子输原石。等等，管事正要去取原石，突然被陆枫叫住了。公子，您还有物品要卖吗？不是，你们这儿有没有防御类的利器？我想买一件。陆枫没提宝兵，因为他根本买不起。有，当然有。听说还有生意。管事笑眯眯地点头，然后转身从货架上取出2件东西。公子来的正好，前几日刚收了2件。陆枫仔细看去，只见掌柜左手拿着一块护心镜，右手拎着一块盾牌。这块碧水盾是用4阶妖兽碧水龟的壳炼制而成的，坚硬无比，还有泄力的功效。这件名为玄心镜，灌注真元后，除了自身的护体真元之外，还能再催生出一层防护，不过比碧水盾要弱一些。2件都是上品利器，前者210块原石，后者220块。不知公子您要哪一件？那件玄心镜。陆枫当即回答，毕竟他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大武士境界，要是有玄心镜在手，会方便很多。说话间，陆枫就补上了差额的原石。好的，这件东西就卖给公子了。掌柜十分爽快，收了原石后，就把玄心镜递给了陆枫。走出店铺，陆枫将玄心镜放于胸前，略微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件上品利器，就算是陆康打上门来，我也能抵挡1、2。除此之外，他还买了一些所需要的食物，毕竟宗门也是有规矩，不能相互残杀。陆枫走出万宝阁，便坐在之前出现的广场上，慢慢的恢复自己先前消耗的真元。而在此期间，其余成功试炼者也一一返回。片刻功夫过后，先前消失的老者再次出现。走吧，老夫要再次传送了。众人精神一振，随即各自端坐。而话音刚落，老者抬起手来，体内的真元再次涌出，填入这座传送阵中。传送阵顿时咔咔的开始运转起来，只是相比于之前显得艰难了许多。一般的传送阵需要预先准备，看来这位前辈也是发生了什么事，突然要来房事一趟。陆枫若有所思。片刻功夫过后，传送阵彻底被激活，一道流光闪过，在场众人瞬间消失不见。当他们再度睁眼之时，便已经出现在了连绵的昊天山脉之上。就是昊天宗吗？陆枫心中好奇，放眼望去，只见殿阁楼宇连绵不绝，如同鳞甲一般覆盖在山川之上。呼，他又呼出一口浊气，精神猛地一震。此地的天地灵气浓郁程度，要比之前所带来的外围强横上不少，在这里修炼绝对是事半功倍。而就在众人震撼于这昊天宗广阔，那老者再次开口：恭喜，只要你们能熬过1年之后的入门大比，就能彻底成为昊天宗的弟子。而在此之前，努力的提升自己。话音刚落，老者一挥手，旁边却有2人走了出来。那2人手中各端着众多雕刻着不同纹路的玉牌，以及众多丹药，一人一块。这些是你们的身份玉牌，可以用真元刻入你们的名字。入了我昊天宗之后，你们在宗门之外的身份都不再重要。老者话罢，众人一一上前。陆枫同样取了一块，捏在手中，将自身的真元注入其中。陆枫立刻便明白如何使用，调动真元，在玉牌之上刻印下了自己的名字。一瞬间，玉牌便浮现了陆枫2字，并且微微亮起白色光芒。这是什么意思？陆枫眉头一挑，其余人也都是白色。你们的身份已经被记录，这玉牌要贴身存放，若有丢失，自己上交原石不领。那老者说道了一声，开口说道：你们加入我昊天宗，每月可领到1粒运血丹，以及5点宗门贡献点。周围我昊天宗有无数宝物，只能用宗门贡献来兑换，原石在此处并不通用。该说的也都说，你们手持玉牌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住处。老者说完，转身便要向着山上而行。就在此时，有人忽然开口：前辈，我等都是您领入宗门的，还不知道如何称呼。哼！那老者扭过头来看了他们一眼，开口说道：等你们通过了入宗大比，正成为我昊天宗弟子，再来询问老夫的姓名。话罢，那老者化作一道流光，向着昊天宗深处而去。这老头还真是有性格。陆枫摇头，领取了1粒运血丹。此时，随着那位长老离去，不少新入门的弟子都开始成群结队，似乎是想要抱团。而此时，没人想要来拉拢陆枫，毕竟不少人都知道，陆枫得罪了一位50层次的内门弟子，要是把他拉入自己小团体，不是自己找麻烦吗？陆枫也不在意，轻轻握住玉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张地图，其中他的住处就已经被标记了。他沿山而行，很快便来到山腰处一片建筑群落。这处是大片大片的小院子，陆枫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座，随手推开，咔，大门打开，一座简朴干净的小院出现在陆枫眼中。不错，这比我在陆家住的好。要知道他在陆家可是和仆人们住在一起，现在有个单人小院，就算不错了。陆枫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走入其中，打量了一眼周围，都还行，只是没有什么私密空间，我培育灵草恐怕就比较麻烦了。陆枫眉头平复，总不可能所有人都居住在小院，总会有办法的。安置完东西，陆枫拉开椅子，坐在书桌上，从储物器中取出了几册书籍，炼丹详解、灵药大全。陆枫翻开书页，开始翻阅起来。他手里握着天星玉佩这样的重宝，必须要好好利用。像我之前那样直接生吞人参，硬啃妖丹效率还是太低了。正当他思索时，小屋之外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喧嚣声。这就是那个小子的小院。对，
我打听好了。好，给我踹门。陆枫眉头一皱，随后只听到砰的一声，大门轰然被踹开，只见好几道人影从中走了出来。那其中一人神态阴柔，衣着华丽，手持一柄折扇捂在口鼻之前。你就是陆枫？问别人名字的时候不先说自己，看来就是。我还以为敢得罪陆康是个什么厉害人物呢，原来是个穷酸小子。那阴柔男子打量了一眼周围，随即开口说，就是你把陆轩给废了的，是又如何？陆枫眉头皱起，神色冰冷，胆子挺大呀。你知道李少是什么人吗？他兄长可是在内门担任执事，还不赶快行礼？身旁一人顿时厉声开口，行礼？他也配吗？陆枫冷笑一声，炼丹书册收好，就时待会动起手来，把他的书给损坏了，那可就不好了。胆子挺大的呀。你知道李少可是来救你，不然的话你这条狗命迟早的死在陆康手里。另一个跟班阴恻恻的开口，所以你到底是谁？呵，阴柔男子一展手中折扇，微笑开口，在下李洛川，我兄长乃是内门弟子李长风，你可知道自己得罪了陆康，没人敢保你，除非有我兄长愿意帮你一把。阴柔男子冷冷地看着陆枫，似乎是在等待些什么。我兄长李长风在内门之中和陆康敌对，你若是愿意跟了我，我大可以给你提供庇护。李洛川盯着陆枫，嘴角露出自信的笑容，你这个小小的入门弟子竟然敢得罪内门弟子，简直是找死！我告诉你，除非你背景够硬，否则迟早会被整死的。跟你，陆枫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嗤笑一声说道：那我要付出什么？哼，你小子道挺上道呀。李洛川得意一笑，随后开口说道：我给你提供庇护，那就算是你恩人了。我看你实力也不错，不如就给我做个跟班。你每月发放的宗门贡献点，做任务所得，我也不多要，只要你7成怎么样？7成。陆枫露出一丝冷笑，开口说道：你是在白日做梦？你为什么不直接硬抢？硬抢？李洛川顿时笑了，开口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吗？丫鬟生的而已，而且还被陆康盯上了，要是没有我帮你，你别说3成的贡献，就连1点也别想有。说罢，李洛川抬起下巴，开口说道：要不要跟我？你自己选。我想你是个聪明人，应该。可话说到一半，一个拳头豁然出现在李洛川的视线里，随后猛然浮现，轰！下一瞬，这拳头直接砸在了他的脸上，让他一拳直接轰出数丈之远。扑通！李洛川猛地倒在地上，一张颇为阴柔的脸顿时紫一块红一块，直接肿了起来。哼，你想明抢就直说。陆枫冷笑了一声，他可是废了陆轩，几乎可以说是和陆康结下血海深仇，对方说什么庇护他的话，纯属就是放屁。你还敢打我？李洛川如同杀猪一般哀嚎，给我宰了他，宰了他！而此时此刻，他的2个跟班也反应了过来，顿时大怒，同时出手。与此同时，他身上各自浮现出一道护身灵光，大武士一重天的修为，气息虚浮，吃丹药上来的吧？这样的修为在陆枫面前根本不够看，他连火云剑都曾拿出，大踏步而来，身影快如闪电，只剩下一瞬间，陆枫就已经栖身靠近，双臂蓄力，猛地一拳轰出，轰！两人根本连回防来不及，直接一拳轰中了胸口，嗡嗡嗡！刹那之间，护体灵光不断震颤，随后在一瞬间直接炸开。下一刻，2个人倒飞而出，猛地摔砸在地，和李洛川一起扑街。啊，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没理由，不可能的！嘶，好痛！再敢来我这里闹事，下一次不仅仅是这么一点。陆枫冷冷地瞥了这3人一眼，随后转身进屋，直接将小院的大门关上，重新回到小屋。陆枫看着被踹开的大门，眉头微挑，看来得尽快找个地方安置下来，这个地方绝对不行。陆枫眉头皱起，他的秘密太多了，如果还是被这样随意闯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行，我出去打听打听。陆枫握住了那块玉牌，地图再次浮现在心中，转身离开了小屋。那幅地图上记载着整个外门的重要地点，有详细的些许介绍。外门地点主要分为内务堂、弟子居、百器堂、炼丹房众多地点。至于内门的情况，陆枫现在一无所知。昊天宗内门，陆康，你身为内门弟子，接取内门广收门徒任务，私自干涉参招募弟子，对于候选弟子直出手，2罪并罚，你可认罪？陆康跪在地上，脸色苍白，我认罪。好，谅你也没有胆量抗命，罚你俸禄3年，但事情也有所缘，你为亲弟出手也是怒极之下，再罚你面壁3月，可有意见？执法长老开口说道：弟子领罚。陆康低着头，只能这样说。好，今日起你自己去后山冰火崖面壁，莫要以为无人监督就无事发生。那执法长老冷冷地说道了一声，随后便转身离去。过了许久，陆康这才抬起头来，眼中满是怨毒的神色。陆枫，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又怎会被执法长老处罚？我弟弟又怎么会被废，变成一个废人，一个废物，一个丫鬟生的贱种，以为就算进了昊天宗就能高枕无忧了。陆康死死地咬着牙齿，而就在此时，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陆师兄，你还好吗？陆康抬起头，便看到自家师弟走了过来。周师弟，你可来了，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师兄直说就是了，我要你去帮我干掉一个外门弟子。陆康咧开一口白牙，阴森开口，干掉一个外门弟子，
那周师弟似乎有些迟疑，不用你直接出手，给他安排些完不成的任务就是了。陆康冷冷的开口。他这位周师弟全名周云星，是外务堂的执事，想安排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倒是轻而易举。这不好吧？要知道那小弟子和你结缘不久，我若是立刻对他出手，事先说好的报酬再加5成。好，陆师兄，你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此事我又怎能不管？周云星一口答应了下来。这样的任务的话，我倒是知道外面有一座药园子，就打发他去看药园子。这样的差事，放心，那园子在外围，到时候会安排人截杀。可若是截杀不了呢，那也没关系，那个药园子常年亏损，若他交不上，不如就让他去补这个亏空。周云星嘿嘿地笑了起来。到时候他又交不上所需的草药，我直接依法办了他，你觉得如何？有可能补上吗？不可能，除非今年大丰收。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周云星笑呵呵地开口。好，你不要让我失望。陆康冷笑一声，随后转身离开此处，向着后山而去。师兄，你这是要去哪？冰火崖？什么？周云星心中顿时一惊，眼中露出些许同情之色。冰火崖那可不是人能待的地方。入门大半日之后，师弟，你现在还未曾真正入门，只能居住在弟子居，等你什么时候过了入门大比，再考虑这件事情吧。内务堂值班的师兄开口解释。这样吗？多谢师兄了。陆枫点头道歉，随即眉头皱起，心中细细思索。就那处破院子，我要是敢在里面催化草药，恐怕当天就会被人发现，而我根本等不了1年，难道要去山里找处隐秘地方种植灵药？陆枫心想，也只能如此麻烦。要是凤尘女帝苏醒过来，自己实力不够，怕是会被压榨成药渣的吧。陆枫嘴角忍不住抽搐。就在此时，那位值班的师兄豁然开口。是的，你莫非是想找一处清静修行的地方？对，师兄您难道知道？陆枫态度极好，询问开口。那师兄嘿嘿地笑了一声，抬起手来，意思显然明显。陆枫随手掏出一枚原石递了过去，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不怎么在乎成本，孺子可教也。那师兄笑着开口，此事也简单，所有外门弟子而领取俸禄，每年至少也要完成3个短期任务或者1个长期任务。你若是能找到一处看药园子、看灵米田的活，这不就成了？哦，还有宗门任务，那不是废话吗？咱们昊天宗的资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师兄笑着说道。师兄，能否为我找一个类似的活？没问题，这事简单，明日你再来一趟，我给你安排便是。多谢。陆枫拱手一礼，便转身离开了内务堂。真不错，那小子还不知道任务是能自己选，凭空得一枚原石。大师兄正得意之间，忽然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方才那个小子在问你什么？周师兄。那师兄脸色一变，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放心，我刚刚都没看到，你就告诉我那小子来找你做什么？师兄，那小子求我帮他找一处看药园、灵谷田的任务。哦。周云星眼睛微微一亮，心想这还是要什么来什么。好，你给他安排到青山小院去。哦，青山小院。那师兄正说着，表情顿时一呆。那青山小院不是常年亏损，那个小子莫非是得罪了周师兄？与此同时，陆枫正在山门中闲逛。陆枫倒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熟悉这昊天宗内的事务。昊天宗分为内门外门，众多精英弟子长老大多居住在内门，内门可由外门晋升，资源远远大于外门。而外门弟子所处部门众多，除了日常修行之外，往往还要负责各种事务，修为境界精进远远不能比内门弟子。而下一次内门弟子的晋升就在1年之后，至少需要大武士境界才能参与。而陆枫需要通过的入门大比，则是在半年之后。我得尽快在半年之内修为体恢复到大武士层次，随后试着进入内门，这才能和陆康抗衡。这一点陆枫是颇有自信，毕竟他这次只是恢复，只要有足够的丹药灵物，恢复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了解完这些大致事项，陆枫还去了一趟炼丹房、百器堂，这2处地方倒是给了他一些惊喜，找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丹药和器具，其中甚至还有宝兵可以兑换。遮天回月丹、5品丹药，大幅度提升自身修为，适合大武师、武灵服用，价值宗门贡献2000。赤月刀，火属性宝兵，门中炼器大师精心打造，孕育微弱器灵，帮助主人聚拢天地元气，提高战力，价值宗门贡献7500。这些宝物的价格都高得出奇，而百事堂提供任务报酬却大多只是1点或者2点价值。滴水石穿恐怕要上100年才能兑换出1件。陆枫是不打算这么干的，他只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培育灵药，随便便能获得大量资源。当他思索之时，然后忽然传来一道呼喊声：“师弟，还请留步。”陆枫眉头一皱，转身望去，先看到先前那内务堂的师兄朝他走了过来。师兄，有什么事吗？呵呵，我刚刚找到了一项符合你的任务，看药园子，只不过在靠外围，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哦，陆枫眼睛猛地一亮，简直完美符合他的要求。好啊，不知这任务要如何领取？呵呵，师弟你不用管，师兄经帮你弄好了。那内务堂的师兄取出一张写满文字的宣纸，你只需灌注灵力，你的弟子玉牌在上面一按便可以了。好，陆枫抓起那张宣纸，仔细的看了2眼，发现并没什么大问题。
1年酬劳有100宗门贡献，但要求是必须要上交足量的灵草，否则要倒扣。陆枫若有所思，这对他来说通通不是问题，只要他想的话，立刻催熟草药。他只求一个安稳的修行环境。好，这事情我就应下了。陆枫拿出弟子玉牌，灌注真元，在宣纸上印了一下。嗡，玉牌微微一颤，赤红色的陆枫2字烙印在上。好，我这就去给你登记。等等，师兄，小意思。陆枫又取出了一块原石，然而那师兄盯了原石片刻，便又强行将目光拔开。不用了，师弟你自己收着。刚一说完，师兄便直接离开了。然而他却没发现，陆枫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先前还找我要贿赂，现在反而不收了，有鬼，一定有问题。陆枫在陆家见过了不少小人，凡是这样行为有异常，必然是出了问题。陆枫吸了一口凉气，面色迅速恢复如常。不可能是这个师兄自己搞我，先前还好好的，肯定是刚刚有人出手了。那个姓李，不对，估计没这么快。难道是陆康？陆枫瞳孔微收缩，他在这号天宗内的仇人不多，能做到这一步的估计也就是内门弟子陆康，来得还真快啊。不过我倒是想看看你能有什么手段。陆枫冷笑了一声，向着内务堂走去。师弟，师兄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就是那青山小院的令牌，可以穿过阵法阻拦，只要能完成任务，你每月都能领取50贡献点。内务堂中，那师兄有些慌张地将一块黑色的铁牌递了过去。陆枫顺手接下来，随后冷冷开口：师兄，咱们宗门里若是有人串通他人谋害入门弟子，该判什么罪？话音一动，那师兄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无比。看着他这副模样，陆枫越发确定自己的猜测。师弟，你在说什么？师兄，我有些听不明白。内务堂师兄脸色慌张，还有我说的再仔细点吗？陆枫张口传音，这青山小院恐怕有问题是吧？谁让你给我安排的？陆枫打量了眼周围，发现没人在注视他们两个，说出来，否则我告发下去的话，你可讨不了。好，内务堂师兄吞了吞口水，许久才用极低的嗓音说出了名字：周云星，内门的。多谢师兄。陆枫微微一笑，取出一块原石，猛地摁在桌上，砰！这力道之大，猛地将这旋铁木锁住，旧的桌子都震得一颤，出现了一个坑洼。那师兄吞了吞口水，师弟慢走。陆枫都未曾理会，转身离开内务堂，眉头轻挑。在接下来的麻烦，如果不是在去必经之路，那就是之后青山小院的运行。不过大有可能在必经之路上围杀我。一想到此处，陆枫嘴角一撇，想把他当猎物，那就有自己也被视作猎物的可能。昊天山脉外围，小石山，青山小院必经之路。此时此刻，一道身影匍匐在小石山上方，注视着下方无人经过的山路。吕松屏息凝神，气息收敛，不过就是附近一个50层次的小角色罢了，这不是手到擒来。他同样是昊天宗外门弟子，但实力却在顶尖一流。原因无他，他擅长御兽之术，手上足足有着2头3阶顶尖妖兽，实力加起来，除了几个武灵以外，外门几乎无人敢惹他。若非他本身修为不够，恐怕也已经进入外门。吕松念头一动，他朝自己身旁的2头青毛狮子比了个眼神。好，那青毛狮子低吼了一声，随即奔行而下，来到那小路旁进静蛰伏。那青山小院在宗门外侧，闲杂人等都不会前去，应该很快就来了。然而时间1分1秒流逝，他始终没有等到人选。难道那小子今日不来，明日才来？吕松眉头皱起，他倒不是介意这些风吹雨打，怎么还不来？天边大日即将西沉，几乎已经要入夜了。而就在他等得有些不耐烦时，一道年轻的嗓音忽然在他的耳旁响了起来：你在等谁？谁？吕松心中猛地一惊，竟然有人绕到了他背后，可背后分明是悬崖。他猛地回头一望，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正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背后。此时那年轻男子手指间染血，正狰狞无比地看着他。你可话都还未说完，陆枫火云剑出鞘，就恍若是天边云霞一般飞速横斩而来。打！吕松身上顿时凝聚出一道翠绿色的真元护盾，然而已经来不及了。火云剑骤然一刺，直接刺破了他的护身真元。一瞬之间，长剑入肉。而就在火焰爆发的一瞬，吕松双手抬起，直接钳住了那把长剑，硬生生止住了进攻的势头。小子，叫你知道，我可是大武。话还没说完，陆枫猛地一抬，便是极凶极狠的一腿，直接踹中了吕松的胸口。砰！还叫！陆枫咧嘴一笑，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而与此同时，蛰伏在山下的那2头3阶顶尖妖兽，此时也察觉到主人危险，猛地冲了过来。然而他们想要立刻上山，却难之又难。该死，小子是怎么知道的？吕松体内火气奔腾，真元乱窜，这2只妖兽都没法赶来，便陷入了颓势。然而此时陆枫却丝毫不停，拳脚肉中的狂风骤雨一般呼啸而来，每一拳每一脚都沉重的可怕。更何况他现在物体真元已经被打破，暂时没办法再次凝聚。破空剑！陆枫呼啸出剑，剑锋煊赫，只是刹那之间便拉近了2人的距离，再一次直剑而来。当当当当！吕松勉强凝聚部分真元，面对着手持利器的强者，仍旧是伤痕累累，半步崩拳。而最后在左手挥剑之时，陆枫右手摆臂，
猛地踏前半步，一个膝肘直接顶住了吕松的胸口，咔嚓，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硬生生打断。吕松忍不住吐出一口血来，而就在此时，陆枫抓住了机会，直接抬手掐住了他的脖子。饶命！你杀了我，门规会杀了你的。被钳住脖子，吕松痛苦呼唤。放心，不会杀了你，叫那2只畜生给我停下来。好，好。吕松艰难开口。那2头狂奔的青毛狮子停了下来，待在原地看着主人被挟持。很好，非常好。陆枫嘴角一挑，让你2头狮子自相残杀，能不能做到？什么？吕松惊呼出声，不敢置信。你死还是狮子死？陆枫冰冷无比。好，小命都被抓在手上，吕松也只能听话，朝着那2只狮子施展功法，比了个动作。刹那之间，这2头狮子略有疑惑，但还是听从主人的命令。然而，越是争斗厮杀，兽性和凶性就越难以抑制。而就在2头狮子争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陆枫此刻出击，火云剑一斩而下，灌注大量真元，直接斩下了2颗狮子头。完了！吕松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恍若崩天。他的全部实力都来自于这2头狮子，平日里横行霸道，现在这2头狮子死了，怕是没人能容得下他了。而就在此时，陆枫松开了手掌，一脚踹在他的丹田。给我滚吧，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死的就不是狮子了。扑腾！吕松被一脚踹翻，浑身遍布伤口，凄惨无比。陆枫此时正捏着一块玉牌，和自己的玉牌轻轻磕碰了一下。叮！声音响起，陆枫自己的那块玉牌上有数字飞速增多，从5点飞速提高到了307点。陆枫随手把身份玉牌扔在地上，还不快滚！是。吕松慌张的逃走，看着那2头青毛狮子，都是心如刀绞。完了，一切都完了。陆枫看着吕松的背影，冷笑一声，随手把火云剑往后一掷，噗！破空声骤然袭来。吕松未曾想到还有背后一击，直接被钉死在地面上。你不是说放过我吗？吕松艰难地扭过头，满脸都是不敢置信。蠢货！陆枫一巴掌将他掀倒在地，随后拔出了火云剑。吕松既然要来杀他，他怎么可能不杀对方？无非是想戏弄对方而已。下一刻，火云剑赤光大盛，吕松人体之上顿时腾起大火，开始熊熊地燃烧起来。不过你倒是给我送了份好礼。陆枫走向那2头青毛狮子，熟练地将他们的妖丹取了出来。不错，2粒3品的妖丹也算是价值不菲了。陆枫在此处等待了一会儿，将尸体处理干净，便直接离开了此处。他倒是没回宗门弟子居，而是直接向着青山小院而去。显然，我还是更加需要青山小院这样的修行之地。这次没有其余事情耽误，陆枫不过改了片刻路，一处小农庄便出现在他远处。而刚一靠近，陆枫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仿佛空气之中有什么事物在抗拒他的进入。阵法吗？陆枫知道昊天宗这些农庄林田都是有着阵法存在，为的就是避免有人盗取。陆枫从储物袋中取出那块令牌，周围的阻碍顿时冰消水融。果然，这就是阵法的出行令牌。而就在他思索之时，青山小院之中忽然走出了几道人影。在下见过大人。那几人穿着杂役服饰，一个个面带喜色。你们是什么人？我等是宗门留在此处看守的杂役。既然大人前来接管此处青山小院，那我等便可离去。原来是这样。陆枫轻轻点头。昊天宗除了他们这些外门内门弟子以外，还有着数量庞大的杂役，当然负责的同样只是搬运、浇水、看管之类的闲杂事情。其中若是有资质不错的，也有机会成为外门弟子。还请交接。那杂役恭恭敬敬地把陆枫接了进来，随后拿出账簿，开始一一清点灵药园的物品。大人，此处有青灵花28朵，紫猴果共32颗，20年年份人参3株。陆枫在旁边一一跟着看，将这些灵药的模样以及数量一一记下。随后那杂役将灵药点完，恭恭敬敬地将账本奉上。大人，估计还有2个月时间，宗门就要再次要交税。之前咱们青山小院一再减产，大人可要小心了。小心！陆枫表情微移，开口说道：难道这青山小院还有人敢来偷灵草不成？大人说笑了，谁有这个胆子？那杂役连忙开口，只是近几年来不知为何，此处的灵药一再枯萎，就像水土不适。此处有阵法笼罩，谁敢来偷？是这样吗？陆枫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随后那杂役又给他介绍了不少事情，这才带着人高高兴兴的离去。看来这真不是个好地方，似乎就连杂役也不想待在这里。陆枫眉头轻挑，神色平静。不过这个没关系，有天心玉佩在，我能随时拿出足够多的草药来填补亏空。陆枫打量一眼周围，仔细的探查，在发现这里没有任何陷阱隐患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这青山小院占地大概100来亩地，种植着各种低阶灵药，位置也算偏远，就暂定为我的修行之所。陆枫还是对此地颇为满意，随后又取出了一个储物袋。然而这并非是他的储物袋，而是死在他手中的吕松的储物袋。他随手打开，将里面东西都倒了出来。然而当看到里面的东西，他脸色忽然变黑。穷鬼，储物袋里的东西还没有那2颗妖丹贵重。这储物袋中东西不多，只有20来块原石以及不少杂物，但占据大头的却是各种鲜活血肉。陆枫仔细打量，其中不乏有2阶妖兽的血肉。穷鬼估计是把资源都换去饲养
那2头青毛狮子了。陆枫撇了撇嘴，随手将那些大量血肉扔掉。毕竟，就算他把这些血肉吃了，也不会增长多少修为。现在试试炼丹。陆枫身上是携带了不少低阶草药，他之前也在昊天宗的方式买了一些炼丹相关的书籍和一尊丹炉。天星玉佩加持，陆枫悟性超绝，很快就将那些炼丹书册看明白。他随手取出炼丹炉，书册上所记载，开始把药材一一进行处理。片刻之后，他在炼丹炉下火焰，随后用自身真元维持。相比于同阶，陆枫体内真元要格外庞大许多，支撑这些消耗不在话下。火焰熊熊燃烧，陆枫一抬手，将处理过的药材一一丢入其中，随后在灵火的灼烧之下，药材的药性逐渐被逼出，开始慢慢的聚合。陆枫第一次出手炼制的也是最普通的丹药，一品下阶丹药玉伤丹。而就在几种草药药性逐渐聚合之时，骤然之间，一束火光忽然燃起。出问题了！陆枫眉头一挑，将火焰瞬间熄灭。然而确实如此，炉中的丹药此时也变成了一堆灰烬。这是哪里出了问题？陆枫思索着这枚丹药以及自己丹书上所见到的记载。不对，我已经按照丹方上所说，促进药性相互融合，难道不对吗？陆枫确定自己是按照丹药配方上所说一步一步来。然而他的真元一接触到那丹药，那一粒丹药便直接自燃，不给他丝毫反应的机会。难道不是要用真元，而是要用精神？用精神力引导药力聚合？陆枫微微挑起眉头，心中寻思着这或许是一种可能。他倒掉炼丹炉里的灰烬，清洗了炼丹炉后，便按照之前的步骤又重新准备了一份草药。再试一次，陆枫点燃炉火，几种药材的药性很快就被淬炼出来。就在这时，陆枫抬手按住眉心，一股无形的力量蔓延开来。在武师、大武师这个层次，精神力在战斗中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陆枫不同，也许是因为他是穿越者的缘故，他的精神力相较于常人要强大许多。他的精神力一点点蔓延，与真元混合着进入炼丹炉。下一刻，炼丹炉里的几种药性果然在他精神力的影响下开始慢慢聚合。对，路子走对了。陆枫眼睛陡然一亮，继续用意念操控着药材。时间一点点过去，大概过了10多分钟后，炼丹炉下的火焰渐渐熄灭。陆枫急忙打开炼丹炉，看到炉底有几滴形状不太圆润的青蓝色丹药。成了！陆枫捏起那枚丹药，直接就丢进自己嘴里。他连妖丹都敢生吞，这种普通丹药就算有丹毒，对他的身体也不会有丝毫影响。丹药一入腹，一股清凉之感就在小腹处散开，让陆枫浑身都放松了些许。有效果，不过效果不大。陆枫却露出了欣喜的神色。一品丹药对他的作用已经不大，但这至少是个好的开端。他把丹药放回炼丹炉，又取出了10来种草药。他这次打算直接炼制2品丹药运血丹。没错，就是昊天宗发放给外门弟子的那种丹药。要是其他炼丹师知道陆枫刚成功炼制出1品下阶丹药，就打算直接炼制2品丹药，肯定会说陆枫不知天高地厚。因为没有前期经验的积累，这样炼制废品率极高，哪怕是一些世家大族也不敢这么浪费，这简直就是在往水里扔钱。可陆枫全然不顾，反正他手里有足够的种子，还能催熟药材。他现在要在半年内尽可能提升自己的修为。处理完草药后，陆枫把它们逐一投入炼丹炉，然后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相较于之前的1品下阶玉伤丹、运血丹的主药配药加起来足有10来种之多，这2种丹药的炼制难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陆枫的精神力蔓延开来，开始不断影响药性，促使它们一一融合。第一次炼制运血丹，在陆枫融合第7种药性的时候，剩下的几种药性突然自燃，炼丹炉内被烧毁。没事，再炼一炉。陆枫一点都不心疼，再次把丹药投入炉中。1日1夜之后，陆枫略显疲惫地从小屋走出来。这2品运血丹还真是难炼制，10多种药性太复杂了。陆枫尝试了整整1晚上，也仅仅成功了1次。那枚丹药的药效差强人意，不过能成功就好。陆枫轻轻摇了摇头，正当他准备去查看灵药的情况时，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昨天被他随意扔在地上的新鲜血肉还在那里，可等他再看时，那些血肉已经腐烂变质，就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生机一样。不对劲，很不对劲。陆枫眉头轻挑，察觉到了问题所在。这才不过1天的时间，生机怎么可能流失的这么快？他杀过不少2阶妖兽，单靠时间腐烂的话，这些尸体至少要7、8天，等到其中的妖气自然消散。莫非地下有危险？陆枫眼神一凝，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要是地下真有问题，那他岂不是坐在火山口上了？陆枫后背一阵发凉。不对，应该不会那么危险。那些杂役也在这里住了很久，以前应该也有外门弟子驻守此地。陆枫轻轻摇了摇头，暂时压下心中的不安。随后他来到灵药园，目光一扫，最后落在一株草木上。这紫猴果怎么枯萎了？陆枫抬手摘下紫猴果，仔细端详，察觉到生机似乎在渐渐流失。生机在流逝？陆枫挑起眉头，这和他随意丢弃的那些新鲜血肉的情况一样。他低下头，忍不住看向地下。难道地下埋着什么东西，正在不断吸收这些灵植和新鲜血肉的生机？就在陆枫思索的时候，忽然感受到一股精纯的生机，而这股生机是从地下散发出来的。真有东西，要不要去看看？
陆枫心中有些迟疑，如果地下真有什么东西，那肯定是要解决的。不对，地下涌出的生机很精纯，不像是邪物。挖开看看，说不定会有收获。陆枫从旁边拿起铲子，开始在灵药田旁边挖土，一铲一铲地挖下去。以他的修为，挖土对他来说不费什么力气，快速挖掘之下，一个6-7米深的大坑就被挖了出来，而那股生机变得更加浓郁，里面肯定有东西。挖到将近9米深的时候，下方突然中空，陆枫整个人直接掉落下去。不过他立刻在空中稳住身形，恢复了平衡。这是什么？等陆枫回过神来，整个人顿时诧异，这是钟乳石洞。只见一个不算大的钟乳石洞出现在他眼前，周围十分潮湿，只是四周的石墙上有发光的矿石，如同灯盏一般。但几乎是瞬间，一股磅礴的精气吸引了陆枫。只见这个钟乳石洞的中心有一处小小的凹陷，而那凹陷里充满了乳白色、带着浓郁香气的液体。那是什么？难道是灵乳？看到那东西，陆枫心中大喜。灵乳是一种天地灵物，对淬炼身躯有极大的妙用。唯一让陆枫有些疑惑的是，这些灵乳只有很少一点，大概也就1杯的量。不对，灵乳是天材地宝，可不会吞噬周围的精气。这钟乳石洞里肯定有古怪。陆枫不停地打量着四周，仔细一瞧，就发觉了异样之处。只见那浅浅的石乳当中，似乎还浸泡着一根白色的枯骨。断剑！陆枫立刻警觉起来，伸手一抓，火云剑就出现在手中。几乎不假思索，陆枫双手握剑，真元汹涌而出，煊赫的红色剑光呼啸着斩去。嗡！剑光呼啸而至，可就在即将落在石乳之上时，突然被一道寒光挡住。枪！紧接着，陆枫看清了那寒光究竟是什么，那是一把3尺多长、隐约有裂缝的银色长剑。小子，你疯了吗？这可是灵乳啊！下一刻，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突然响起，声音的源头正是那石乳，或者说是那根骨头。那又怎样？和我的小命相比，它不值一提。陆枫手握宝剑，微笑着说道：“还不知道阁下是什么人，竟然躲在这种地方苟延残喘。小子，你这是在找死！”那声音顿时又恼怒了几分。片刻之后，一道虚幻的身影从那根白骨中浮现出来，那是一位身穿灰衣的老者，脸色惨白得很，身影虚幻，正阴森森地盯着陆枫。原来不是人，是鬼啊！陆枫顿时笑了起来，开口说道：“阁下用灵气引诱我，还躲在灵乳里面，难道是想偷袭夺舍？你小子倒是挺聪明。”灰衣老者神色阴冷，狰狞地笑道：“不管怎样，你的这具身躯，老子要定了。”下一刻，灰衣老者呼啸着扑来，就像化作了一道阴风。孤魂野鬼！陆枫抬手按住胸口，顿时一道白色光芒笼罩全身，然后他腾空而起，想要直接离开这个钟乳石洞。他可不想在对手的地盘上战斗。然而那厉鬼似乎早有预料，等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上方的坑洞被一层蒙蒙的灰色气流包裹住了。你逃不掉的！灰衣老者心中暗自冷笑，他在这里待了数十年，要不是这石乳渐渐不够，无法稳住他的意识，他也不必如此心急。我等了10多年了，之前负责上方药园的不是大武师，就是一些凡人，好不容易才碰上一个50境界的小子。下一刻，他就直接扑了上来，似乎要融入陆枫的身躯。好啊，想占据我的身体，那就看看你的本事够不够。暂时无法离开，陆枫立刻放弃逃跑的念头，直接迎了上去。放弃吧，你不是我的对手。灰衣老者冷笑一声，手中握着那把亮银色的长剑。下一刻，2把长剑相交，陆枫握剑的右掌顿时感觉到一股尖锐的气息试图冲入体内。宝兵！这灰衣老者使用的兵器是宝兵，但陆枫马上就反应过来，那件宝兵上有丝丝缕缕的裂痕，一件破损的兵器罢了。陆枫低喝一声，身影瞬间闪动，一件又一件的挥舞劈砍。小子，就你这低微的境界，现在放弃的话，老子还能让你轻松点离开。灰衣老者不断的操纵着宝兵，直接用兵器来压制这个小子。叮叮当当，2把长剑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厮杀缠斗的时候，陆枫的四肢上忽然出现了一丝丝灰气，仿佛要束缚他的行动。你逃不掉的，小子！灰衣老者得意极了，估计这小子消耗的差不多了，抬手一抓，那把长剑宝兵就到了手中，接下来就能占据这具身体了。这么多年，老子终于能离开这里了。心里这样想着，灰衣老者提着剑走上前，似乎要直接冲进陆枫的身体里。蠢货，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时，陆枫低喝一声，束缚双脚的灰色气息瞬间被挣脱，体内的真元如同汪洋一般汹涌而出。他之前一直都在保留实力，而现在才是全力爆发。轰！赤红色的火光瞬间炸开，火云剑亮到了极致。怎么可能？这小子竟然还有余力！灰衣老者脸色顿时大变，身躯瞬间被火焰吞没。下一刻，他逃脱出来，只是虚幻的身体上多了一些不灭的火苗，显得十分痛苦。他奶奶的，这小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修为？恐怕一般的大武师都绝不是他的对手。灰衣老者心里懊悔极了，怎么等了10多年，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武师，却是个这么厉害的家伙。就在这个时候，陆枫抓住机会，继续向前冲。不好！灰衣老者慌忙想要躲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陆枫每挥出一剑，就在他虚弱的魂体上斩出一道缝隙。尽管他手握一件宝兵，可奈何已经破损。小子，
你等等，我们可以谈一谈。灰衣老者连忙开口：“你要是肯和老子合作，好处多的是。合作可以啊，不过我喜欢占据主导地位。”陆枫咧嘴大笑，火云剑不断挥舞斩击。这一次他灌注了大量真元，直接斩断了灰衣老者的半边身子。不好！灰衣老者连忙抬手去抓，想要把身躯合拢。但就在这时，浑身包裹着灵光的陆枫已经撞了上来。砰！那虚幻的半截身躯瞬间破碎，魂体被斩。灰衣老者似乎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痛嚎出声，身躯也不断的涣散。给我过来！陆枫动作不停，抬手一抓，直接拍在灰衣老者的脑袋上，真元一吐，用自身的不朽真元强行将他囚禁。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合作的事情。陆枫捏着这残破的魂魄，冷笑着说道。这时，灰衣老者才从极度的痛苦中回过神来。饶命啊，小爷饶命！失去了掌控能力，老者的魂魄开始不停的求饶。闭嘴，先说说你是谁。陆枫可没工夫听这老家伙废话。老子名叫孙光蕊，生前是武王级别的强者，因为被强敌追杀，所以土遁到了这里。在快要消散的时候，意外撞上了这里的灵乳池，所以才在这里苟延残喘。武王强者呀！陆枫嗤笑了一声，你当我傻呀？这里可是昊天山脉，怎么可能只是被强敌追杀这么简单？话音落下，陆枫的五指微微收拢，似乎要捏碎这残魂。等等，小友等等，老子是鬼罗宗派到这里的卧底，要是你能帮我，我愿意奉上一个大秘密。哦，什么秘密？说来听听。陆枫停下动作，沉声开口：此事乃是事关昊天宗正派之宝。孙光蕊连忙开口：昊天宗正派之宝。陆枫搜索记忆，想起来昊天宗屹立万年之久，其开派祖师纵横天下，堪称无敌世间。相传那位祖师离世之前是留下过一件秘宝，我乃是鬼罗宗宗主之子，从小就潜入昊天宗中，探知了一件秘密。那个秘密有关于昊天宗正派之宝昊天鼎，我偷袭了上一代圣子，将他击杀，夺取了他魂魄中昊天鼎的烙印，有这烙印就能够操纵昊天鼎。陆枫惊诧开口：怎么可能？如果是这样，我又如何能够偷袭昊天宗圣子？这有着其他妙用，只要你身上有着烙印，只要昊天鼎是无主状态，你便能轻易将之炼化。孙光蕊用对他诱惑的语气开口：只要有我相助，你就有机会执掌昊天鼎。这样的机会，莫非你不想试上一试？只要手持昊天鼎，就算是武宗级的强者，也绝对奈何不了你。听起来倒是很有诱惑。陆枫冷笑着开口，随后就准备捏死孙光蕊。为什么？难道你不想成为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不用了，我会靠自己去实现的。陆枫冷笑着开口：你若是杀了我，一旦我父亲察觉到你，一定会将你斩杀，昊天鼎的烙印也会消散。没关系，我继续把你关在此处，你迟早会自己灭亡的。陆枫正要将孙光蕊封在这里，而就在这时，他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小子，等等。而听到那声音，陆枫浑身一颤，腰子忍不住痛了起来。凤尘女帝，你怎么就醒了？陆枫惊呼出声，便要立刻出手把孙光蕊碾死。之后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还并没有苏醒，只是被一些气息暂时惊醒。凤尘女帝声音传来：被惊醒。陆枫目光转动，随后看向孙光蕊，自言自语说道：莫非是那昊天鼎的烙印？昊天鼎，呵呵，分明是天星玉佩残片。什么？天星玉佩残片？陆枫表情顿时呆愣。当年那场大战都是围绕着那混沌至宝而战，莫非你以为至宝就无丝毫损伤不成？凤尘女帝声音再次响起：这件至宝巅峰之时，开天辟地都是等闲之举，现在却只能变成个草药培育器。原因之一是因为上面的封印，原因之二就是残缺的一部分。你若是能够拿到那块碎片，那些混沌至宝的威能又能再提升上几分。那看来那昊天鼎必须要拿。陆枫脸色微微凝固，这一幕孙光蕊看的是大喜，莫忘自己似乎还有生机。你要是现在后悔了，还有机会，我还是能够助你夺得那件宝物。陆枫有些迟疑，到底要如何处置这个老东西？何必留他一命？你直接用玉佩将那一点烙印吸走就是，还可以这样。陆枫顿时欣喜，随后取出了天星玉佩，拿出了一块玉佩。孙光蕊顿时看着大喜，心想这玉佩定然是能够容纳残魂寄居，看来这小子还是利欲熏心，这样就好拿捏了。给我进玉佩里面。孙光蕊此刻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束缚消失，随后直奔着那一块玉佩而去。等日后找机会，一定要夺取他的肉身。昊天鼎那样的宝物，又岂是这么个小子能觊觎的？他直接扎入这玉佩之中，正要陷入沉睡稳固身躯。低贱的东西，想和我用同一件至宝？那声音刚响起，孙光蕊就感受到一股莫大的恐惧，随后魂魄瞬间炸碎，飘出了一点金光。陆枫眼疾手快，连忙将这金光捏在掌中。一刹那之间，他似乎和极为遥远的一件东西建立了某种些微的联系。很好，日后一定要拿到昊天鼎。正当陆枫思绪奔涌之时，耳旁忽然又响起了一道声音，当然那声音却并非是凤尘女帝，反而阴森诡异，如同恶鬼嘶吼。这么多年了，原来我儿死在你的手中，莫要让本宗主碰上你，否则万魂噬身，让你永不超生。听到声音，陆枫浑身僵硬，这孙光蕊竟然还真是鬼罗宗宗主之子。完了，我该不会已经被盯上了吧？不会，除非与你距离不超过5里，
否则绝对感应不到你。凤尘女帝慵懒的声音响起：“你知道，当然，这点小把戏怎么瞒得过我？就是让你有个生死大敌，或许会让你更有修行动力。”这，陆枫嘴角抽搐，咱可以再商量一下吧？对方起码也是5宗级的强者，然后让他无论如何呼喊。凤尘女帝始终没有回答。好吧，看来仇人榜只能加1了。陆枫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收拾战场，将那一把破碎的宝兵长剑收起。这件兵器破损的厉害，估计再用个几次就断裂。陆枫又拿出一个瓷瓶，将剩下的灵乳全部装了进去。灵药园之所以生机流失，估计就是孙光蕊需要维持自己的存在，现在应该就解决了。收拾完一切，陆枫由上面的通道离开了这间钟乳石洞。这断剑值不了多少钱，都暂且用着吧。对于这石乳，陆枫嘴角微微抽搐，心想还是找个地方卖掉，换一些其他的天才地宝。那老东西估计在这石乳中泡了几10年了，就算这玩意有用，也没心情喝。陆枫相信这石乳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倒是可以换一些丹药和珍贵灵植的种子。陆枫扫了一眼灵药园，将此地有阵法覆盖，应该无需理会。这孙光蕊都已经死了，这里的药材不会无故枯死。陆枫走进屋中，收拾一番，便离开了此处，前往昊天宫山腰处。他想要从昊天宗离开，前往外面的方式就必须要乘坐传送阵，否则就要走上几天山路，指不定还会碰上4阶妖兽。离开青山小院后，陆枫返回昊天宗，借助宗门的传送阵，径直来到了房室之中。此地虽名为方室，但其繁荣程度却远胜元武城。陆枫沿着之前走过的道路，又一次来到了先前的万宝阁。贵客到了，您这次是打算做些什么买卖啊？掌柜满脸堆笑的迎了出来。老板，你们这儿收妖兽材料吗？陆枫并没有一上来就提及石乳的事。收，当然收了。掌柜笑着点头。不过1阶的妖兽材料可不怎么值钱。当然不是1阶的。陆枫微笑着，抬手间，之前那2条金毛狮子便被直接扔到了地上。3阶妖兽，掌柜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3阶妖兽虽说不上太过珍贵，但一个武士境的小子能拿出手，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收是可以收，不过这妖兽的妖丹好像被取走了，我最多只能给你200块原石，你看行不行？行，价格还算公道。陆枫微微点头。一头3阶妖兽浑身都是宝，从皮到骨都大有用处，正常价格可不低。贵客，不知道您想要买点什么呢？有了上次的经验，掌柜没有立刻结账，而是笑意盈盈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儿有没有辅助炼丹的东西？”陆枫如今的成丹率实在是低得可怜，要想真正提高，还得下一番功夫。辅助炼丹的，老板沉思了一会儿，而后恍然大悟般说道：“有是有，不过价格嘛，钱的事，老板你不用操心，把东西拿出来就行。”陆枫豪爽地说道：“就算不够，他身上也有灵乳来付账。公子可真是个爽快人。”掌柜当即点头，顺着楼梯上楼，没过多久便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小瓶子下来了。这是什么？陆枫看着小瓶子，挑了挑眉，他有种感觉，瓶子里的东西似乎很危险。哎，这不是您要的能提高炼丹几率的宝物吗？就是这个。掌柜小心翼翼地走到陆枫面前说道：“这小瓶里封印着一朵特殊火焰，是从4阶妖兽碧焰蟒身上提取出来的。这碧灵焰总共价值300原石，本店还附赠控火之术，只要您能将其炼化，炼丹就会顺利许多。”真的吗？陆枫顿时来了兴趣。在他购买的关于炼丹师的书籍里，特殊火焰确实有助于炼丹师更轻松地炼制丹药，绝无虚言。这100原石的差价，就用这颗妖丹补上。陆枫手掌一晃，食指和中指间顿时出现了一颗散发着3阶气息的妖丹。果然，这位贵客身上应该还有一颗，这东西可比一些法器的流通性好多了。掌柜满脸喜色地收起妖丹，随后便大肆吹嘘起店内的其他物品，企图让陆枫把剩下的那颗妖丹也拿出来售卖。然而，陆枫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然不会再把资源浪费在其他地方。哎，那好吧，这是我万宝阁的贵客令牌，拿着这个可以打95折，请您收好。多谢。陆枫笑着点头。这老板也是有自己的盘算，先是那一把雷刀，才过了2-3天，陆枫又弄来2头3阶大妖，要是和他打好关系，还怕以后没生意吗？随后掌柜便目送陆枫离开了万宝阁。经过万宝阁掌柜的一番打听，陆枫也了解到了一件事：如果想要购买天才地宝的话，可以去房市中心的昊天拍卖行，那里公平公正，任何人都无法隐藏身份。万宝楼掌柜虽然人还不错，但店里的东西毕竟有限，并没有陆枫现在所需要的高阶武技。虽说陆枫现在实力强劲，但他所使用的武技都是黄阶层次的，现在可能还没什么，可越往后劣势就会越明显。没走几步路，陆枫便来到了一家拍卖行，天昊拍卖行。听说这家拍卖行的幕后老板是昊天宗的某位大人物。陆枫刚一走近，就有几个长相甜美的长腿小姐姐躬身欢迎：“欢迎贵客光临。”陆枫轻轻点头，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一个身姿婀娜、腰肢摇曳的女子款款来到他面前。陆枫眼中露出几分惊艳。这女人身着一身红色礼服，身上大片雪白露出，胸口更是沉淀无比，更是显得妩媚无比。妾身是拍卖行的管事，您可以称呼我为凤飞。不知您是想要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呢？卖东西。陆枫话音刚落，便直接取出了装着灵乳的小瓶子。这凤飞眼中露出些许惊讶之色，
他捏起小瓶子，轻轻嗅了一下，刹那间，凤飞的瞳孔微微一缩，忍不住说道：“百年灵乳有增进修为、强化肉身、提升资质的奇妙功效，虽然只有这么一小杯，但也极为珍贵。”凤飞深吸一口气后说道：“这件物品价值不菲，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会放入中阶拍卖会。”中阶拍卖会？陆枫略带好奇地问道。“我们的拍卖会分为3种，一种是下阶拍卖会，每天都会举行，贩卖大武师能用的物品；中阶拍卖会则是贩卖武王能用的物品，每3个月举行一次。至于上阶拍卖会，那就不一定了，什么时候集齐了拍品，什么时候就会举行。”原来如此，陆枫心中明了，开口问道：“那中阶拍卖会下次大概什么时候举行呢？”“大概在2个月之后，如果您愿意直接卖给拍卖行的话，价格可能会少很多。”凤飞如实回答。“这样啊。”陆枫若有所思，随后收起灵乳，说道：“那我2个月之后再来参加中阶拍卖会。”“没问题，既然您提供了货品，虽然还需要审核，但这是参与中阶拍卖会的凭证。”说着，凤飞从衣袖中取出一块黄色的玉佩，递给陆枫。“多谢了。”陆枫轻轻点头，心想武王能够参加的拍卖会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到时候可以催熟一些药材，直接提升到1000年的分量，想来应该能买到不少好东西。陆枫正打算离开拍卖行，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一道目光，猛地一扭头，下一刻他便看到一位身着昊天宗内门服饰的男子正惊诧地看着自己。就在此时，先前的凤飞突然开口：“周云星先生，不知您这次来是想买什么呢？”周云星听到这个名字，陆枫神色顿时冷了下去。这就是在暗中坑害，这是派人在路上将他劫杀的内门弟子，这人恐怕是和陆康有关系。陆枫冷笑一声，随后拱手行礼：“原来是周师兄，不知道您有何贵干？”你……周云星看着眼前的陆枫，其实他很想问对方为什么还活着，难道吕松失手了吗？但他若开口的话，不就是明牌自己派人出手？哼，没什么。周云星脸色微变，随后转身就走，理都未曾理会陆枫。看来我还活着，的确让他惊讶。陆枫心中暗笑，看着凤飞开口说道：“那我就先告辞了，等下次拍卖会我再前来。其实你也可以将灵乳能放到我们这里，我们这儿。”凤飞话还没说完，陆枫便直接离去了。离开了拍卖行，陆枫直接乘坐房室里的传送阵返回了宗门之内。他倒没有在宗门之内多停留，而是迅速离开，返回自己管辖的青山小院。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坑害，我得尽快提升实力。得到了碧灵焰，陆枫打算将其炼化，用它来作为炼丹的火焰。正当他迅速将要返回青山小院，却忽然发现了周围几道鬼鬼祟祟身影。是他，李洛川，那个前几天被陆枫教训了一顿的小子，此时正带着人躲在他的必经之路。这是打听到我的消息，过来偷袭报复我的了。陆枫咧嘴一笑，先前因为周云星产生的怒火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陆枫压根不做隐藏，大步流星地朝着青山小院而去。而就在他踏过一条小路，一声大喝响起：“动手！”在小路两头各自有人堵住了位置。与此同时，李洛川身后跟着一位黑衣大汉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嘿嘿，终于让我堵住你这个小子，你还记得我吧？”“对的，你叫李洛川，那个小混混来着。”“呸，你才是小混混！”李洛川冷冷地盯着他，而他身后那黑衣大汉忽然开口说道：“小子，莫太嚣张了，李少可是李家的嫡传子弟，排行老2，兄长可是内门的弟子。我听说你小子惹了李少，怎么着？我给你们讲个和，你要是现在跪下，李少把血给舔干净，我就放你一马，怎么样？”说完，那黑衣大汉居高俯视地看着，就仿佛是在给他机会一样。把血舔干净。陆枫顿时嗤笑了一声，随后眼神变得异常阴冷。“有本事你们过来啊，这一次就不像上次那么轻松。”“哼，你这小子还真是嚣张，今日我请来了苏哥，还拿不下你。”李洛川冷笑了一声，最后扭头望向那黑衣大汉：“苏兄，还请帮我出手，教训教训这个没见识的乡巴佬。”“哦，没问题。”那姓苏的男子轻轻点头，随后身躯一点点隆起，狂蟒一般的气息瞬间散开了。大武士8重天，只差1重天便能够圆满，有冲击武灵的资格。小子，你若是现在投降，那可就不是把血舔干净这么简单了。苏赤明露出狰狞笑容，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过来挨打，废什么话？好，你小子找死！”苏志明冷笑了一声，身上顿时附着了漆黑色的玄光。与此同时，他身上的皮肤忽然有了金属光泽，就仿佛整个人变成了一个铁人一样。交拳！苏赤明踏步而来，猛然出拳。而就在他出手的一瞬，背后忽然浮现出一条虚幻的蛟龙，正张牙舞爪地盯着陆枫。玄阶武技交拳，花里胡哨的，以为这样就能对我有用？陆枫顿时嗤笑了一声，一拍胸口，同样是一层灵光护住身体，而他主动迎了上去。“给我碎！”他整个人呼啸而出，一记凶猛射击的半步崩拳就直接轰在了那蛟龙虚影之上。砰！只是一瞬间，那蛟龙虚影瞬间破碎。好家伙，果真还有几分实力，略显惊讶，但他早有所料。而下一刻，陆枫大步来到他面前，双手握拳，极其凶狠地出手：“和我拼拳头，你配吗？”苏赤明大吼了一声，心想一个武士小角色，就算实力超绝，有什么可能和自己相比？半步崩拳，交拳！
两股力量瞬间爆发，苏赤明全力而动，凭借着境界优势，硬生生把陆枫逼退了好几步。打死这个小子，我知道老子厉害！李洛川看的是惊喜异常，心想这苏赤明实力在陆枫之上呀。你放心，老子今天不打死就跟你。可是苏赤明话还没说完，他先前被拳的一只手忽然颤抖了起来，随后手臂上忽然炸开血光。怎么可能？你留了暗劲？当然，那你这个废物居然没察觉。陆枫咧嘴一笑，他要是全力比拼，他可不会输给对方。再来！陆枫笑着向前，而这一刻他如同疯牛一般进攻，几乎打得苏赤明有些窒息。那就来吧！双方拼力出手，近身肉搏，已然是有些杀红眼了。一拳对着一拳，就是最简单也最强硬的对抗，双方飞速的消耗力量。砰！接连的拼杀，苏赤明手臂上的伤势越发严重，身躯其他部位也被种下了暗劲。随后，双方猛地又是对碰了一拳，咔！双方再次后退。陆枫体内真元消耗严重，但他却看着眼前苏赤明发笑，一记骨头断裂声骤然响起。苏赤明不敢置信地看着手，自己在和一个武师全力厮杀之下，竟然落了下风。此时此刻，陆枫仍旧在出手，享受着发泄的快感。去帮忙呀！此时此刻，李洛川也反应过来，叫那两个堵住去路的人上前帮忙。哦，那两人此时也猛然反应过来，直接冲着陆枫杀了过去。一个人打不过我吧？3个人我就会害怕了吗？陆枫露出一口白牙，接口说道：“爆！”先前留在苏赤明身上的暗劲再次爆发，砰！原本进攻的势头瞬间被停止，苏赤明呆滞在原地，气血根本不畅。那就在此时，剩余那两人冲了过来，赤火掌、天寒腿、黄阶武技，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陆枫双手一抬，直接接住了这两人的武技。陆枫大笑着开口，双掌猛地用力，咔咔，被他握住的一手一脚顿时发出不堪忍受的碎裂声，疼痛如同万针齐扎。给我滚！陆枫双手抓着这两人，就像抓着垃圾一般，直接将他们甩了出去。扑腾，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各自捂着受伤的手掌和腿，大声痛呼。轻易解决完这两人后，陆枫抬头看向李洛川，忽然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就只剩下你了，你别过来！”李洛川看着倒地的3人和一步步走来的陆枫，整个人一下子懵了。那可是接近大武师圆满境界的厉害角色啊，竟然还是打不过眼前的陆枫。几乎不假思索，李洛川转身就跑。然而就在他狂奔的时候，背后同样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陆枫追赶了上来。逃什么？我来了！陆枫体内的真元只剩下3、4成左右，但收拾一个李洛川还是轻而易举的。没过多久，陆枫就直接超过了李洛川，来到他的面前。跑啊！你怎么不跑了？你！李洛川的脸色异常难看，看向陆枫的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恶鬼。下一刻，陆枫抬手钳住了李洛川的脖子。你们围在这里是想要杀我吗？不敢！李洛川被掐着喉咙，脸色苍白。我们只是想教训你一顿。很好，那我就教训你们一顿。陆枫掐着这小子的脖子，直接把他带回了之前的那个地方。苏赤明之前中了他一记暗劲，现在还没醒过来，而那两个人更是握着被捏断的部位痛呼不止。陆枫咧嘴一笑，从储物袋中取出几根绳子。你要做什么？我可是李家嫡系子弟，你要是敢杀我，我兄长一定会为我报仇的。看着那绳子，李洛川脸色变得很难看。放心，我今天不杀你，但要给你们一个教训，让你们尝尝记性，知道什么人不该惹。陆枫冷冷地看着他们说道，不然下次就不是被教训一顿，而是直接丧命。他的声音冰冷无比，顿时让这几个人胆战心惊。陆枫一巴掌把李洛川拍翻在地，抬手就把他绑了起来，直接挂在一旁的高树之上。随后他又如法炮制，把苏赤明和那两个跟班也依次倒挂起来。不要想着有人来救你们，如果让我知道你们没挂够1天，我会再找上门的。陆枫冰冷地丢下一句话，转身就走。怪物！被直接倒挂着，李洛川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可看着陆枫走远，却偏偏没有胆量把自己放下来。这个地方距离青山小院有一段距离，时不时就有人经过。当有人看到李洛川被挂在树上时，顿时大惊失色。哎，你看，那不是那个横行霸道的李洛川吗？对啊，仗着自己家族和内门的哥哥，怎么被人挂起来了？恐怕是踢到铁板了。谁这么厉害？该不会是外门的哪个武林高手吧？不过片刻，就有人想要把自己人救下来，想着讨好一下这位李洛川。李少，我来救你！有人要来救命。李洛川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突然想起陆枫临走前的警告，如果他们被人救下来，那个疯子般的怪物会不会再来找他的麻烦？滚开啊！不要把我放下来！啥？那个抬手要救援的人一下子懵了，怎么这位李少像是自己把自己挂起来的呢？滚啊！滚啊！李洛川面色阴沉，大骂着把要救他的人赶走了。围观的众人都看傻了，心里都在想究竟是什么人物，竟然能让飞扬跋扈的李洛川害怕成这样。也亏得李洛川他们都有修为，即使身上有伤，被吊了1天1夜也不至于丧命。等到第2天，李洛川和几个人才敢把绳子解开，扑腾一声倒在地上。陆枫，这样侮辱我李家，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李洛川死死咬着牙，身形摇晃地带着手下离开了青山小院。这几个家伙还挺富有的啊，储物袋里
有不少好东西。陆枫返回小院，手里多了几个储物袋，正是从李洛川、苏赤明他们身上搜来的。既然都已经把他们吊起来了，陆枫怎么可能不顺手拿点东西呢？他没杀了对方，已经是看在门规的面子上了。随手打开储物袋，陆枫眼睛猛地一亮，不愧是李家嫡系子弟，还真挺有钱的。陆枫念头一动，就感觉到李洛川的储物袋里有多少东西，将近300多块原石，还有10来瓶各式丹药，一些草药。更让陆枫惊喜的是，他在储物袋中还找到了一本玄阶下品的武技狂雷击。我之前在陆家所学的，连一本黄阶武技都没有，这下总算有一本了。陆枫将狂雷击收好，便开始检查其他2个人的储物袋。苏赤明实力强横，储物袋里有不少东西，有100来块原石，1瓶2品恢复丹药，1瓶回气丹药，1瓶增进修为的运血丹。至于剩下那2人，储物袋里几乎没什么东西，恐怕耗子来了都要给他们捐钱。千里送钱，礼重情义重。陆枫心情顿时愉悦起来，走进小屋，打量了一眼，看到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也松了一口气。现在看看能不能先炼化碧灵焰。陆枫取出那卷控火之书，仔细研读，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可以一丝一缕地将整个火种逐步炼化，这需要时间。陆枫轻轻点头，心想这时间不会太久。他取出那个小瓶，悄悄打开一条缝隙，一瞬间，一点绿色的火光从小瓶中飞射而出，那点火光瞬间就被陆枫捕获，控制在手掌之中。炼化！陆枫低喝一声，真元源源不断地涌出，不过1刻钟的功夫就将那一点绿色火光炼化了，感觉很轻松啊，没有这控火之书上说的那么难。控火之书上说过，稍有不慎，话说就有可能遭遇烈火焚身危险。陆枫嘴角上扬，心想应该是不朽天功的功效，我连妖丹都能生吃，这么一点火焰炼化起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这样想着，陆枫立刻加快了炼化碧灵焰的速度。返回青山小院后，陆枫花费了足足6日的时间，将整个碧灵焰彻底炼化。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察觉到有危险，也未曾出现控火之书上所记载的玩火自焚的情况，所以很快就将其炼化了。这碧灵焰除了用于炼丹，应该还有在对阵时发挥功效的能力，只不过它的威力无法再提升了。这火种是从妖兽身上提取出来的，修行者将其吞噬炼化后，其威力最多只能对大武士境界的人产生威胁。再炼一炉丹药。陆枫彻底炼化碧灵焰后，又取出了炼丹炉，将所需的草药依次放入其中，准备炼制一枚2品丹药运血丹。这次要尽快融合13种药性。陆枫深吸一口气，抬手一拍炼丹炉，碧灵焰瞬间在丹炉下燃起。他熟练地控制着火焰，逐步将药性炼化出来。就在他要融合药性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炼丹炉中一缕碧灵焰钻了进去，陆枫控制着这缕火焰，发现它同样能够起到用精神力融合药性的作用，而且效率还提高了不少，这还真能提高炼丹的成功率。陆枫压抑住心中的喜悦，继续开始炼丹。然而这一次炼制运血丹，在他融合第10种药性之后，整个丹药瞬间被火烧成了灰烬，失败了。不过陆枫一点也不失望，因为他之前一直卡在融合第6或者第7种药性上。融合碧灵焰之后，他融合药性的速度快了许多。继续！陆枫继续开始炼制丹药。相比于之前那凄惨的30炉才成功1炉，而且成品几乎没有什么效果的低成功率，这一次他的成功率将近达到了1/7，炼制出的丹药也颇有效果。这个成功率对于其他炼丹师来说仍然是赔钱的，但陆枫能不断催生灵草，只要有种子，他就能消耗真元不断催生，而这样做的代价也不过就是损耗几10块原石来补充真元。陆枫一连炼制了6天之久，总共积攒出40多粒2品运血丹。要知道外门弟子每个月也不过只能得到1粒运血丹，除此之外，他还炼制了不少回气、恢复类的辅助丹药，以便于平日里使用。可以开始修炼了。陆枫没有舍本逐末，他本来就是为了提升修为才炼制丹药的。他吞下1粒运血丹，体内立刻涌现出一股气血，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吞服丹药，修为也随之不断提升。与服用妖丹时的艰难和痛苦相比，已经被炼化的丹药温和得多。56重天、57重天、58重天，在源源不断的丹药的帮助下，陆枫的恢复速度快了不少。等到40多枚丹药吃完，陆枫的实力恢复到了59重天的层次，在实力上完成了一次大的跨越。在此期间，他也将玄阶武技狂雷击修炼到了精通的层次。恢复到这个境界之后，陆枫就没有再炼制运血丹了。这倒不是他不想炼制，而是似乎产生了抗药性，丹药的效果变得很低很低，恐怕得去寻找其他的2品丹药了。而此时距离陆枫入门已经过去了2个月之久，他的实力实现了飞跃，或许只要再有一丝机缘，他就能重新踏入大武士的境界。就在他准备用宗门贡献试着兑换新的丹药配方时，忽然察觉到储物袋中有东西在异动。什么东西？陆枫取出一看，是一块黄色玉佩，这是天浩拍卖行的入门凭证，中阶层次的拍卖会要开始了。陆枫眼睛猛地一亮，说不定在拍卖会上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毕竟是武王、武灵能够参加的拍卖会，出现3阶或者4阶的丹药配方也很正常。陆枫心中欣喜，随后带着凌辱离开青山小院，乘坐宗门传送阵，直接来到了房室。很快，他就来到了天浩拍卖行。您可算来了，正好中阶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
您可以将拍品交给我。刚一进门，上次见过的凤飞就一脸微笑的走了过来。好，陆枫把灵乳递了出去，随后问道：这次拍卖会中有没有高阶的丹药配方？这是我们目前记录的拍卖名册，您可以看一下。凤飞递过来一本小册子，陆枫仔细查看，眼睛猛地一亮，因为他正好看到了一种名为地元丹的3品丹药，其效果正好是促进修为，将近200多块原石，买下不是问题。陆枫心中感谢了大善人李洛川，便继续翻阅小册子，眼睛一点点亮了起来。这拍卖会还真有不少宝贝，可惜不能全拿下。陆枫翻到最后，几行字忽然映入眼帘：血髓汁，天才地宝，服用之后可大幅度淬炼肉身，使血液如汞。陆枫眼睛猛地一亮，他知道这天才地宝对肉身有着极大的增益，成交价估计在1500块原石。这个价格有点高。陆枫呼出一口气，心想这天才地宝恐怕与自己无缘了，不知道这地元丹是否符合你的心意。可以，走吧，那我为贵客引路。凤飞笑着点头，随后抬手递出面具，说道：是否需要这个来遮掩身份？我们拍卖行一向很注重这一点。陆枫嘴角一抽，心想估计是凤飞看自己修为低，所以提醒了一句，不过也好，可以省点麻烦。陆枫伸手接过，就将面具戴在脸上。很快两人走进一处大殿之中，此时已经有不少人了。陆枫随意坐下，等待着拍卖会开始。烟霞剑，此乃上品利器，舞动之时仿若有神力加持，可释放寒气以压制对手，若能划伤对手，压制效果更强。起拍价为120块原石，我要125块，就凭你130。切！为了这么个破玩意儿，陆枫在大殿的一侧盘腿而坐。对于那些所谓的利器、草药，他是全然不放在心上，他一心只想得到地元丹的配方。3品丹药啊，要是能炼制成功的话，想必很快就能让我恢复到大武士境界。陆枫如今面临的最大麻烦便是周云星和陆康这2位武灵，他若想与之对抗，起码得提升到大武士境界，甚至要达到5、6重天的境界才行。只是不明白，除了吕松那一次，他们怎么就不再动手了呢？陆枫紧皱眉头，心中猜测陆康或许是因为干涉招收弟子而受到了处罚，只可惜他并不清楚处罚的具体情形。就在他思索之时，那把上品利器烟霞剑已经竞拍售出。拍卖主持人紧接着说道：现在即将拍卖的是3品丹药地元丹的配方，起拍价为100块原石。丹药配方这东西有啥用啊？我出120块，130。终于等到了。陆枫眼睛在面具后一亮，立刻开口道：160块原石。就在这时，一个陆枫感觉有些耳熟的声音从远处的高座上传来：180块原石。陆枫皱起眉头，看向隔间，想辨清那人的身份，好像是周云星。他难道也是炼丹师？陆枫冷笑一声，直接高声说：200块原石。这地元丹的配方他是志在必得。210块原石，朋友，给我个面子如何？我可是昊天宗内门弟子周云星。周云星的声音再次传来，明显带着几分威胁的意味。230。陆枫当即再次报价，又把价格抬高了20块原石。包厢之中，周云星听了眉头直接皱起，双手抱在胸前，戴着个面具，又不在包厢里，应该没什么手段。他冷笑着说：好，既然阁下这么想要，这丹药配方就归你了。只可惜周某已经看中了血髓汁，不然真要和你争到底。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下方的陆枫，便不再继续竞拍。总算要到手了。陆枫根本没把威胁当回事，反正已经得罪了。而就在此时，随着地元丹配方拍卖结束，拍卖师把丹药配方取走了。随后，一位身材火辣、肌肤大片裸露的侍女，手持托盘，摇曳生姿地走上台来。托盘里放置着一杯乳白色的液体，这东西瞬间吸引了在场众人的目光。拍卖师张开双臂，面带笑容地说道：这件拍品是临时加入的灵乳，年份将近100年，效果极佳，起拍价为500块原石。灵乳这可是天才地宝啊！这可真是个稀罕之物，能提升修行资质，还能迅速补充真元。只可惜只有1杯。众人顿时兴奋起来，这灵乳显然不能与血髓汁相比，价格也算便宜，立刻就有人出价了。600块原石，区600块，简直是异想天开。我出750块原石。有些出乎陆枫的意料，这灵乳的价格迅速攀升。嚯，这东西这么贵重，看来之前真是捡到好东西了。陆枫若有所思，要不是这灵乳泡尸体泡了几十年，就直接拿来服用了。没过多久，灵乳便以1050块原石的价格成交了。差不多该走了，我可不想被人惦记着。陆枫起身，径直离开了座位，走出了拍卖场。刚走出座位，之前接待他的妖娆女子凤飞便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贵客这就要走了？对，临时有事。凤飞轻笑点头，随后递过来一个储物袋。贵客，这里面装着您拍下的地元丹配方以及灵乳拍卖的所得。多谢。陆枫接过储物袋，感应了一番，里面物品一应俱全。他直接拿出一张卷轴，地元丹配方：紫猴果、月季花、青金木。看了一眼丹药配方，陆枫松了一口气。这些草药大部分能在青山小院中找到，只是缺了1、2种草药，还缺赤灵果，似乎是一种3阶灵药。把丹药配方收好，陆枫拱手行礼：多谢了，在下这就告辞，期待下次再见。
凤飞盈盈笑着点头。陆枫走出拍卖行，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无人注意，便朝着其他店铺走去。至于不在拍卖行求购吃灵果，自然是为了防止被人看出端倪，毕竟对方肯定知晓地缘丹的配方。打听了一圈，周围似乎都没有吃灵果的踪迹。就在赶路的时候，一些闲言碎语忽然传了过来。知道不？天昊拍卖行今天拍卖了一件血髓枝，这可是个宝贝啊！听说昊天宗门弟子还有附近家族的人都来了，你知道吗？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买走了。什么？还有这种事？那小子直接被人识破身份，然后逃之夭夭了。听说已经有人追过去了，就是有命买，没命用啊！听到这些话，陆枫停下脚步，微微皱眉，看了过去。说话的是两个身着昊天宗外门弟子服饰的年轻人。几位，打听个事。陆枫抬手拦住这两人，你有什么事？两人顿时警惕起来。哦，我对那个血髓枝挺感兴趣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事。两人松了口气，其中一人说道，刚刚在拍卖行的时候，有个小子突然拿出一具4品顶尖的妖兽尸体，直接换走了血髓枝。嘿，谁知道这小子突然暴露了身份，现在拿着东西跑了。不过听说已经有人去追了，具体有谁，这我怎么知道？那人显得有些困惑，接着说，不过那小子好像结了周师兄的壶，说不定周云星师兄就去了。哦，原来如此。陆枫道了声谢，便转身离开。看来血髓枝拍卖出问题了，正好，只要周云星没有买到就行。陆枫心情顿时愉悦，加快脚步走向房市中其他草药铺。不过片刻，他便来到一家名为神农阁的店铺。这位客人不知道想买些什么，掌柜当即就迎了上来。掌柜，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赤灵果？若有种子最好。赤灵果？掌柜皱起眉头，细细的思索了一番，随后摇了摇头，实在对不住，本店的确没有赤灵果，此物一向喜好火系灵力，而且保存时间不长。这样吗？陆枫皱起眉头，顿时显得无奈。赤灵果就是这丹药的主要，若找不到的话，他这地灵丹的配方不就白买了？就当他皱眉准备去再碰碰运气，掌柜忽然叫住了他。等等，虽说我这没有现货，但我倒是知道哪里可能会有。哦，掌柜哪里有？陆枫当即开口说道。我之前带人进山采药时，曾经路过一处地方，那里火灵气浓郁，曾经就见过一株赤灵树。那掌柜笑呵呵，就不再多说。陆枫自然是明白，抬手一抓，几块原石便就直接递了过去。那赤灵果就在此处，不过公子要小心，那里似乎有一头3阶妖兽在守护。掌柜拿出地图给陆枫比划了一个位置。多谢掌柜。陆枫轻轻点头，转身便离开了神农阁。那处地方距离房市不算太远，大概几刻钟就能赶到了。陆枫当即动身，向着昊天山脉内部而去。晋升到5师9重天之后，陆枫速度再次暴增，10来里的路程很快就已经走完，便来到一处幽邃的山谷中。果然，这里火属性天地灵气浓郁不少。陆枫小心翼翼地潜伏，打量四周，便看到山谷高处长着一棵小树。那棵小树大概1人高，长着7、8颗红中带青的果子，飘荡出悠远的香气。还好，这里竟然真的有。陆枫眼中顿时一喜，对于赤灵果是否成熟，他是一点也不在乎，反正可以催熟。掌柜说的那条3阶妖兽似乎不在这里，正好。陆枫起身赶去，不过片刻，他就直接来到那棵小树之前。我只要1枚果子就行了。他摘下1枚果子，可就在这时，山谷之中忽然传来一声咆哮。嗷哦！陆枫几乎是骤然转身，心中一动，我被发现了。他向下远望，只见一头3米有余，如同一座小山般的巨熊朝着他狂奔了过来。看到那头巨熊，陆枫瞳孔骤然收缩。4阶妖兽？不是说是3阶妖兽？情报是假的。而此时已经没有时间给他分析，那头4阶巨熊便已然扑了上来。砰！几乎是一瞬间，陆枫胸口的玄心镜被激发，一层真元覆盖在身躯之上。但即使如此，4阶妖兽的全力一击之下，陆枫身上的真元也狂震不已，差一点被攻破。该死的畜生！他立刻就想起了怒焰熊的特点，力量庞大，能运转火属性真元，实力强横，不能和他硬碰硬。扛住一击之后，陆枫改为游走，直接向着怒焰熊身后跑去。好！那怒焰熊顿时咆哮了一声，又冲了过来，对于陆枫这么个敢窃取他宝物的人类痛恨至极。砰！又是一记熊掌拍出，山势崩碎。陆枫用速度强行躲开了这一巴掌，若是拍在我身上，就要打出伤势来。4阶妖兽实力能够比肩50，因为肉身强度可能还要再强一些。陆枫能越阶打大5师，但他现在还不是50的对手，必须要逃。而就在此时，怒焰熊死死锁定着他，浑身忽然缭绕出一丝缕缕烈火，速度顿时暴增，狂奔了过来。怒焰熊双手抬起，直接朝着陆枫从口处拍来，似乎要将他的心脏挖掉。斩！陆枫几乎是瞬间拔出了火云剑，赤红色的霞光展出，然而落在怒焰熊身躯之上，却仅仅是让这头4阶妖兽身躯化，被破出了一道伤口，利器的用处也不大。陆枫身影闪烁，已然想到了一个脱身之处，念头一动，陆枫护体真元并凝聚在掌中，转身朝着那头怒焰熊拍了过去。怒焰熊怒吼了一声，双掌一动，直接迎了上去。沉的碰撞声骤然响起，手臂上的护体真元直接破碎。
而与此同时，陆枫整个人倒飞而出，向着远处飞去，他嘴上却露出一丝笑容。这就是我的逃跑路线。借助着怒焰熊全力一击，用略微受伤的代价，迅速地拉开了距离，向着远处逃去。此时，怒焰熊也是意识到一些什么，怒吼着狂追了过去。而就在此处几十里开外，周云星施展身法，如同鬼魅一般在树林中狂奔不止。阁下，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穷追不舍？小畜生，你敢抢我的血髓之，还敢说无冤无仇？周云星大骂开口，此物是我正经买来的，怎么说抢呢？敢抢老子看上的东西，你已有屈死之道。周云星身影晃动，不要追上眼前那个少年。看着那道背影，他心中大恨，我不也卖了不少东西，这才凑够的资源，结果你个小子竟然截我的胡，把血髓之买了。好好好，那我就弄死，正好一块原石都不用。他同样是武灵修为，速度极快，不过瞬息功夫便来了那少年附近。不，我把东西给你，饶我一命。眼见着周云星追了上来，那少年脸色苍白，直接扑腾一声跪在了地上。他心中极为后悔，他意外捡到了一头4阶妖兽的尸体，就想着去买些东西，没想到被人盯上了。饶了你。周云星露出阴森笑容，做梦，必须死。他现在动作快之后，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在争夺，必须要毁尸灭迹。他动作一闪，武灵境界修为瞬间爆发，一抬手便拍死了这少年。砰！尸体瞬间倒飞而出，软软的倒在了一旁。拿了东西就得赶紧走，不能耽搁了。周云星在少年身上上下摸索了一番，果然在少年的储物袋里找到了装着血髓之的玉盒。有了这东西，我应该就能突破了。他心中满是得意，正打算把这东西拿走，就在这个时候，地面突然颤动起来，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该死的，难道也是来抢夺血髓之的？周云星的脸色瞬间变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远处飞奔而来。陆枫，竟然是你！看清来人之后，周云星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大喜之色。正好，这小子居然在这里被我带到了，简直是自寻死路。上次遇到陆枫之后，他得知吕松的劫杀行动失败了，就立刻开始谋划手段。然而奇怪的是，青山小院的产量恢复了正常。怒焰熊大吼一声，大步流星地冲了过来，两只巨大的熊掌朝着周云星拍了过去。不好，4阶妖兽！几乎是刹那间，周云星察觉到了对手的强大，浑身真元瞬间包裹全身，向前猛轰出一拳。双方碰撞之后，周云星踉跄着向后退去，储物袋也朝着远处飞了出去。他顿时满脸怒容，混账东西，你算计我！他已经反应过来了，肯定是陆枫摘果子的时候被守护的4阶妖兽给盯上了。他猛地一抬头，就看到陆枫蹲在远处的树顶上，正抬手往自己身上撒着药粉。好巧啊！察觉到周云星的目光，陆枫朝着他挥了挥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随着他不断的撒药粉，他身上的气味很快就被一股药香给覆盖住了。这次拿到果核也算是没白跑一趟，我得赶紧离开。既然有人在前面当挡箭牌，陆枫自然是选择立刻撤退。贱坯子！周云星简直想破口大骂，可是这个时候被赤灵果吸引的怒焰熊又扑了过来。只见这头4阶妖兽4脚并用，狂奔而来，身上缭绕的火焰就像一辆战车。不好！周云星瞳孔一缩，心念一动，背后突然出现一头巨虎的虚影。烈虎破！他立刻施展玄阶武技，浑身的真元如同汹涌的江水一般涌出，直接朝着那头怒焰熊撞了过去。两股力量相互撞击，怒焰熊的冲势被止住了，而周云星却踉跄着被轰出去10几米远。该死的！周云星心中大怒，他根本就不想跟怒焰熊打斗。就在这时，他看到陆枫从树上跳了下来。看看吧！下一刻，陆枫朝着那少年身上的储物袋走了过去。你敢？那是我的东西！周云星顿时厉声喝道，威胁道：你要是敢拿那东西，你就死定了！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还在远处的陆枫掏了掏耳朵，笑着说：拿了又怎样？有本事你来杀我呀！对方都已经派人来劫杀他了，现在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他怎么可能还客气？而且血髓之说不定就在这个储物袋里呢。陆枫捡起储物袋，果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做工精致、与其他物品格格不入的玉盒，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陆枫心中一喜，拿了储物袋就跑。小畜生，你给我把东西留下！周云星此时都要气疯了，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几乎是抬手间，一道流光在掌心爆发，朝着陆枫轰了过去。挡！陆枫调动真元，利用玄心禁护住自己，挡住了这一击，不过也被强大的力量给轰飞了。然而还没等周云星去追击，那头怒焰熊又扑了上来。该死的，这狗熊没脑子吗？抓我干什么？周云星连忙抵挡，对攻了击下之后，他施展身法朝着远处奔去。他虽然不能很快的击杀怒焰熊，但是甩掉这头巨熊还是可以的。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周云星咬着牙，恨不能马上追上陆枫。就在这个时候，树林里突然传来一道道声音：那小子往哪儿跑了？肯定在这儿。那小子不过是个武者，肯定跑不远。他怎么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些想要争夺血髓之的人追了过来。然而当他们看到少年的尸体和周云星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了一件事：这小子估计是被周云星给杀了，那宝贝应该就在周云星身上。要是平时
他们肯定不敢招惹昊天宗的内门弟子。可现在很多人都戴着面具，而且人多势众，未必就不能争上一争。上，只要不伤到他性命就行。夺下他的储物袋！众人呼喊一声，其中也有武灵境界的强者。该死的，这东西不在我手上，已经被人拿走了。周云星此时都要气疯了，一边抵挡着攻击，一边咆哮着说道：凭什么相信你？有本事你把储物袋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给你们看，你们都给我去死吧！周云星怒吼着，储物袋里可是他的全部家当，怎么可能给这群人看？他是来杀人夺宝的，这些人同样也是来杀人夺宝的。就在他们相互阻拦的时候，怒焰熊也跑了过来，呼啸着冲进人群，大肆杀戮起来。这里怎么还有4阶妖兽？肯定是那个混蛋引来的。一时间，周云星成了众矢之的，不管是那些人类武者，还是那头巨熊，此时都把他当成了首要目标。嚯，这都打成一锅粥了。小新拿到储物袋，摆脱周云星的陆风松了一口气。他此时躲在一棵树洞里，正小心翼翼地望着远处战场。现在不能待着，我得赶快走。陆风收敛自身气息，悄然走出了树洞，随后立刻朝着方氏的方向狂奔。这次返回他全力而行，不过半刻钟的功夫就跨越了10来里的路程，返回方氏。陆风没有多耽误时间，立刻坐上传送阵，返回昊天宗。将近2刻钟过后，陆风走入阵法，返回了青山小院。呼，可算是回来，这次当真是大收获。返回青山小院，陆风才算是真正安全。毕竟这里覆盖招法阵，虽说挡不住什么强者，但一旦出现问题，昊天宗的强者将会降临。陆风深呼了一口气，从储物袋中取出那个玉盒。咔，玉盒打开，陆风瞳孔骤然一缩，一件东西映入他眼中，那是一块赤红色的胶体，散发着点点的流光，而内部似乎有液体在流转，就仿佛是鲜血。而刚见到这东西，陆风便感觉自己本能的想要吞掉。咕噜，竟然真的是血髓汁！陆风心中顿时狂喜，没想到这宝贝竟然会阴差阳错的落到自己手中，这东西的效果恐怕要比灵乳强上不少。陆风深呼了一口气，想起之前看到的介绍，这血髓汁似乎是能直接吞服。咽了咽口水，陆风轻轻抓起血髓汁，便是直接塞入了口中。咕噜，他喉咙滚动，硬生生将这块拳头大小的血色凝胶直接吃了下去。刚一服下，陆风感受到胃袋涌现出源源不绝的热流，那股热量在体内汹涌而出，瞬间便流向了浑身经脉，仿佛血脉都要在这一刻燃烧了一样。好强的效果，不愧是天才地宝。陆风深呼一口气，立刻运转不朽天功，他体内的真元就如同饿狼一样，直接扑向了那磅礴的药力，开始肆意的吞噬。而在那血髓汁的作用之下，陆风感受到自己的经脉被扩展，丹田逐渐深邃，果然有效。不知道过了多久，陆风重新睁开眼眸，隐约有金芒浮现出来。陆风轻呼一声，几乎化为实质的真元便从身躯中涌动而出，环绕在了周围。真元离体，大武师的境界，终于我又有了大武师的境界。陆风面露狂喜之色，整整过了2年，他终于回到了大武师的层次。呼，陆风深呼了一口气，浑身真元收敛，慢慢的巩固自身境界。片刻功夫，陆风看了一眼天外，我应该就花了几个时辰，但还没有1天的功夫。陆风松了一口气，转身走入小屋之中，取出了一把铲子。他来到药园子的一侧，双手用力，直接将土块铲开，随后从储物袋中取出赤灵果果核，随手将果核扔了进去，用土壤填埋。陆风握着天星玉佩，抬手摁在那土壤之上。如果是一瞬间，陆风就感受到体内的真元如同泄洪一般滔滔流淌。与此同时，土地松动，一株幼苗缓缓地破土而出，伸展枝叶，吸引周围的火灵之力。赤灵树。但当这棵小树长到半人高时，陆风便忍不住呼了一口气。催生赤灵树是其他的灵药的几倍之多，才这么点，我体内的真元就差不多用了2/3。不同的药材，陆风催熟的代价也不同，越是本质越高的药材，陆风耗费的真元就越多。人参这种药材，陆风这还是50亿重天的时候，都能一口气催化到100年，而眼前这株赤灵树，陆费了将近60%的真元，也不过就是催熟的70年之多，不过也足够了。那赤灵树的枝叶之上已经有果实生出，不错。陆风抬手摘下6枚果实，便走入炼丹房中，他要开始炼制的灵丹了。这是3品丹药，难免会失败很多，不着急。陆风抬手点燃炉火，盘膝而坐，开始运转真元。而首先，他就将刚刚摘下的赤灵果直接扔了进去，在碧灵焰灼烧之下，赤灵果的药性被一点点逼了出来。陆风面色变得万分凝重。地元丹这3品丹药所需要操纵的药性将近20种以上。来吧，陆风集中精神，用碧灵焰开始融合药性，先争取成功一次。与此同时，昊天宗内门弟子居所之中，周云星盘膝而坐，勉强稳住了自身的伤势。但确实如此，一眼看去，周云星是凄惨无比。只见他浑身上下带着无数伤势，而在右肩之上隐约还有着熊爪的痕迹，气息更是萎靡不振，还不如一些大晚上。过了许久，周云星睁开双眼，几乎化为实质的怒火喷涌而出。该死，陆风，老子下次一定要弄死你！陆风离开之后，众人都以为是他得到了血髓汁，一拥而上围攻于他。若非他实力强大，恐怕早就已经被杀人夺宝。
可是即使如此，此时他身上仍旧受了不轻的伤，想要恢复的话，问题是要付出不少的时间。我至少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彻底恢复，这恐怕没法出手。思索时间，周云星眸光一凝，眼中忽然露出了几分凶性。好呀，你不是一直龟缩在青山小院吗？那我就给你发个任务，倒是看你去不去。昊天宗中，所有外门弟子每年都必须要完成一个强制任务，这个任务往往不由自己选择，而是由宗门指派。周云星便是内务堂的管事。小子，一连得罪2个内门弟子，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在昊天宗里活下来。周云星深呼一口气，打算在稳定伤势之后，就立刻去对陆枫动手。1个月后，青山小院，炼丹炉下，烈火渐熄，陆枫将炼丹炉打开，顿时一缕清香飘荡而出。地元丹成了。陆枫只见炉底中端端正正摆了3粒丹药，色泽纯黑，飘荡着丹香。在这1月之内，陆枫拢共也就炼制出20多粒的元丹。一个区初学者能在1个月内就炼出如此之多的3品丹药，也算是奇迹。也多亏陆枫能无限催熟草药，可以反复尝试。这地元丹效果比2品丹药强多，对我现在的修为也有着不小的作用。陆枫起身斩妖，正准备去休息，1、2，砰砰砰！而就在此时，陆枫的大门猛地被踹响。陆枫，内务堂有令，给老子出来！内务堂。陆枫眉头一皱，打开大门，便看到一个身穿蓝衣的弟子站在自己面前。你就是陆枫对吧？那蓝衣弟子打量陆枫，对，找我何事？这是你今年的任务，若完不成，定没你好果子吃。蓝衣弟子冷笑了一声，随手将卷轴扔在地上。等等！而就在此时，一只手摁在了他肩膀上，五指用力，咔吧咔吧。那弟子脸色略有扭曲，身上顿时浮现蓝色的真元，猛地挥出一拳，隐约有海浪声爆发。玄阶武技断浪击。而就是这足以摧金裂石的一拳，却轻轻地被一只手掌架住，无形的劲气爆发，这弟子身上真元溃散，整个人被高高带起，又沉重摔砸在地。砰！啊！巨力袭来，弟子忍不住痛呼，却又被一脚踹开。你敢对我动手？我可是内务堂的，那又如何？宗门任务我接，你得递到我手里来。陆枫垂眸看了对方一眼，你不捡的话，那就别怪我动手。等等！那弟子连忙开口，脸色阴晴不定，蹲下身将那卷轴捡了起来。宗门任务，这人几乎是咬着牙开口。陆枫接过卷轴，打开扫了一眼，击杀3阶妖兽，金睛豹。此时的3阶妖兽对于陆枫来说并不算困难。好，你现在可以滚了。陆枫随意抬脚，那人直接倒飞而出，以脸接地，哐当，大门瞬间闭合。该死，混账，实力恐怕已经有大武士7、8重天了，我得马上去告诉周师兄。那弟子慌忙起身，向着周云星方向而去。返回青山小院中，陆枫将储物袋挂在腰间，便直接转身出门，前往昊天山脉边缘。那任务上已经标记了金睛豹的位置，想找到并不难。然而行走了片刻，陆枫忽然顿住脚步，望向旁边的山石。都滚出来吧！莫非以为我看不到你们吗？小子，观察力挺敏锐的吗？还记得我吗？之前那找上门来发布任务的弟子从岩石后走出，恶狠狠地盯着他。小人物而已，就凭你也想杀我？当然不是我。那弟子身旁的壮硕男子开口，嗓音冷冽，顿时一股大武师9重天的气息显露而出。阁下又是哪位？外门大门顶里的齐月师兄你都不认得？小子，你是白白入了我昊天宗。那内务堂弟子嚣张开口，若是你小子现在自裁的话，说不定能死得轻快点。就凭你们2个人？陆枫一时都被逗笑了。当说到内务堂消息的时候，就差不多知道是周云星要准备对付他了，只是没想到周云星居然这么看不起他，派了2个人过来。哼，小子，你待会就知道了。那齐月冷冷地看着他，扯开自身上衣，霸道的气息蔓延而出，身躯变得灰暗，仿佛是金铁锁住的一般。玄阶上品功法，玄铁身。齐哥，小心这个小畜生，他的实力绝对不一般。那内务堂弟子连忙开口，怕什么？不就是个大武士1重天吗？齐月不屑地瞥了一眼陆枫，他自然是知道陆枫教训过几个大武士，李洛川那几个小混混根基虚浮，不过就是些软蛋子罢了。这小子之前也不是单纯的武师，恐怕是重修再来，肉身坚硬罢了，能比得过老子？他可是为了进入内门千锤百炼，陆枫之前的那些对手碰上了他，也就是些软脚虾而已。你一个被废了修为、逐出家门的废物，也敢在我面前放肆？齐月低沉呵斥一声，森冷开口，你说我现在跪下的，我说不定能让你死得轻松点，不然的话，我就只能把你打成肉泥，然后喂给那头金睛豹。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人要找死？陆枫长叹了一口气，勾了勾手指，要打就来打，我可没工夫和你在这浪费时间。小子，你已经将真正的强者惹怒了。话音刚落，齐月脚踏在地上，身影如同炮弹般向前，只是一瞬间便来到了陆枫面前。他张开的双掌猛地一合拢，一记双风贯耳，似乎要陆枫的脑袋一巴掌拍碎。砰！双掌瞬间合拢，陆枫已然出现在1丈开外。太慢了！陆枫低喝一声，右手握拳，无数的雷光从指缝之间腾起落下，随后狂猛地轰向齐月。玄阶武技狂雷击。当！敲打剧中的声音响起，齐月向后退了2步，双臂之间略有些发麻，有些力气。小子，还不止于此。陆枫脚下踏云步，
如同一道残影出现在齐元的身侧。狂雷击又是一拳轰出，这一拳也已经被齐月捕捉到了。来！他大喝一声，同样是摆臂打出一拳，破风拳。随着他一拳轰出，四周的狂风汹涌而来，手臂变得如同钢铁锁住。齐月曾经凭借着这一拳，将一头三阶妖兽的脑袋直接打进肚子里。两人同时对拳，汹涌的气浪向四方扫去。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两人对轰一拳都猛地向后退去。陆枫退了2步，齐月却整整退了8步。怎么可能？他的力量怎么可能比我强？齐月脸色微变，要知道他可是修炼专注于肉身强横的铁身诀，能与他比拼力量的都没有多少。小子，你是动用了什么秘术，还是服下了什么丹药？齐月本能地认为对方做了什么手脚。蠢货！陆枫没有回答，冷冷开口：我现在就送你去死，不过是些小手段而已，那你又能扛多久？齐月猛地向前踏步，一身狂猛的气息爆发而出，几乎是一瞬间，拳头就如同疾风骤雨一般轰了下来。黄阶上品武技极速拳，我看你又能撑多久？他已经认定陆枫是用了什么秘术，或者透支丹药，不然的话，一个刚刚恢复到大武士一重天的人，又不是专门练体，又怎么可能肉身比他还强？比快是吧？陆枫咧嘴一笑，双臂如同炮弹般连环轰出，砰砰砰，狂猛至极劲风向着四面八方爆发而去，周围草木倾斜。那内务堂的弟子胸口被一道劲风击中，脸色顿时苍白，向后倒退。这两个人都是怪物吗？不可能这么强！就在他惊恐之间，这一场以快打快的对攻，胜利的天平已然发生倾斜。连拼了将近100下之后，齐月速度难以避免的慢了一瞬，这么一瞬间就直接被陆枫把握住了。看着吧，再就是我拜你的时候。陆枫低吼出声，右臂之上顿时无数道雷光爆发，周围的空气发出尖锐的爆鸣，随后一拳轰中了齐月的胸口。当，如同撞击，剧中的声音响起：蠢货，我的肉身不是你呢！可话还没说完，齐月顿时变得苍白，随即猛地向后倒飞而出，轰砸在了一棵树上，咔嚓，树木断裂，直接倒在了一旁。片刻之后，齐月一点点爬了起来，粗犷的脸上满是不敢置信：怎么可能？你竟然比我还快！没什么不可能的，准备好进入地狱了吗？陆枫一步步走来，右臂之上雷光闪烁，便已经是蓄势待发。而就在两人相距不过10步之间时，齐月忽然露出狰狞笑容，手中出现了一把黑鞘铁刀。嗡！刹那之间，无数刀罡蔓延而出，仅仅只是略微蔓延，就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瞬间破开。保兵死！几乎就在此时，齐月一跃而起，双手握刀力劈华山而下，刹那之间，将近7、8丈的漆黑色刀光爆发，直接向卓陆枫劈了过来。就算你肉身实力比我强又如何？还不是要死在这保兵之下？齐月脸色狰狞无比，保兵和利器之间的差距就如同凡人和武者一样，若是这一刀砍下去，陆枫绝对会被力劈。而就在这时，铿锵之声骤然响起，陆枫掌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剑。保兵，正是他在石洞之中所得到的那件宝兵。你也有宝兵？齐月脸色微变，始终不敢置信，对方没有任何背景，还被几大势力追杀，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宝物？让你失望了。陆枫抬手握剑，上天而斩，刹那之间，浩荡的剑气爆发而出。陆枫握剑向着前方一刺，剑光斩出，1化为2， 2化为4， 4化为8，破空剑，密密麻麻的剑光横斩而出。匆忙之极，齐月脸色难看无比，只能将那把宝兵横在胸前。然而即使如此，锐利的剑光不断在他身上破开伤口，鲜血炸开。可就在这时，齐月猛地反应得过来，不对，这件威力不对，相比于他想象的宝兵一击，这一件威力实在是有些弱了。他就看到那把宝兵长剑上蔓延的裂缝，原来这小畜生的宝兵有问题。齐月心中顿时狂喜，然而一双冰冷的眼眸却注视了过来。你没有机会的。话音刚落，陆枫仗剑上前，一剑直接捅入了齐月的胸口，噗，血光瞬间炸开。齐月铁身诀可挡不住一把宝兵的全力进攻，哪怕这把宝兵已经有些损坏。你，齐月死死咬着牙，鲜血从缝隙中流出，还想握着那把长刀劈死陆枫。然而陆枫真元一吐，不只是心脏，齐月的整个5脏6腑直接炸开，被搅成了烂泥。安心的去吧，这件宝兵我就收下。陆枫来手将那把长刀抽了出来，爱不释手的把玩。这应当是下品宝兵，如果是我那把火云剑的话，恐怕也扛不了多少下会被斩断。陆枫紧握着刀柄，然后望向那已经看呆了的内务堂弟子：饶命啊，饶命啊，师弟，我也是迫不得已。那内务堂弟子扑腾一声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然而视线中忽然出现了一双血。师弟，他还没说完，刀光猛地一闪，头颅直接断掉。杀人者，人恒杀之，把我作为目标的时候，你们就该想到这一切。陆枫抬手一震，那把黑鞘长刀上的血迹荡开，然后体内真元滔滔不绝地涌动而出。然而不过片刻，陆枫面上露出几分疑惑，他感受到这把宝兵的气灵在本能地抗拒他。宝兵气灵还远远达不到智慧的程度，只能说是类似生灵的本能。若是主人死去，双方的契约便会结束，直到有人以真元再次炼化这把宝兵。然而陆枫现在注入真元，这把宝兵却在抗拒着。我不是都已经宰了齐月了吗？
难道？陆枫眼眸微微一凝，嗤笑了一声。原来这把宝兵不是你的，看来是周云星借给你的。陆枫心想，也是，能拥有宝兵的大武师屈指可数，而如果是周云星就不奇怪了。如果现在气灵抗拒的话，那就只能一点一点的炼化，这就比较麻烦了。想要炼化主人还没死宝兵，花费的时间恐怕要几十日才能达成，而且在气灵抵抗之下，甚至没法收入储物袋中。陆枫轻轻摇头，就算这把宝兵是周云星的，那又如何？反正他也不可能还回去。想到此处，陆枫屈指一弹，丝丝缕缕的青色火焰落在了2具尸体身上。轰！烈焰腾起，瞬间将这2具没有抵抗之力的尸体烧成了灰烬。嘿，现在再去杀金睛豹吧！陆枫强行抓着这把宝兵，向着昊天山脉深处而去。深入昊天山脉，陆枫依照地图，很快就找到了那头金睛豹。一头3阶妖兽在此时的陆枫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危险。一番激战之后，直接将其斩杀。早交任务去！陆枫抬手将那一头豹子收好，便返回昊天宗。不过1刻钟，他便抵达了内务堂。我要交任务。陆枫把妖兽的尸体扔在地上，又将任务卷轴递给了登记的弟子。哎，奇怪，连门都没入，怎么给你派了个3阶妖兽任务？那登记的弟子脸色微变，但还是将3阶尸体收了起来。师弟，恭喜你完成任务，这是给你的100点贡献点。多谢。陆枫笑着点头，随后转身就要离去。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拦在了他的面前。周云星。此时周云星脸色难看地盯着他，周围隐约露出些许杀意。是不是很好奇我还活着？陆枫咧嘴一笑，随后拍了拍那把黑柄长刀。瞧瞧，昊天山脉真是神奇，山里竟然能够长出宝兵。周师兄，要是你有功夫的话，也多去昊天山脉逛逛吧。给我过来！周云星右手抬起，猛地向前一抓，几乎是立刻，陆枫手中的那把宝兵微微一颤，仿佛要脱手而出，回到自己的主人手上。哼，你瞧，这捡来的宝兵还真有个性。陆枫右手一摁，死死地捏住那把宝兵。哼，把我的黑玉刀给我！周云星绷不住，自己竟然没能把长刀召回，当即厉声开口：凭什么？有本事你叫他一声啊！陆枫直接挑衅开口。恢复到大武士修为之后，他就算不是对方武林的对手，也能够周旋一阵。好呀，外门弟子陆枫，你竟敢偷窃内门弟子宝兵，不拿下此人！周云星低吼了一声，右掌猛地拍出，武灵气息瞬间爆发，出手了。此刻在内务堂的众多弟子脸色惊恐，竟然有人敢在内务堂出手，这人是谁？这么大胆子！他好像是内务堂执事周师兄。那小子是谁啊？这发疯敢惹内门弟子！就在众人惊呼以为陆枫要倒了大霉时候，陆枫他同样出手了，手掌如同鬼魅般上前，强行对上了周云星。轰！可怕至极的力量爆发，陆枫连连倒退了几步，却是丝毫不让。好一个内务堂的执事，要在这当众之下杀我吗？我可是通过考核，正经被招进来，你要杀我，有执法堂批准吗？你！周云星此时都要气疯了。先是之前被抢走了血髓之，后来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连自己唯一的一件宝兵又落到了对方手里。而就在他要再次出手时，一道雄浑的嗓音骤然响起：谁那么大胆，竟然敢在内务堂动手，不怕门规处置吗？而听到那声音，周围弟子纷纷退避，周云星更加是脸色大变。只见内务堂大门出现了一道身着玄衣、神情严肃、长须触及胸口的老者。拜见陈长老。陈长老好。随着一声声问好，那老者一步步走，随后平静地看着周云星：刚刚是你们2个这里动手？是。周云星低下头。至于你，陈长老扭过头打量了陆枫一眼，开口说道：一个小小的大武士易重天，居然能够和武灵对拼一招，实在是修为不错，多谢长老。陆枫轻轻点头，他知道这位陈长老总管整个内务堂，一身修为深不可测。说吧，你们为什么在此处交手？若是不给老夫一个合适的理由，一切门规处置。理由？周云星额头上浮现汗水，一旦说要讨要兵器，那就必然把他买凶杀人的事情暴露出。这些事情内门弟子动手都是心照不宣，可是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揭穿承认，那就完了，是不上称3两重，上了称1000斤都打不到。心思电转之间，周云星突然想到了个理由，随即开口说道：禀告陈长老，弟子举报这个入门的贼子接取任务之后，不想着为宗门效力，反倒是窃取宗门宝物。哈哈！陆枫一时之间被气笑。哦，你有何证据？陈长老开口说道：此人入门之时不过就是武师5、6重天的水平，而现在区3个月就抵达到了大武师层次。弟子特意派人观察过，此人一直待在青山小院中半步不出，定然是窃取了宗门草药来补充自身修为。周云星越说越顺，甚至有些神情激昂，仿佛自己已经相信当真有此事。陈长老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仅仅3个月就突破了数个小境界，一个大境界，简直不可思议，荒谬绝伦。陆枫不屑开口：陈长老，此人纯粹是污蔑我的修炼境界纯粹只是因为自己的辛苦和汗水。哦，可是这未免也太快了。陈长老的眼神变得有些危险。长老，弟子之所以如此之快，因为我在恢复修为。我曾经被人袭击过，修为尽废，现在只是在恢复应有的水平。
哦，陈长老眼睛一眯，轻轻抬手就直接摁住陆枫的脉门，功法中正平和，连绵不绝，体内似乎真有被废的痕迹。这真的只是在恢复。片刻，长老松开手来，已经有几分相信了。毕竟重修之人路程已经走过一遍，再走一次自然是畅通。长老，莫要听此人信口雌黄，不如咱们就去青山小院中看一看，这真缺少了灵药，再拿他试问。周云星连忙开口，心中却已然得意。小子，你死定了！那青山小院连年亏空，青山小院之前的管事都是拿自己的资源来填补，这才没有被宗门处罚。好，你敢不敢让我看看灵药园如何？陈长老当即开口，有何不可？长老还请随我来。陆枫没有一丝丝犹豫，开口便说。这顿时让周云星心中有些发虚，怎么回事？难道这小子的修为进展真的和灵药园没有关系？不错，到了地方之后，老夫一看便知。陈长老轻轻点头，略有些欣赏的看陆枫。走吧，我们去青山小院。是，我来给长老您引路。陆枫走在前方，心中一点也不虚。他炼丹所需要的灵药都是自己催化出来的，而要田里的一项不动，这还多了不少。哼，这小子一定是硬撑的。青山小院10多年都没人能整好，他怎么可能做到？周云星咬牙跟随了过去，而周围的弟子面面相觑，不知是谁动了。其余弟子也尾随着3人而去，想看看这场风波会如何结束。青山小院位于昊天宗外部，路途较远，但在场谁不是有修为在身，很快就赶到了小院之外。打开禁制。是。陆枫答应一声，便取出了那枚黑色令牌，真元注入其中，顿时青山小院外笼罩的阵法自然解开。而就在阵法解封的一瞬间，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从中流淌而出，这是丹药的香味。周云星顿时心中狂喜，我就知道小子肯定偷偷挪用了草药来炼丹，这下他还不死。要知道坚守自盗在昊天宗中虽说不是死罪，但若判严一点，同样要被废除修为，踢出宗门。一旦一个废人被踢了出去，周云星想收拾陆枫还不是轻而易举。而不仅仅是他，其他人闻到那股丹香也有类似的心思，这小子完了，还敢贪污咱宗里的东西。是啊，真以为自己有个长老师傅。亲爹，好戏要开场了。然而虽然如此，陈长老脸色却没有什么变化，首先进入了青山小院中，而随后第一眼他看到了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灵药园。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周云星一下子愣住了。他上次来的时候，灵药园不还是一副枯败的景象吗？就在他愣住时，陈长老抬手说道，派人清点账簿。在这，陆枫把账簿交了出去，随后就跟来的内务堂弟子开始清点此处的草药。青灵花38朵，紫猴果共42颗。那弟子越是点数，越是表情古怪，随后将账簿收好，开口说道，禀告长老，今年大丰收比去年记载的多得多。不可能！周云星当即反驳出声，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就在这时，目光一瞥，周云星忽然看到了灵药园旁边一棵光秃秃的树木，那株灵树不就是被他拔光？听到这话，那负责清点的弟子吞了吞口水，开口说道，师兄，那一株是赤灵果树，在账目里面。什么？周云星神情一愣，随后就听到陆枫开口，我擅长炼丹之术，为了炼制3品丹药，所以特意前往昊天山脉寻找，随后这才移植了过来。话语一落，众人心中一惊，3品炼丹师，这小子才几岁，又是大武士修为，不是3品炼丹师，简直是妖孽。当真？就连陈长老看陆枫有些变化，这么年轻的3品炼丹师，若是能够收入门中，未来定然前途不可限量。我绝无戏言，不如我就在诸位师兄和长老面前亲自炼一炉丹药如何？陆枫自信开口。磨练了1个月，他对于地元丹的炼丹流程已经万分熟悉，现在陆枫成功几率将近有50%。好，那你就来试试吧。陆枫当即点头，取出了自己常用的炼丹炉。可要我为你生出真火？不用，我有炼丹之火。陆枫抬手，碧灵焰出现在他掌中。看到这朵火焰之时，周围的弟子们都大多相信了。毕竟除了点丹师以外，一般没什么人会将火焰融于自身。毕竟除了极少数强大火焰，基本上都消耗大，威力一般。陆枫熟练地取出早已制备好的药材，最后点燃炼丹炉，一件一件地将草药扔入其中。时间1分1秒流逝，陆枫精确地操纵着药性融合。将近4刻钟过后，炼丹炉中突然飘荡了一缕丹香出来。成了！所有人都意识到，还没彻底入门的弟子，竟然是位3品炼丹师，有意思。陈长老眼睛一亮，无情铁手揭开炼丹炉，在炼丹炉底看到了整整4枚丹药。陈长老也不打量，直接将地元丹扔入口中，闭上双眼感受药性。片刻之后，老者睁开双眸，笑着开口，不错，质量上乘的地元丹，你所说的3品炼丹师倒是不错。至于你吗？话音刚落，陈长老的目光冷冷地看着周云星，污蔑同门，在内务堂动手，该当何罪？扑腾！长老饶命！长老饶命啊！周云星脸色难看，没想到谎言被戳穿，眼前这个小子竟然还是3品炼丹师，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投入冰火崖中。陈长老冷笑一声，抬手一挥，便封住了周云星的修为。来人，给我把这个混账丢入冰火崖中！是。当即就有内务堂的弟子上前，直接拖着周云星上山，
准备把他丢入冰火崖。哼！陈长老挥了挥手，随后露出温和笑容，看向了陆枫。不错，没想到你是3品炼丹师，按照宗门规矩，可以直接成为外门弟子，可以不经过入门大比啊，还能这样？陆枫顿时有些惊讶。那是当然，无论哪个宗门都不会嫌弃自己炼丹师多。陈长老笑着开口。陆枫顿时是有些想笑，心想手持一门技术，哪里都能过得滋润。前辈，大可不必，我还是想要参加入门大比，凭实力进入门中。陆枫拱手一礼，连忙开口。开玩笑，陆枫实力除非面对武灵，几乎就在大武师这个层次中无敌了。要知道入门大比可是有着相应的奖励，陆枫要是不参加那不就亏了，这白拿的好处飞了，陆枫怎么可能愿意？好，有志气，这样才是我昊天宗的门人弟子。陈长老自然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哈哈的大笑。好了，这青山小院仍旧交给你管，来人，给他的任务奖励翻上1倍。是。昊天山脉后山冰火崖，陆康盘坐在一处山洞之中，脸色阴晴不定，极为难看。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金光飞入山洞，震动空气。3个月已到，刑满出狱，日后莫要再触犯门规。多谢长老。陆康呼出一口气，点头开口。从当日他在选拔时对陆枫出手，已经有3个月了。这3个月里，一直被关在冰火崖中，承受着阴阳2气的折磨。冰火崖乃是昊天宗一处秘的，充斥着暴虐的阴阳2气。寻常修行者在此待得久了，不仅无法寸进，修为更是会倒退不止。而在深处，关押着众多昊天宗的大敌以及众多大妖，在外围也是一些弟子闭门思过之地。虽然说我没伤到根本，修为仍旧倒退了一部分，没事，都已经3个月了，陆枫骨头都应该能打鼓了。陆康露出一丝冷笑，他在进入冰火崖之前就已经委托了师弟周云星出手，有负责内务堂的内门弟子，陆枫怎么可能不被整死？小子，真可惜我不能亲自宰了你，就是不知道周师弟有没有保存他的尸体。陆康深呼一口气，走出了冰火崖山洞，出去说好得赶快用丹药稳固修为，不能留下破绽。行当陆康一边思索，一边走出此地时，一道身影被几人压着进入冰火崖之中。又有人触犯门规。陆康原本懒得理会，可等到靠近之时，他忽然瞥见了那受罚弟子的脸孔。周云星，你怎么会被压进来？师兄。周云星猛地抬起头，咬牙切齿地说道，都是因为陆枫那个小畜生夺了我宝物，害得我被长老责罚。什么？陆康表情呆愣。陆枫抢了周云星宝物？周云星不比那小子高2个大境界，我真的只是被关了3个月，而不是3年。而此时周云星显然没有和他聊天的空闲，被几个执法弟子直接压进了冰火之中。陆康停留了片刻，见到几个执法弟子出来，连忙上前。几位，周师弟犯了什么错？你问姓周的呀？那执法弟子打量了他一眼，开口说道，这姓周的好大的胆子，此人欺瞒长老，诬陷外门弟子，且被当众戳破。啊！陆康顿时又惊了，连忙开口，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执法弟子见他是个内门，也不敢得罪，把事情就讲了一遍。陆康越听脸色越冷，陆枫那个小畜生竟然是3品炼丹师，谁给他提供的资源教他炼丹，且几个月之内就突破到了大武师？陆康越听越是觉得不可思议。我现在去找那小子麻烦，怕不是又会惹祸上身。青山小院，陆枫把今年要上缴的草药交了上去，合拢阵法，又取出了那把宝兵。周云星进大牢了，几个月内肯定没法对我动手，哼，这宝贝也就归我了。随着他指尖不断的划过，那把黑柄长刀微微的颤抖了起来，似乎在抗拒。笑话，你以为你抗拒的了？我会一点一点炼化你。陆枫抬手握住刀柄，自身的真元如同滔滔江水一般灌入其中。嗡，那把黑柄长刀反抗的动静顿时小了许多，但气灵仍旧在坚持。将近10余日之后，陆枫彻底炼化了这把宝兵，其中的气灵降服。法器物品一向主要分为利器、宝兵、神兵3个阶段。宝兵由于自身材质以及炼器手法有一定的灵智，在一定程度内能够降服，而神兵就比较麻烦，要么拥有不逊色于活人的灵智，要么则是有极为复杂苛刻的降服条件。而昊天宗镇派之宝昊天鼎就是后一种情况，可算是彻底炼化。陆枫呼出一口气，轻轻地握住这把黑柄长刀。既然跟了我这么个新主，那自然就要改名，以后就叫你黑绝。陆枫把黑绝刀收入储物袋中，盘膝而坐，又取出了之前炼制的众多地元丹，要尽快修炼到更高的境界。抬手将地元丹放入口中，陆枫便开始炼化药力。3品丹药的药性要远远强于2品丹药，刚一入腹，陆枫便感受到一股热流从体内生出，源源不绝地流向浑身各处。如果他现在还是武士层次，恐怕需要谨慎再谨慎，并且耗费一段不短的时间才能彻底炼化。现在不需要了，大武士的真元涌动而出，开始不断地吞噬药性。又是3个月的时间转瞬而过，在前1个月内，陆枫就将之前炼化的所有地灵丹全部吞服，修为再次有所增强，提升到了大武士2重天的层次。随后2个月，陆枫则是在炼制其他丹药，提升自身的炼丹水准。而除此之外，陆枫利用自己看管青山小院的贡献点，兑换来了一门玄阶中品的武技破浪刀法。手中既然有了宝兵，那自然要能够发挥。而之前陆枫在陆家所学会的各种黄阶武技，也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进展。
而剩下1个月内，他将破浪刀法练成，并提升到了精通层次。武技的修炼层次一般都被分为入门、熟练、精通、大成4个阶段，每精进一个层次，能发挥出来的威力都大不相同。随后，陆枫道士也离开过昊天宗，前往方氏去寻求其他3阶丹药的配方。因为在大量服用地元丹之后，这3品丹药对他的作用就越来越低。想要获得成品的3品丹药容易，但是想拿到配方就颇为艰难了。3个月内，他在众多丹药铺以及拍卖会都走过一趟，就没碰上过增进修为类的3品丹药配方。昊天宗的宝库倒是能够兑换，不过奈何陆枫手中没有足够的贡献点，也没有李洛川那样的大善人在上门给他送宝，以至于后面1个月，陆枫修为放缓了不少，但也已经逼近了大武师3重天的层次。而此时他入门也已经有6个月之久。储物袋中的弟子令牌嗡鸣作响，陆枫取出那令牌，顿时一道苍老声音从中传出：入门大比即将开始，半日之内赶到山门，过失视为退出宗门。终于来了！陆枫眼中露出一丝惊喜，之前通过入门试炼的弟子都没彻底成功，要经历一场入门大比，能彻底成为外门弟子。听到那声音，陆枫立刻动身，返回昊天宗，通过传送阵抵达山门，发现此处已经有了不少人在等待。而在山门之下，正坐的那位当日领他们入门的老者，方一抵达，一道又一道目光便投射了过来。乔剑梅就是那个小子得罪了内门弟子，竟然毫发无损。那可不，人家是3品炼丹师，咱们这些入门弟子还有炼丹师。细碎声音传来，陆枫全当不知，随意席地而坐。片刻之后，90来人抵达此处，剩下的也不知是为何，并未抵达。半日的时间很快过去，那老者睁开眼眸，平静开口：今日便是入门大比。我昊天宗的入门大比，并非是擂台，若真如此，直接选修为前30即可。此言一出，不少武师层次修行者松了一口气。入门大比仍旧是在这号天山脉之中，你们将通过传送阵随机抵达一处方位，而获胜的凭证便是自身抢来的身份令牌数量，手持令牌数量在前30便能通过。此外，这场比试生死不论，但若是一不小心丢了性命，莫要怪老夫。老者冰冷冷的开口，在座众人都是心中一惊，这比入宗试炼更加危险。好了，你们可以进去了。老者一抬手，身旁一个传送阵亮起，众多入门弟子对视了一眼，随后纷纷踏入其中。只要能抢到3个，应该就能稳稳入门，但如果想要争夺第一的话，至少还要再多。陆枫心中若有所思，直接踏入大门之外。仍旧是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但已然提升大境界的陆枫很快便克服，恢复意识。陆枫便不断打量周围，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安静的树林之中，周围暂时应该没有人。陆枫呼出一口气，取出火云剑握在掌中。虽说有黑绝刀在手，但是以大武师的修为使用宝兵，消耗十分庞大。而现在在这么一处举目皆敌的战场，陆枫可不愿意露出破绽。而此时此刻，有数道目光从天而落，打量着这片范围内的众多入门者，不仅仅先前颁布规则的老者，同时还有这几道身影，实力气息都同样有着5皇层次。几位，你们觉得这一次谁会夺得魁首？那老者忽然开口，谁又能说得准？不过若比起修为，那自然是百里清更胜一筹。有长老开口，望向了下方一道青衣身影。百里清，昊天宗这一次收徒资质最佳之人，不过16岁的年纪，直接提升到了半步武灵的层次。不仅于此，百里清更是天生雷灵脉，掌握些许神通，在诸位长老看来几乎在大武师中无敌了。说的也不错，不过今年招收的入门弟子不是还有一个种子？老者轻抚胡须，悠然开口。哦，谁？其他几位长老顿时好奇，今年的入门者难道还有人能比肩百里清吗？有一个叫陆枫的小子。老者笑呵呵开口。什么境界？莫非也有特殊体质？为何我们不知道？若还有其他妖孽弟子，他们这些长老不可能不知道。你们当然不知道，此人并没有修行血脉。不过老者话音一变，随后开口说道，他是一位3品炼丹师。什么？其余几位长老都是惊了。3品炼丹师能参与这场比试的都不高于18岁，这个年纪具有如此深厚的炼丹造诣，未来不可限量。老者当日见到陆枫与陆康结下深仇，就对这个小子产生了兴趣，原本还想着这小子什么时候会被整死，后来没想到周云心反倒是被他整进去了。哼，一个3品炼丹师，谁知他的实力如何？场中的大武师可不在少数。此时一位面容粗犷长着络腮胡的长老冷声开口。老者瞥了他一眼，笑着说道，金长老，记得这人好像和你徒弟陆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来着。兄弟，恐怕是仇人吧？秦长老冷笑了一声，他正是陆康的师傅，拥有着5皇层次的修为，之前便一直在闭关，直到近日才彻底破关而出。然而等他出来，却惊讶地发现早已许诺好的徒弟陆轩废掉了，大徒弟陆康更是被关进了冰火崖中，这顿时让他怒火不已。若非身为长老，陆枫就一直在昊天宗势力范围，那就真的出手直接灭杀那小子了。老者自然看出双方恩怨，开口说道，你们看，陆枫就在那。老者抬手指向下方，那正是陆枫位置。哼，小子看来运气不好嘛，一开始就撞上了2个人。一旁长老啧啧了一声，无妨，
就算他一块令牌都没拿到，就凭这个3品炼丹师的身份，他也能稳稳入5号天宗。老者眼眸微眯，若有所指的开口，况且就算是这2个人联手，未必拿得下他。别说了，下面可是开打了。小子，把你的玉牌拿出来，不然可不要怪我们兄弟2人。徐浩盯着陆枫，心中那是得意无比。他和兄弟徐阳2人都有着大武师2重天的水准，就在今年的入门者内，也只能算是中流。但是实在太过恰巧，传送阵竟然将他们送到了极为相近的地方，很快便就相遇。此时他们兄弟2人合力，已然是领先了一大截。毕竟除了兄弟以外，在这你进我退的竞争之中，谁又能够真心合作？小子，我们修为都一样，不过我们有2个人，要是现在认输的话，还有机会去抢别人的令牌。徐阳阴森开口，总有蠢货以为自己才是猎人。陆枫冷笑了一声，不屑说话，猛地踏前一步，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冲向前方。找死！徐家兄弟顿时冷笑了一声，真元脱体而出，护住了全身。蠢货！徐浩嘲笑着对手是同样的大武师，陆枫竟然蠢到了没有释放护体真元，简直是找死的行为。我们上！徐家兄弟2人同时出手，一左一右各自施展武技攻杀而来。冰魄掌、赤焰拳一出手都是玄阶下品的武技。就在此时，陆枫踏着身法来到2人面前，双手一拍，仿佛早有预料好的出击。砰！呼啸的气浪爆发，陆枫便架住了2者，最后五指用力，滔滔不绝的真元便从体内蜂拥而出。徐阳、徐浩2人脸色大变，感受到根本无法挣脱陆枫的手掌。给我起！陆枫大笑了一声，体内澎湃的力量狂涌而出，五指用力，直接捏碎2人凝聚在手上的护身真元。陆枫双臂一震，猛地将徐浩高高抛了出去。下一刻，陆枫一脚猛地踏前，空余的左手以狂猛至极的姿态轰出狂雷击，无数雷光在他指尖凝聚，硬是一拳，直接轰中了徐阳的胸口。咔！骨骼碎裂声响起，徐阳整个人倒飞而出，撞在了一旁的树上，中不断的喷出血来。不可能，你不可能这么强！大家都是大武师2重天，凭什么眼前这小子实力如此之强？不为什么？陆枫蹲下身来，直接把徐阳的令牌拽了下来，然后看向被他抛出去的徐浩。你！徐浩脸上难掩恐惧之色，自己兄弟2人一同出手，竟然一个照面，竟然就被干掉了一个，现在一个人上又有什么好下场？可就在短短的思量之间，陆枫如离弦之箭踏前而来，浑身劲道爆发，一记半步崩拳轰出，刺耳的疯笑声响起。别！徐浩脸色苍白，慌张开口。下一刻，陆枫那仿佛能打爆他脑袋的拳头停在了他面前。他把力道收回去了。徐浩艰难地吞咽口水，看向了陆枫。轰出强横一击自然是简单，但想要将其轻描淡写的收回去，那需要的境界可就高了。把玉牌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次。陆枫不带感情的开口。这是一场竞争，相互出手都是正常之事。陆枫还不想把事做绝，所以留了一线。扑腾！徐浩一下子成了软脚虾，倒在了地上，连忙拽下自己腰间上的玉牌。饶我一次，我绝对不敢了。陆枫冷冷瞥了他一眼，把那块玉牌取走，也不多说些啥，径直离开此处。轻描淡写击败2位同阶，顿时让上方的几位长老看呆了。我就说吧，这小子除了炼丹以外，这里也是非同凡响。老者哈哈大笑，看向了几位长老。他现在手头可是有3块令牌，已经能够稳稳地通过此次试炼。鹿死谁手，那可不一定呢。秦长老脸色颇为阴沉，随后说道：“敢不敢打一个赌？”打赌？老者顿时显得有些惊讶，随即开口说道：“好，打算和我赌些什么？就赌这小子能不能在30名以内。”秦长老冷声开口：“你怕不是在说笑吧？这小子现在已经有3块令牌了。”老者顿时笑了，就问：“你敢不敢赌？”秦长老盯着下方陆枫，哼，赌，当然要赌。老者点点头，随后斜瞥了一眼秦长老：“不过你又拿什么东西来和我赌？这个如何？”秦长老抬手一翻，掌中就出现了一个玉瓶，武力碧血丹。你赌不赌？碧血丹。此话一出，周围的几位长老顿时惊讶。碧血丹乃是5品丹药，哪怕对于5皇级的修为有增进作用，只有5品和以上的炼丹大师才能够炼制，就单单是一枚，那就需要2-3千元石才能够得到。嘶！老者深吸了一口气，他现在也在瓶颈期，若是能够得到这几粒丹药，说不定真能突破。好，老夫跟你赌了。老者当即点头，随后拿出了自己的赌注，一柄漆黑色的短剑，中品宝兵，黑龙短剑，够不够？成交！秦长老一口就答应了下来，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开口说道：“你输定了，诸位同门可要为我见证。”别说我输定了，这小子的实力可是很强，那我们就看下去吧。秦长老信心在握。此时还在场地中的陆枫自然是不会知道，有人真的拿他来当赌局。我已经抢来了2块身份玉牌，如果想要争夺第一的话，恐怕至少要5块甚至7块。陆枫是知道今年入门者之中还有其他狠角色，3块令牌也仅仅是让他稳稳的在前30而已。他抬头望向天边，此时将近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他也就是碰上了徐家2兄弟。我得赶快找人了，不然就没软柿子可捏了。陆枫心中思索，速度顿时加快，在林中穿行，而搜寻了片刻，一道身影远远地出现在100米之外。陆枫一眼就看到了那人腰间的身份玉牌，
算是让我找到了。陆枫嘴角挑起，就向着那处方向狂奔而去。他速度极快，100米的距离也不过是7、8个呼吸的功夫，他就已经逼近了那道身影。此时，那人也注意到了，他脸上不显慌乱，急匆匆地向着树林中狂奔而去。有问题？陆枫眉头一挑，但他也不在意，就算有陷阱，他也有足够的实力将陷阱直接踏破。两人一追一逐之间，很快距离就被拉近。而就在狂奔了数百米，被追逐的那人立刻停下，阴森无比地看着陆枫：“小子，谁让你倒霉呢？”倒霉？陆枫顿时嗤笑了一声，开口说道：“出来吧，8个人在这里埋伏我，没想到呀，当然有这样的同盟。小子，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别和他废话了，直接出手就是，拿下他，咱们可都有机会。”话语嘈杂之间，8道人影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加上之前被追的那人，一共4个大武师，5个武师，几人直接将陆枫团团包围，困在了中心，似乎已经化作囚笼。什么？9个人一起围攻？不可能！天空之上，老者脸色大变，随后冷冷地盯着秦长老：“这是你安排的吧？该死，你竟然早有安排！周长老，你可不要含血喷人呀！什么叫我有安排？你还不准他们临时结成一个同盟？”秦长老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刚才的赌局可是都说好了，几位同僚为证，除非你还想反悔不成？你！周长老死死地盯着秦长老，隐约有怒火蔓延。就在两人气势对峙之时，旁边长老忽然开口：“开打了！”没想到呀，竟然是陆枫这个小子率先出手。此话一出，顿时将周长老和秦长老的注意力引向了下方的战场，真是好大的阵仗。不过，你们以为这几个人就是我的对手不成？哈哈，我们知道你实力强横，不过没关系，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东西。围攻的一人大声开口，他话音刚落，剩下的8人以他为中心各自站位，似乎是组成了某种有序的阵列。阵法？陆枫眉头一挑，开口说道：“不错，就是阵法。那要看看你又如何敌得过我们9人合阵之力。”那9人顿时露出吃稳了陆枫的模样。区区一个大武士重天的小子罢了，就算实力要强一点，就怎敌得过我们阵法？就当他们心中得意之时，陆枫这一刻突然动了。陆枫抬手一招，火云剑浮现在掌中，随着真元灌注，陆枫仿佛化作了一抹红霞，直接撞入战法之中。砰！刚一到来，陆枫便感受到9人拍的真元袭来，无时无刻正削弱着他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束缚根本还难不到陆枫。斩！陆枫速度之快，几乎在空中化作一道魅影，直扑其中一个大武士2重天而来。找死！那个大武士2重天顿时露出不屑的神色，在下一刻，他身上的护体真元顿时浓密了许多，仿佛从其他人那里吸扯来的力量。在阵法之中，组织者能够相互传输力量。轰！火云剑挥斩而下，劈在了浓厚的护体真元之上，无比狂猛的劲风四散，只听咔嚓咔嚓一声，那护体真元上裂开了缝隙。不可能，给我破！那人脸色微变，瞬间涌动起真元弥补了裂缝，与此同时，手中利器横斩而来。不仅如此，其余组成战法之人也各自出手，从各个角度偷袭陆枫。嗡！可是他们攻击还没落下，陆枫身上就荡起了2层光芒，双重真元防护。此时他自己的真元以及玄心镜共同起作用，消耗会比寻常大上许多。此时他也不在意。砰！接连几声碰撞，同时有8道攻击轰在了陆枫身躯之上，打得他浑身真元防护动荡不堪。可是此时陆枫恍若不见，直接冲入了那正对他之人的胸口。呲呲呲！丝丝缕缕的雷光闪烁，陆枫体内真元狂泻而出，凝聚在拳头之上，便轰向了那正对他之人。玄阶武技狂雷击，这一拳，陆枫甚至打出了低沉的雷鸣声。中拳之人瞳孔一点点收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呼声真元被这一拳轰碎，而稍微被削弱的这一拳轰在了他的脑门上。下一刻，他整个人倒飞而出，轰在了一旁的山石之上。噗嗤！他猛地喷出一口血来，双眼一翻，就直接昏迷了过去。与此同时，陆枫同时出剑，如风卷残云一般向着周围迅速劈砍而去。他的速度也在这些人之上，一剑横斩而去，叮叮当当之声响起，直接击歪了几人的兵器。就这点手段也想要挡住我？陆枫在剩下8个人惊恐的目光之下不断出手，速度之快如电闪雷霆。上！无论他有多强，就一个人而已，咱们有战法保护，不用怕，并肩而上。8人略显惊慌之后便立刻反应过来，而纷纷出手。而此时此刻，陆枫你已经发现了阵法的问题所在。这座阵法的最大用处便是相互交换，增援补充防护。那也就是说，当我攻击一点时，其他地方便会同时削弱。陆枫心中一动，一剑挡住向自己劈来的2柄刀剑，随后真元狂涌而出，发丝无风自动，手中的火云剑瞬间变得璀璨。骤然之间，陆枫一道旋风般冲向了一个武师8重天的家伙，威势之强，似乎已经是全力而为。不好，他要先干掉我们其中一个。对面这8人立刻反应了过来，下一刻，被攻击之人身上出现真元护盾。而就在他咬着牙拼命想要扛下这一击时，陆枫猛地转身，手中火云剑劈向另外一人。若是寻常人，根本做不到轻易扭转，全力一击，甚至有可能瞬间遭遇反噬。但是陆枫他可以，他对于自身掌控以及武技的境界足够。被他盯上的那人顿时慌张无比，
可是此时想要再度调整阵法中心已然有些慢了。轰！破空剑，火云剑落下，劈出了大片的红霞。那人只能看着脆弱的护身真元被一击而破，长剑直刺而来，破住了他的胸口。哪怕他那同为上品的利器宝刀想要阻挡，也在碰上的一瞬便被击飞。扑哧，长剑入肉。而此时其他人的真元才调动了过来，但是也仅仅只能勉强止住于事。下一瞬，那人倒飞而出，倒在地上生死不知。陆枫看见这一击击中，立刻倒退，不给其他人包围自己的机会。刚才那场战斗至少消化了我3成的真元。陆枫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他为了试探这阵法的奥秘，硬扛了10来次进攻，若非不朽天功远远超越同阶，刚才他就已经被击倒了。不过没关系，已经干掉了2个大武士，剩下几个就好办了。陆枫冷冷地看向7人，露出了森森白牙，一眼望去，方才还想靠阵法压制陆枫的几人，心中难免出现恐惧。而就在双方都未曾动手，陷入对峙之时，一道如同雷鸣般的声音响起，轰隆！这动静顿时惊吓了那7人一跳，猛地扭头，便看到一位青衣男子身披雷电，直接撞入他们几人之中。果然出来了。陆枫脸色平静，似乎早有预料。不好，是百里清，他来这儿做什么？根本挡不住他呀！那青衣男子径直冲入阵法，身躯之上雷光闪烁，速度竟比之前的陆枫还要快上几分。此刻组成阵法的7人完全没料到背后会遭人偷袭，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其中3人就被打得重伤，只剩残血到地不起。陆枫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窥视战场，终于肯现身了。陆枫往嘴里丢了一粒补气丹药，体内的真元缓缓恢复着。短短时间内，9人组成的阵法就折损了5人，剩下的4人吓得瑟瑟发抖。把你们的令牌留下，我可以饶你们不死。名叫百里清的男子悠然说道，那模样仿佛胜券在握。剩下的4人对视一眼，颤抖着把自己的玉牌放在地上，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他们可是知道百里清的身份，百里家的嫡子，天生雷脉，年纪轻轻就有半步武灵的修为，就算之前9个人都在，也未必能挡住百里清。百里清一步步走近，抬手一抓，地面上的几块玉牌就全落到了他手上。随后他看向陆枫，此时他年轻的脸庞上满是自信，居高临下的开口道，我听说你是个3品炼丹师。没错，阁下又是谁？陆枫皱了皱眉头，感觉眼前之人不好对付。你不认识我？百里清微微一愣，轻蔑地笑道，看来你是那种只知道一心修炼的苦行者呀。我叫百里清，是百里家族的嫡子，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我的修为距离武灵仅1步之遥。那又怎样？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追随我的机会。百里清负手而立，接着说道，我知道你和别人有恩怨，有我的庇护，就没人再敢招惹你。我要的也不多，你帮我炼制各种丹药，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你可别不识好歹啊。没兴趣。陆枫冷漠地挥了挥手，将从自己打倒的2人身上得来的玉牌捏在手中。百里清听了这话，脸色阴沉了不少。别给脸，不要脸，我给你这样的机会，可是能改变你一生的。怎么？难道你还想跟我动手？陆枫手持火云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动手还谈不上。百里清忽然大笑起来，然后说道，只是教训教训你罢了。我知道你小年纪就有3品炼丹师的成就，肯定骄傲得很，那我就打到你臣服。只见他左手一翻，一柄亮银色的长剑出现在手中，长剑之上铭刻着诸多古奥文字，闪烁着无数雷光。此剑名为奔雷剑，是下品宝兵，威力相当不凡。百里清手持奔雷剑，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化作一道雷光，朝着陆枫疾驰而去。枪！刀剑相交，陆枫手中的火云剑顿时一颤，光芒暗淡了些许。仅仅是呼吸之间，双方就交手了好几个回合。哼，你的力量倒是不错，可惜速度比我慢了一筹。百里清手中的奔雷剑不断点出，银白色的雷光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刹那间，陆枫面前满是密密麻麻的剑光。破！陆枫低沉的嘶吼了一声，手中火云剑光芒大盛，嗡鸣不止，一道璀璨的赤红色剑光劈斩而出。轰！电气雷光相互碰撞，可怕的力量爆发开来，顿时扬起无数尘土。陆枫向后倒退，而就在此时，一点寒光从那余波之中激射而出。是百里清，小子，乖乖臣服吧。百里清转瞬之间就来到陆枫面前，手中长剑横斩而出，似乎要直接洞穿陆枫的护体真元。就在长剑即将击中的瞬间，陆枫忽然露出一丝笑容，手掌一翻，一把黑柄长刀落入他的手中。黑绝刀，不只是你有宝兵，我也有。铿锵一声，长刀骤然出鞘，一股如同山岳般浑厚凝重的气息猛然爆发。感受到这股气息，百里清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也有宝兵。而此时，就算百里清想要后退，也已经来不及了。双方近在咫尺，给我去！陆枫双手握刀，体内如同狂澜一般的气势爆发而出，玄阶武技破浪刀法。第一式狂澜。陆枫手中的黑绝刀肆意劈砍而出，仿佛滔天巨浪向前扑去，直接迎向奔雷剑。枪！刀剑相击，刺耳至极的碰撞声骤然响起，陆枫体内的真元狂泻而出，全部倾注在这一刀之上。我知道，比拼速度的话，我不是这家伙的对手，但比力量可就不一定了。
两件宝兵相互对峙之时，百里清手中的奔雷剑一点点被压了下来，仿佛面对的不是一把刀，而是一座山。砰！下一刻，一股力量爆发到极致。而在这一切结束的瞬间，百里清倒退而出，手中的奔雷剑插入地面，狂退了10余丈，才勉强止住退势。然而此时，陆枫的情况也不太好，他依旧保持着挥刀的姿态，浑身上下不时有银白色的电蛇流窜，难以彻底镇压。可，百里清站起身来，嘴角溢出鲜血，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好家伙，真是好家伙！没想到你这个炼丹师还藏着这么大的力气和宝兵。彼此。陆枫咧嘴一笑，又往嘴里扔了一粒丹药，身上闪烁的雷光逐渐虚弱。就算你占了点便宜，你还剩下几成修为，还能和我拼吗？可以试试。陆枫身上再次笼罩起真元，冷冷地看着百里清。他一步步向前，长刀拖地，气势随之攀升。好，再来！就凭你这么个大52重天的小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百里清强忍着内脏仿佛要沸腾的感觉，嘶吼了一声。下一刻，他吐出的血液滴落在手中的奔雷剑上。玄阶中品狂雷剑。百里清双手横剑于胸前，直接锁定陆枫，随后向前踏步，整个人如同破开云层的雷光一般冲了出去。而面对这一击，陆枫大笑着抬起手中的黑绝刀。断浪刀法第2式叠浪。一瞬间，刚才爆发的一击力量叠加在这一刀之上，他的气息顿时变得低沉而浑厚。轰！双方再度对拼，恐怖的余波向四周扩散开来，周围的树木瞬间被拦腰截断。陆枫牙关紧咬，嘴角渗出血迹，不顾一切地催动真元，任由身上雷光肆意蔓延。两人都在拼命相搏，百里清仅仅消耗了半成真元，陆枫却消耗了3成。不过他修炼的是凤尘女帝传承下来的不朽天功，实力远胜同阶之人，更何况还服用了恢复真元的丹药。此刻两人激战正酣，暂时难分高下。给我破！陆枫怒吼着，握刀的双臂上青筋根根暴起。下一刻，那把雷光充盈的长剑忽然发出哀鸣声，承受不住压力，被他一刀横着劈出。他与对方耗不起，必须全力出击，否则绝不是对手。紧接着，百里清口中喷出鲜血，向后倒去，浑身雷光消散。不可能，我的真元比他多，我至少还能再出3剑。我不甘心，不甘心啊！就在黑绝刀即将斩下之时，一道身影突然闪现，轻轻抬手，便用2根手指夹住了黑绝刀。够了！陆枫听到那熟悉的苍老声音传来：“周长老来了！”片刻之前，天穹之上，秦长老面色阴沉地看着下方战场，双手紧紧攥住，低声咒骂道：“废物，都是一群废物！”他实在想不明白，明明是9对1，而且还有阵法加持，怎么还是打不过那个小子？甚至还被反杀了2人，这小子肯定使了什么手段。秦长老，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先前满脸怒色的周长老，此时却满脸笑意。他抬手拍了拍秦长老的肩膀，就算他们几个一起上，恐怕也奈何不了陆枫。你那几枚丹药，我可是要定了。你！秦长老气得浑身发抖，碧血丹本是他准备自己服下闭关用的，现在竟然要输给对方，怎么？你还不愿意？诸位刚才可都见证了的。周长老大声说道。就在这时，有一位长老说道：“等等，百里清怎么来了？”什么？他来了？秦长老和周长老不约而同地向下望去，便看到了突然杀出的百里清。随后百里清招揽陆枫不成，两人便动起手来。秦长老顿时面露惊喜之色，太好了，百里清来的正是时候。他心想，半步武林的百里清实力肯定在那个小子之上。然而随后双方爆发大战，陆枫连续2刀，直接逼得百里清受伤。秦长老的脸色变得僵硬起来，这姓陆的小子竟然还会如此强横的刀法，竟然还能压制百里清。百里清也是个蠢货，明明能凭借修为取胜，却偏偏要和这个蠢货硬碰硬。这下好了，直接被2刀砍成重伤。就在他思绪纷飞之时，周长老踏步而出，眨眼间便从天穹落下，抬手夹住了那把黑绝刀。够了，前辈！陆枫察觉到长刀被一股力量化解，神色微微一变，随后连忙收刀后退，拜见前辈。不错。周长老颇为欣慰地看了陆枫一眼，随后扭头看向百里清，这一战是你输了。我输了，输给这么一个小子。百里清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体内的真元此时至少还有6成，要是双方真的拼到底，他自信自己绝对能够稳赢。可是刚刚那2刀已经让他受了不轻的伤，一身修为难以发挥多少。好了，既然已经输了，就不必多说了。周长老咳嗽了一声，抬手一挥，百里清的令牌全部飞到了陆枫手里。百里清天资卓越，就算1块玉牌都没得到，也必然会被收入门下，很快就能成为内门弟子。陆枫是3品炼丹师，同理，他们谁胜了自然就是稳稳的第1名，而第1名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哼！百里清脸色难看，下一刻被周长老直接带回空中，消失不见。可算走了。陆枫松了一口气，坐在地上。他刚刚那2刀足足消耗了将近5成的真元，体内空虚无比。陆枫又往嘴里塞了一颗回气丹，这才松了一口气。这9枚玉牌加上我之前得到的2枚，差不多有11枚了。陆枫嘴角上扬，他已经是稳稳当当的第1名了。他拿起黑绝刀，走向一旁的山林，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坐下，开始恢复自身真元。1日1夜的时间很快过去，
此时还在山脉中的众人听到一声钟鸣，当，所有人到光芒处集合，现在不许再争斗。终于结束了。陆枫从山洞中走出，看向那处光芒，便动身赶了过去。休息了1日1夜，他体内的真元已经恢复，施展身法，很快就赶到了光芒所在之处。毫无意外，陆枫看到了那位周长老以及脸色难看的百里青。发现陆枫到来，周长老欣慰地向他点了点头。不错，不错，你先暂且坐下，等会儿等人齐了再说。是。陆枫轻轻点头，盘膝坐下。片刻之后，将近70多人赶来，剩下的那些不是重伤而亡，就是被长老们从这里带走了。看着下方众人，周长老冷哼了一声：“各位，我们的大比结束了，只有前30名才能真正成为外门弟子。不过，我们仍然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成为我昊天宗的杂役。5年之后，通过检测，仍然能够成为外门弟子。如果不愿意，就自行离开。”听到这话，不少被抢走令牌的人面露喜色。我等愿意，愿意。周长老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按照往年的规矩，入门大比的前3名可以获得奖赏。第1名陆枫获得11块玉牌。”话音刚落，下方众人顿时面露震惊之色。11块令牌，这简直是在试炼中直接横推啊！先前被击溃的徐家兄弟面露怪异神色，看向陆枫：“什么样的怪物能拿到这么多玉牌？第1名难道不是百里青吗？”“对啊，我记得他的实力才是最强的。”众人议论纷纷，都有些不敢置信。而周长老眉头一挑，冷声道：“肃静！”武皇级别的气息弥漫开来，瞬间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周长老话音一落，周围众人瞬间噤声。陆枫，此次试炼你拔得头筹，可获2000贡献点，还能任意挑选1本玄阶上品武技，外加1件特殊利器。周长老一边说着，一边抬手，只见他掌中多出一件物事，那是一双靴子，靴面上用金丝镌刻着云纹，散发着极为玄妙的气息。这是？陆枫不禁好奇问道。此乃踏云靴，你持续灌注真元进去，就能腾空而起，暂时拥有御风之能。周长老微笑着解释。不过这东西消耗颇大，你如今不过是大武士境界，支撑不了太长时间。即便你不御风飞行，也能让你的速度提升大概30%。多谢前辈。陆枫眼睛顿时一亮，要知道，想要御风而行，起码得达到50层次呢。现在有了这双踏云靴，之前若是再遇到那9人围攻，就不必那般狼狈，完全可以腾空而起，摆脱困境。这是藏经阁的令牌，你可凭此去挑选1门武技。陆枫抬手接过，再次称谢。在给陆枫的身份玉牌增加了2000点贡献点后，周长老挥挥手：“你且退下吧。”陆枫点头，回到下方。随后周长老继续宣布，将前3名的奖励依次分发完毕，不管胜败，诸位都要戒骄戒躁。周长老随意说了几句场面话后，便说道：“诸位可以离开了，传送阵就在东北方。”多谢长老。众人纷纷点头，各自离去。陆枫也打算赶紧去兑换1门功法。就在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道传音：“小子，且慢！”长老。陆枫停住脚步，拐向一旁。不多时，周长老便出现在他面前：“弟子陆枫，不知长老有何吩咐？”“没什么吩咐，只是来谢谢你。”“谢谢我？”陆枫一脸茫然，不明白这位长老为何这样说。“你可知，你被那9人围攻，都是陆康的师傅秦海云一手安排的。”周长老将之前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陆枫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难怪方才被围攻，陆康不过是刚受罚的内门弟子，哪有这般手段？原来是有长老在背后针对我。前辈，您谢我作甚？嘿嘿，我和那老东西拿你打了个赌，你的表现很不错，让我得了5枚辟邪丹。说到此处，周长老脸上满是喜滋滋的模样。原来如此。陆枫嘴角微微一抽，不过也没太在意，毕竟自己实力弱小，被人拿去打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辟邪丹他是知晓的，那是一种5品丹药。前辈，您叫住我是为了提醒我小心秦长老吗？这自然是一方面，当然也是想给你点好处。周长老笑呵呵地说道：“老夫一向恩怨分明，你若想要什么，只要老夫有的，尽管开口。”这个嘛，听到有好处可拿，陆枫顿时来了精神。如今我有黑绝刀这一兵器，武技也能自行挑选。这个不过思索片刻后，陆枫就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什么了。长老可有能促进修为的3品丹方？3品丹药配方？周长老轻轻点头，心想一个3品炼丹师想要丹方也是正常的，反正把丹方给他，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好，老夫手中恰好有3品丹方，都给你吧。周长老一挥衣袖，衣袖中飘出2卷卷轴，这一卷名为金元丹，能够促进修为，只是所需药材年份要求较高，寻觅起来较为困难。而这一卷名为锤骨丹，能够强身健骨，锤炼肉身，是那些体修所需的丹药。陆枫心中大喜，什么药材年份要求高，这都不是问题。现在他实力提升了，就算是珍稀的草药，他也能大幅度催熟。好好研究，说不定日后你能晋升到4品，乃至5品，到时候老夫还要找你帮忙炼丹呢。多谢长老。周长老欣慰的点点头，身影陡然消失不见。陆枫松了口气，仔细阅读手中的丹药配方，心中又是一喜。金元丹配方还好说，这里有足够的药材，至于锤骨丹，似乎需要3阶妖兽内丹。陆枫若有所思，他身上恰好还有1粒3阶妖丹，
乃是之前击杀青毛狮子所得。幸亏没把那粒妖丹卖掉，不过想要一次炼制成功，还是很有难度的。陆枫深知自己这个3阶炼丹师的水准，完全是靠多次炼丹才提升上来的。其他炼丹师要是像他这样炼制，恐怕寻常世家都填不起这个大坑。走吧，陆枫放下思绪，朝着昊天宗走去。昊天宗内门，秦长老因沉着脸返回洞府。该死的小子，老夫好不容易才凑齐材料找人炼制了一炉碧血丹，这下全没了。他口中不停念叨，时不时还咒骂陆枫几句。就在他踏入洞穴时，一直在里面等候的陆康赶忙上前：“师傅，那个小畜生怎么样了？”陆康心里没底，虽说他拉拢了整整9个人去围杀陆枫，但不知为何，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哼，那小子侥幸活了下来。秦长老冷冷地说道：“不但没死，还打赢了百里青，夺得了此次大比的第1名。”什么？陆康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完全没想到陆枫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不应该啊，那个小畜生就算天赋异禀，也不可能这么强。这……陆康双手紧紧攥住，眼中布满血丝。他心想，难道要自己这个武林强者亲自出手，才能解决掉那小子？师傅，哼，不必多说了。秦长老猛地一甩袖子，说道：“这小子我是管定了，你大可放心。我就不信我堂堂一个长老，还弄不死一个区区大武师。多谢师傅。”陆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你去修炼吧，莫要在此处浪费时间。”是。昊天宗内有青山小院，陆枫轻轻拍去身上的尘土，抬脚踏入小院之中，顿时感觉松快不少，可算是回来了。多亏之前孙光蕊一直隐匿于地下，偌大的灵药园无人愿意看守，陆枫才得以拥有这么一大片可供修行的地方。陆枫不愿浪费时间休息，径直走向炼丹房，取出金元丹的配方。他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心中稍松。60年份的人参，100年青灵果，至少70年的玉髓花，这些材料我之前都已经备好。陆枫心里踏实了，重新拿来草药，精心处理了一番。啪嗒，陆枫打了个响指，碧绿色的火焰瞬间腾起，在炉鼎之下熊熊燃烧起来。按照丹药配方所记载的流程，陆枫逐一将草药投入炼丹炉中。他心念一动，精神力便融入碧灵焰之中，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合草药的药性。将近1个时辰过后，炼丹炉中冒出青烟。陆枫并不慌张，熟练地清理炼丹炉后，又将一份价值不菲的材料投入其中。如此反复尝试了好几次，陆枫才成功了一次。一股丹药的香气弥漫开来，陆枫打开丹炉，只见里面静静躺着几枚金灿灿的丹药。成了。陆枫取出一颗丹药服下，一股独特的药力从小腹处缓缓升起，向全身各处蔓延。不错，这丹药药力醇厚，劲道很足。陆枫眼中满是欣喜之色，开始不断炼化体内的药力。过了将近大半个时辰，陆枫轻轻吐出一口浊气。不错，这丹药的药性和地灵丹相差不大，足够我再提升1-2个小境界了。陆枫心中欢喜，目光又望向了另一张丹方垂骨丹。试试吧，就算失败了也不心疼。按照丹方上的步骤投入草药，到了最后一步，陆枫取出那枚3品妖丹投入炼丹炉。陆枫极为小心地操控着药性，这次他运气不错，一次就成功了。这一炉竟然炼出了4枚丹药。陆枫像往常一样尝了一颗，仔细地感受着。没过多久，陆枫便察觉到肉身正在一点点被淬炼，浑身的毛孔隐隐渗出些许黑色污渍。不错，还有些许一经洗髓的功效呢。陆枫心中大喜，随后又服下1枚丹药。仅仅1日的功夫，炼制出的4枚垂骨丹就被他全部服下了。陆枫明显感觉到肉身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力量和速度都提升了半成。又过了几日，陆枫做好准备后，离开青山小院，前往藏经阁。他此次正是要去挑选一本玄阶的武技。昊天宗的藏经阁共有9层，前3层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黄阶功法，中间3层则存放着玄阶功法，至于后3层想必存放着地阶功法，但是否有天阶功法就无人知晓了。陆枫之前利用看守青山小院所获得的贡献点，兑换了一本破浪刀法，这才让他在和百里青的对拼中占得先机。来者止步！刚一靠近藏经阁，陆枫就被看守的弟子拦住了。师兄，在下是来兑换一本玄阶功法的，这是我的玉牌。陆枫将周长老之前给他的兑换玉牌递了过去。那弟子看到玉牌后，略微有些诧异，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陆枫一眼，嘀咕道：“今年的弟子都这么差劲吗？大比第一竟然是个2重天的小子。”虽然声音很小，但陆枫还是听到了。不过他也懒得去计较。递交玉牌之后，守卫便放行了。陆枫直接朝着第6层奔去。每3层依次存放着上品、中品、下品3个等级地功法。陆枫既然有随意挑选的机会，自然是要挑选最好的。登上第6层，10来个书架映入陆枫的眼帘，书架上摆放着一块又一块玉简。到了这种层次地功法，书籍已经无法完整记录修炼要诀，6层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存放，所以便用玉简来代替。我的根本功法是不朽天功，进攻手段有破浪刀法，现在还是挑选一本身法比较好。陆枫现在使用的还是从陆家学来的踏云步，这种黄阶功法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了。就在几日之前，陆枫的速度还被百里青压制着，要不是那家伙说什么要让我臣服，直接和我硬碰硬，给了我2刀重伤他的机会，
还真不好对付他。陆枫的实力也就相当于寻常大武师圆满的层次，而百里清不仅境界圆满，还身具特殊血脉，实力极为强悍。陆枫心中一动，便有了主意，开始不断打量摆放在此处的各种身法。蛟龙身法模仿蛟龙开创，玄阶上品，不过需要具备水属性特殊血脉的人才可修炼。赤霞身法，这个我倒是能修炼，不过在评价中速度比其他身法要慢不少。陆枫的目光一块块的扫过，最后停留在身法书架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玉简上。风遁术，地阶下品身法，修炼之后动作如风，难以捉摸，无法追踪。陆枫深吸了一口气，连忙放下玉简。奇怪，第6层怎么会有地阶身法？难道是被人放错了？可不能拿。陆枫心中暗自思索，他只能取走一部玄阶功法，若是拿取地阶身法，一旦被发现，陆枫的下场必定很惨，轻则被废去修为，逐出师门，重则直接被灭杀。陆枫转身就要离开，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悠悠传来：“没关系，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拿走这一本。”谁？陆枫心中一惊，赶忙扭头看向身旁通往第7层的楼梯之上，一道妖娆的身影正斜倚着楼梯看着他。那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女人，身着一身艳红色的长裙，身材修长，沉甸甸的胸脯靠在扶手上，让人的目光难以移开。咕噜，陆枫往后退了一步，心中思索起来。藏经阁有阵法覆盖，这人能通过楼梯过来，显然不是什么简单人物。见过前辈。陆枫拱手行礼，随后好奇地问道：“为何这功法如此特殊，能够摆放在第6层？”哈哈哈！那女人直起纤腰，笑盈盈地说道：“因为这本破身法在第7楼摆放了几百年，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练成，索性就丢到第6楼，看看有没有弟子能机缘巧合练成。莫非这功法有什么隐患？”陆枫本能地警觉起来。隐患？那女子轻笑了一声，随即摇摇头，倒是没什么隐患，不过修炼条件极为苛刻，最适合修炼这风遁术，毫无疑问就是具有风属性血脉之人。这样的人，昊天宗几百年都未曾遇到，其他人想要修炼，便需要耗费莫大代价。什么代价？要么寻找到几株堪称万年的风属性灵草，用其改造自己肉身，能够适应风遁术的条件；要么，女人瞥了一眼陆枫，开口说道：“要么对于风之法则有着极高的天赋。”是这样的。陆枫握着那一块玉简，若有所思。我劝你还是别想了，最好还是选择其他玄阶上品的身法。那女人调笑着开口，似乎并未想着陆枫真的会兑换。好，我要兑换它了。什么？那女人微微一愣，神色微变，开口说道：“你身具风属性特殊血脉吗？”没有。陆枫如实摇头。那你有万年灵草吗？没有。陆枫心中暗自补了一句，只是现在没有而已。那你觉得你天赋很高吗？我的确觉得自己天赋很好。陆枫轻轻点头。你……那女人直接是被陆枫气笑了。她冷声提醒我，事先要说，最好还是选一门其他能练的身法。如果你是为了卖掉这地阶身法，那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昊天门功法一律不得外传，一旦被发现，他们宗门绝对会处以绝罚。多谢前辈提醒，我已经考虑周全，我对自己的天赋还是有几分信心的。陆枫自信开口。风属性特殊血脉和风之法则的领悟，他不敢说，但是万年灵草他还是有希望。哼，口气还不小吗？那女人轻哼了一声。既然风遁术被丢到了6层，陆枫想兑换自然也能兑换。在他看来，陆枫无非就是好高骛远，自以为天赋不凡的那种入门弟子。昊天宗每年都会收不少这样的蠢货进门，只是这样的人是怎么获得新生大比第一的？记得不是还有一个百里清？是可惜你浪费了这么一个能得到玄阶上品功法的机会。那女人心中思索，最后伸出手来，凭证拿过来，帮您登记一下。陆枫把风遁术令牌递给了眼前女人。片刻，那女人玉手一抓，令牌瞬间破碎，化作一点点流光，归入了风遁术的玉简之中。好了，你可以带着这东西离开。多谢前辈。陆枫转身下楼，准备回青山小院。那女人饶有兴趣地看陆枫，心中思索，这小子估计修不成，不过这真让他修成了，恐怕武林之中都没几个能追上他。离开藏经阁后，陆枫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山小院，将阵法关闭之后，他便取出了风遁术，轻轻把握玉简，无数文字顿时映入陆枫脑海之中。即使是现在的陆枫，也花费了不短的时间，这才通读了一遍。有意思，竟然要万年层次风仙露草，还要配制成相关的草药。陆枫看到，若有所思。风仙露草是一种灵草，生长到万年之后的别称。任何一种草药生长到万年都会发生质变，在修行界少之又少。那种草药陆枫这里倒是也有，名为风灵草。想要培育一株万年灵草，绝对不是什么轻易之事，必须要小心行事。陆枫深呼一口气，从药田中摘了一株风灵草，随后扎根在另外开辟的草药田上。先试试。陆枫抬起手来，指尖摁在那风灵草的叶片之上。下一刻，陆枫体内的真元如同泄洪一般流失，天星玉佩散发光芒，疯狂加速风灵草的年份。10年份、50年份、100年份、200年份。将近3刻钟之后，陆枫体内的真元流失殆尽，而此时这风灵草已经有了将200多年的年份。呼，陆枫吐出一口浊气，露出些许难色。如果是用来加快人参的年份，恐怕都已经1000年了。
越是本质越高的灵草，陆丰催生同样年份所消耗的真元并越多。陆丰取出一粒补气丹服下，抓起一块原石直接吸收，过了将近2个多时辰，这才将体内真元彻底恢复。他抬起手来，如之前做的那般，继续加速。嗡！这封灵草的年份继续增加，陆丰反复耗尽真元，用了将近2天的功夫，将这封灵草催生到了1000年年份。那此时，这株风灵草和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一整株灵草晶莹剔透，恍若是水晶雕刻而成，周围环绕着无形的清风，让人心旷神怡。陆丰闻着却是眉头一皱，不对劲，将这风灵草在2天内提升到1000年年份，青山小院附近的灵气几乎少了80%，其他灵草顿时蔫了，似乎随时可能枯死。不行，1000年灵草几乎吸干了周围的灵气，若还要再增加9000年年份，恐怕有点修为就能感受到不对劲。短时间内1000年灵草就是极限，如果想安稳培育万年年份，起码要2-3个月的时间。陆丰眉头紧皱，一点点舒缓了下去。区2个月而已，他还等得起。只不过1000年灵草放在这里，若是被外人看到，绝对会出问题。而且万年灵草的气息笼罩青山小院的阵法也未必遮掩的。陆丰心中思索，准备去弄2套能聚拢灵气、掩饰气息的阵法。暂时先这样吧。比起修炼风遁术，保存自己天心玉佩的秘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陆丰只能暂停，继续催化。算了，先炼制金元丹，增强修为，这才是根本。陆丰投入炼丹房中，开始进行炼制丹药。用了10余日的功夫，他便炼制了将近20余枚3品丹药，依次服下，增强自身的修养。只是可惜，陆丰手中没有其他的3品妖丹，没法炼制垂骨丹。如此这般，将近大半个月，陆丰修为仍旧在稳步提升，顺利突破了大武师3重天的境界，朝着4重天迈步而去。而就在将近1个月后，这才有人打扰陆丰潜心修炼。1月之后，青山小院外，2道身影抵达此处，其中一人正是在新人大比中陆丰随手击溃的徐浩，而另外一人却是身材高大无比，面带刀疤，而一身气息赫然抵达到了50层次。徐浩，你确定一个3品炼丹师会在这里开药院子？刀疤男子眉头微皱。昊天宗有所规定，弟子入门之后便可以离开弟子居，在天明山脉去开辟自己的洞府。此处地势偏僻，而附近的灵气也不怎么浓郁，一位3品炼丹师怎会居住在此处？千真万确，那位师兄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炼出了3品丹药。徐浩连忙开口。好吧，刀疤男子点了点头。此人名为李坤，是外门少有的几位50层次强者，要有一个机会便能够进入内门，在外门之中声望盛大。去拜门吧。好嘞。徐浩连连的点了点头，随后来到青山小院附近，主动触发了阵法。而片刻之后，青山小院的大门打开，陆丰皱着眉头当中踏了出去。他冷笑了一声，怎么，你想要来报仇吗？随后陆丰又望向了李坤，这是你请来的高手？隐约之间似乎有杀气流露而出。等等，师兄，误会误会。徐浩连忙开口，当日入门大比，师兄也放过了我兄弟2人，哪里敢过来报复？哦。陆丰神色缓和了些许，开口说道，那你过来是想要做什么？师兄，我是来给你推荐一些生意。徐浩抬手指了指李坤，开口说道，师兄，这位姓李名坤，是咱们外门少有的几位武灵之一。我知道。陆丰轻轻点头。李坤并未掩藏气息，他立刻便感受到了武灵级别的气息。那你们2个来找我做什么？陆师弟，想请你帮我炼一炉丹药，只要炼好了，好处少不了你的。李坤走上前来，直接拍着胸口说道。炼丹？陆丰轻轻点头，早有预料。自从他将自己3品炼丹师的身份主动暴露出去，自然会有人听着这个名头来找。只是陆丰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有人来找他炼丹。他倒是不介意帮别人炼制丹药，毕竟还能平白拿到丹药配方，何乐而不为呢？先说好，我虽然能炼3品丹药，但未必一定成功。我知道。李坤连连点头，就算是药王宗那些专修炼丹的家伙，也不敢说百试百灵。那这位师兄，你想炼什么丹药？陆丰好奇开口。能让一位50层次的强者如此急迫，恐怕也不是什么寻常丹药，就是这种丹药。李坤手掌一晃，一卷羊皮纸。李坤的神色微微变化，随后拍着大腿长叹了一口气。好吧，我也不瞒师弟你了，其实如果不是没得选的话，我也不会来找你。什么意思？陆丰眉头一挑。在此之前我得罪了炼丹房的人，那姓陶的放出话来，咱们昊天宗里谁要给我炼丹，就要把他踢出炼丹房，而宗门外的炼丹师我又信不过，所以只好来找师弟你了。原来如此。陆丰面露恍然之色，原来自己是唯一选择，难怪对方给这么高的溢价。而李坤所说姓陶的，他也知道，是炼丹房中现在的管事陶堪，一位3品炼丹师。听说只要他能够晋升4品，就能被立刻带入内门修行高深炼丹术。事情都已经说明了，师弟就看你愿不愿意了。李坤耸了耸肩，无奈开口。这样吗？陆丰思索了片刻，露出一丝难色。师兄，你这事儿恐怕也是为难师弟我，都是被那姓陶的为难，我也不好办呀。这一点师弟不必考虑，师兄自然会为你出头。这个嘛，陆丰脸上的难色更重，最后说道，这个事儿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能办。不过嘛。不过什么？李坤连忙开口。的加钱。
陆枫斩钉截铁地开口。好。李坤听到有戏，当即开口。师弟，你想要些什么？我想要能够聚拢灵气或者掩盖气息的阵法，后者优先。陆枫看到竹竿能敲成，心中也是一喜，最后开口。不过师兄，你为何如此急切？这几日可有什么大事？你刚刚入宗，不知道也是正常。李坤开口解释，再过2个月，咱们就要和附近的几个宗门比武，争夺洗髓机会。比武，洗髓机会？没错，在100来年前，我们昊天宗、法华宗、药王宗等等几个宗门发现了一处宝地，只能在那处宝地接受洗髓，甚至有可能觉醒一些天赋神通，资质也能大增。那处地方对于武王以上的强者的作用大大衰减，但最少也要求大武师的层次。况且狼多肉少，所以每50年一次，我们这些大武师、武灵层次的弟子就会去争夺。竟然还有这种事情！陆枫心中顿时好奇，他之前可都未曾听过。如果不是这种事情，我又何必急迫的想要炼制突破境界的丹药？李坤露出一丝无奈神色。师兄，如果争夺的话，我们这些大武师岂不是没机会？陆枫立刻就想到了问题，大武师和武灵之间的差距是绝对的质量，并非如此。李坤摇了摇头，开口说道：待地方50年开启一次，如果全部依照实力，岂不是对那些天资卓绝却晚生了几年的大武师不公平吗？的确，几大宗门有解决的办法。陆枫若有所思的开口。那是自然。李坤轻轻点头，开口解释说道：争夺宝地洗髓资格分为2个层次，大武师相互竞争，武灵相互竞争，各有着自己的名额。原来如此。陆枫心中若有所思。不过师弟可以不用担心，历来新入门弟子第一都会被宗门挑选去和其他宗门的弟子比试，听说还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境界压到大武师巅峰，就为了那个资格。原来如此。陆枫心中松了一口气，对于那处宝地顿时兴趣大增。这个活我接下来，我先研究研究丹药，到时候开炉之时，我自然会来找师兄。没问题。李坤拍着胸口答应了，随后便带着徐浩离开。有意思，争夺洗髓资格，天赋神通。陆枫眼眸中露出浓郁的兴趣。这次炼丹能成功，拿到相应的阵法，那和其他宗门争夺名额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能初步修成风遁术。不急，先将这丹药配方弄明白。昊天宗炼丹房，百里师弟，这些丹药如何？陶侃抬手将几个玉瓶递给眼前的俊朗男子。百里清接过那几个玉瓶，打开瓶塞，打量了几眼，顿时露出满意的神情。不错，这正是我需要的丹药，多谢师兄。无妨，不过这些小事而已。陶侃笑呵呵地看着百里清，心想这可是个潜力股，若自己能够和眼前这人打好关系，未来必然是一大助力。师兄不愧是炼丹房首席，这一手炼丹造诣，恐怕要比某些野鸡炼丹师要强的不少。那是自然。陶侃听到首席2个字，脸上的得意越发浓郁，摆摆手开口，还是要加上外门这2个字，恐怕很快也不用。承师弟的吉言。陶侃点点头，那个姓陆的小子我听说过了，说不定就会那么1-2种丹药，算什么3品炼丹师，也敢与我比肩。就是我给那小子机会，竟然还下手段暗算我。说到陆枫，百里清英俊脸庞就满是怒意。如果不是他的小手段，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大武师2重天？那他云轩挑选功法的机会，什么本来都应该是我的。不了，那晦气人，到时候师兄定然去给你报仇。陶侃冷笑了一声，一个3品炼丹师竟然敢不来炼丹房来拜见他，简直是不给他的面子。师弟，2个月后那场争夺很有把握？当然。百里清自信十足的开口，我将自身苦苦压制到半步武灵，不做突破，不就是为了一鸣惊人？他如果突破武灵，就算他天赋出众，在一众武灵7、8重天高手之中，也绝对讨不了好。但如果他压制修为不去突破，便是能稳稳拿下。正当2人相谈甚欢时，大门忽然被人推开。陶师兄，大事儿！一个炼丹房的弟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急什么？没看到我在招待客人？陶侃脸上露出几分怒气，上去就是把那炼丹房弟子一脚踹翻。师兄，这是你之前吩咐的？我之前吩咐？陶侃顿时迟疑。李坤炼丹的事？哦，哪个蠢货答应我开的价了？陶侃顿时喜形于色。为了争夺进宝地洗髓的资格，李坤之前还低声下气来求过他炼制丹药，不过他特意开了个天价，还威胁其他炼丹师不准帮忙。哼，平时看起来硬气，到现在还不是的乖乖跪下来求我。陶侃露出一副得意的模样，端起茶杯开口说道：那姓李的怎么说？他没来求咱们，找了一个姓陆的3品炼丹师帮他炼丹。什么？噗！陶侃一口茶水喷了出来，直接揪住那弟子。你说什么？有人敢不顾我的面子给他炼丹？对，那人叫陆枫，是新入门的。新入门的？陶侃骤然回头和百里清视了一眼。好，不来给我拜码头，还敢来砸老子的生意？带人，咱们去教训他一顿。师兄，要不要我帮你？百里清当即开口。不用，就是一个小小的刚入门的角色而已。陶侃刚才可是说了要随意拿捏陆枫，那如果还求百里清出手帮忙，那他的脸还往哪个？青山小院中，陆枫仔细端详那羊皮纸上的丹药配方，神色若有所思。他整整研究了这丹药配方2日，之所以没有直接练手，便是因为这丹药配方所需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3阶妖丹，所以他也只有3次机会。而正当他潜心研究时，
陆枫忽然抬起头，察觉到阵法再次被触碰，难道是李坤他们来了？陆枫将东西收好，走出青山小院。然而映入他眼中的并非是李坤，是10来个他不曾认得的人。为首之人身材宽大，一身肥肉，眼睛细小，脖子几乎没有。然而那肉山市的胖子身上却穿着一身炼丹服饰。3品炼丹师，小子，就是你答应给李坤炼药？陆枫刚一走出阵房，那肉山市的胖子当即开口：没错，难道不可以吗？哼，你可知道老子是谁？知道，炼丹房的管事，和我一样的3品炼丹师。陆枫自然认得对方，让他话刚出口，旁边有人直接跳了出来，当即大骂开口：呸！就凭你这穷酸样，谁和你一样？陶氏有资格成为4品的天才，你算个什么东西？陆枫皱起眉头，冷冷地看陶堪，开口说道：所以说你是来找茬的哥？找茬？陶堪听到这2个字，顿时笑了，随后神色阴冷：小子，我只是来奉劝你一句，不该做的事不要做。你难道不知道我发的话吗？不得帮李坤炼制丹药。当然。陶堪声音大了几分，冷冷喝道：知道我发的话，还敢连那姓李的炼制丹药，是不给我面子吗？你的面子？陆枫闻言顿时冷了下来，上上下下打量了陶堪，开口说道：我实在不知道一头肥猪有什么面子，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赶快给我滚，我没时间和你们耗。你！陶堪脸上露出不悦，他可是昊天宗外门首席炼丹师，就算是武林强者也要对他以礼相待。好，给脸不要脸的东西，我原本还想放你一马，让你给我当个端茶送水的，这是你自己找死，给我上！话音刚落，陶堪带来的10来人便蜂拥而至，团团包围陆枫。这10来人将近有7人是大武师修为，之前在试炼中围杀陆枫实力还强。放心，大家都是同门，不会把你怎么样。陶堪站起身来，豆大的眼睛盯着陆枫，阴森开口：我只会把你打成重伤，不会要了你的性命，只不过那你就没法给那个姓李的炼丹药了。把我打成重伤，恐怕你没有资格吧？陆枫冷笑着开口：我有没有资格，你现在就知道了，给我上！陶堪一挥手，10来个跟班立刻爆发修为，一拥而上，他就要直接在这里拿下陆枫，给百里清看看什么叫做3品炼丹师，什么叫做昊天宗的炼丹天才。昊天宗里除了长老以外，也就他这种炼丹师能组织出这么多人。一瞬间，这10来个人立刻出手，直接把陆枫团团包围，而且一动作便是下狠手。已经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找死。陆枫神色依旧冷静，话音还未落下，就有一个跟班冲了过来，背后隐约有一头巨虎虚影。风虎拳，给我中！那人大喝着开口。然而就在击中的一瞬间，陆枫身影却如同鬼魅一般消失，躲开了这一击。身法踏云步，当然不仅仅只是踏云步，根本没法这么快。不过陆枫脚下还是穿着一双踏云靴。此时此刻，陆枫速度仅仅比当日的百里清要慢上些许。去哪了？出拳的人顿时心惊，可就在这时，手掌从侧方抓来，直接握住了他的手臂。给我起！陆枫大吼了一声，直接抓住出拳的那人如同兵器一般乱舞。不好！被他抓住的那人立刻用真元护体。然而这正是陆枫所预料到的，那人用真元护体身体，浑身坚硬的就如同利器一般。陆枫直接抓着他的手臂狂舞，砰砰砰，接连的碰撞声不断爆发。陆枫肆无忌惮的出手，拿人当武器横砸而出。不好，快躲开！太快了，躲不开啊！陆枫直接冲入人群之中，而原本围攻之人顿时有了忌惮，总不能全力轰击陆枫手里的兵器。滚！人群的阵势瞬间被打散，陆枫猛地一甩，他抓住的那人如同炮弹一般被射了出去。轰！速度太快，那人直接又撞翻了3、4人，让剩下几人又扑了上来，想要拦住陆枫，让他堵在中心。就凭你们这些废物，还想要堵住我？陆枫猛地右脚踏地，身影顿时腾空而起。看到这一幕，众人顿时一喜。你还不到武林层次，根本无法飞行，等你落下来，还不是让我们揉捏？心中一动，这些跟班便蓄势待发，等待着陆枫落空。然而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陆枫腾空而起，没有落下，而是御风直接朝着陶堪冲了过去。来保护我呀！陶堪那张胖脸骤然一变，连忙惊呼开口。跟随他来的10多个也是发现不对劲，蜂拥而至。然而他们的速度却慢了陆枫不止一筹，只是3、4个呼吸的功夫，陆枫直接赶上陶堪，一把摁住了他的肩膀。你敢对我动手，外门就没有你的！可话还没说完，一个拳头猛然就轰在了他的脑门上。砰！陶堪向后一仰，直接被一拳砸落在地。他刚想挣扎，想用自己大武士一重天的力量反抗，然而并非是所有炼丹师都像陆枫一样有强大战斗力。陶堪站起身来，陆枫抬手便揪住了他的头发，但他几百斤的身体倒提了起来。你还敢？陆枫咧嘴一笑，又是毫不犹豫地挥拳而出。这一拳猛地轰在陶堪胸口，硬是将他打得眼前一黑，险些昏迷过去。废物，还以为3品炼丹师有什么本事呢？陆枫此时抓着陶堪，冷冷地看向了赶来的众人。还要打吗？你还不放开陶师兄？你如果敢对他下死手，宗门绝对不会饶了你。这是在威胁我吗？陆枫声音顿时冷冽的气氛，五指微微用力，直接摁住了陶堪脑袋，似乎只要他稍有不乐意，
就能直接抓爆对方的头颅。10来个跟班顿时惊慌无比。而就在此时，一声大吼骤然响起，哪个敢来此处造次？一股武灵层次的气息爆发而出，下一刻，一道身影从天而落，重重地踩在了地上。李坤，他收到陶堪要整陆枫消息的时候，便马不停蹄地赶来。陆兄弟，你没事吧？没事，有事儿的是他。陆枫拎起来陶堪，开口说道：“真是个废物，竟然连我什么层次都不知道，就敢来挑衅。你说你是不是找死？饶命，饶过我！”陶堪此时小命都被陆枫捏在手里，自然没有之前的嚣张模样。饶过你简单，你要在这里跪下，给我磕9个响头，我就放过你。陆枫咧嘴一笑：“不可能，我不。”哦，那可是你带人来围攻我，你先对我出手，而且你是不是还想对青山小院下手？陆枫五指微微用力，陶堪脑袋顿时一阵剧痛。按照门规，我就算现在宰了你，似乎也是正当防卫。宰了我？陶堪浑身顿时颤抖，忍不住吞咽口水。扑腾！陆枫手掌松开，开口说道：“选吧，我。”陶堪脸色极为难看，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然而下一刻，一股巨大的力量摁着他的脑袋就往地上磕去。啪！清亮的磕头声响起，陆枫咧嘴一笑，道：“不想磕也得给我磕。”啪啪！陆枫右手快如闪电，摁出了一道残影。陶堪则在地上啪啪的磕出了9个响头。陆枫松开手掌，陶堪无力的瘫倒在地上，头上的皮肉已经高高肿起，鲜血不断的流下来。你可别杀了他，好歹也是个3品炼丹师呢。李坤开口说道：“放心，我有分寸，这还弄不死他。”陆枫抬手抓住陶堪的脖子，随手就把他扔了出去。陶堪那些跟班见状，赶忙聚拢过来，慌慌张张的接住了他。还不快滚！李坤厉声大喝，气势陡然增强，武灵的气息弥漫开来。那些跟班们顿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让他们和一位武灵以及陆枫对抗。没过多会儿，这群人便拖着陶堪灰溜溜的逃走了。总算滚了，那姓陶的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找麻烦了。李坤冷笑一声，随即说道：“陆枫兄弟，这次是我给你惹的麻烦，没关系，既然接了这个活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陆枫神色平静下来，接着说道：“丹方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炼制了。”当真？李坤顿时面露喜色，兴奋地说：“样最好，那不如先到我那儿去，你要的那2套阵法我也准备好了。”如此甚好。陆枫不住地点头，转身返回青山小院收拾所需的东西。他现在要催熟万年灵草，就缺这2套阵法，不然的话，一旦催熟到一半，几千年灵草的气息泄露出去，可能就会被有心之人察觉。那就先跟我走吧。李坤按住陆枫的肩膀，随即腾空而起，朝着昊天山脉的某个地方飞去。踏入武灵境界之后，就能御风飞行了。虽然速度比不上那些飞禽妖兽，但也不算慢。飞行了将近半刻钟，李坤带着陆枫在昊天山脉东侧的一座山峰上落了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修行之处。山峰上建有一座小楼，陆枫感应了一下周围，发现这里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要比他的青山小院强不少。这里应该就是昊天山脉的主脉了吧？没错，只有达到武灵层次，才能自己选择一处地方。虽然比不上内门，但也已经非常不错了。说到这儿，李坤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得意之色。的确是个好地方，需不需要师兄为你炼丹准备些什么？不需要，只要一间安静的房间就可以了。很快，一间临时的炼丹房就被收拾出来了。陆枫走进房中，拿出炼丹炉以及预先准备好的各种药材。师弟啊，你只要成功一次，咱们就大功告成了，我会尽力而为的。陆枫深吸一口气，打了个响指，啪嗒，一缕青色的火焰在他的指尖升腾而起，飘到了炼丹炉下方。轰！瞬间火焰膨胀开来，将炼丹炉的下半部分吞没。按照丹方上所说，一共要融合28道药力。陆枫皱着眉头，把一件又一件的药材投入炼丹炉中，火焰的温度逐渐升高，开始萃取药材的精华，凝练药性。就在完成第20道药力的时候，他取出一枚妖丹，抬手扔进了炼丹炉里。轰！刹那间，妖丹一入火焰就开始颤动，一股汹涌澎湃的灵气瞬间蔓延开来，要炸炉了。李坤的瞳孔猛地一缩，就在这个时候，陆枫抬手一抓，火焰瞬间熄灭，滔滔不绝的真元压住炉顶，硬生生地把炸炉的趋势压制住了。第一次失败了，陆枫长舒一口气，开始熟练的清理丹灰。老弟，稳一点啊，只剩下2次机会了。李坤咽了咽口水，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陆枫轻轻点头，在他自己看来，他的丹药天赋其实也就一般，主要是靠大量的材料不断尝试，熟能生巧罢了。炉火再次燃起，陆枫像上次一样，重新把草药扔进炼丹炉，熟练的萃取精华，随后又取出第2枚妖丹。李坤的瞳孔又是一缩，就看到陆枫把妖丹丢进了炼丹炉里，可别再炸炉了。就在这位武灵强者心中默默祈祷的时候，那枚妖丹微微颤抖了一下，很快就被一股清火包裹住，不断的将其中的灵力灼烧出来。大量的灵力与药性相结合，相互凝聚，隐隐约约要变成一颗丹药了。凝丹！扑腾！李坤的心脏猛地狂跳起来，他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这一幕，只看到陆枫面无表情地把剩下的灵草一一投入炼丹炉，火焰迅速沸腾起来。当最后一道药性也被火焰淬炼融合之后，陆枫轻轻一拍炼丹炉，
青色的火焰骤然熄灭。成了。李坤开口问道，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嗓音变得极为沙哑。成了。陆枫打开炉鼎，取出了一枚赤红色的丹药，就是这个东西了，气味馨香，色泽红润，就是它，就是它。李坤心中顿时涌起狂喜，连忙把这粒丹药接了过去。多谢师弟相助，这是我之前为你准备的阵法。收下丹药之后，李坤连忙离开屋子。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2块阵盘和10来根阵旗，这2种战法都是2阶阵法，颇为珍贵，你只需要放在要保护的地方就行了。多谢师兄。陆枫接过那2块阵盘，嘴角微微上扬。青山小院原本的战法仅仅只有1级，毕竟在昊天宗内，一般没人敢轻易动手。有了这2套2阶阵法，应该就能继续催熟灵草了。陆枫心中喜悦，收下这2套阵法后，说道：“借用师兄这块地方，我用剩下的材料再炼制一份。”用吧，尽管用。李坤见识到陆枫仅仅2次就炼制出了3品丹，心中也是颇为震惊。这位师弟将来要是不陨落，肯定能成为炼丹大宗师啊！可不能怠慢了，要是能教好一位炼丹大宗师，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陆枫重复之前的步骤，然后在李坤那充满震撼的目光中再次成功，又炼制出了一枚玉髓丹。乖乖，这丹药天赋还真是吓人。正好那姓陶的被摁在地上磕头，我再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正好再让他丢人。李坤一想到陶堪那吃了苍蝇般的表情，心中就一阵暗爽。青山小院外，师弟，日后师兄若是得到什么丹方灵药，肯定还会再来找你，那我就敬候师兄了。陆枫轻轻抱拳行礼，看着李坤腾空而起，朝着远方飞去。见李坤渐渐远去，陆枫一拍储物袋，2块阵盘便出现在手中，得赶快布阵，尽快修成封遁之术。自从听李坤说起那个宝地之后，陆枫对易经洗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这位师兄所说，若是能在宝地进行易经洗髓，就有可能产生天赋神通。神通和武技不一样，一般都很难修成，但任何一门神通都要比普通的武技强大许多，而且往往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陆枫也只是从一些古籍里略知1二，一定要争取到一个名额。陆枫心中暗自思忖，距离几大宗门争夺名额还有2个月的时间，加上刚刚炼制的玉髓丹，还有封遁之术，我的实力应该能够再次提升。陆枫轻轻摇了摇头，迈步走进青山小院。他径直来到种植着千年风铃草的地方，抬手一挥，手中的2块阵盘嗡的一声轻轻颤动，紧接着一根又一根阵旗飞射而出，将方圆8、9丈的范围笼罩起来。有效了！陆枫眉毛一挑，察觉到青山小院附近的灵气变得浓郁了不少。与此同时，千年灵草散发的草木清香也被牢牢地笼罩在这片区域内，没有散开。这下不用担心被发现了。陆枫长舒了一口气，抬手轻轻按在风铃草上，天星玉佩再次启动，开始抽取陆枫体内的真元，加速风铃草的生长速度。大概大半个月就能催熟到万年年份了。炼丹房内，百里清盘膝而坐，一呼一吸间就把之前托陶堪炼制的1枚2品肉身丹消化掉了。不错，现在还不是突破的时候，我得尽量巩固肉身。在这场大比来临之前，他不能有任何突破，否则他的对手就会从大武师变成那些精心准备的众多武林强者。也不知道陶师兄，你要怎么把那个姓陆的家伙请回来？百里清嘴角浮现出一丝狰狞的笑容。陆枫可是让他丢掉了第1名的头衔，还失去了众多宝物。虽说门规限制不能杀他，但我起码也要砍掉他一条胳膊。就在百里清思索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快叫人赶紧拿些丹药来给陶师兄服下。闪开，别挡路。师兄，我给你灌注真元。发生什么事了？百里清神色一愣，随后就看到大门忽然被人推开，一道脸色青肿、身材臃肿的身影被人抬了进来。陶师兄！百里清突然站起身来，有些不敢置信的开口：陶堪不是去找那个姓陆的麻烦了吗？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发生什么事了？陶师兄被那个姓陆的抓住，在地上磕了9个响头，现在都昏迷过去了。什么？那个小畜生竟敢如此！百里清脸色变得十分怪异，陆枫竟然连陶堪都敢这么对待，他难道不想在昊天宗待下去了吗？就在这时，陶堪忽然睁开眼睛，他那绿豆般大小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茫然。他怎么敢？20余日过后，青山小院，陆枫盘膝而坐，右手按在一颗灵药上。这颗灵药将近1丈高，晶莹剔透，7、8丈范围内散发着难以想象的浓郁灵气和清新的药性。那株灵药周围闪烁着点点星光，叶片上点缀着晶莹的露珠。这是万年灵药风仙露草。陆枫体内的真元停止消耗，他抬起手来，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总算是成功了。耗费了大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彻底催熟这株万年灵药了。灵草催化完成后，陆枫抬手一抓，记载着封遁术的玉简就出现在他手中。陆枫重新仔细浏览了一遍，心中一动，也幸亏这万年草药不需要炼制成丹药，只要简单调配一下就行，还是做草药师比较方便。草药师和炼丹师是截然不同的2类人，后者需要淬炼药性，去除杂质，这需要极高的精神天赋和药草天赋，而前者只需要按照配方简单调配，几乎不存在失败的可能。陆枫转身离开阵法，取来一个澡盆以及众多辅助材料，他抬手把整株风仙露草直接拔了出来，然后去除杂质，丢进澡盆里。最后
按照风遁术所记载的配方，将各种草木依次丢入其中，最后澡盆里只剩下一汪青色的药液。开始吧！陆枫脱掉衣服，整个人进入药液之中。几乎就在下一刻，陆枫感觉到那浓郁的万年药性顺着皮肤毛孔渗入体内，开始改变他体内的特质。按照这个配方，等到改造完成，我对风属性功法的资质也会提升一些。陆枫盘膝而坐，主动运转不朽天宫，配合药性进行改造。大约3日3夜之后，澡盆中的青色药液已经变得清澈无比，就像清水一样。哗啦！陆枫从水中站起身来，感觉身体轻盈无比，果然有效果。陆枫心中欣喜，此时他就算不学风遁术，陆枫估计自己的速度应该也能提升1-2成。只可惜我手中没有万年灵草的丹药配方。陆枫轻轻摇了摇头，穿好衣服，再次取出风遁术的传承玉简，开始按照上面地功法运功。果然，随着他心念一动，天地间的风灵之力便汇入他的身躯之中。和他之前尝试的时候相比，这一次吸收风灵气顺畅无比，一股又一股灵力在他体内外川流不息。陆枫身躯周围隐隐有微风流动，他向前迈出一步，瞬间就出现在5-6步之外。果然好快！陆枫继续吸收风灵力，潜心研究风遁术。1个月后，昊天宗宗门广场，此时广场上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弟子聚集在这里。1个月内，宝地洗髓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昊天宗，甚至宗门内又进行了一次选拔，放出了众多名额，让大武师、武灵宗的强者相互比拼，选拔精锐去和其他宗门比试。之前委托陆枫炼丹的李坤也在人群之中。不仅于此，周云星、陆康2人自然也在。服用玉髓丹之后，他的修为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从而获得了一个名额。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李师兄。”谁？李坤猛地转身，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你！一时间，李坤有些发愣，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身后的？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他如今已是武灵7重天的修为，周围一般的动静根本瞒不过他。这2个月修行了一门身法。陆枫看出了李坤心中的疑惑，随口解释了一句：“原来如此。”李坤恍然大悟，点了点头。陆枫环视着周围众多的弟子，开口问道：“对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还得等几刻钟，不用着急，出发的时辰都已经确定好了。”李坤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原来如此。陆枫微微点头，随后便找了个地方盘膝坐下。他在青山小院里刻苦修炼了1个多月，借助万年灵草风仙露草，成功修成了风遁术。现在陆枫全力施展的话，速度相比之前能提高2倍有余。终究是地阶5技，我又要兼顾提升修为，目前也只能将它提升到熟练的层次。按照传承玉简的记载，想要修炼到精通的层次，必须得有武灵的修为才行。而一旦修炼到精通，甚至能够化风而行，速度快得无与伦比。除了遁术之外，陆枫依靠大量的丹药，还有那一枚玉髓丹，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大武师5重天。此时此刻，陆枫比刚刚赢得入门弟子大比的时候实力要强上许多。就在陆枫养精蓄锐的时候，一股气息忽然从上空蔓延而来，笼罩了整个场地。陆枫抬头望去，就看到上次见过的周长老、秦长老等人出现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修为低于5皇层次。周长老目光扫视间，注意到了陆枫，轻轻点了点头：“诸位，4宗会武即将开始，所有有资格的人登上这些金翅雕。”周长老话音刚落，几道巨大的阴影便降临此处，随后出现了7、8头浑身长满金色羽翼、体型庞大无比的金翅雕。4阶妖兽。这几头金翅雕一出现，众多大武师、武灵便登上了雕背。陆枫站起身来，纵身一跃，盘坐在金翅雕上。金翅雕速度极快，很快就飞离了昊天山脉。将近半日之后，昊天宗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山谷的上空。就是这里了，诸位做好准备。周长老的声音再次响起，随后金翅雕纷纷驾驭着风势向下飞去，落入那山谷之中。哼，诸位来得倒挺早。秦长老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山谷之中，除了早已搭建好的擂台和事先安排好的人员之外，已经有一个宗门到达了。我们药王宗当然要早点到，得多做准备，多占些名额。药王宗，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去，就看到数10个身着翠绿色长袍的身影，为首之人面容严肃，浑身散发的气息和几位长老一样，都是5皇层次。药老鬼，真是许久不见啊！周长老开口说道。的确是许久不见，不知道你们昊天宗今天带来了多少人才？话音刚落，周长老等昊天宗长老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在近期的几次争夺中，昊天宗每次能占据的名额越来越少。就在50年前，昊天宗在30个名额之中，仅仅占据了4个，连1/10都不到啊！药离顿时大笑一声，说道：“我听说你们昊天宗准备了不少，那个叫百里清的小子，不是有机会争夺一个名额吗？哼，天生雷灵脉，大武师巅峰的修为，只可惜啊，今年遇上我们药王宗了。”周长老脸色铁青，说道：“除了这小子之外，自然还有其他的天才。百里清可不是昊天宗大武师里最强的，之前的大比，可是有人正面击败了他。谁？”药离脸上露出一丝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一位3品炼丹师。3品炼丹师？药离微微一愣，脑海里开始回想昊天宗的几位炼丹师。没错，年仅16岁就拥有3品炼丹师的能力，
还有大武师的修为，不知道你们门下有没有比他更强的？那可不一定。随着昊天宗、药王宗2队人马的到达，其余2大宗门也各自抵达。长生道宗、玉华剑宗，周长老打量着那些被带来的年轻弟子，脸色微微一变。大武师当中几乎没有低于8重天的，而武灵层次的年轻一辈，大多也都有着5重天以上的修为。和这3大宗门相比，昊天宗带来的众多年轻一辈就显得有些逊色了。随着4大宗门全部汇聚，几位高层出现在山谷上空，宣布此次的规则：今日阳谷之行，我们4大宗门在此设置擂台，用以比较排名，获得前30名的人将有易经洗髓、觉醒神通的机会。规矩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诸位按照自身的修为上前抽签。阳谷之中被4大宗门提前摆放了16个擂台，分别用于大武师、武灵2个层次之间的比试，希望一开始不要抽到厉害的对手。陆枫走上前去，从一位长老手里抽取了一个木牌，甲2。陆枫微微挑眉，他要参加第1轮甲擂台的第1场擂台战。没过多久，一道响彻整个阳谷的声音响起：甲擂台第1场决斗开始，速速上台，否则视作放弃。开始了。陆枫心中一动，立刻登上了擂台。此时其他擂台皆已展开了激烈的拼杀，然而陆枫所在的甲擂台却另有一番景象。陆枫的对手是一名身着绿袍、手持银色长剑、模样颇为俊朗的药王宗弟子，其修为已然达到大武师8重天的境界。那人瞧了陆枫一眼，便不屑地冷笑起来：大武师5重天，小子，你还是识趣点下去吧，我可比你高出好几个小境界呢。旁人看到甲号擂台上的这一幕，顿时议论声四起：这昊天宗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个5重天上来？是啊，小子，你赶快下台吧，别耽搁我陈师兄的时间。5重天挑战8重天，这简直是自不量力。之前那位身着绿袍的要离看了周长老和秦长老一眼，说道：要不这小子赶紧退下来吧，可别被打伤了。退下来？没这个必要。周长老冷冷一笑，这些外宗之人并不知晓，他可是清楚陆枫的实力，陆枫绝非普通同阶之人可比，死要面子活受罪。药离咂了咂嘴，那小子要是被轰下台，可就丢人丢大了。周长老回应道：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是谁最后丢人。擂台之上，听到众人的话语，陈令一脸得意地看向陆枫，开口道：小子，你听到了吧？可别让我浪费真元。放心，我不会浪费真元的。陆枫面色平静，稳稳地站在陈令面前。好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陈令冷哼了一声，他为了这场比试准备了许久，修为更是比对方高出整整3个小境界，这对他而言简直是稳操胜券，怎么可能会输呢？擂台比试开始，随着这一声令下，陈令当即就要发动攻击，可就在这一瞬间，他眼前突然一花，原本远在10余丈外的陆枫竟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好快，在他的视线中，那拳头迅速放大，陈令的瞳孔急剧收缩。当，几乎是出于本能，陈令手中长剑抬起，一股凛冽的寒意爆发而出，横在了自己面前。紧接着，陆枫的右拳轰在了长剑之上，半步崩拳，轰！一股惊人的力量猛然爆发，全部倾泻在陈令的身上。几乎是刹那间，陈令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差一点就被轰出擂台。就在他勉强稳住身形之时，陆枫又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散！陈令身上的袖袍一抖，大片大片的青色雾气以他为中心向四周弥漫开来。毒雾！陆枫立刻察觉到了危险，于是当即向后退去。嘿，没想到你这小子速度这么快，差点就着了道。陈令擦了擦嘴角流出的鲜血，脸色十分难看。他刚刚差点就被直接轰出擂台了，幸亏身上早有准备毒物，否则刚才他就败了。要知道，药王宗除了炼制丹药之外，同样擅长制毒。小子，你再想偷袭我，那是不可能的了。陈令当即厉声说道：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只是你连我的动作都看不清，这能算偷袭？陆枫抬手一招，火云剑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早在刚才那一瞬间，他也试探出了对方的实力，还不值得他动用宝兵，动用兵器。哼，你以为这样就能弥补境界的差距？陆枫没有回应，手中紧紧握着火云剑，一步跨出，瞬间横跨了5、6丈的距离。而就在这一刻，他手中的剑光涌动，化作一道红霞斩了出去。玄阶下品武技赤焰斩。这2个月来，他不仅在修炼风遁术提升修为，还去藏经阁用贡献兑换了一本玄阶下品武技。只见他一剑斩出，无数剑气直接斩向那青绿色的雾气。轰！烈火熊熊燃烧，瞬间就在陆枫面前破开了一条道路。这一次我已经有准备了，你还想占便宜吗？陈令低声怒吼，身上顿时浮现出翠绿色的真元，手中长剑也凝聚出寸寸冰晶，不自量力。枪！双剑相交，一阵极其刺耳的剑鸣之声响起，两人瞬间出手，2道剑光相互交织缠绕，仅仅10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连续碰撞了数十次之多。就算你速度比较快，我也能用真元压制你。陈令顿时咬紧牙关，向前迈出一步，向前一压，想要凭借自身境界强行把陆枫压回去。然而就在下一刻，他的脸色突然变了，因为他预想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他不仅没能用真元压制住对方，反而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力量，如同蛮牛一般朝着他冲撞而来。下一刻，
陈令直接被横着向后退去，两脚插入擂台之中，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没能止住后退的趋势。就这点本事，也想和我决裂？陈令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虎口剧痛无比，手中的长剑也被震得掉到了擂台之下。怎么可能？这小子的修为明明比我低！砰！就在他惊愕之时，陆枫的一拳轰在了他的胸口。噗！陈令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浑身颤抖，随后身体就像离弦之箭一般飞了出去。扑腾！在众目睽睽之下，陈令被一拳从擂台上轰了下来，狼狈地摔落在地。怎么可能？你一定是用了什么秘术！陈令挣扎着站起身来，捂着胸口，满脸狰狞地看着陆枫。他竟然输了，输给了一个大武师武重天的小子。陆枫站在擂台边缘，居高临下地看着陈令，嘲讽地说道：“自己不行就别找那么多理由。你看，我说了不会浪费真元的吧？”说完，陆枫转身就走，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个手下败将。在远处的几位长老之中，药离的脸色突然变得僵硬，满脸都是不敢置信的神色。这怎么可能？陈令居然输了！陈令虽然不是药王宗弟子中最强的那一批，但他的实力相较于其他宗门来说，也是处于中上等水平的。哼，我早就说过，没那个必要了。周长老冷笑一声，说道：“药兄，这位就是那个击败了百里清的小子，击败百里清的就是他。当然，而且他在2个月之前只有大武师2重天的修为。什么？骗你有什么用？”周长老悠然自得地坐着，心中顿时涌起几分得意。陆枫走下擂台，耳旁顿时响起一道传音：“你小子不错呀，真是给老夫我长脸了。”陆枫转头望去，便看到周长老正轻抚胡须，笑呵呵地看着他。侥幸，侥幸而已，距离你下一场还有些时间，可以去看看其他擂台。陆枫轻轻点头，随后走向50层次的擂台。对于他来说，大武师级别的战斗没什么好看，不如去看看50层次的战局，而后者的擂台要远远大于前者。陆枫抵达之时，50层次的擂台此时正大战不休，没有一处分出胜负。李坤师兄倒是顺利压制了对手。只见擂台之上，李坤的对手仅仅只有505重天，而他则是7重天的修为，实力真元都要远远强于对方。撼天掌！李坤双掌之中真元凝聚，重重叠叠的掌影瞬间堵住了对手四方去路。砰！那50层次的对手叫苦不迭，只能勉强支撑，一旦真元耗尽，恐怕就是败亡当场。看来很快李坤便能获胜。陆枫若有所思，转头四望，诧异地发现此时陆康也在对敌。看到擂台上的景象，陆枫甚至忍不住笑出声来。对手同样是505重天，而相比李坤，陆康仅仅只有3重天的水平，此时被对手苦苦的压制。也是，陆康的年纪顶多也就是比我大个7、8岁，而李坤将近30余岁，他来的不是时候。而此时此刻，在擂台上的陆康感受到了陆枫到来，可当听到了嘲笑声，心中顿时有些失衡。小畜生，竟敢嘲笑我！而就是这么一瞬间的思绪，却被对手抓住了机会。我已经看见了你的破绽，去！那5重天的对手低喝一声，手中长剑瞬间斩下。不好！陆康脸色骤然大变，在没来及的情况下，硬生生被斩中了胸口。噗！胸口鲜血炸开，还下一刻，陆康出现在擂台之外。秦长老抬手摁住了他的肩膀。师父，我……陆康脸色难看至极，他输了，没有资格去争取稀髓，都是那个小畜生。若是他不干扰我……陆康脸色顿时涨红。够了，你还嫌不够丢人吗？秦长老脸色阴沉，他这唯一的徒儿竟然连第1轮都没成，就直接被淘汰了。5年前我早就说过，你能压制境界，卡在大武士巅峰，你今日不仅能获得天赋神通，还能阻挡那个小子。师父！陆康低下头，死死地咬着牙。而就在这对师徒远离这擂台时，一道绿袍身影忽然出现在了2人面前。2位，还请留步。药离，你拦住老夫做什么？秦长老眉头一皱，便看到药王宗长老药离拦在他们面前。秦兄，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想来和你们打听一个消息。药离拱了拱手，开口说道：“消息？哼，我又岂能把昊天宗的事告诉你？”秦长老冷笑了一声，知道药离找他无非就是打听年轻一辈。那如果是那个叫陆枫的小子呢？什么？当说到陆枫，秦长老、陆康脸色都是一变。你问那个小畜生做什么？那小子实力远远不止大武师5重天，而且也不具备什么天赋血脉，难道你们不奇怪吗？药离盯着远处的陆枫，皱起眉头。在修行界，凡是能越级而战，都有着不凡之处。然而他刚刚观望战场，根本看不清陆枫身上有什么底牌。那个小子，如果药离打听的是其他昊天宗弟子，绝对不会开口，但偏偏是陆枫。秦长老毫不犹豫将自己所知的事情说了一遍。2重天胜过百里清，年纪轻轻3品炼丹师。药离忍不住深吸了一口凉气。而就在此时，大武师擂台的第2轮战斗开始，甲2对丁3。那声音自然瞒不过药离，却骤然扭头，因为丁3同样是药王宗的弟子，也是他的弟子。擂台之上，陆枫拔出了腰间火云剑，望向远处那药王宗弟子：“阁下，就是你胜了我药王宗的陈师弟？”“没错，你是下一个。”好大的口气！那药王宗弟子张寿低笑一声，手中忽然出现一柄长刀，大武师9重天的气息显露而出。金光斩！张寿手握长刀，
猛地向着陆枫斩出了一刀。嗡的一声，金光绽放，一道7、8丈璀璨刀芒骤然挥出，仿佛要把陆枫直接力劈当场。望见了这一击，周围观战的众人心中惊骇，好生厉害的一击，恐怕是一些满境界的高手，怕是也没法挡住，恐怕也是刻意压制修为，就为了一鸣惊人。对面那小子危急了，听到这些话而已。陆枫讥笑了一声，就凭这些不够呀！陆枫手腕一转，火云剑自下而上，便是一记举火燎天，轰！炽烈的火光瞬间腾起，只是一瞬就轰碎了那一道金芒。随后陆枫一个闪身，跨越了4、5丈的距离，直奔着那张寿而来，速度之快几乎让张寿没法捕捉。张寿的脸色骤然巨变，手中长刀不断挥舞，甚至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刀光之网。可就在他挥刀抵挡之时，陆枫手中长剑仿佛早有所料一般，直接点向了网络之中一个薄弱的小点。砰！下一刻，那些刀光就如同玻璃一般瞬间破碎。怎么可能？他看清了我的路数。此时此刻，他刀术已破，已经是没法阻。就在他以为长剑要捅穿自己时，胸口突然一阵剧痛，砰！张寿整个人倒飞而出，重重的跌落在地，胸口上还留着一个鞋印。你应该庆幸这是在擂台上，所以我不会杀你。陆枫说罢，转身下台离开此处。你！张寿艰难地从地上爬起身来，而就在此时，他忽然望到了自家师傅药离。师傅，我败了。哼！药离冷冷瞥了一眼陆枫，带着自家徒弟离开了此处。而片刻之后，此处第2轮的擂台战也逐渐分出结果，3轮的擂台战名单自然也就落到药离手中。第3名，刘广胜对决赵飞，齐云对决郑海河。目光转动之间，药离眸光骤然被名单上的一行字所吸引：陆枫对决方九哥。当看到这一行字，药离眼中忽然流露出几分喜色。这方九哥他知道，同样乃是药王宗的弟子。方九哥3年之前入门，身怀木兽灵脉，先天不凡，现在同样是大武师圆满境界。为了争取这次机会，压制了2年的修为。比起真实实力，方九哥绝对要比百里清要强上不少，毕竟多修了2年，底蕴更加深厚。就是能弄死这个小子，他昊天宗便少了一个天才。药离心中一动，便立刻找到了秦长老。药离，你又来找老夫做什么？嘿，和你谈一桩生意，如何？什么生意？莫非又有什么丹药？秦长老略有些疑惑。刚才听你所说，小子貌似是你徒儿的仇人，得罪过你对吧？那是当然。一说起陆枫，秦长老的脸色微变。先是本来要收入门下的2徒弟被废了，大徒弟更是被牵连进入冰火崖中苦熬了3个月。那小子待会的对手是方九哥，是他。一听到这3个字，秦长老微微一愣，脸庞上流露出几分喜色。没错，是我药王宗的方九哥。药离轻轻点头，脸庞上露出几分狠色。不如这样，我待会儿把他姓周的引走，随后让方九哥下死手。擂台之上有死有生也是正常，只要你故意晚了一步，到时候这小子就算死在擂台上，也没人替他伸冤。秦长老心中一动，猛然觉得似乎是个好主意。他身为长老，却没法光明正大的弄死陆枫，况且旁边还有一个姓周的看着。可如果他死在擂台上，那可就与我没关系了。老夫，我只是晚了一步。心中思虑了许久，秦长老露出笑容，猛地一点头：好，此事我答应了。待会儿你可要负责引走那周老鬼，不过是引开那个周老鬼罢了，小事一桩。而在另外一处，周长老拿着一纸名单，长叹了一声：也不知道你小子是不是和药王宗犯冲，面前的2个药王宗弟子，现在又来了一个。听长老你的话，我下局的对手似乎是个碴子。当然，你下局的对手是方九哥，和百里清一样天生特殊血脉，大武师圆满境界，实力深不可测，而且还擅长用毒和木属性功法。就只有这些情报。陆枫眉头一皱，自然方九哥前2轮很轻易的碾压了对手，你小子碰上他，当真是倒霉。倒不倒霉，打上一场就知道了。陆枫平静一笑，他的实力距离2个月前已经有极大的飞跃，若再让他和百里清战上一场，就已经不需要硬碰硬，立刻分出胜负。你倒是有志气，可要小心了。周长老笑骂了一声：放心。而就在此时，第3轮擂台战开始，一道声音响彻此地：甲2对丙6来了。陆枫当即开口一声，随即跳上擂台，却发现自己的那位对手还未抵达。那就在此时，浓郁的香气自远方蔓延而来，下一刻，一道青衣身影自远处腾空而来，那身影在空中挪移偏转，显得极为不凡，随后便稳稳地落在地上。你就是拜了我2位师弟的陆枫？不错，你就是方九哥。陆枫眉头一挑，他还没见过这么骚包的人，既然识得我的名字，不算是没见识。那方九哥眼眸微眯，上下打量陆枫一眼。我知道你实力不是寻常5重天，所以待会施展全力。如果你不敢的话，还是立刻滚下台，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全力！陆枫嗤笑，抬起高高举起右手，前方一招，来，我就在这里，你有本事就来啊！蠢货！方九哥冷笑了一声，心想，既然已经警告过了，那待会儿拳脚无情就怪不得他了。而就在此时，正在不远处观战的周长老眉头一皱，望向了药离：你来找我做什么？要与你商量一场生意，不知道
你对长生换血丹有没有兴趣？长生换血丹，一听到这个名字，周长老脸色大变，开口说道：你们药王宗又练出来一批了，不错，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药离神情微妙，似乎已经吃定了周长老。长生换血丹，一种赫赫有名的6品丹药，能极大程度的提升武皇的修为，而即使是药王宗自身，每隔10年只能炼出2、3炉。有没有兴趣？若真的有，老夫无论如何也要买下一粒。好，我们商谈一番。周长老神色微变，再想起除自己、秦长老外，还有其他长老，索性就点点头。而就在此时，擂台上的双方已然要开始。第3轮擂台战开始，几乎是话音落下的一瞬间，陆枫、方九哥两人同时出手，就仿佛是早有预料过一样。陆枫手掌微转，挡住了轰向自己小腹的一拳。与此同时，陆枫借着反击之力，猛地踢出一记鞭腿，砰砰，低沉的碰撞声响，两人迅速分离。陆枫甩手掌，好沉的拳头呀！哼！方九哥冷冷地看着陆枫，没想到呀，在肉身上，你竟然能与我比肩，不是比肩，是超越。陆枫咧嘴一笑，狂妄！方九哥脸上露出一丝怒容，右手向前一抓，一柄青碧色的长刀忽然在他手中浮现。刚一望到那把长刀，陆枫眉头微挑，感受到了些许不妙。宝兵，那绝对是一把宝兵。而就在这时，就是那把长刀在空中滑动，丝丝缕缕的绿色雾气蔓延而出。有毒！不错，我这绿黄刀蕴藏奇毒，若只要你沾染一丝，恐怕小命就不保了。方九歌手提那一把绿黄刀，冷冷地看着陆枫。有问题？陆枫眼眸微眯，他隐约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杀意。莫非前面2个被我淘汰的和他关系很好？陆枫很清晰地感受眼前的方九哥，想要弄死他。准备好了吗？你可以去死。方九哥迈动脚步，只是瞬息之间便化作一道绿影飞跃而来。嗡！那把缭绕绿色雾气的绿黄刀并直接横斩而来，枪！但只是下一刻，绿黄刀就被陆枫手中的黑绝刀所挡住。然而方九哥眼神平静如常，似乎早就预料到陆枫同样会有一件宝兵。挡住的下一瞬，方九哥借势而转，一连再劈出9刀，9道绿色的刀光骤然袭来。陆枫眼眸略微露出些许凝，双手握刀，狂猛之击的姿态劈下。破浪刀法第一式狂澜，刹那之间，滔滔不绝的真元涌现而出，甚至连那绿色雾气也被无形之力压迫。枪！双刀在撞，噔噔噔噔，方九哥横刀于胸前，然而却被这一式狂澜正面轰中，整个人倒退而出，艰难至极的停住了退势。好浑厚的真元！方九哥瞳孔骤然收缩，方才那一刀，那也是被打得虎口生疼。而就在此时，陆枫提着黑绝刀一步步走来，你若是再不拿出真本事，这场游戏该结束了。找死！方九哥露出一丝不屑笑，而下一刻，不仅仅是他手中长刀，就连他的皮肤毛孔处也不断喷涌出绿色的雾气。陆枫看的也是眉头一挑，难不成这个姓方的其实是个毒人不成？你可知道木属性特殊体质的名字叫什么？方九哥身上杀意不再掩饰，露出森森白齿。我这体质名为那毒之体，我体内能够容纳万毒，同样能够将毒性释放而出。小子，知道你实力还不错，或许能撑过一时半会，但只要时间长了，那你就死定了。原来是这样。陆枫听到这话，顿时大笑了起来，随后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方九哥。如果你只有这样的话，那你就只有失败的结果。狂妄！方九哥冷笑了一声，你是在拖延时间吧？你什么意思？口不择言了吗？陆枫嗤笑了一声，开口说道：你现在在跟我聊这些，无非是想拖延时间，等毒性蔓延整个擂台，说的可有错？你被一口道破了目的。方九哥脸色微变，但又阴冷的开口：就算你知道了，那又如何？擂台6成地方已经有我的毒性残留，那又如何？就这点小毒性，以为能对我有用？陆枫发出一阵阵大笑，随后向前迈出步伐，直接冲入了那绿色毒雾之中。找死！方九哥眼中露出一丝狂喜，他竟然敢踏入我的毒气之中，撑不了一时半会，他就绝对会倒下。而与此同时，陆枫已然来袭。死！陆枫手中黑绝刀光芒大放，而这一刻，陆枫的气势就如同汪洋，如同巨浪。波浪刀法第3式乘风。陆枫此刻仿佛真的踏风而行，只是2、3个呼吸，便就已经来到方九哥面前。不可能这么快！方九哥脸色一变，但几乎是本能的挥出了手中绿黄刀。枪！双刀在中，陆枫咧嘴一笑，握住刀柄的双臂一条条青筋暴起，直接横压而下。砰！两人碰撞之间，方九哥脚下的擂台轰然向下坍塌。陆枫动作迅猛无比，一刀又一刀挥出，如同滔滔不绝的浪潮，漆黑的刀光几乎要将整个绿色雾气劈开。挡！方九哥绿黄刀不断挥出，艰难至极的抵挡。他的修为分明比对方高，但是力量和速度却明显要弱于对方，此时也只能苦苦支撑。只要撑下去，我就能获得胜利，然后宰了他。在开战之前，药离氏已经找过他了，只要方九哥能够将陆枫逼到绝境，随后杀了他，自然会得到一大笔赏赐，甚至于立刻能加入内门，成为几大亲传之一。随着两人不断交战，周围毒性越发浓郁，绿色雾气几乎将整个擂台全部覆盖。我看你还能支撑多久？1分1秒时间过去，
众多观战者都将目光投入。不得了了，小子顶着毒还能打这么久，姓陆的小子输定了，等到毒发，看他怎么办。方九哥只是一时狼狈，胜利还是人家。不少人扼腕叹息，若是擂台没有被阵法封锁，说不定陆枫就能够获得胜利。而就在双方交战之间，方九哥清晰地感受到陆枫身躯一颤，速度和力量都慢了一点。对，仅仅只是一点，这方九哥仍旧感受到了毒性爆发，他就撑不住了。方九哥顿时欣喜，然后他便感觉到陆枫的力量速度一点点衰弱。枪，又是一记双刀相撞，陆枫退后了几步，脸庞青紫，仿佛是憋了一口气般。呵呵，现在毒性发，你又怎能胜我？如何胜得了我了？方九哥此时脸上才露出胜券在握的神色。就在此时，你体内全部修为爆发，尽数灌入绿黄刀之中，速度与力量都提升到极致。他就是要用这一刀直接把陆枫断腰而斩，他要杀了陆枫。而此时此刻，毒性发作的陆枫似乎也没法抵抗。而几乎就在同时，场外另一位昊天宗长老豁然起身，便要出手援救。就在此时，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擂台赛还未结束，说不定那小子还有翻盘的机会。秦长老站在他旁，挡住了那长老援救的速度。仅仅是一瞬，方九哥手中的绿黄刀已经逼近了陆枫门，似乎下一刻就直接把陆枫一劈为二。而就在这紧要之时，陆枫脸庞忽然恢复如常，露出一个狰狞的笑。不对，当看到那个笑容，方九哥心中猛地一动，可已经来不及了。他手中的绿黄刀直接劈斩了下去，轰隆一声，擂台的地面上被轰出了一个大洞。陆枫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方九哥的背后。去哪儿了？方九哥看着那空空如也的前方，面上满是不敢置信。怎么可能？他不是已经毒发？速度怎么可能还这么快？刚刚那速度，他仅仅只看到了一团影子，甚至没法看清楚动作，就仿佛一阵清风拂过。而就在此时，方九哥背后忽然传来阴冷嗓音：“你在找我吗？”不对。方九哥骤然扭头，然而他刚一扭转，一记重拳便朝着他的脑袋挥砸而来。砰！这一拳用力之重，几乎瞬间就将方九哥护住脑袋的真元打爆。方九哥整个人倒飞而出，还未落地，陆枫便在一旁的空中出现。而下一刻，陆枫露出狰狞笑容，一掌拍了下去，去摁住方九哥的脑袋，就将他砸在地面上。砰！方九哥重重的摔砸在地上，脑袋一片嗡鸣，几乎没法做出决定。而就在此时，观战的众人瞬间都惊了。秦长老呆愣愣地站在空，方才陆枫幽灵一般的身法犹在眼前。片刻之后，他艰难地吐出了3个字：风遁术。没错，地阶下品身法风遁术。而与此同时，其余门派的长老也同样认出了这武技的名称——风遁术。踏风而行，所有人都没曾想到，一个小小的大武师竟然修成了风遁术。而此时擂台之上，方九哥站起身来，不敢置信地开口：“你不是已经中毒了吗？不可能，怎么可能？蠢货！我是个炼丹师，身上自然有解毒的丹药。”陆枫咧嘴一笑，况且他方才一直在利用风遁术，自己体表制造了一层流风，阻隔着绿色毒物。不得不说，你还是逼出了我的一些手段来，准备好淘汰了吗？陆枫话还没说完，一道漆黑的刀光已经破空而来。这一刀太快太急，方九哥连抵挡都来不及，这一刀便斩在了他胸口真元之上。轰！青碧色的真元瞬间漆黑色的刀芒撕碎，方九哥整个人倒飞而出，重重的摔砸在地。可就在他落地的，陆枫便又出现在他的身边。嘿，谁指使你来杀我？陆枫右脚一抬，猛地踩在了方九哥的胸口。而就是这么一踩，陆枫运用暗劲，方九哥的脸色骤然大变，他体内五脏六腑险些被击破。而就在此时，笼罩整个擂台的阵法结束，身披绿袍的药王宗长老忽然出现在两人面前。莫非真想杀了他不成？还不停手！好！陆枫冷冷地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方九哥，抬起脚来。而就在此时，胜负也已经分晓，甲号擂台上的胜者是甲2陆枫。与此同时，阵法散开，自有药王宗的人将这些毒气收了。陆枫瞥了一眼被带走的方九哥，随后慢慢抬起头来，望向上方那死死盯着他的秦长老。嘿，等会啊，我这条小命又多活了一天。陆枫招招手，露出灿烂的表情。他方才一直在装，就是想看看方九哥到底想做什么。直到他主动示弱，方九哥认为能一刀解决他，陆枫这才发现了秦长老的异动。如果我刚刚真的虚弱，或者没法躲开那一刀，恐怕就死在擂台上了。到时候他完全可以推脱到来，不急救援，我的冤都不知道去哪伸。陆枫眼眸寒彻，随后他便看到周长老、药离两人从远处御空而来，似乎是相谈甚欢。哎，这就打完了？药离看到擂台阵法敞开，陆枫站在不远处，方九哥却不见了踪迹，更是有些疑惑。而就在此时，耳旁响起一道声音：“你们药王宗的那个方九哥已经败了。”什么？方九哥败了？药离简直不敢置信，随后才发现是秦长老传音给他。而此时，周长老向着陆枫而来，这一场如何？自然是胜。陆枫平静开口。嘶！周长老吸了口凉气，原本他还以为要经过一番苦战，却没想到陆枫身上连多少伤痕都没有，这小子这就赢了。而就在此时，另外一位昊天宗长老降临此处，开口传音。周长老听得瞠目结舌，
惊诧开口：“风遁术，你学会了风遁术？”他曾经在藏经阁看到了风遁术，也想要修行，但是他无论如何办法都没办法领悟其中奥妙，更加不可能弄来万年灵草改造身躯。莫非小子有什么特殊风属性体质，又或者是对风之法则有别样领悟？周长老吞了吞口水：“长老，我暂且先去休息了。”好。周长老连连点头，在他看来，陆枫已经能稳稳拿下一个洗髓的名额。陆枫来到一旁坐下，恢复方才消耗的真元。而随着时间推移，第3轮擂台战就很快结束。而在第4轮之间，给了一定时间作为休息。将近1个时辰后，陆枫再次跳上擂台，不过这一次他的对手就不是药王宗门人，而是玉华剑宗一个穿着白衣的小姑娘。陆枫正准备速战速决，可擂台战刚一开始，小姑娘便主动放弃，直接自己朝擂台下跳了下去。我有那么可怕吗？陆枫挠了挠左脸，忍不住笑出声来。随着裁判宣布结果，陆枫就也走下擂台。而等到这4次擂台战全胜，陆枫就已经有资格一经洗髓。此次的擂台战道是没有其他奖励，毕竟只要能够顺利一经洗髓，获得天赋神通，那就已经是最大的好处。轻松比完第4场，陆枫悠然坐回昊天宗的位置，而他也是全场第一个完成4连胜。剩下的战斗陆枫并不关心，不过或许是他之前一连干掉了3个狠茬子，气势打出去了。昊天宗这次有资格一经洗髓的足足有8人，比上次翻了一番，这倒是让周长老笑得合不拢嘴。只要这8人中有2-3个能觉醒天赋神通，那未来的修行之路必然一片顺畅。百里清便是8个之一，陆枫倒并不是太意外。而经过整整1日的擂台，大武士境界和武灵境界足足30人已经确定。几位，擂台战已经结束，明日我等就将合力打开宝地，让尔等获得机缘。这几位长老宣布之后，众人心态各不相同。所谓的擂台赛仅仅只是个开胃菜罢了，真正重要的一直都是阳谷宝地里的东西。而昊天宗带队的众人却显得欢欣鼓舞。之前好几次昊天宗最多也就获得3-4个名额，可今年竟然足足有8个，这几乎占了30%的名额。今年昊天宗可真是收获满满呢。药离的神色十分难看，这不是承蒙药兄之前的吉言？周长老呵呵一笑，哼，就这一次而已，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药离甩袖离开，看着药王宗长老离去，周长老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随后看向陆枫：“小子，看起来他们是想要杀你。”商议完事情，返回擂台之后，周长老怎么可能察觉不到药离秦长老的谋划呢？可惜那个姓方的实力不够。陆枫咧嘴一笑，说道：“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长老，宝地里到底有什么呀？你倒是心胸宽广。”“不是宽广，只是现在还没有机会报复回去。”陆枫随口笑道。药离和那长老都对他下了杀手，只是他现在修为不够，要知道他可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不错，周长老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说道：“这事暂且不提，你刚入门不久，我来给你讲讲这宝地里的东西。这阳谷之所以是宝地，是因为这里有一株神药。”神药？陆枫微微一愣，问道：“既然是神药，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为什么不直接采走？”因为这阳谷的地方特殊，它连接着地脉，能够涌出煞气，神药只能在这里生长。原来如此，陆枫心中明白过来，问道：“这是什么神药呢？”万华玉露草。周长老说到这里，脸上满是严肃之色。万华玉露草50年才产1滴露水，1滴露水就能让人一经洗髓，还有几率觉醒天赋神通，总共能产30滴。原来如此，陆枫心中恍然。不过可惜，再来个2-3次，这个宝地可能就不存在了。为什么？陆枫顿时好奇起来。万华玉露草总共只有1000年寿命，我们推算它已经生长了850年，最多再过2次，这株神药就会彻底枯死。不过当万华玉露草枯死的时候，会产生1滴万华仙漏。说到这儿，周长老脸上露出几分渴望之色。哪怕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这也是极为珍贵的东西，有几率帮助人觉醒大神通。嘶！陆枫突然深吸了一口凉气。在修行界里，天赋神通分为大神通和小神通，后者种类多样。陆枫的风遁术、百里青雷灵脉、方九哥的那毒之体等一些小神通都能有类似的效果。前者威力极强，一旦修炼到大成境界，就有着改天换地的巨大效果，能让人凭空领悟一些法则。只可惜150年后，老夫也未必能活着。周长老摇摇头，嘱咐道：“你先去休息，3日之后，4宗联手带你们进入宝地。”是。陆枫轻轻点头，却已经开始思考起来。1000年的万华玉露草，他也很感兴趣。不过到时候取露水，肯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没有办法找到单独接触的机会。陆枫叹了口气，但也不太在意。不能强求的事情，他也不会勉强。就这样，3天时间很快过去。陆枫和其他29位获胜者都已经恢复到最佳状态，准备踏入阳谷之中。诸位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周长老看了一眼其他3大宗门的长老，说道：“早就该打开了。”长生道宗此次前来的长老是一位身披蓝白道袍的老道士，随即4位长老同时出手，联手打开阳谷，雄浑无比的真元汹涌而出，注入此地。陆枫挑起眉头，感觉这里似乎隐隐约约有了变化，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的遮掩被去除了。眼前的景象焕然一新，一条通往山谷深处的道路出现了。你们要跟紧了，别迷失在阵法里。周长老叮嘱了一声，带着众人向前走去。
30来人在一条不算狭窄的道路上行走，陆枫打量着周围，发现周围笼罩着品质极高的遮掩迷幻阵法。走了将近1刻钟后，前方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一股极其浓郁的天地精气涌了出来。陆枫顿时精神一振，只见远处山谷深处生长着一株半米多高，有着10来片叶片，晶莹剔透，仿佛仙雾的草药。在那一片片叶片上各有2、3滴露水。陆枫一眼看过去，大概有30滴。到达这里后，4位长老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按照弟子数量各自拿取露水。周长老取了8滴，过来吧，1人1滴。陆枫走上前去，抬手取了1滴，只见那露水晶莹剔透，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灵气。你们各自服下吧，这东西药效温和，要将近1个月才能完全消化。陆枫听着周长老的话，直接一口吞服下去。顿时陆枫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融入了肉身之中，这就是一精洗髓的感觉吗？陆枫的肉身此时微微颤抖，似乎正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等到在场所有优胜者都取完露水，几位长老不想在这里多停留，正打算带人离开，可突然之间脚下的大地摇晃了起来，轰隆隆，这震动幅度很大，差点让正在体会肉身变化的陆枫摔倒。发生了什么？陆枫心中一颤，猛地抬头望天，只见天空大片大片的黑色雾气俯冲而下，像陨星一样朝着这里砸来。轰！下一刻，无数的雾气被这里的阵法挡住，暂时难以冲进来。该死！阴罗宗，怎么会是他们？这下不好了！几位长老脸色都变了，然后看到黑色雾气消散，出现了一位身披兽皮、身材极为高大的中年男子。男子朝着阵中的众人咧嘴一笑，随后气息暴涨，猛地一拳轰击在阵法之上。咔！一拳落下，一条条细密的裂缝在阵法上蔓延开来。有敌人来袭！周长老、药理以及另外2宗的长老脸色皆是一变，他们妄图趁此机会夺走万华玉露草，如今不能在此逗留，外面还有不少弟子在等候。出手去抵挡他们，并未有太多慌乱。这4位长老心思一转，便有了计较。你们就待在阵法里，莫要乱动，等我们击退敌人，即刻返回宗门。周长老叮嘱一声，便与其他3位长老离开此处，前往上空迎敌。而下一瞬，外界传来阵阵轰鸣，即便被护在阵法之中，陆枫等人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这便是武皇级别的战斗吗？陆枫凝视着外面蔓延开来的战场，心中大为震动。只见除了先前那周身缭绕着无数雾气的男子之外，还有5、6位气息各异却同样强大的存在。完了完了，不只是阴罗宗，还有血魔宗，4大魔宗一同前来，定是早有预谋。没关系，只要没有5宗级别的高手降临，应该就能抵挡得住。阵法之中，众人皆已慌乱起来。要知道外面可都是武皇，一旦袭击者获胜，他们这些在阵法中的人顶多也就是武灵级别，根本毫无反抗之力。陆枫相较众人，神色颇为平静，他知晓自己无能为力，不如平心静气。至于来袭的门派，阴罗宗、血魔宗等都是附近与昊天宗4宗结有仇怨的大派，他之前还斩杀过阴罗宗宗主之子。陆枫勉强压制住思绪，就在此时，他察觉到了些许异样。不对，空气中似乎有些东西。陆枫所修的不朽天宫最擅长吞噬其他事物，在他还是武师的时候，就能生啃灵药，硬吞妖丹。此刻，他感觉体内似乎多了些无形之物，隐约在侵蚀着自己的肉身。有毒！陆枫瞳孔一缩，立刻屏住呼吸，施展风遁术，在身体周围凝聚出一股流风。就在这时，在场的弟子中有人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噗！怎么回事？你怎么吐血了？我浑身使不上劲，有人下毒！几乎刹那间，在场众人的目光便投向了其中4名药王宗弟子。你们看我做什么？又不是我下的毒！在场众人哪肯听他们辩解，直接出手。都已经中毒了，计较这些也无济于事，不如先擒下这4人。那一刻，数位武灵率先出手，数股强大的真元相互碰撞。陆枫倒退数步，落在远处。与此同时，他又往嘴里塞了几粒解毒丹。幸亏我耐力够强，中毒不深。陆枫体内的真元开始驱除并压制毒性，而其他大武师就没他这么幸运了，不少人直接倒地，陷入昏迷。与陆枫交过手的百里清更是半跪在地，只能勉强支撑。几乎片刻之间，在场的几位大武师都已支撑不住，倒地昏迷不醒。而就在此时，其中一名正在抵抗的药王宗弟子抬手一挥，无数血光鬼气汹涌而出。血光鬼气刚一出现，便遮蔽了此地的动静，不让外界察觉。哈，都已经中毒了，又能拿我们怎样？要不是的做到无影无形，选用药性不强的迷药，早就把你们都弄死了。来啊，在毒发之前就杀了你们！陆枫此时也趴在地上，现场中的武灵已经混战成一团，而现在正在配合毒物杀人的，不仅有药王宗的弟子，还有其他宗门的奸细，这是早就被渗透进来的人手。陆枫心中一动，他如今就算全力施展，也只能对付501、2重天的对手。眼前之人个个都在5重天以上，绝不是他的对手。此时此刻，场上双方开始拼命厮杀。虽说昊天宗、药王宗、长生道宗等4宗的武灵在人数上占优，奈何身中剧毒，想要解决对方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全力拼杀之下，不断有人倒下。陆枫倒在地上装死，利用不朽天宫，甚至用牙齿吞噬体内的毒性。将近2刻钟后，
众多武林层次的战斗才宣告结束。地面上横七竖八的到了20来人，而唯一还站在原地的是一名身着药王宗绿色衣袍、全身沾满血鬼之气的中年男子。呵呵，还不是让我们赢了？那中年男子阴森冷笑，看了一眼倒地的众人，忍不住舔了舔嘴唇。这里都是个大宗门的年轻精锐，如果能把他们都杀了，用来血祭练功，我的修为必定能突飞猛进。但片刻之后，他又摇了摇头，看向了万华玉露草。不能浪费时间，先把那株神草采了。那中年男子手掌一翻，一个血色小瓶子出现在手中。有了这碗灵血水浇灌，万华玉露草应该能提早凝聚出万华仙漏。喃喃自语间，这中年男子神色严肃。万灵血水乃是用上万条人命，再配合修行者以及众多要素才凝聚而成的血水，即便是几大宗门合力，也难以炼制出更多。这中年男子忍着伤势，朝着万华玉露草走去，正要有所动作。就在这时，似乎有隐约的风声传来。风声？那中年男子心中一动，几乎是本能的扭头望去。下一刻，一道人影映入他的眼帘。陆枫，你怎么会？中年男子话还未说完，一柄漆黑色的长刀横斩而来。黑绝刀，破浪刀法第一击，狂澜。陆枫一出手，便是10成真元爆发而出。不好！中年男子脸色难看到极点，手中的万灵血水消失不见，想要躲开这一刀，然而他根本来不及。陆枫此时风遁术全力施展，就算是寻常武林强者，也绝对没有他快。嗡！长刀破空斩来，中年男子躲避不及，胸口顿时被破开一道深可见骨的裂口，无数血水从胸口涌出，滴答滴答的落下，在真元的作用下汇聚成3个血骷髅。那3个血骷髅大嘴一张，强行咬住了黑绝刀。下一刻，那3个血骷髅瞬间炸开，被陆枫一刀斩碎。而此时此刻，中年男子已经拉开距离，脸色极为难看。你怎么还站着？陆枫冷冷地注视着对方，脚步急行，手中的黑绝刀在地上拖行着，随后猛地向上一斩。嗡！破浪刀法的第3式破浪，一道道刀芒宛如化作汹涌浪潮，朝着那中年男子席卷而去。小子！中年男子面色阴沉，手中也出现了一把看似由绿竹打造而成的木剑，这同样是一件宝兵。刹那间，那把木剑向前一点，剑光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层层叠叠的剑光朝着刀芒斩去。2股力量相互碰撞，中年男子似乎稍稍占据上风。然而，就在他想要出手打破僵局之时，却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身上原本的伤口也尽数崩裂。原来他在之前的激战中就已身负不轻的伤势，刚刚又被陆枫偷袭斩了一刀，伤势愈发严重，此刻已是强弩之末。机会！陆枫瞳孔一缩，左掌之中出现了一把布满裂缝的长剑，这也是一件宝兵，正是他当日从孙光蕊手中得到的残缺宝兵碎骨剑。这不是孙师兄的宝兵吗？看到陆枫手中布满裂痕的宝兵，中年男子脸色骤变，似乎认出了他的来历。你竟然杀了孙师兄！昊天鼎的传承印记在你身上，你知道了又能怎样？陆枫左剑右刀，踏步向前，在无数真元涌动之下，他左掌中的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瞬间破空斩出。玄阶武技赤焰斩，在2件宝兵的加持下，陆枫冲破了中年男子的防守，黑绝刀脱手而出，如同一道流光般穿透中年男子的胸口，定在了一旁的山崖之上。中年男子还想开口，身躯却被黑绝刀所蕴含的真元震碎。终于死了！陆枫松了口气，上前拔下黑绝刀。与此同时，他左手握着的那把长剑也彻底破碎。没关系，与这把残破的宝兵相比，现在的收获才更为可观。陆枫呼出一口气，抬头望天，这阵法之中弥漫着浓郁的煞气，正在交战的长老和强者们根本不知晓这里发生的事情。机会，绝佳的机会！陆枫深吸一口气，向前迈出一步，来到那万华玉露草跟前。没错，此时此刻，陆枫要赌上一把，他要在这混乱之中催熟万华玉露草，也就是德州长老口中的万华仙漏，那可是一种大神通。我刚刚真元消耗不多，还剩下将近9成以上，足够了。陆枫深吸一口气，握住天星玉佩，将自身的真元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下一刻，那微微低垂着的万华玉露草轻轻一颤，仿佛时间在此刻加快了流速。隐隐约约之间，这万华玉露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一根又一根枝芽，一种难以言喻的香气散发出来。10年、30年、50年，陆枫体内的真元飞速消逝，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他立刻取出几枚补气的丹药和原石，一边补充自身，一边催熟着万华玉露草。将近半刻钟之后，陆枫体内的真元彻底耗尽。与此同时，他终于将眼前的万华玉露草催生了150年。在此期间，万华玉露草生出了将近60滴露水，而当到达150年时，露水又被吮吸了回去。紧接着，整株万华玉露草一点点地枯萎下去，一滴缭绕着灿金色光芒，散发着难言香气的露滴从草木中渗出。万华仙漏！陆枫的瞳孔骤然收缩，想也不想，直接将那一滴露水塞进嘴里。刚一入口，陆枫便感觉到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眼前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些无形之物。还好，药性很温和，没有太大问题。陆枫深呼一口气，大口的将毒性吞入腹中。他之前一直有所防备，
所以毒性还未扎根就被他驱除。不过现在陆枫必须要多吸入几口毒气，否则大家都毒发昏迷，就他一人没事，必然会引人怀疑。陆枫看了一眼中年男子的尸体，却没有任何动作。那储物袋不好拿，还是放在那儿吧。陆枫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也就不再在意其他。陆枫摇摇晃晃地离开，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倒下，同样陷入昏迷。而在他昏迷之后，阵法之外的大战依旧尚未结束。又过了数刻钟之后，外面的动静才渐渐消失，最后大阵被打开。周长老、药离等武皇匆忙赶入，众人看到里面的情况，脸色顿时一变。该死，这下真是损失惨重，整整死了8个人啊！空气中有毒，难道有潜伏在我药王宗的奸细？等等，万华玉露草怎么枯死了？这些长老刚一进来，就仿佛天要塌了一般。要知道，在场的弟子都是宗门的精锐，年轻一代的翘楚一下子死了8个，可谓是元气大伤。而且更让他们惊恐的是，万华玉露草竟然枯死了！给我搜，把他们的储物袋都搜一遍。周长老当即下令，几宗的长老各自搜查昏迷弟子的储物袋。陆枫除了丹药比别人多一些之外，没有其他问题，于是被周长老等人放了过去。最后几位长老找到了那中年男子的储物袋，并在其中发现了那瓶万灵血水。哦，算计，原来目的是这万华玉露草，恐怕已经被他们得手了。就在几位长老脸色难看之际，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此处。望见那身影，周长老连忙起身行礼，见过太上长老。那是一位身披红袍的老者，气息浑厚无比，显然已经超越了武皇层次，达到了武宗的境界。这正是昊天宗的那位太上长老甘明。老者扫视一眼，冷笑一声，开口道：“看来已经被他们得手了，先撤离此地，莫要多留。”是。几位长老纷纷点头，各自带着自家弟子离开。而在阳谷宝地100里之外，无数血色雾气凝聚，随后化作了一道身影。那是一位身披黑袍、五官深邃、脸庞苍白的男子，他的气息和甘明几乎不相上下。宗主，咱们几宗安排的奸细都死了，恐怕是无法取得那宝物了。无法取得就算了。这位黑袍男子正是现任阴罗宗宗主孙岸，还请宗主责罚。背后的手下连忙跪下，颤抖着说道：“责罚。”孙岸冷冷一笑，抬手间，掌中血光煞气翻涌，刹那间便将身后那名手下的身躯撕扯得粉碎，而后一口吞没。啊！一阵凄厉至极的哀嚎声响起。不过短短2、3刻的功夫，那手下就被彻底消灭。孙岸转过头，目光阴冷地望着阳谷宝地。这么多年了，原来你死在他的手里。看来那昊天鼎的印记应该就在那些年轻弟子身上。刚刚与昊天宗太上长老交手的时候，他分明感受到了自己的杀子仇人。要是能找到那个小子，就能得到印记，说不定还能夺下昊天鼎。孙岸深吸一口气，猛地一甩手，传我命令，去调查所有参与此次昊天宗弟子的名单，一个都不许漏。昊天宗内门一间卧房之中，陆枫艰难地睁开双眼，体内只剩下少许真元，强烈的空虚感充斥着他的脑海。我这是在哪儿？陆枫挣扎着坐起身，喃喃自语：“你小子正在内门呢。”熟悉的声音传来，陆枫急忙扭头，看到周长老就站在一旁。见过长老。陆枫想要行礼，周长老抬手阻拦：“不必了，你现在身体虚弱，好好休养吧。”身体虚弱？我记得之前好像中过毒，当时拼命用真元压制来着。陆枫装出一副茫然的模样说道：“难怪。”周长老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叹了口气：“你能尽量压制毒性，确实不错。”莫，周长老抬手一抛，陆枫接住一个储物袋。哎，好像是我的。没错，门派搜查过你们的储物袋了，没什么问题。搜查储物袋？为什么？陆枫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暗自庆幸，当时没拿那个中年男子的储物袋。哎，血魔宗、阴罗宗等数个宗门联合起来，袭击了阳谷宝地，他们的目标是那株万华玉露草，为此甚至残杀了无数生灵，配置出一瓶万灵血水，然后用来快速催化万华玉露草。不过最终还是让他们得逞了。周长老长叹一声：“哦，原来他之前拿的那瓶子装的是万灵血水。”陆枫心中明白了过来，脸上却依旧装作一副无比震撼的表情。不过还好，你们这批人都已经喝下了露水，能够完成蜕变，大概就在这1个月内就能觉醒天赋神通了。周长老轻抚胡须，看了陆枫一眼，说道：“小陆啊，老夫在想一件事。”长老请讲。如果我要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收我为徒？陆枫一愣，随即毫不犹豫地点头：“愿意，我愿意。”陆枫本就没有师傅，全靠自己摸索成长，但他心里清楚，有一位高深的师傅会有多大的好处。但是有了周长老做靠山之后，秦长老肯定就不能轻易把他怎么样了。况且周长老可是武皇境界，要是能得到他的指点，对陆枫来说好处极大。好好好！听到他一口答应，周长老连说了3个好字。最后周长老慈祥地看着他，说道：“既然已经答应，那便告诉你为师的全名。为师姓周，单名一个为字。拜师之礼过几日再说，你好好休息。只要你能觉醒天赋神通，就能立刻成为内门弟子。多谢老师。”好。周长老满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取出一瓶丹药，说道：“这是4品丹药归元丹，能快速恢复你的真元和状态。多谢老师。”陆枫连连点头。此时周长老越看陆枫越是喜爱，
这小子一看就是天资不凡，而且还是3品炼丹师呢。就算没有觉醒天赋神通，收入门下也是一件美事。就算在他上百年的经历中，这种良才美誉可不多见。好好休息，过几日为师便若是收你为徒。周长老又叮嘱了他一句，然后才点头离开。看着周长老离去的背影，陆枫心中松了口气。长老这么说，我的事应该还没被发现。陆枫抬手按在胸口，他能感觉到吞下万华仙肉之后，体内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隐约察觉自身的血肉仿佛被刻下了什么痕迹，应该差不多需要1个月。陆枫放松下来，便安心在此处养病。他身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伤，只是真元损耗过度，而且还有些残毒。服下那粒归元丹之后，陆枫的状态恢复了不少，真元迅速恢复，亏空也被弥补。认真休养了1日，陆枫的状态就恢复如常了。又过了几日，周长老正式收他为徒，通告了全宗。陆枫也收到了不少寻常礼品。一位武皇长老收徒，在整个昊天宗都不是寻常之事，陆枫的名声便传扬了出去。被正式收徒之后，陆枫没有在内门停留太久，很快就返回了自己的青山小院，可算是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巢，陆枫可算是松了一口气。放松了一番，陆枫盘膝而坐，思索着之后该如何修行。在离开之前，老师给了我一篇秘术，对于凝聚神通有着别样的妙用，还需要其他丹药辅助，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在此期，周卫讲了讲凝聚出来的神通，用万华玉露草所产生的露水所产生的神通，往往和修行者自身所学会地功法及过去经历有所关联。陆枫若有所思，他所修行的不朽天宫层次实在太高，甚至他有所怀疑是否是超越了所谓的天阶。但是我现在的修为也很难施展不朽天宫所记载的种种秘术法门，也只有武灵之后才能施展1、2。不朽天宫，陆枫也不过就修行了个皮毛，完全算不得高深。修行吧。陆枫深呼一口气，并运转周围传授给他的秘术，调整自身。大半个月的时光悄然流逝。青山小院的练功室里，陆枫盘膝而坐，他的身躯周围并没有浓郁灵气环绕，反而是弥漫着一种玄之又玄的气息。也不知过了多久，陆枫忽然睁开双眼，他的瞳孔中仿佛有水银般的光泽流淌而过。就在这时，一颗万华玉露草的虚影出现在陆枫身后，那虚影摇曳生姿，而后一点一点地融入陆枫体内。当最后一丝虚影也完全融入时，一股奇妙的感觉瞬间笼罩了整个练功室。陆枫端坐许久，感应着身体的变化，忽然眉头一挑，轻声的难道这就是我的天赋神通？经过这大半个月的修行，他一直在调节肉身，虽然修为并没有太大的提升，但本命神通却彻底孕育出来了。然而出乎陆枫意料的是，他的本命神通并非与不朽天宫有关，而是和天星玉佩息息相关。陆枫站起身来，深吸一口气，刹那间他的意识急剧膨胀，只感觉周围的风吹草动在这一刻变得极为缓慢，不，确切的说是时间仿佛被拉长了。陆枫抬手动动脚，观察着自身的变化，眉头顿时一皱，我的本命神通竟然和时间有关。陆枫向前迈出一步，施展风遁术，几乎眨眼间他就跨越了10数丈的距离，这速度已经接近我巅峰时期的2倍了。陆枫心中满是惊喜，不只是速度加快了，而是我身上的时间加快了。他抬眼望向远处，只见落叶飘落的速度格外缓慢，心中顿时激动万分。我的天赋神通似乎是由天星玉佩衍生而来的。陆枫心中思索着，不过和天星玉佩能催化植物不同，我的天赋神通好像只能作用于我自身。陆枫现在的天赋神通可以将自己以及极小范围内的事物的时间加速，时间加速的倍数大概是2倍左右，不过还是需要我耗费真元。陆枫心中默默盘算着，而且似乎我与外界事物交互的越多，消耗的真元就越大。即便如此，陆枫依旧狂喜不已，毕竟这样一来，他的修炼速度也能提高2倍，这似乎和天星玉佩形成了互补。陆枫松了口气，之前他还担心自己觉醒了什么逆天的大神通，一旦施展就会被人察觉，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我就说这是加快自身速度的神通，以前也不是没有类似的神通，现在我应该能成为内门弟子了。陆枫握紧拳头，脸上洋溢着笑容。内门弟子的选拔，要么是潜力巨大之人，要么是背景深厚之辈，最常见的晋升途径就是2、3个月后的内门大比，整个外院近1000人，却只有区5个名额，而且其中还有武灵级别的高手参与竞争。不过陆枫不需要走这条路，我拜了周卫长老为师，只要觉醒了本命神通，现在就能成为内门弟子。成为内门弟子后，不仅能享受诸多福利，还能在昊天山脉中开辟一处专属领地，那里的灵气浓郁程度远超青山小院，而且更加隐蔽。该去找老师了。陆枫起身，浑身骨骼发出噼啪的声响，他解除了天赋神通的状态。一瞬间，陆枫的速度慢了下来，随后他便离开了青山小院。回到昊天宗内部，陆枫发现不少人还在议论大半个月前阳谷宝地被袭击，万华仙漏被夺走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居然真的抢走了宝贝，那肯定是运气爆棚，说不定能觉醒大神通呢，估计又是血魔宗、阴罗宗那些贼人干的。陆枫听着众人的议论，并没有开口，恐怕现在无论是正派还是魔派，都想不到那万华玉露草最后被他得到了。
陆枫动作迅速，来到了内外门的交界处。陆师弟啊，是要去找周长老吗？负责看守的师兄问道。周长老当时可是亲自宣布了陆枫和他的师徒关系，所以陆枫即便不是内门弟子，也能自由出入。是的，师兄可知老师在哪？想来是在长老的洞府吧。那师兄非常客气，仔细的给陆枫指了路，那态度就差直接把陆枫送进内门了。陆枫进入内门后没有停歇，很快就来到一片楼阁区，好浓郁的灵气啊！陆枫眉头一挑，他能感觉到这里是昊天山脉灵脉的主体，而且还布置了高级的聚灵阵。老师，我来了，进来吧。洞府的战法自动裂开一道缝隙，陆枫走了进去，片刻后便走进了楼阁，接着在一个小厅。虽说在修行界询问他人神通的效果是大忌，但毕竟周围现在是他的老师，徒儿的神通能够让速度猛然提升一截。速度猛然提升一截，周围若有所思，随后站起身来，走出凉亭。来，我试试你。老师，你要和我比试？陆枫嘴角一抽，他心里清楚，自己的速度就算再快个5-6倍，也不可能是一个武皇的对手。放心，我会压制修为的。周围没好气的说道。好，陆枫轻轻点头，随后也走出凉亭，拔出了黑绝刀。哟，这把兵器好眼熟啊，难道是周云星的？是的，陆枫点头，然后简单说了一下自己得到这把刀的经过。报应啊！周围哈哈一笑，然后勾了勾手，徒儿，来吧。好，陆枫话音刚落，身影就瞬间消失，施展风遁术。紧接着，陆枫出现在周围背后，拔刀向前斩去。轰！刹那间，那浩荡的刀气撕裂空气，朝着周围的后背迅猛斩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围猛地转身，硬生生地用手掌将那道刀气捏碎。不错，在同层次里，这力量相当强劲。周围看了陆枫一眼，随后身形如同影子一般，瞬间出现在陆枫身旁。来，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有多快。好，陆枫低喝一声，速度陡然加快。而这一回，他已经运转了自身的天赋神通，转瞬之间，陆枫的速度远超大武士境界，踏入到了50层次。他的身影快得几乎化作一道残影，手中的黑绝刀不断挥斩，长刀所幻化出的刀芒几乎将周长老整个笼罩起来。枪！刹那间，周长老的护身真元剧烈晃动，仿佛即将被攻破。然而下一刻，那真元瞬间破碎，周长老的身影一闪，如同幽灵一般，从那漫天的刀芒之中脱身而出。只是刚一脱离那刀光，周长老的脸色微微一变。他刚刚特意压制了自己的修为，仅仅是寻常大武士的巅峰水平，没想到自己这个徒弟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横。糟了，可别在徒弟面前丢了面子。周长老轻咳一声，似乎是想要挽回些颜面，抬手朝着前方轻轻一点。为了保险起见，他将自身力量提升到了50层次。嗡！随着这一指弹出，空间都为之震颤。来！陆枫也低喝一声，黑绝刀呼啸着朝着周长老点出的手指斩去。砰！一瞬间，磅礴的真元汹涌而出，周长老的手指头点在刀尖之上，随后轻轻一抬。嗡！下一刻，陆枫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长刀插入地下后，他才勉强止住身形。可，不错，就你这样的速度，在大武士之中已经无敌了，能胜过你的恐怕只有那些武灵了。周长老咳嗽了一下，然后开口说道：“多谢长老指点。”陆枫呼出一口气，回应道：“和那些土水浴火之类的神通比起来，你的天赋神通算是很不错的了。不过，你刚刚可是让我消耗了不少真元。”对，陆枫脸色有些古怪，刚才那一轮进攻，他足足消耗了3成真元之多。奇怪，我之前在青山小院中加速修行速度的时候，消耗的很少啊，难道是因为正在交战，与外界有交互的缘故？陆枫若有所思，看来在战斗中运用时光加速，不能当做寻常手段。你已经修成了本命神通，今天起就是正式的内门弟子了，跟我来吧。是。随后师徒2人走出这间洞府，朝着内门深处走去，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宗主，我这徒弟已经彻底凝聚本命神通了，今日让他进入内门。好，看来我昊天宗又多了一位天骄啊。就在这时，从大殿之中走出一位男子，那男子身着一身经文长袍，看起来是中年模样，气势不凡，气息和周长老一样，都是武皇修为，但似乎更胜一筹。此人正是昊天宗的宗主云战。你叫陆枫，我没记错吧？云战善意地看了陆枫一眼。是。陆枫赶忙点头。好，把你的身份玉牌给我。陆枫点头，立刻将自己的玉牌递了过去。云战捏着那块玉牌，只见光芒一闪，玉牌之上顿时缭绕起一道道金光。好了，这就象征着你内门弟子的身份。云战将玉牌递还过去，微笑着说道：“按照规矩，你可以在天明山脉中任意选择一处地方作为洞府。”多谢宗主。陆枫连连点头。好了，不多和你们说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云战开口说道，随后转身便离开了。好了，事情办妥了。周长老笑呵呵地点头，在这天明山脉中还有几处不错的地方空着，那里早就已经建好了住所，你可以自己去挑选。作为师傅，我也得给你点东西。周长老抬手一挥，手中便出现了一块滴溜溜旋转的阵盘。这是什么？陆枫好奇地问道。他本能地觉得这个阵法肯定不是普通物件，这是你师尊我当年用过的一套阵法，名为一元阵，
它能够聚拢天地灵气，遮蔽视线，还有一定的防御功效。周长老笑着解释道：“除非是武王亲自来狂轰滥炸，否则短时间内是轰不开的。不过这是在昊天山脉，就算有人真的想对你动手，也不会这么干的。多谢师傅。”陆枫心中一动，连连点头。这套一元阵正好对他有用，无妨，你自己去选吧。选好之后记得通知为师一声。是。陆枫点头，随后便送着周长老离开。握住那阵盘，陆枫转身离开，前往昊天山脉的核心地带。此时昊天山脉中可供选择的位置已经不多了，阴气最浓郁的地方有3处，一处位于河畔，一处位于山顶，还有一处位于山谷之中。思考良久，陆枫选择了山谷那一处。山谷中有阵法笼罩，不用担心被人从上方窥视，而且想要深入山谷，只有一条路可走。选定山谷那处洞府后，陆枫抬手将身份玉牌融入尚未开启的阵法之中。嗡，洞府阵法启动，陆枫又取出那一元阵，让双重阵法笼罩整个洞府。将洞府炼化之后，陆枫走进其中，发现里面的灵药田、炼丹房之类的设施一应俱全。不错，只可惜都是空的。陆枫随后转身离开，又返回了外门一趟，把栽种着各种灵草的物件装入储物袋，然后返回洞府之中。正当陆枫把一切都安顿好的时候，突然眉头一挑，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触动阵法。谁啊？陆枫放下手中的事情，走出洞府，蓦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李洛川，怎么是你？哼，你小子现在落在我手上了吧？李洛川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最后转身对身旁的高大男子说道：“兄长，就是他了。之前我想用您的名头去招揽那小子，结果这小子不但不愿意，还3番2次为难我，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李洛川高声叫嚷着，一副极为委屈的模样。便是你驳了我的面子。那与李洛川有几分相似的高大男子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陆枫：“是又如何？难道你还想对我动手？”陆枫神色平静，他已经察觉到这高大男子身上同样散发着武灵层次的气息，感觉他应该是刚刚晋升不久。陆枫心中暗自思忖：好好好，小子，你很有种。那高大男子冷冷地说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愿不愿意跟随我？你现在修为太低了，要是真被姓周的或者姓陆的盯上，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笑话，在这内门之中，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我不成？”陆枫顿时嗤笑一声：“哼，莫不是以为拜了个师傅就天下无敌了？”那高大男子撇了撇嘴：“不少内门弟子背后都有长老级别的强者，你可不是唯一有后台的。周长老也并非长老中最强的。不用了，我靠自己就行。”陆枫冷笑一声：“好，这可是你说的，来跟我战上一场。”陆枫眼前的这位武灵强者，浑身力量紧绷，显然在觉醒了神通之后，他的实力更加强劲。陆枫心想，若是真要和501、2重天的强者对抗，自己也未必没有胜算。小子，你会后悔的。那高大男子露出狰狞的笑容：“我叫李川海，要是你之后后悔了，我也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到时候给我跪下认个错，我就放过你。要打就打，少废话。”哼！李川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却带着李洛川直接离开了。怎么直接就走了？陆枫眉头微微皱起，感觉有些不太对劲。算了，就算他们真耍什么阴招，我也有师傅。如今有了后台，陆枫并不惧怕那些阴险手段。陆枫轻轻摇了摇头，转身走进洞府之中，随后开启神通，以2倍的修炼速度开始修炼。在接下来的7日里，陆枫一直在潜心修炼，借助万华仙漏的内力以及众多丹药的作用，他的修为有所精进，距离6重天只剩下几步之遥了。就在他以为内门的日子会这样平静度过的时候，洞府的阵法大门再次被触动，要开打了。陆枫嗤笑一声，直接走出洞府。然而让他诧异的是，这次触动他洞府阵法的既不是李川海，也不是李洛川，而是一位大武师9重天的年轻男子。你又是谁？陆枫冷冷地问道。我叫赵飞宇，我要挑战你。那年轻男子目光灼灼地盯着陆枫。挑战我？没兴趣。陆枫理都不理，正打算直接返回洞府。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声音，已不能拒绝，这是门内的规矩。什么规矩？陆枫停下脚步，他刚进入内门不久，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规矩。嘿，小子，凡是内门弟子，每3个月都有一次挑战的机会，只要修为不高于对手4个重天，对手就不能拒绝。赵飞宇斩钉截铁地说道。真有这规矩？当然，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去擂台找个人问问，一问便知。好。陆枫轻轻点头，就算真要打起来，他也丝毫不惧，毕竟对面也不过是个9重天的高手。那走吧。两人离开山谷中的洞府，前往昊天宗内门。陆枫接连问了好几个人，发现确实有这么一条规则，其中一位被询问的还是武王层次的管事。内门的确有这条规矩，这是为了激励众人努力修行，你们可不能忘了这事。而且每3个月只有1次机会。哦，还真有这规矩。陆枫眉头一皱，感觉有些蹊跷。这赵飞宇和他无冤无仇的，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来挑战他呢？你可拒绝不了，我的实力正好能挑战你。赵飞宇冷冷地看着陆枫。该害怕的是你。陆枫嗤笑一声，解决一个大武师9重天的高手，对他来说并非难事。那走吧，咱们去演武场。这种挑战有专门的场地，就是门中专门开辟出来的演武场。
出乎陆枫的意料，此时演武场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这就是那个姓陆的，啧，这下要倒霉了。哼，还没入门就得罪了师兄，还能有好下场？呵呵，这小子要惨了。陆枫眉头微微一皱，随后踏上演武台，朝着赵飞宇勾了勾手指：“来吧，早点打完，我好早点回去修炼。”陆枫抬手向赵飞宇勾了勾手指：“狂妄！”赵飞宇冷笑一声，一步踏出，同样进入演武场中。宗门内部挑战，现在不分生死，只分胜负。在演武场参观的一位武王级高手开口说道：“现在开始！”话音刚落，赵飞宇身形如电，背后陡然浮现出一条啸天的白狼虚影。那白狼张开血盆大口，径直朝着陆枫咬了过来。寻常手段，陆枫嗤笑一声，这不过是玄阶武技罢了。既然对手没有使用兵器，他也就不打算用了。砰！陆枫运转自身真元，一拳轰了出去。下一刻，陆枫的拳头轰在那白狼虚影的头颅之上。这看起来威力巨大的白狼虚影，不但没有对陆枫造成伤害，反而被他一拳打碎。就在此时，赵飞宇趁着这个空隙，瞬间向前逼近，已经到了陆枫1丈范围内。小子，给我去！赵飞宇伸出手来，直接朝着陆枫的头颅抓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枫的身影瞬间消失，出现在了右侧。太慢！赵飞宇脸色骤变，就看到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拼命想要收回手掌，然而陆枫就像铜胶铁柱一般，纹丝不动。太弱了！陆枫感受着那股力量，顿时嗤笑出声：“你是靠关系进入内门的，不是靠大笔进来的吧？关你什么事？”赵飞宇仿佛被戳到了痛处，猛地一腿踹了过去，无数青色的真元在这一腿上凝聚，若是被直接踢中，就算是晶石也会被瞬间洞穿。陆枫神色平静，真元涌现而出护住全身。砰！赵飞宇这一腿踢在护身真元上，只是让真元泛起波澜，仅此而已。玩够了，你可以输了。陆枫咧嘴一笑，左手紧紧钳住赵飞宇的手臂，随后右手扭腰摆臂，猛地一拳轰出。轰！伴随着呼啸风声的一拳轰来，赵飞宇身上急忙凝聚出护体真元。就在这一拳轰动之时，他身上的护体真元如同纸糊的一样，瞬间便被撕碎。啊！赵飞宇发出一声惨叫，身体犹如离弦之箭，猛地砸落在了远处。此刻他倒在地上，胸口仿佛有烈火焚烧，勉强站起身来。可是刚一抬头，发现自己处于到阴影之中。陆枫站在他正前方，冷冷看着他。你话还没说完，陆枫又是一记鞭腿抽了过去。下一刻，赵飞宇如同垃圾一般被陆枫直接被踢了出去。扑通！赵飞宇猛地摔砸在地，更是吐了一口血来。他此时已经被轰出了比武场范围。毫无疑问，这场比赛的胜者是陆枫。不自量力，螳臂挡车。陆枫懒得理会赵飞宇，转身就要返回洞府继续休息。可就在此时，又是一道声音响起：“慢走，我也想挑战你。”谁？陆枫扭过头去，便看到一位身披黑袍、面容英俊的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是你？陆枫抬眼望去，认得这人。当日在阳谷之时，昊天宗获得了整整8个名额，眼前这男子是其中之一。他能出现在这里，那肯定是凝聚了本命神通。等怎么有第2个人来挑战我？陆枫想都不要想，这肯定又是一次无法拒绝的对决。来，上一次我在场外看你战斗，便有些心惊胆战，现在我们都有了神通，看你要如何？那黑衣男子恶狠狠地看着陆枫。当日我也获得了胜利，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账抢了我的风头，不然的话拜入州长的门下就应该是我。这黑衣男子也觉醒了天赋神通，但是现在并没有师尊，只是寻常的内门弟子。你？陆枫疑惑一番，而见到陆枫陷入沉迷之中，那黑衣男子笑容便越发灿烂，直到他听到下一句话：“对了，你又是哪位？我是哪位？”黑衣男子顿时暴怒了，阴森开口：“老子王仙鹏，待会儿要让你拜的人。可笑，真以为有本命神通就能无敌了？”陆枫早就请教过了，喝下寻常万华玉露草，有几率会觉醒小神通，而这些小神通法门特殊各异，但唯一有一点共同，威力并非会太大。来啊，你没法拒绝。好，我不介意再干掉一个再回去。陆枫点头开口，随后再次进入演武场中。第2战现在开始，或者此地的武王级管事开口宣布：“破风刀术！”王仙鹏大喝。下一刻，手中忽然出现一柄亮银色的长刀，刹那之间就挥洒出了数10道刀光，如同一张漫天大网一般笼罩而来。破风刀术，陆枫若有所思，他曾经在藏经阁6楼看过，是一门玄阶上品的刀法，仅仅是这门刀法还奈何不了他。枪！陆枫手中黑绝刀出鞘，随即向着前方力劈而下。噗噗，一连串的破空声响起，他面前那数10道刀光被一刀劈死。黑色刀芒所过之处，王仙鹏的破浪刀法被仿佛成了笑话。而是在下一刻，王仙鹏还未反应过来，眼前之人便瞬息之间来到他面前。你快吗？王仙鹏脸上露出狰狞笑容，随着身躯一寸寸石化，棕黄色的土性真元涌动而出。这就是你的神通？那是。小子，把你的也拿出来看看。王仙鹏得意大笑，他所得到的神通，在昊天宗历代所记载的都还算中上水平。他的神通能将自己肉身转化为土属性，能源源不绝地吸收土灵之力，恢复速度惊人，力量也是极为恐怖。下一刻，
王仙鹏挥动右拳，肉身不断实现洒落，爆发出将近数千斤的恐怖力量，直接砸向了陆枫。这一拳，我倒要看你怎么挡！不仅仅是力量，王仙鹏的速度也有所增强。砰！一声低沉至极的碰撞声响起，陆枫双手持刀横在着自己胸前。王仙鹏那恐怖巨力倾泻而来，就连黑绝刀也隐隐有所弯曲。但就在下一刻，前方猛地一松，王仙鹏忽然找不到陆枫踪迹。在哪儿？你后面！背后猛地传来一道声音，几乎是瞬间，王仙鹏本能扭过头去，那里仍旧空空如也。蠢货，我说在你后面你就真信了吗？就在王仙鹏思索之时，黑色刀光以极快的速度轰中了他的肉身，咔嚓，无数裂缝在肉身上浮现。然而王仙鹏并不在意，他施展神通之后，只要肉身还存在大部分，并且还未散功，这些伤势对他来说还足以忍耐。而就在他心中这般想时，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挥刀的声音。你以为我只会一刀吗？话音刚落，王仙鹏的脸色骤然变化，周围密密麻麻的刀光如同海浪一般劈在他的身。破浪刀法第一式狂澜。陆枫这一刻的攻势如汪洋，如巨浪。斩！陆枫低吼了一声，将10数刀汇聚于一刀之中，随后斩中了王仙鹏的胸口。咔嚓，一道伤口裂开，恐怖的力量让王仙鹏没法再维持神通，他喉咙一甜，喷出了赤红色的鲜血，身躯摇摇颤。怎么回事？我的真元居然会消耗这么快？他颤颤巍巍地倒在地上，体内真元几乎只剩下1-2成，其余尽数消耗在方才的战斗中。蠢货，这种状态需要大量的真元，别人教过你吗？陆枫居高临下，冷冷开口。如果现在这里不是演武场的话，陆枫方才就直接趁着机会弄死眼前的王仙鹏。滚吧！陆枫低吼一声，直接把王仙鹏踹了下去，扭头望向周围，还有哪个敢上来？尽管来试试吧。陆枫咧嘴一笑，我想挑战你。下一刻，人群中又走出一位大武师9重天的高手。我就知道。陆枫嗤笑了一声，随后望向了远处的2道人影，李洛川、李川海。远处人群之中，李川海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陆枫。还有5、6个要来挑战你呢，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被打得趴下。身为武灵层次的强者，由于门规限制，他不能亲自出手。不过我可是李家嫡子，就算拿元石砸，也能砸死你这个小子。李川海嘴角泛起一抹笑容，他就是要让陆枫被耗到精疲力竭，到时候若是他一不小心伤到陆枫，那可怪不得他了。与此同时，看着周围人的动静，陆枫嘴角微微一咧。好啊，这么玩是吧？陆枫又不是傻子，连续3个人来挑战他，他怎么可能不明白是这姓李的兄弟在搞鬼呢？好，想要耗死我是吧？陆枫看向演武场旁的武王，开口问道：前辈，这样也可以吗？武王点了点头，只要你被人打赢或者身上带伤，否则他们发出挑战，你就不能拒绝。好。陆枫轻轻点头，随后看也不看那前来挑战之人，一步一步朝着李川海走去。小子，现在想求饶了？做梦！李洛川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说道：你很能打吗？你能打有个屁用！大哥，只要想，就能叫7、8个内门弟子来和你打，我倒要看看你能打几个。求饶？你在开玩笑吗？傻子！陆枫走到这兄弟俩面前，看着李川海，又望向那武王说道：如果我要挑战他，还能拒绝吗？话音刚落，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武师主动挑战武灵，这不是自讨苦吃吗？顿时人群中议论纷纷，这小子一定是疯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小子怕是昏头了，要吃苦头了。咱们昊天宗这么多年了，很少有这么狂妄的家伙。听到这话，李川海的神色也变得古怪起来，冷冷地看着陆枫：你真的要挑战我？哼，你这是在找死！找死？谁知道呢？陆枫嗤笑一声，直直地盯着眼前的李川海：你该不会是不敢吧？孬种！陆枫冷笑着说道：你说什么？李川海脸色陡然阴沉下来，狂猛的气息汹涌而出，周围不少内门弟子都齐齐向后退了一步，而陆枫却如清风拂面，纹丝不动。既然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好，要不要打个赌？你什么意思？李川海皱起眉头：等会儿咱们打上一场，要是你输了，把你身上的储物袋给我如何？陆枫上下打量着眼前的李川海，目光落在对方腰间的储物袋上。我凭什么要跟你赌？因为你不赌的话，我就不会向你发出挑战。陆枫咧嘴一笑：狂妄！李川海不诺反笑，在他看来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输。可要是你输了怎么办？李洛川立刻跳出来问道：任你们处置。陆枫平静地回答：好，要是你输了，就在这儿给我磕3个响头，我就放了你。李川海得意洋洋地说道：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虽说他是刚刚晋升不久，也就是武灵1重天的修为，但对付一个小小的大武师，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前辈，我们做个见证如何？陆枫抬手向一旁的武王拱了拱手。好，你可得想清楚了，你绝对没有胜算。负责演武场的武王顿时露出几分笑容，就好像在看一场好戏。不劳前辈担心，我已经想好了。陆枫微笑着说道。随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李川海将自己的储物袋丢给了那武王，冷笑着说：小子，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的。放心，不会让我付出代价的。陆枫神色平静，走到李川海面前，众人顿时屏息凝神，
一场大武师对决武林的战斗即将爆发。看守此处的武王见双方都已就位，便开口说道：“现在开始！”就在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几乎是眨眼间，李川海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向前冲去。他的动作极快，而且诡异无比，仅仅一个呼吸的功夫，就已经来到陆枫面前。小子！李川海低喝一声，抬手一翻，一掌朝着陆枫拍了下去。刹那间，周围空气中顿时涌现出滔滔真元，陆枫仿佛置身深海，举手投足都像是被放慢了速度。来吧！陆枫低笑一声，刚才解决那2个人，他还剩下将近80%以上的功力，对付一个李川海足够了。看着那拍下的一掌，陆枫一拳向上轰去，仿若举火燎天一般。砰！狂猛的气劲爆发开来，对招的双方都向后倒退而出。然而李川海的脸色却变了，他以上打下，而且还是先手出击，竟然没能在这小子身上占到便宜。怎么可能？难道他的天赋神通是和肉身有关的？李川海皱起眉头，他是在1年之前突破到50的，自然没机会去争夺那万华玉露。众人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是一惊。大武师硬汉50，这还是人吗？李洛川脸色很难看，忍不住在场外呼喊：“兄长！”这小子话还没说完，就被李川海直接打断：“给我闭嘴！刚才我只用了3分力而已，现在我可要认真了。”李川海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说道：“小子，我现在可是要全力以赴了，你可别怪我欺负你。”哦，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陆枫神色平静，对自己充满信心。好，李川海露出一口白牙，冷冽地说道：“我可就不隐藏实力了。”话音刚落，李川海张开手掌，下一刻，一把通体漆黑、足有2米长短的巨斧落入他的手中。宝兵，先前在将储物袋丢给见证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宝兵取了出来。这同样是一件下品宝兵，名为破山斧，威力非同小可。小子，乖乖给我认输！李川海话音落下，手中的破山斧直接挥动，仿佛要把陆枫直接劈开。宝兵而已，我也有。陆枫轻蔑一笑，速度陡然加快，手中黑绝刀瞬间在空中破开一道雷光。枪！2件宝兵相撞，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双方就连续交手了好几个回合。去死！去死！李川海怒声咆哮着，手中的破山斧不断抡动，每一次抬手落足都有罡风呼啸四散。嗷！刹那间，李川海的背后隐隐浮现出一头威风凛凛的猛虎，虎啸之声在这片空间回荡。紧接着，那虚幻的猛虎猛然奔腾而起，融入他手中的破山斧，随后他猛地劈斩而出。这一斧可是他全力而为，死死地盯着陆枫，封锁住这小子的所有退路。他一心只想一斧头就把陆枫打成重伤。我这虎啸劈可是玄阶上品功法，他绝对抵挡不住。论功夫还是修为，我都远在这小子之上。此时的李川海心中满是自信，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枫却朝着李川海微微一笑。这小子笑什么？这个念头在李川海脑海中一闪而过。就在下一刻，他突然发觉陆枫的速度瞬间暴增，而且这提升幅度可不小，整整提高了2倍。陆枫速度飙升，开启了自己的天赋大神通，轻松地从李川海的封锁中迈出脚步。我等的就是你这最强的一招，因为这时候就是你最虚弱的时候。陆枫双手紧握黑绝刀，向前踏出一步，瞬间化作一道惊人的黑芒，朝着李川海的身躯冲去。咔嚓！一瞬间，李川海身上那咆哮的虎影就被击碎，刀芒朝着他劈砍而来。不好！李川海这时也反应过来了，忍着被自己力量反噬的痛苦，强行扭转手中宝兵的方向。枪！刀斧相交，在陆枫自身神通与风遁的加持下，眨眼间就接连斩出数十下。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李川海不断抵挡，身上的护体真元都被那漆黑的刀芒斩破，一道道伤口出现，鲜红的血液不断涌出。给我滚！就在此时，一声暴喝突然响起，李川海此时也缓过劲来，一身蔚蓝色的真元汹涌而出，勉强挡住了如同狂风骤雨般的黑芒。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全力出手，却被陆枫抓住机会，差点就直接战败。下一刻，李川海手中的破山斧胡乱挥舞，这才逼退了陆枫。这就是50吗？真是让我失望。陆枫提着黑绝刀后退几步，脸上满是嘲讽的神情。别高兴得太早。李川海脸上露出狰狞的神色，他跨越一个大境界，反而被人抓住机会打伤，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就没脸再在昊天宗内门混下去了。好，这可是你自找的。李川海紧紧盯着陆枫，深吸一口气，下一刻，他的身躯开始膨胀起来，皮肤全都泛红，气息更是疯狂攀升。隐隐约约间，他此时更像是一头凶兽，而不像是一个修行者。陆枫微微挑起眉头，感受到了一丝危险。而就在这时，站在场外的李洛川脸上露出又惊又怒的神色。燃血化兽诀，大哥，对付这小子需要用这个吗？燃血化兽诀。陆枫皱了皱眉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门功法。小子，你要倒霉了。看守此地的武王目光转过来，开口说道：“这个小子修炼的本命功法是地阶下品的燃血化兽诀，这功法平时没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比同阶功法还要弱上一些。一旦爆发，力量和速度都会增加，就好像变成了一头妖兽一样。还有这样的功法？”就在陆枫惊讶之时，李川海的身躯已经停止了变化，
此时他身高将近1丈有余，就像一座小山。先前在他手中略显庞大的破山斧，现在看起来却极为合适。死！一瞬间，李川海嘶吼一声，整个人就像一座高山般朝着陆枫冲撞过来。挡！陆枫瞳孔一缩，双手握刀横斩而出，枪！又一次猛烈的撞击爆发。这一次，陆枫向后倒退，一边后退一边卸去身上的力量，好强的力量！就在这时，李川海又扑了上来，手中的破山斧瞬间挥出一片残影，每一击都又稳又准又狠地朝着陆枫轰去。当当当当！陆枫手中的黑绝刀不断挥斩，交手产生的强大余波让围观者都心惊胆战。这小子怎么还不输？对啊，竟然还在坚持，他撑不了多久的。场外的李若川脸色阴沉，死死地盯着在场中不断腾挪闪避的陆枫。施展这门功法可是要消耗真血的，等你输了，一定要你好看。李若川并不担心会得罪周长老，毕竟都是内门弟子了，谁背后没点势力和长老支持呢？最终还是要看自身的实力。陆枫神通全开，风遁也施展出来，这才在速度上比眼前的李川海快上一筹。然而，眼前这头人形妖兽的力量却稳稳地压过他。这种强行提升的手段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是时间限制还是其他的呢？陆枫的身影不断闪躲，就像飘飞的落叶，在如浪潮般的浮影中苦苦支撑。而就在此时，陆枫和李川海对视了一眼，这家伙眼神不太对劲，就像那些妖兽一样。陆枫心中一动，之前为了提升修为，他猎杀过不少妖兽，自然记得那些妖兽的眼神凶狠、暴虐、贪婪，而且没什么理智。而此时此刻，李川海的眼神也是如此。莫非这燃血化兽诀会影响神智？陆枫若有所思，随后双手握刀，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强的力量挥出一刀。枪！极为刺耳的声音响起，陆枫全力爆发之下，李川海的动作也微微一震。陆枫倒退几步，立刻凭借自己双倍时间流速的优势提前稳定下来。陆枫趁着李川海还未出手，迅速挥砍出一道刀光。下一刻，那刀光在空中瞬间炸开，化作数十道细微的刀芒，朝着李川海全身各处汹涌而去。死！望着那朝着自己身躯各处袭来的进攻，李川海咆哮一声，立刻全力轰杀那些光芒。砰砰砰！一道道细微刀芒瞬间被斩灭。陆枫精神一振，是了，这功法会影响神智，刚才只是稍微试探一下，他就几乎全力出手，消耗太大了。陆枫嘴角微微上扬，心中已然想好了解决的办法。蠢货，我在这儿呢！李川海刚刚将那些刀芒碾碎，便瞧见远处的陆枫正朝他招手。刹那间，一股怒火在李川海心头涌起。死！低沉的咆哮从他口中爆发而出。李川海大步流星地向前冲去，每一斧头都几乎灌注了全力。一瞬间，两人交战过的演武场就像是被天灾席卷过一般，变得坑洼不平。陆枫不断倒退，凭借自身的速度躲闪着，偶尔挥出一两记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没什么杀伤力的刀法。此时，演武场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子。完了，姓陆的要输了，看他现在的攻击多无力啊！陆枫的真元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陆枫跨越一个境界作战，能打到现在已经足以自傲了，自傲又怎么样？待会儿还不是要磕头认错？听到这些话，李若川脸上大喜，仿佛已经看到陆枫战败之后跪在他面前祈求原谅的画面。嘿，看你现在还死不了！就在他兴奋呼喊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道声音：小子，你大哥要撑不住了。谁？李若川脸色顿时一沉，然而转头一看，竟是看守演武场的武王级前辈，也不知道这前辈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旁的。前辈！李若川赶忙低下头，你兄长快要输了。哎，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聪明的，要输？怎么可能？李若川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现在明明是他兄长大占上风啊，难怪你现在也进不了内门。武王直视瞥了他一眼，说道：还没发现你兄长是被那小子牵着走吗？李若川一愣，仿佛刚刚听到的是幻音。那小子的进攻只是为了吸引你大哥的注意力，自身并没有多少消耗。你大哥现在陷入血怒之中，每一下几乎都是全力出击，恐怕很快就消耗殆尽了。什么？听到武王直视的传音，李若川的表情顿时变得呆滞。而就在此时，场中的李川海速度和力量都明显慢了下来，他快要撑不住了。嘿，总算快撑不住了。正在躲闪进攻的陆枫嘴角微微上扬，方才他就是在和眼前的李川海互相消耗。虽说对方体内的真元比他多，但已经失去理智，在疯狂地挥霍自身真元。陆枫则维持着风遁术和神通加速，消耗虽然也不少，但绝对比李川海小。他现在估计就剩1-2成力量了，我还有4成。陆枫咧嘴一笑，不再躲闪，回身便是横斩一刀。枪！刀斧猛然相撞，然而这一次倒飞出去的不是陆枫，而是李川海。噔噔噔！身形庞大的李川海接连倒退了好几步，不停地喘息着。他的消耗比陆枫预估的还要严重。现在轮到我了！陆枫正式反击，大笑着挥刀，笔直地冲向李川海，威势惊人。这一刀就将你击败！陆枫低喝一声，天赋神通、风遁术、波浪刀法以及全身仅剩的大部分真元，此时此刻都汇聚于这一刀之中。他不想再继续消耗下去了。好！李川海咆哮着回应，背后猛然跃出一道比之前更为庞大的恶虎虚影。
下一刻，虎须影便直接撞上了那惊天黑芒，轰隆隆，两股极其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甚至余波蔓延开来，让周围观战的人都有些站立不稳。咔嚓咔嚓，脚下坚硬的演武场不断蔓延出如同蛛网般的缝隙，众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此处。只见漫天尘土和能量余波散开，一道身影倒飞而出。下一刻，身影便被众人看清。只见那身影的衣衫大多破碎，脸色狰狞恐怖，正是之前施展秘术的李川海。李川海倒飞而出，猛地砸落在一旁，直接昏迷了过去。与此同时，余波彻底散尽，陆枫修长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陆枫以刀撑地，浑身衣衫也出现了不少裂口，显得有些狼狈，但和李川海相比，他的状态要好太多了。是我赢了！李洛川呆愣在原地，眼里满是不敢置信，自己的兄长跨越了一个大境界，而且还使用了功法的秘术，竟然还不是陆枫的对手，这个世界疯了吗？此时，陆枫李都没理李洛川，而是抬手朝着那武王拱手行礼，多谢前辈为我见证。好，宣布这一场是你赢了。武王也点了点头，随即就要把李川海的储物袋丢给陆枫。不行！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洛川似乎想到了什么，像疯狗一样扑了上来，想要抢走储物袋。可他还没迈出2步，就被一股极为强横的威压压制在原地。监管此处的武王将目光转了过来，冷冷地盯着李洛川。莫非你想违背刚刚的约定不成？前辈！李洛川浑身颤抖，扭头看向陆枫，连忙说道：刚才的约定作废，我李家给你5000原石，你把储物袋还回来，怎么样？此时陆枫一把接过储物袋，神色平静。没兴趣。7000！李洛川一脸焦急地说道。7000！陆枫停住脚步，目光望了过去。这倒不是他被打动了，只是有些惊讶。这储物袋里难道有什么宝物不成？这心里的竟然如此激动。陆枫咧嘴一笑，随后说道：不换，1万原石。你要是再不愿意，可就要和我李家结仇了。李洛川阴森地说道，直接进行威逼。他李家可是有武皇级别的老祖宗呢，结仇就结仇，有本事来杀我呀！陆枫大笑着说道。有李洛川的表现，他更加确定这储物袋里有好东西了。这李家兄弟可真是他的贵人啊！上次李洛川送他储物袋，让他买下了地元丹的配方，这李川海的储物袋里肯定有更好的东西。多谢前辈，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陆枫不再理会李洛川，而是从储物袋中取出几瓶3品的补气和恢复丹药，递给武王前辈。不错不错，平白得了东西。武王点了点头。眼见陆枫就要走了，李洛川连忙喊道：给我上去挑战，一定要把储物袋给我抢回来！听他这么说，身旁的大武师顿时蠢蠢欲动。就在这些大武师打算继续发起挑战的时候，负责看管此地的武王突然开了口：按照门规，抢劫同门财物是要受到惩罚的。他顿了顿，又道：而且他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你们不能再挑战了。话音刚落，那些本就蠢蠢欲动的大武师们又都停了下来。可李洛川还想争辩几句，突然想起那储物袋可是自己打赌输给对方的，你会后悔的。李洛川恶狠狠地瞪了陆枫一眼，然后走到演武场上，抱起自己的兄长，转身去往别处了。我可从来不会后悔。陆枫不屑地冷笑一声，便不再理会此处的事情，径直朝着自己的洞府走去。而这一路上再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了。仅仅过了1刻钟的时间，陆枫就回到了自己的洞府。随后他启动了防护大阵和一元阵，等到稍微安定下来之后，陆枫便盘膝打坐，开始恢复自己的真元。这一恢复就足足用了半日多的时间，体内的真元才彻底恢复如初。可真是一场苦战啊！陆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之前他和李川海大战了一场，那过程简直艰难到了极点。要不是他发现对方丧失了理智，一心只想求胜，陆枫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还得继续提升实力啊！陆枫心想，他现在不过是大武师的境界，想要真正在内门站稳脚跟，起码得达到50的层次才行。先不管这些了，看看有什么战利品吧。陆枫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了李川海的储物袋，还忍不住搓了搓手。能让李洛川愿意付出1万块原石的储物袋，里面肯定有极为珍贵的东西。陆枫运转真元，将储物袋上的痕迹抹去，然后直接打开，眼睛顿时一亮。不愧是李家的大少爷，身家真是够丰厚的。这个储物袋的面积竟然有上100平方，但是这个储物袋本身就价值不少原石呢。再看这储物袋的空间里，将近有2-3千块原石堆积成了一座小山。除此之外，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珍稀草药。让陆枫惊喜的是，里面还有不少妖丹。2品妖丹大概有10多颗，对我现在没什么用。陆枫暗自思忖着。而3品妖丹竟然有6颗，这可以拿去炼制锤骨丹啊！更让陆枫惊喜的是，储物袋里居然还存放着一颗青碧色的4品妖丹。除此之外，还有7-8件利器，一些功法、武技，10来瓶各种各样的丹药。陆枫一件一件的清点着，发现这些丹药大多是用来疗愈伤口、恢复真元的，并没有能够增强修为的。而其中玄阶地功法和武技一共有2本，一本是玄阶下品地功法云海诀，另一本则是一本可以收敛气息、隐藏身形的秘术逆身诀。竟然是收敛气息和真元类的法门，陆枫心里颇为满意。功法对他来说用处不大，毕竟再强也强不过他的不朽天功，但是这秘术对他却有很大的用处。要是以后被追杀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收敛气息了。陆枫的眼睛顿时明亮起来，这下可真是大丰收啊！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不对劲。等等，这些东西虽然确实很珍贵，但绝对没有价值1万块原石啊！难道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陆枫抓着储物袋仔细感应了许久，最后从里面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十分精致的木盒。难道是这个？陆枫发现李川海的储物袋里很多东西都是随意摆放的，只有这个木盒里的东西是被郑重其事地放好的。咔的一声，陆枫打开了木盒，一件东西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布帕，甚至还有些残破，可能是个普通东西吧。陆枫皱了皱眉头，双手抓住布帕，然后轻轻用力，然而布帕却纹丝未动，果然有问题。陆枫眼睛一亮，又加大了几分力气，甚至调动了真元，可是手中的东西依旧没有丝毫变化。就是它了。陆枫把这东西放回木盒，然后转身离开洞府，朝着内门走去。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自己师傅周长老的洞府门前。老师，我有问题想请教您。哦，是关于那个姓李的小子吗？一阵笑声从洞府里传了出来，紧接着阵法裂开了一道缝隙。陆枫走了进去，没过一会儿就见到了自己的老师。以大武士的境界对战武林，还能凭借智慧获胜，你这小子可给我长了不少脸啊！周长老开怀大笑，他身为长老，自然知道自己徒弟一天前的大战。片刻之后，周长老收敛了笑容，开口说道：“你虽然获胜了，但不可自傲。那小子地功法有明显的破绽，这才被你抓住机会。其他的武林强者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老师说的对。陆枫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和那个姓李的开战之前，打了个赌，赢走了他的储物袋。他储物袋里有件东西特别神秘。老师，您知道这是什么吗？”陆枫抬手取出了那块布帕，竟然是这个。当陆枫拿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周长老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块锦帕。难怪那小子的师傅今天来找我，想要赎回储物袋呢。周长老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老师，这东西难道很珍贵吗？是也不是。周长老回答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陆枫听得有些发愣。这布帕本身并不贵重，贵重的是它所代表的东西。真是没想到啊，李家居然不惜代价给李川海弄了这么个物件。周长老轻轻拈起那块锦帕，缓缓开口说道：“徒儿，你可曾听闻万虚洞天？”什么？陆枫脸上露出一丝茫然，看来你在陆家并未有所了解。周长老站起身来，接着说道：“鉴于年前有一个强大的宗门，名为万虚宗，他们当时的实力可比咱们昊天宗要强上许多呢。只可惜后来遭到强敌围杀，只能把全宗的底蕴都放置在一处洞天之中。而那万虚洞天据说蕴含着万虚宗的所有底蕴，要是有缘之人就能够进入其中探寻。”啊！陆枫一愣，赶忙问道：“那为什么那里没有被洗劫一空呢？要是那万虚洞天真有那么多宝物，早就该被搜刮殆尽了，怎么可能留存千年之久？哎，看来你还不明白洞天这2个字的含义啊。”周长老笑着摇了摇头：“洞天，这是独立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小世界，有着独特的规则。那一处洞天只允许5王以下的人进入。不过，周长老话语微微一顿，说道：下一次万虚洞天开启，大概是在半年之后。如果你想进去的话，至少要提升到大武士巅峰，最好是1星武灵的境界。”陆枫点了点头，光是对付一个失智的李川海就已经很吃力了。如果真的要和那些武林强者竞争，他必须在半年之内大幅提升自己的实力。还好，对我来说，时间的流速是外界的2倍。陆枫若有所思地喃喃道：“多谢师傅为我解惑。好，你要是能进入那处洞天，得到万虚宗的传承，必然会一飞冲天。”周长老满意的点点头：“是，师傅。”师徒2人又交谈了一会儿，陆枫便离开了洞府。我现在要大幅度提升修为，必须得有4品丹药的辅助。4品丹药配方，陆枫不禁皱起了眉头。他现在手上的3品丹方，有用的都是从师傅那里得来的，之前炼制了不少金元丹，对我的效果已经不大了。要把这些妖丹全部炼成垂骨丹吗？陆枫心中暗自思索。我现在也没有练体地功法，单纯服用垂骨丹，效果也不会太好。陆枫思考了一番，决定还是去房市碰碰运气。那姓李的给我提供了不少原石，得赶紧换成修行资源。他辗转来到昊天宗，通过传送阵直接抵达方士之中，想去那些丹药铺看看。陆枫在昊天宗的方士逛了许久，别说是4品丹药配方，就连4品丹药都极为少见，而且那些4品丹药大多是恢复疗伤之类的。寻找许久都没有结果之后，陆枫只好前往拍卖行。陆大师，隔了这么久，您可算是又来了。刚走进天昊拍卖行，之前陆枫见过的凤飞就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大师，陆枫有些疑惑。当然了，年纪轻轻就是3品炼丹师，日后必定是炼丹大师啊。凤飞微笑着走上前说道：叶几天您的名声，就算我这个外人也是听得清清楚楚呢。原来是名气大了。陆枫心中恍然。陆大师，不知道您这次来我们拍卖行是想买些什么呢？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4品丹药配方？4品？凤飞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自然明白一个3品炼丹师寻求4品丹方的意义。眼前的少年已经有把握炼制4品丹药了。陆枫有把握晋升4品。不过凤飞脸上依旧带着笑容，思索片刻开口：4品丹药配方，
中街的拍卖会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哦，陆枫眉毛一挑，听出凤飞话里似乎有别的意思。不过呢，上街的拍卖会倒是有可能会出现。上街拍卖会，陆枫的眼眸微微一亮。他之前来拍卖会的时候就听说过上街拍卖会并不定时，只有凑齐了足够等级的拍品才会召开。下一次上街拍卖会是什么时候？半个月后。凤飞笑着回答。不过由于物品大多都很珍贵，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些什么宝物，或许只有开始那天才会知晓。陆枫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参加拍卖会有什么要求吗？起码要有2000元时的身价。好，陆枫点点头，这对他来说自然不是问题。李川海的储物袋里就有将近2-3千块元时呢。那我先走了，等到拍卖会开始我再过来。说完，陆枫就转身离开，返回了昊天宗。自从他把李川海打倒之后，就没有其他大武师再来挑衅他了。回到洞府，开启大阵后，陆枫便走进了炼丹房。如果真的出现了4品丹药配方或者类似的天才地宝，恐怕价值不菲，2-3千元时可能都不够。陆枫思索片刻，便从储物袋中取出那些3阶妖丹，炼制一些丹药吧。至于炼制哪种最有价值，陆枫思考了一会儿，选定了玉髓丹。这种丹药能帮助武灵层次提升一个小境界，虽然只能服用一次，但价值比同阶丹药要高不少。陆枫抬手一挥，碧灵焰蔓延而出，缠绕上了丹炉，开始炼制。陆枫将药材准备好，依次放入其中，开始炼制丹药。半月之后，天浩拍卖行上街拍卖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开后，不少人纷纷赶来。毕竟下一次再出现这么多好东西，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众多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在门口迎接。赵兄，这次拍卖会你也来了？那是当然，这次还有不少适合武王的宝物呢。这次要是遇到好东西，可千万不能错过。凤飞带着一群人在门口迎接，目光流转间，看到一个少年从远处走来。陆大师，你可算来了。陆枫从远处走来，轻轻点头，对，我这儿还有些东西想委托你们拍卖，不知道行不行？丹药吗？没错。陆枫手掌摊开，一个白瓷小瓶出现在手中。玉髓丹能帮助武灵强行提升一个小境界，没有副作用，但只能服用一次。竟然是这种丹药！凤飞美眸中露出些许惊讶，随即轻轻点头。好，想来会有不少斗灵都想要买上一粒，直接提升一个小境界，谁会拒绝呢？请随我来。好。凤飞拿过丹药，带着陆枫进入拍卖行。不过片刻便来到一处静室之中，而其中正坐着一位手握茶杯、身着青色布衣的老者。拍卖会都要开始了，你来我这做什么？老者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后开口询问。秦老，就是我和你上次说过的3品炼丹师，昊天宗内门弟子。凤飞微微一笑，将那一瓶玉髓丹放在老者面前，开口说道：这是玉髓丹，您老看看眼。玉髓丹，这可是稀罕物。那老者取过那玉瓶，开口说道：我记得主料好像3品妖丹，但最难搞到的还是几种几百年的药材。不，老者打开玉瓶，倒出了一粒圆润的玉髓丹，随即眉头顿时一皱。这丹药，凤飞心中咯噔一声，心想：难道这丹药有问题？本能目光微侧，见到那少年脸庞镇定无比。下一刻，老者的嗓音传了过来，色泽莹润，丹香内敛，这是上品，甚至是接近极品的丹药。老者不住地打量起那粒玉髓丹，似乎是想到些什么，等着扭头过来。等等，这丹药是你炼的？他眼中露出些许不可思议的神色。没错，莫非有什么问题？不可思议，年纪轻轻就这份炼丹水准。老者啧啧称奇，开口说道：师傅是谁？莫非是昊天宗云路老鬼？老者此处说的云路，陆枫知晓，昊天宗一位地位极高的5品炼丹师。不是，自学成才，不说就不说。老者撇了撇嘴，随后将玉髓丹放入玉瓶中，开口说：这瓶子里有5粒，也分开卖，估计也能赚上不少。好。凤飞连连点头，随后将丹药取了回来。陆大师，按照拍卖行规，我们会抽3%的手续费，您对此可有意见？没有，尽快。陆枫轻轻点头，同意了此事。好，您随我来。凤飞笑盈盈的点头，然后引着陆枫来到一处包间，开口说道：鉴于您是我们这次贵宾，又有物品寄买，就安排陆大师天字第9号。无妨。正当他要走入其中，忽然感受到了2道冰冷目光。哎，这么巧呀，2位也在。陆枫脸庞上露出灿烂笑容。而就在天字第7号包间之前，周云星、陆康2人正出现在那阴冷无比的盯着他。想到呀，竟然让你打赢了李川海那个废物。陆康阴森开口。不过你还是不要得意，我们任何一个都能轻易打那个水货。陆枫闻言顿时一笑，没关系，很快就轮到你们2个。你找死！周云星脸色一变，若不是此地有高手坐镇，一定要杀了眼前这个混账。陆枫不屑地瞥了他一眼，随后便走入客房之中。你可别让我抓到你，若落到我手上，哼！周云星阴森开口。陆康抬手说道：不必管他，今天的目标是拍到咱们想要的东西，东西到手，想弄死他还不是简简单单。说的是。陆枫进入包厢片刻之后，下方的拍卖场已是座无虚席。此刻陆枫清晰地感受到好几股武王气息镇压此处，隐约之间还隐藏着一位武皇。而就在此时，一位身披华服、身宽体胖的老者走上了拍卖台。诸位，
老夫便是这天号拍卖行的掌柜，欢迎诸位前来参加上街拍卖会。想来诸位也已然明白规矩，我就不打扰诸位时间了。现在有请第一件拍品。那老者一抬手，身旁的帘幕便打开，一位身材凹凸有致、暴露了大片肌肤的美人摇曳着腰肢走上拍卖台。4品天才地宝黄龙芝，500年药性，可以炼制4品顶级丹药黄龙丹，大幅提升修行者的气血，实乃是极品宝物，即使生吞服用，能促进修为提升。底价2000元时，现在开始竞拍。这掌柜刚一开口，顿时便开始有人竞拍。天才地宝同样也分品级，寻常在山间能寻到的人参就是寻常1品，而眼前的这朵黄龙芝乃是4品。话音落下，不少竞拍者便纷纷开口：嘿，我出2100元时，瞧你那小气啊，我出3000、3200。陆枫在包厢之中看的是啧啧称奇，上街拍卖会的第一件物品就等于中街的最后几件，质量还真是高呀。幸亏我还炼出了丹药，我的就凭李川还储物袋中的3400块原石，恐怕还真拿不下来。而正当陆枫思索的时候，那一朵黄龙芝的价格已经炒上了3900块原石，而且这第一件拍品成功被人高价买，顿时点燃了全场热情。然后众人又将目光望向了那位掌柜。多谢诸位了，现在是第2件拍品，玄阶上品身法回风术。我修炼到大成圆满境界，身影如风，可化作9道残影，敌人无处可寻，无论是追击亦或者是离强敌，都是上好的选择。底价2400元时，话音刚落，还有另外一个妖娆美人捧着一卷卷轴登上了拍卖台。一眼望去，卷轴之上书写着回风术3个大字。我出2600块、2700块、3000块。众人竞拍功法，气氛热烈无比。一转眼的功夫，这件拍品又直接卖出去，而后出现的每一件宝物质量都在回风术、黄龙芝这2件物品左右。过片刻功夫，就已经卖出了10来件商品。嘿，诸位，接下来咱们要售卖的是丹药。那掌柜从美人手中取来一个瓷瓶，随后开口说道：3品上街丹药，玉髓丹。可掌柜话刚刚落下，便有人出口笑道：掌柜，你这上街拍卖会怎么还卖起3品丹药？就是，还是别浪费时间。3品丹药与之前的玄阶上品功法以及4品天才地宝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众人见状，纷纷发出嘘声。那掌柜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待嘘声渐渐止息，这才缓缓开口：诸位，可莫要小瞧了这丹药。这玉髓丹虽只是3品丹药，却有个奇妙的功效，能让大武师、武灵境界的顾客提升一个小境界，而且每人只能服下1粒，毫无风险。说话间，掌柜轻轻晃了晃手中的玉瓶，接着说道：这里面可有5粒呢？拍卖行打算分开售卖，诸位平白提升一个小境界，这难道不诱人吗？底价500元时，话音刚落，众多武王强者便笑着摇了摇头。不过那些大武师、武灵境界的强者心中却是一动，平白无故就能提升一个小境界，这得省去他们多少辛苦修炼的功夫啊。7号包厢之中，周云星和陆康2人的目光陡然一亮，他们若是能得到1粒，在之后的行动中说不定就能占据优势。之前就听闻李坤炼制了1粒，没想到今日竟能碰上，一定要拿下1粒。就在2人心动之际，掌柜突然宣布现在开始拍卖第1粒。我出600元时、650、700。没过多久，第1粒玉髓丹便以750元时的价格售出了。竞争这么激烈，早知道我就去猎杀妖兽，多炼制几粒了。9号包厢里的陆枫顿时有些懊悔。其他人想要炼制1粒玉髓丹，困难之处在于集齐各种100年级别的草药，相比之下，3阶妖丹倒是比较容易获取的部分。然而在能够不断催化草药的陆枫看来，妖丹反而是麻烦的一项。很快，第2粒和第3粒玉髓丹分别以800、850元时的价格卖出了。陆枫心里那叫一个欣喜万分，随便卖出1粒丹就能得到这么多元时，或许以后我可以多来几次拍卖会。就在他思索之时，第4粒玉髓丹的拍卖开始了。800块元时，拍卖刚一开始，便立刻有人出价。听到这个声音，陆枫的眉头微微一挑。周云星也想买1粒，陆枫嘴角轻轻一勾，既然姓周的想买1粒，他自然要过来凑个热闹。900块元时，此时此刻7号包厢中的周云星脸色顿时一怒，猛地望向9号包厢，他可以确定一定是陆枫在和他竞价。好啊，那就看看你有多少能耐。周云星当即咬牙切齿地喊道：本少爷出1000。话音一落，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特别是那位掌柜表情有些茫然，他心里自然清楚炼制这些玉髓丹的人是谁。是因为炼丹师要抬价吗？不对，应该是故意针对那2人吧。掌柜马上就想明白了，不过他也不在意，反正这拍卖行是靠抽成盈利的，你们把价格抬得越高，我越高兴。那掌柜随即大声喊道：这位客官出价1000元时，还有更高的出价吗？就在这时，陆枫那懒洋洋的声音再次传来：1100块。那个小畜生。周云星脸色极为难看，但又不甘心放过这1粒玉髓丹。上次阳谷大比我就败下阵来，如果要去那个地方，实力必须再提升。他和陆康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眼前的玉髓丹就是希望之一。1300块元时，周云星再次咬牙切齿的出价。9号包厢中的陆枫眉头微微挑起，脸上略显惊讶。他倒不是觉得这个价格过高，
而是意识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价格比之前高出了500-600块原石，难道他是非买不可吗？陆枫心中一动，便没有再继续抬价。于是，这第4粒玉髓丹就落入了周云星的手中。拍卖会继续进行，第5粒玉髓丹开始拍卖。不出陆枫所料，这一次是陆康开了口。果然，那2个家伙似乎是想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陆枫咧嘴一笑，继续参与竞拍。他也不怕流拍，反正就算砸在自己手里，也不过就是给个几十块原石的抽成罢了。然而这一次，陆康似乎早有准备，直接将价格抬到了1400块原石。陆枫见价格抬得这么高了，也不想失手，就没有再继续抬价。这5粒玉髓丹就算去掉给拍卖行的抽成，差不多也能有将近5000块原石呢。陆枫也不禁微微咂舌，这高阶的炼丹师挣钱可真是轻松啊。随后拍卖会继续进行，又到了第18件拍品。拍卖行掌柜从侍女手中接过拍品，然后对着众人说道：诸位，第18件拍品是一份4品丹药的配方，这4品丹药名为天元丹，按照这个丹方炼制出来的丹药，对武灵境界的顾客能大大增进修为，就算是武王也会有效果。不过我要奉劝诸位一句，这丹药配方里有不少年份较高的草药，其中不乏500-600年的，诸位可要考虑清楚了。底价2500块原石。话音落下，却没有多少人回应，毕竟需要丹方的往往是炼丹师，而4品炼丹师可是很少见的，其余的人也不可能闲着没事买个4品丹方回去，毕竟炼丹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就在这时，一道清澈的声音响起：我出2500块。这嗓音正是陆枫的，这天元丹方正是他所需要的。听到他的声音，位于7号包厢中的周云星和陆康2人顿时精神一振，他们早就等着陆枫出价，这样他们就可以起哄抬价了。哼，我出2800块。陆康当即出价，那小子既然想要4品丹药配方，我这个当兄长的就给他把价格抬上去。好，2800块一次，2800块2次。掌柜每次喊价都会间隔10几20个呼吸的时间。陆康的脸色变了，因为陆枫始终没有再次出价。难道那个小子想买的不是丹药配方，而是故意吓唬我？陆康心中猛地一惊，如果这真的是个陷阱，他一旦踏进去，恐怕就没机会购买他需要的东西了。就在掌柜要最后喊价的时候，又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我出2801块原石。2801块。看到这个竞拍价，陆康的脸色微微一冷，怒火瞬间涌上脸庞。好啊，竟敢戏弄我！陆康愤怒至极，当下就想再次喊价。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周云星抬手拦住了他，说道：一姐等等，谁知道那个小崽子是不是在故意吓唬你呢？他才修炼了多久啊？就他这个年纪，你觉得他可能是4品炼丹师吗？陆康听了这话，顿时愣住了。那小子今年好像是17岁，4品炼丹师。陆康赶忙摇了摇头，也许1、2品炼丹师还能靠着疯狂炼丹，不计成本的投入来达成，但是你觉得3品、4品可能吗？周云星再次开口。要知道，丹药一旦到了3品、4品，所需的草药就极为罕见，动不动就是100年草药。所以说3品炼丹师可是一个分水岭，到了这个层次就只能比拼天资了，否则的话，就算是那些大宗门想要靠资源强行堆砌出一位3品炼丹师，那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那个小子肯定是在骗我，他怎么可能是4品炼丹师？陆康狠狠的一咬牙，便不再竞拍。下方的掌柜见状，不禁一愣，不对啊，这2拨人不是明显有恩怨吗？怎么不继续竞拍了呢？于是掌柜特意拉长了竞拍的间隙。可是7号包厢里的周云星和陆康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这掌柜只能宣布恭喜9号包厢里的顾客买下这4品丹药配方。陆枫也略微有些惊讶，他摸了摸下巴，难道那2人是被吓住了，还是说后面还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包厢的大门被敲响了。陆大师，你买的丹方送来了，麻烦送进来吧。话音刚落，只见身着一身青红色长裙的凤飞捧着记载丹药配方的卷轴走进了包厢。2801块，不多不少。陆枫抬手一挥，储物袋里顿时飞出一块又一块原石，在包厢里堆成了小山。你可以清点一下，我们相信顾客。凤飞微笑着说道，随后直接将这些原石收了起来。陆枫微微挑起眉头，露出了些许惊讶的神色。倒不是他觉得对方如此信任自己而惊讶，而是在凤飞收取原石的时候，他清楚地感受到了一些精神波动。看来这位凤飞也是个高手。陆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我就不打扰了，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呼唤我。凤飞笑着说完，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包间。陆枫又将目光投向了拍卖场。此时拍卖场里依旧竞拍的热火朝天，很快就到了第35件拍品。恭喜这位顾客以9500块原石的价格买下中品宝兵。那掌柜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又让手下将一柄通体赤红、缭绕着烈焰的长刀拿了下去。接下来是咱们这次上街拍卖会的最后一件商品，在诸位眼中，这件商品或许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没用的。掌柜神神秘秘地说着，随后郑重地从储物袋里取出了一件东西。看到那件东西，陆枫的眉头一挑，竟然是这个东西。他一眼就看到掌柜手中拿着一件物品，那是一块锦帕，看起来平平无奇，就像是一块普通的抹布。而那掌柜握住锦帕，武王级别的气息瞬间爆发，
随后双手握住景帕的两脚，可不管他怎么用力撕扯，景帕却纹丝不动。看到这一幕，众多顾客心中一动，这是万虚洞天的开启之物啊！我就知道这次拍卖会有这个东西，要是能借助这个东西进入洞天，那好处可就太多了，谁也别跟我离谋抢。见众人都认出了这东西，掌柜嘿嘿一笑，然后将景帕放在桌上。万虚洞天钥匙最多可以带2人进入，不设底价，诸位自由竞拍。可话音刚落，6号包厢里就传来了周云星的声音：“我出1万元时。”声音坚定，仿佛早有准备。陆枫摸了摸下巴，嗤笑了一声，难怪要买下玉髓丹，原来是要去万虚洞天。他对这个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件。随着周云星出价，立刻就有人报出了更高的价格，区1万而已，我出1万5，17000块元时，诸位给我陆家一个面子，2万元时。只见这万虚锦帕的价格飞速飙升，瞬间就涨到了2万多。陆枫在一旁看得直咂舌，而此时下方的掌柜笑得嘴都歪了，就算仅仅是抽个成，他们在这一单也能赚上1、2千呢。之后众多顾客相互竞拍，气氛异常激烈。2刻钟之后，最终还是周云星和陆康2人用32000块元时买下了这一张万虚锦帕。诸位，此次拍卖会结束，请大家有序离开。掌柜笑容满面地说道，随后便有强者带领众人依次离开，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买下宝物之后被人劫杀。陆枫的门外也响起了声音：“陆大师，我带您出去吧。”好。陆枫打开大门，就看到凤飞站在门口，2人没有多说什么，在拍卖行里走了一阵，随后便来到了一个出口。多谢了。不用，应该是我们多谢您才对。凤飞笑意盈盈地说道：“日后大师要是炼出了4品丹药，可一定要记得我们啊。”会的。陆枫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便离开天浩拍卖行，前往城中的草药铺。这天元丹的药材有几种我没有，我得去看看有没有卖种子的。拿到了丹药的款项，离开拍卖行后，陆枫在昊天宗房室里面搜寻了许久，才找到2种灵药种子，还缺1种呢，而且缺的还是珍贵的天材地宝。陆枫微微皱起眉头，天元丹的配方还缺一味药材，就是作为主要的4品天材地宝星辰果。这种天材地宝级别的东西，在这些草药里根本不会有。算了，去东门那边问问吧。陆枫不愿浪费时间，乘坐传送阵直接返回了昊天宗。抵达宗门后，陆枫径直前往宗门的珍宝楼。昊天宗屹立多年，拥有无数宝物，不过这些宝物只能用宗门贡献来兑换，最顶级的宝物恐怕只有长老才有资格触碰。内外门的珍宝阁也有所不同，能够获取的宝物种类也不一样。走进珍宝阁，陆枫便找到了这里的执事。如今他身为内门弟子，自然是有这个权利的。陆师弟，不知道你想要兑换什么宝物？自从陆枫跨越一个大境界，打败李川海之后，他的名声就在内门里传开了。师兄，咱们内门宝阁有星辰果吗？星辰果，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有点耳熟。执事师兄陷入回忆，最后拿来一本厚厚的账簿，翻找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有，宝阁里还有3枚星辰果，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啊。敢问师兄，一枚星辰果大概需要多少贡献？4500点贡献，毕竟是天材地宝，除了咱们昊天宗这样的大宗门，也就偶尔会在拍卖会上出现。好的。陆枫听了不禁皱起眉头，他手上总共也就2000多点贡献，想要买下星辰果恐怕还远远不够。哦，师弟莫不是拿不出？执事师兄笑着说，不如先去做几个宗门任务，攒些贡献就有了。多谢师兄。陆枫轻轻点头，随后便退出了珍宝阁。他微微皱着眉头，想要再赚2000贡献点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种担任执事处理宗门事务的任务，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去做，那就只能去接猎杀妖兽的任务了。仅仅半年之后，洞天就要开启了，哪怕他能加快自己的时间流速1倍，也不想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陆枫很快来到了内务堂，正当他浏览任务准备接取的时候，身旁忽然传来一道声音：“这不是陆师弟吗？你也来领取任务？”李师兄。陆枫目光微微一转，看到一位身材高大、气势雄浑的男子，正是之前拜托他炼制玉髓丹的李坤。师兄，你也来接取任务，可不是吗？李坤脸上露出些许尴尬的神色，接着说道：“上次倾家荡产请你炼制丹药，我还借了不少外债呢，现在得赶紧还债了。”这样啊。陆枫嘴角微微一抽，又问道：“李师兄，你可觉醒天赋神通了？”说到这儿，李坤忽然朝周围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恭喜师兄。”陆枫笑着拱手道：“当日李坤就在人群之中，同样服下了一滴万华玉露，而且在拼斗的时候力竭而倒，所幸并没有受伤。我看你这举动，莫非也是来接任务的？”李坤开口问道：“对，最近需要一种药材入药，但是囊中羞涩啊。”这样啊。李坤眼珠一转，随后说道：“对了，我这儿有个不错的任务，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什么任务？”“是一个猎杀妖兽的任务，目标是4阶妖兽赤金炎元，只要能猎杀那头妖兽，咱们俩就能获得整整6000贡献点。”李坤顿时眉飞色舞地说：“到时候只要上交妖丹，那妖兽的其他部位就都归咱们了。”陆枫听了，精神微微一震，我现在也有和武林交手的实力了，和眼前这位师兄联手的话，确实有可能猎杀成功。那头妖兽的实力如何？根据宗门情报所说，赤金炎元刚刚晋升没多久，不过他似乎有一头3阶的伴侣，
李坤立刻拍了拍胸口，一头4阶的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帮我牵制一下，顺便对付一头3阶的，自然就能稳稳拿下。此刻李坤的语气十分自信，似乎对自己能够拿下一头4阶的赤金岩猿深信不疑。陆枫思考了片刻，点头说道：好，那我就答应你。什么时候出发？现在。李坤咧嘴一笑，我本来还想去邀请其他人呢，我认识的武林强者不多，而且也没有哪个有空，师弟你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咱们走吧。陆枫没有犹豫，跟着李坤直接离开了内务堂。两人动作很快，他们并没有立刻离开昊天宗，而是再次返回了珍宝阁。哦，两位想要点什么？我想租借一件冰属性的宝兵，不知道有没有？李坤当即说道。能够租借？陆枫听了不禁一愣，师弟，你刚进内门，所以不知道，只有内门弟子才能够租借宝物，毕竟外门弟子嘛。只是师兄没有把话说完，但陆枫已经明白了。寒属性的宝兵倒是有，总共3件，你看看需要哪一件？只是师兄到货柜上翻找了一下，随后取来了3件东西，分别是一件一刀和一张大网。李坤思考了片刻，就选择了那张名为寒玉网的宝兵，50贡献点押金，归还时结账。给你。李坤爽快地付了账。两人租借到宝物后，没过多久就离开了昊天宗，前往昊天山脉外围。昊天山广袤无垠，足足有1000里之大。昊天宗虽然占据了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但对其他地方也没有过多管控。一是大规模占据也没有太大收益，二是任由那些妖兽发展，也便于随时获取妖兽材料。赤金岩原位于昊天山脉深处，距离昊天宗有1日的行程。两人跋山涉水，途中还遇到不少2阶和3阶的妖兽，都被陆枫一一斩杀。到了第2日下午，陆枫和李坤两人来到一座山林，这座山林寂静无声，连一丝风吹草动都没有。两人都清楚地感受到这里萦绕着一种强大妖兽的气息。师弟，这件宝兵给你，你去解决那头3阶的赤金岩猿。踏入树林之际，李坤就把租借来的寒玉网递给了陆枫。好，这是两人之前就商量好的战术。再次确认之后，两人迈进了这片森林。刚一踏入，一种危险的感觉便扑面而来。轰！就在这时，7、8团人头大小的灿金色火焰从远处呼啸射来。来了！陆枫抬手一招，黑绝刀落入手中，他猛地向上一挥刀，漆黑的刀芒撕裂空气而出，直接将那7、8个火团一刀斩灭。与此同时，一头足有2米多高，浑身长满如同火焰般金色毛发的巨猿从树林里狂奔而出。4阶妖兽归我了！李坤咧嘴一笑，向前跨步，手中出现了一柄亮银色的大刀。嗡！那大刀的刀刃上覆盖了一层又一层的冰晶，寒气四溢。下一刻，李坤朝着那头赤金岩猿冲了过去，无数尖锐寒冷的冰刺破风飞出，射向那头赤金岩猿。好！赤金岩猿怒吼一声，身上的火焰陡然旺盛起来，他不躲不闪，直接正面冲了上去。砰！两者猛烈地撞击在一起，冰火相互交织。下一刻，李坤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不过他轻巧地在一棵树上借力一踩，强行止住了冲出去的势头，力量很强啊！李坤咧了咧嘴，不但没有退缩，反而纵身一跃，持刀向下猛力挥砍而去。此时，那头赤金岩猿被他吸引，两者开始激烈的交战起来。不一会儿，树林深处再次传来一声吼叫。陆枫心中猛然一动，知道第2头赤金岩猿来了。就在此时，一道金灿灿的身影从树林中冲了出来，正是另外一头赤金岩猿。然而，看到这头妖兽的时候，陆枫和李坤的脸色都突然一变。怎么也是4阶妖兽？什么？情报是假的？两人的脸色忽阴忽晴，心中一沉。要是一头4阶妖兽和一头3阶妖兽，他们还有信心解决；可要是2头4阶妖兽，那就棘手了。你尽快解决战斗，我来拦住这头畜生。陆枫大步流星的向前，直接朝着第2头赤金岩猿冲去。大战一开始，陆枫就直接开启了天赋神通，施展了风遁。刹那间，陆枫的速度变得极快无比，一个呼吸的功夫，他就已经来到第2头赤金岩猿的面前。随后，他迎着风挥出一刀，噗嗤，一道狰狞的伤口突然在赤金岩猿身上出现。这头妖兽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随后立刻大怒，赤红色的烈焰瞬间沸腾起来。赤金岩猿张开双臂，似乎想要将陆枫抱入怀中。我可不想被拥抱！就在这头妖兽即将得逞的一瞬间，陆枫身影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他的背后，又砍出一刀，又是一道伤口出现。然而4阶妖兽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先前陆枫砍出的那道伤口此时已经复原了。紧接着，陆枫面前的赤金岩猿突然嘶吼一声，身上涌出赤金色的烈焰，这火焰汹涌不息，瞬间点燃了这片树林，漆黑的烟雾四处弥漫开来。然后这头凶兽猛地将目光锁定过来，你小心点，解决那头！远处的李坤艰难地喊道。他虽然有武林6重天的实力，能够战胜赤金岩猿，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放心，我会拖住的。陆枫神色冷峻。与此同时，赤金岩猿已经扑了上来，肌肉鼓胀的双臂不停地挥舞着，扑在空中时挥出了数10道残影。与此同时，大片大片的金色火焰从周围冒出来，堵住了陆枫的退路，仿佛要将他吞噬。哈！陆枫咧嘴一笑，身上同样升腾起一道碧绿色的火焰，碧灵焰，这是他炼丹时使用的火焰，
对敌效果并不强，之前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现在不同了，陆枫使用碧灵焰是为了隔绝周围的火焰。果然，周围的赤金色火焰刚一接触到碧灵焰，便相互僵持，无法伤害到陆枫。但火焰仅仅只是手段而已，那头赤金炎猿已经扑了上来，那就来吧！陆枫低吼一声，体内真元疯狂涌动，随后他手中的黑绝刀变得漆黑如深渊。斩！破浪刀法第一式狂澜。与当日对战李川海相比，陆枫的实力无疑有了一定的提升。他手中的长刀猛地挥出，漆黑色的刀芒呼啸着，径直朝着赤金炎猿的脑袋冲去。好！赤金炎猿立刻吼叫一声，双手一合，直接夹住了这一道刀光。两股力量瞬间开始对抗。赤金炎猿的双掌涌出滔滔金色烈焰，拼命压制那仿佛要爆发的漆黑色刀芒。2、3个呼吸之后，咔嚓一声，赤金炎猿直接捏碎了陆枫挥出的这一击。嘎嘎嘎！赤金炎猿得意地笑了起来。到了4阶妖兽层次，或多或少都会拥有一些智慧，其中顶尖的甚至不会逊色于人类。而赤金炎猿并不知道，陆枫刚才那一招仅仅只是虚晃一枪。就在此时，一张仿佛由冰晶凝聚而成的大网从天而降。呼！原本被赤金色烈火环绕的树林忽然涌起一阵寒风，寒玉网直接落下，在赤金炎猿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压在了这头4阶妖兽的身上。咔咔咔！顷刻之间，一层又一层的冰晶在赤金炎猿的身躯上浮现，缠绕着他的躯体。好！这头4阶妖兽顿时陷入狂怒之中，疯狂地用肉身挣扎，想要挣脱束缚。然而，想要凭借肉身挣脱宝兵的束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陆枫深吸一口气，瞬间将体内状态提升到极致，双手紧紧握住黑绝刀。那一刻，陆枫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如同缩地成寸一般来到赤金炎猿面前。给我斩！突然之间，漆黑的一刀挥出，扑哧！被压制在地的赤金炎猿身躯上顿时出现一道伤口。但这还没有结束，刀随心走，意随心动，陆枫的身影瞬间化作一道道残影，在这头4阶妖兽被束缚的短短时间内，几乎接连挥出了数十刀。噗噗噗！一道又一道血光迸溅，赤金炎猿愤怒地咆哮着。看来师兄没有选错宝物。陆枫手中长刀不断挥出，速度极快。与上次和李川海对决相比，这次他轻松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2人准备了冰属性的束缚宝兵，如此一来，这头赤金炎猿只能凭借肉身硬扛陆枫的攻击。斩！斩！斩！陆枫全力出手，速度之快，就连一旁的李坤都看得眼花缭乱。仅仅7、8个呼吸的功夫，赤金炎猿身上就出现了将近100道伤口，庞大的身躯几乎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就在此时，他似乎积攒了足够的力量，猛地站了起来。砰！寒玉网一阵颤动，随后被这头妖兽从自己身上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陆枫的最后一刀也到了。给我断！陆枫大喝一声，整个人的气势攀升到了巅峰状态，一道长达10余丈的黑芒破空袭出。而此时此刻，面对这最后一击，刚挣脱束缚的赤金炎猿双手抱在头颅之前，轰！2股极其可怕的力量爆发开来，赤金炎猿3米高的身躯向后倒飞出去，重重地摔砸在地上。与此同时，一条1米多长的血肉高高飞起，最后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扑腾！尘土飞扬，那条被鲜血染红、长着金色毛发的手臂掉落下去。陆枫在疯狂爆发之下，砍掉了赤金炎猿的一只手。好！饱含怒火的咆哮声骤然响起，下一刻，只剩下一只手臂的赤金炎猿飞射而出。虽然少了一只手臂，但极致的痛苦似乎激发了他的兽性，他的气势变得更强。哼！陆枫冷笑一声，转身就逃。而此时，赤金炎猿的视线里只有他，甚至放弃了同伴和李坤，一心只想报仇。此时，经过刚刚那一轮极致的爆发，陆枫体内的真元已经消耗了5、6成，未必能胜过赤金炎猿。看到这一幕，李坤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师弟这么强，那我就放心了。下一刻，一股狂猛的气势从李坤的身躯中爆发出来，他的身躯凭空增长，就如同传言中的法相一般。只是相比100丈起步的法相，李坤此时仅仅只有5米多高，不过一身实力也足以压制眼前这头凶兽。没有同伴的帮助，要对抗一位506品，而且还拥有天赋神通的对手，赤金炎猿几乎没有胜算。而在远处，陆枫不停地在一棵棵巨树之间穿梭跳跃。该死的，这猴子都只剩一只手了，速度怎么还这么快？陆枫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只见赤金炎猿手臂的断口已经愈合，不再滴血。这头凶兽紧紧追着他的背影不放，一人一兽在丛林间相互追逐，瞬间惊动了不少妖兽。将近1刻钟后，一人一兽向着远处奔去，期间遇到不少妖兽，但大多都是3级的，直接被暴怒的赤金炎猿当作路障，一巴掌就拍死了。陆枫向前逃窜，脸色忽然一变，眼前没了路，而是一条悬崖。该死！陆枫脸色大变，猛地扭头看向下方，只见赤金炎猿仍旧在后面紧追不舍。那就再拼一次！陆枫深吸一口气，将剩余1半的真元汹涌而出，凝聚在手中的黑绝刀上。与此同时，赤金炎猿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停下脚步，冷冷地注视着陆枫。下一刻，陆枫纵身跳下悬崖，整个人化作一道漆黑色的刀芒，
朝着赤金岩猿杀奔而来。好！赤金岩猿嘶吼着，仅剩下的右臂高高扬起，猛地朝着上方砸了过去。下一刻，赤金色的火焰和漆黑色的刀芒再次碰撞，砰！在短暂的僵持碰撞之后，陆枫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幸亏他在出手之前就已经调整了角度，所以没有被击下悬崖。陆枫哐当一声落地，接连后退了10余步，才勉强卸去身上的大部分力量。好强的力道！与此同时，赤金岩猿又扑了过来，继续追击。陆枫咬着牙，双手握刀，又一次和赤金岩猿对拼了好几下。就在此时，一声大喊骤然响起：“师弟，我来助你！”下一刻，一张由冰晶凝结成的大网从天而降，再一次把赤金岩猿镇压下去。终于来了！陆枫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看到李坤迅速从远处赶来。此时，这位师兄的脸色也不太好，身上到处都是伤势，胸口也隐隐凹陷。看来迅速解决一头4级妖兽，对他来说也是极大的负担。陆枫心中一动，趁着赤金岩猿还没挣脱开，再次出刀。这一次不仅是他，李坤也同时出手，2把宝冰长刀骤然落下，直接砍在赤金岩猿的脖颈之上。噗嗤，鲜血直流，头颅直接被斩了下来。结束了！陆枫斩下头颅后，往后退了2步，不停地喘着粗气。他体内的真元现在只剩下1层，堪称出道以来最惨的一次。而此时，李坤的状态也不比他好多少，同样满身伤势，真元消耗巨大。妈的，都怪那群混账东西，给老子塞假情报！砍下头颅后，李坤就在原地破口大骂起来。要不是老子还有天赋神通，强行顶着伤势宰了那头妖兽，恐怕刚刚就没办法来救人了。一想到要是那位周长老的徒弟因为自己而死，李坤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陆枫喘息了片刻，站起身来，立刻就被李坤此时那高大无比的身影所吸引。这就是师兄你的天赋神通？不错。李坤此时身高将近5米，比一般妖兽还要恐怖，实在让人难以忽视。李坤点了点头，随着气息放松，身躯一点点缩回到了2米左右。这神通极为消耗真元，差点支撑不住。李坤吐出一口气，抬手一挥，把赤金岩猿的尸体收了起来。尸体就先放我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立刻返回。好。陆枫点点头，跟着李坤再次前往那一处森林。此时2头赤金岩猿都已经死了，这里还残留着4阶妖兽的气息，平常妖兽不敢靠近。匆忙之间，2人连忙服下恢复类丹药，用了半日的功夫，陆枫、李坤2人总算是恢复了全身真元，随后立刻向着昊天宗方向赶去。而所幸这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厉害妖兽。1日过后，2人便顺利的返回了昊天宗内务堂。陆枫、李坤2人气势冲冲的走入其中。这不是李师兄吗？任务做完了，管事迎了出来。而后者更是向前一把拍在柜台上，破口大骂：到底是哪个混账别独自做的任务？那里分明有2头4阶赤金岩猿。李坤大嘴张合不定，各种污言秽语随口就来，管事的内门弟子顿时被骂懵了。片刻之后，他才反应过来，任务有问题。师兄，可有什么凭证？我好与长老说说。凭证？李坤当即冷笑了一声，随手一抬，2具4阶层次的赤金岩猿出现在地面之上，顿时便吸引了一道道目光。2个竟然猎杀了2头4阶妖兽，赤金岩猿在这个层次中也是中上水平。糟了，这任务怕是真出问题了。那管事立刻陪笑连连，开口说道：师兄、师弟，2位稍后，马上去联系长老。还不快去！李坤双眼一瞪，那管事弟子连忙离开。片刻之后，他才陪笑着出现。长老吩咐下来了，这次任务奖励增加1半，而且只要1粒妖丹。2位觉得如何？这还算一回样子。李坤冷笑着点头，把报酬拿来吧。双方交换了妖丹和贡献点，陆枫、李坤2人便直奔着珍宝楼。2位是来归还宝物的？不错。李坤点头，随后将韩玉网送了回去。一共3日，1日100贡献。那只是弟子抽取贡献之后，随后望向陆枫：这位师弟可还需要星辰果？给我兑换1枚。好嘞。那只是弟子扣完相应的贡献，然后递出了1枚晶莹剔透，仿佛蕴藏着无数光芒的果实。这就是你要的东西？李坤眼眸一亮，他虽然不认识这果实，也明显感受到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天才地宝。4品天才地宝，拿去炼丹。4品天才地宝。听到这话，李坤骤然反应了过来，眼睛顿时瞪圆，开口说道：师弟，你要炼制4品丹药，只是一个尝试而已，那也足够吓人了。李坤顿时惊讶万分，要知道咱们昊天宗5品炼丹师只有1位，4品炼丹师没有，之前3品炼丹师还是那个死胖子，你若是成为4品炼丹师，恐怕一些长老都会来找你炼丹。李坤惊讶开口：师兄，你就别捧我了，我也只是倾家荡产尝试一次，如果不成的话，那我估计要缓很久。陆枫露出一丝苦笑，似乎是被戳到痛处，李坤也感同身受起来，开口说道：那就祝师弟你马到成功吧，那咱们就先别过了。好。陆枫轻轻点头，和李坤在珍宝阁分开，没有多做停留。陆枫很快便返回了自家洞府，开了双重阵法之后，陆枫拿着那枚星辰果来到了自己崭新的灵药园，将这枚星辰果种下去，应该能够得到一棵果树。陆枫也拿不定这星辰果能否成为种子，他现在也只能是上一试，用黑绝刀将地面刨开，
陆枫小心翼翼地把星辰果放入其中，随后进行掩埋。做完这些，陆枫抬起手掌，取出了天星玉佩，能不能炼制大量4品丹药，大幅提升，就看这一项了。陆枫深呼一口气，体内的真元便如同泄洪一般流淌而出。1分钟、2分钟、10分钟，陆枫体内真元疯狂流失，下方地面仍旧不见有任何动静。难道我猜错了？陆枫心中顿时有些失望。就在此时，忽然感受到了一丝别样的气息。等等，陆枫低头一看，那一根幼苗破土而出，随后便开始用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成功了！陆枫心中顿时狂喜，便在此倾注浑身的真元。而等到他将体内的真元全部输出之后，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棵半米高的小树。没关系，只要有树苗就行。陆枫松了一口气，取出2块原石，开始恢复真元。半日后，他重新恢复，继续开始催熟。一连3次之后，这棵星辰树变得足足有1米有余，上面同样长着7、8个晶莹剔透的果实。成了！陆枫心中一喜，直接摘下所有果实。摘下了崭新的星辰果，陆枫又开始催熟其他必要的灵药。又将近是半日过后，陆枫集齐了天灵丹所有的材料，这下可算是能开炉炼丹了。陆枫取出所有草药，走入炼丹房中，开始点燃炉火，调制丹药。4品丹药的难度要超越3品丹药，足足需要容纳40余道药性，堪称是大工程。陆枫将众多草药连同着1枚星辰果丢入炼丹炉中，炉火瞬间沸腾，他开始一道又一道的融合药性。然而和他第一次炼制3品丹药一样，天元丹第一次炼制直接失败。没关系，还可以继续。只要一种丹药都是以草木为配方，对于陆枫来说，需要付出的也仅仅恢复真元的时间以及原石。几位来找我，有何贵干？陆枫平静开口。老夫云路，听说便是你之前打了我的徒弟。老者冷冷地看着他，我正当防卫，莫非有什么问题？放屁！我分明上门与你讲道理，也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出手。现在我师父在面前，你还敢骗人不成？陶堪顿时破口大骂，谁是谁非，自有公道。你难道想诬陷我吗？陆枫冷冷地看着这死胖子，如果之前得罪一位长老的话，或许还会麻烦，那现在身后也有一位长老，那自然就不用怕。诬陷你？陶堪还要再说些什么，却被一只手拦在面前。住口！5品炼丹师云路开口，然后冷冷地盯着陆枫，我不管你们是谁先动手，但最终那你打了我徒儿，老夫一向是护短，就算你师父是姓周的，那也要给老夫3分薄面。长老，您打算如何？陆枫眼眸微眯，冷冷地盯着云路。呸！师父是何等修为，你这狗东西配他老人家出手吗？就是，陆长老可是5品炼丹师，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乖乖认错？骤然之间，跟随云路长老逃开而来的人面露敌意，冷冷地看着陆枫。陆枫神情平静，早就已经习惯这些目光。小子，你是在逼老夫不成？云路长老的目光越发的不善，伸出手来，武王级别的气息瞬间爆发。呼！一股狂风骤然爆发，高出整整2个大境界的威压瞬间散开，而这些随行的那些弟子们纷纷退却，面露苍白之色，仿佛没法承受一般。嘎巴嘎巴，陆枫浑身骨骼噼啪作响。然而即使武王级别的威压落下，他仍旧站得笔直如剑，没有一丝动摇。这小子莫非修炼了炼体之术不成？武王级别的气息爆发，云路长老冷冷地盯着陆枫，开口说道：小子，可知道老夫是谁？别以为年纪轻轻有一些炼丹之术便能够在老夫面前跳脚，老夫今日就带你师父教训教训你。话音刚落，云路骤然出手，一巴掌便拍向陆枫。老夫给你一巴掌，看你还能嚣张否？云路虽说是位炼丹师，但一身修为仍旧是武王层次，陆枫速度也不是对手，那就来拼一把，看看能不能咬你一块肉下来。就当云路一巴掌又拍上来，忽然有人骤然出现，随后捏住了云路的手掌。哼，我周某人的弟子，当然由我周某人教训，不劳烦云路长老了。周卫嗓音骤然响起，随后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他便出现在了云路的身旁。你！云路脸色微变，右臂不断爆发力量，然而周卫手掌如同胶铁柱一般钳住了他。你给我把手撒开！哼！周卫随手一甩，云路整个人倒退而出，脸色极为难看。姓周的，那你真要为了这个徒弟和我作对不成？还是那句话，周某人的弟子，周某人自己办。周卫瞥了一眼陆枫，开口说道：为师便罚你回洞府闭关，没有为师之令，不得出洞府。好的，师傅。陆枫朝着陶堪、云路咧嘴一笑。等等！云路顿时开口，莫非我徒儿被欺压的事就这么算了不成？什么欺压？老夫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周卫面露迷茫之色。你！云路脸色微微变化，深呼一口气，开口说道：小子，我听说你也是个3品炼丹师，怎么了？老鬼，你与我徒儿有仇吗？我作为长辈，不和你计较，你们2个自行解决如何？云路盯着陆枫，周卫开口。自行解决？陆枫嗤笑了一声，心想这个老鬼刚刚还想对他出手，前辈想怎么自行解决？非是要我和他打上一场不成？陆枫露出森森白牙。嘶！陶堪深吸了一口凉气，浑身微微颤抖。他可是清楚知道陆枫连50级别的李川海都已经打趴下，让他上去的话，那是一点机会都没可能。当然不是，
不如就用炼丹师的手段来对决，如何？云露冷声开口：若是你输了，便给我徒儿赔礼道歉，还要给老夫跪下认今日之错，要赔偿损失。哈哈哈！周卫顿时大笑了起来，开口说道：说得很好，可是我徒儿凭什么和你这老鬼赌？对啊，若是我胜了，又该如何？若是你胜了……云露冷笑了一声，猛地一抬手，身旁地面骤然一震，砰！空气中忽然炙热了几分。只见他身旁出现了一尊将近1人高的大鼎，这尊大鼎是4足方鼎，仿佛由青铜锻造而出，而其上蔓延着一条又一条赤金色，如同熔岩般的纹路。没想到呀，竟然拿出了这件东西！看到这一尊4足方鼎，周卫也露出了惊讶之色。5品炼丹炉，这样够不够？云露冷声开口。5品炼丹炉，众人闻此，心中皆是一惊。要知道，炼丹炉和丹药的品质划分相同，从1到9品不等，品级越高，对炼丹的助力就越大。陆枫的眼眸中也泛起了炽热的光芒。我如今所用的炼丹炉，不过是从房氏购得的2品炼丹炉，虽说勉强够用，但也仅此而已。陆枫心中暗忖，若能赢下这尊5品炼丹鼎，我炼丹的速度必定能大幅提升。就在这时，云露冷冷地开口道：怎么样，你可愿意与我徒儿赌上一赌？四下顿时一片寂静，周卫脸上浮现出一丝为难之色，转头看向陆枫，暗中传音：你想试试吗？若是成功，对你可是大有好处。师傅，徒儿想试一试。陆枫同样传音回应，他对那尊5品炼丹炉着实心动不已。师徒2人暗中传音交流之后，周卫面色严肃，朗声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带徒儿应下这场比斗。好，答应就好。老夫都拿出这一尊鼎了，双方算是对的。若是你们输了，还得把那灵神果输给我。灵神果？周长老听到此处，脸色骤变，开口问道：你怎么会知道？这灵神果可是他最近得到的一种5品宝药，正打算寻觅合适的丹药配方来炼化。那人也曾找过老夫，只可惜不满意老夫给出的价格。你买这消息，怎能瞒得过老夫的眼睛？云露得意地笑了笑，周卫的脸色阴晴不定，看了一眼陆枫，咬咬牙说道：好，我答应你。这可是你亲口所言，在场众人都可做见证。云露微微一笑，接着说道：就在炼丹房如何？那可是你的地盘，这怎么能行？周围脸色一变，当即拒绝。好，那就在昊天广场，届时所有内门弟子都能前来见证，如何？云露冷笑着提议，这样才算公平。周卫这才点头同意。既然约定好了，那老夫就先带着徒儿离开了，你可千万别不敢来。云露大笑着，带着陶堪离开了此处。等到众人离去，此地只剩下陆枫、周围师徒2人。徒儿，你当真有把握吗？周卫微微皱起眉头，他忽然觉得云露这老鬼其实是冲着他来的，知道他买下了灵神果，还想用这场比斗来算计他。师傅，难道您不相信徒儿？陆枫浅笑道：自您认识徒儿以来，徒儿可曾让您失望过？这倒没有。周围依旧有些担忧。那徒儿让您看看底牌。底牌？周卫眼眸一亮，心想自家徒儿难道有什么高阶火焰或者是炼丹的宝物？徒儿的底牌便是这个。陆枫摊开手掌，一枚宛如白玉锻造而成的丹药出现在掌心。这是什么？周卫面露疑惑，能感受到这丹药散发着浓郁的药香。这是4品丹药，天元丹，服用后能够大幅度提升修为。天元丹？周卫微微一愣，随后猛地想到了什么，赶忙问道：难道是你自己炼制的？没错。陆枫笑着回答，徒儿前些日子在拍卖行买了一份天元丹的配方，而后又去珍宝阁兑换了一枚星辰果，凑齐材料之后，徒儿开炉炼制了一次，这便是成果。周卫倒吸一口凉气，脸色瞬间变了。4品丹药？未满18岁的4品炼丹师，虽说能炼制4品丹药，并不意味着就是4品炼丹师，但能够炼制出4品丹药，晋升的可能性极大。不知道有多少3品炼丹师连4品丹方都未曾知晓，难怪你有把握。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周卫顿时开怀大笑起来。老东西，还想坑老子的灵神果？我倒要看看你那又笨又胖的徒弟怎么能赢得了一个4品炼丹师。昊天宗炼丹房内，哈哈，那个老东西终于落入我的算计之中，他花重金买下的灵神果，还不是要落入老夫之手？云露极为得意地坐在太师椅上，嘴角含笑。没错，他之所以帮自家徒弟陶堪出头，自然是为了周长老手中的灵神果。开什么玩笑，大武师级别的争斗他才不会管呢。毕竟那小子也是有后台的，平白无故得罪一个武皇，对他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一次如果能得到那枚灵神果，就算得罪姓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得到那枚灵神果，我就能炼制一枚重要的5品丹药，进而突破到武皇层次。就在他心中激动之时，陶堪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师傅，咱们要怎么赌？当然是选择炼制丹药，谁炼制的好，谁就是胜者。云露眯着眼，冷冷地看着陶堪，难道你还没有把握吗？区区一个小时而已，他就算是3品炼丹师，又能厉害到哪里去？你炼制过那么多丹药，还怕那个小子不成？这陶堪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说实话，他心里还真有点没底。那小子之前可是炼制出了玉髓丹，我当时可是让姓李的准备了5份。师傅，可否给徒儿一点？哼，如果不是此事涉及那枚灵神果，老夫真的……云露的声音冷了几分，随即手掌一翻，
掌心处突然出现了一朵赤红色如血，仿佛流淌着鲜血般的火焰。这陶堪的瞳孔骤然一缩，开口说道：“这是老师您的丹火。”云露容纳了天地火焰，这种火焰的威力能够与武皇级别6品妖兽的半生火焰相媲美，名为血灵火。老师，我10天之内难以彻底炼化。当然知道，这只是一点紫火，足够你用了。别真以为老夫现在就会把血灵火给你。陶堪听后，脸色长得像猪血一样，他咽了咽口水，说道：“我知道了，老师，知道了，还不快去尽快炼化这血灵火？”“是，老师。”陶堪连连点头，随后便退出了炼丹房。10日之后，昊天广场上与平日大不相同，这里被摆放了高台，几十乃至上100位内门弟子都围聚在此。远处还有数位武皇级别的长老、炼丹师对决。在他们昊天宗内部，竟然有2位炼丹师要相互对决，这可算是件稀罕事。要知道，这样的事通常是发生在药王宗的。昊天宗的传承向来不太重视炼丹术的修炼，门派之中仅有1位5品炼丹师。众人正在等待之际，一股气息忽然弥散开来，大家转头望去，云长老来了。云长老今日可真是精神抖擞啊，不愧是5品炼丹师，这气势就是不凡。在众人的簇拥下，云露带着陶堪来到此处，他目光一扫，却不见周卫和陆枫2人的踪迹。哼，笑话，师徒2人该不会是不敢来了吧？云露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在这10日之内，他早就派人四处宣扬了此事。若是那姓周的不敢来，怕是要被他踩得颜面尽失。念头一闪，云露运转真元，大声说道：“人呢？难道是不敢来了？”声音刚一传出，便向着昊天山脉深处传去。就在此时，另一股气息涌现，瞬间就将那道声音消散于无形。众人只见周卫带着陆枫乘风而来，而后稳稳地落在了擂台一旁。老鬼，谁说我不敢来了？周卫咧嘴一笑，接着盯着云露说道：“东西呢？先把东西拿出来吧。”哼！云露冷哼一声，抬手一挥，一尊5品炼丹鼎便出现在旁边。那灵神果呢？在这儿呢。周围一摸储物袋，手掌中就出现了一枚通体淡青、散发着隐隐宝光的果实，果然是那枚灵神果。云露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然后神色一正，开口道：“既然如此，今日的比斗就开始吧，还请诸位弟子长老做个见证。”说着，他看向远处那些武皇级别的长老，怕你不成？周卫也朝着那些长老点头示意，接着随手一抛，灵神果就落入了那一尊5品炼丹炉中。展示完赌注，双方这场争斗也算是正式拉开帷幕。那就开始吧，怕你不成？周围咧嘴一笑，看向陆枫说：“徒儿，你一定要取胜啊！”“放心，老师。”陆枫笑着点头，随后登上其中一座高台。陶堪则因沉着脸盯着他一眼，也登上了另外一座高台。下一刻，双方不约而同地取出了炼丹炉。砰！陶堪手掌一翻，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尊3足炼丹炉。这炼丹炉通体赤红色，散发着浓郁的丹香。这炼丹炉可是老师的珍藏，乃是4品炼丹炉。那小子，陶堪目光转动，当他看到陆枫面前的东西时，顿时放声大笑：“小子，你不会是觉得自己输定了，想把责任推到炼丹炉上面吧？”随着他这么一说，一道道目光都投向了陆枫面前的那尊炼丹炉。陆枫的那尊炼丹炉同样是3足圆鼎，色泽像是用类似黄铜打造的，一眼看去，整体比陶堪那尊小了2号。而且这尊炼丹炉上满是痕迹，仿佛经过了千百次的炼制。没错，陆枫使用的仍旧是一尊2品炼丹炉。陆枫神态安然，他自然不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比试就去购买一尊3品或者4品的炼丹炉。原因很简单，陆枫没这个时间，而且就算买了新的炼丹炉，也未必顺手，反而可能耽误我的炼丹效率。陆枫不屑地嗤笑一声，轻轻摇了摇头，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可不知道。真是穷啊，炼丹师可都是很富有的，这小子怎么这么寒酸？哎，这家伙才拜师不久，之前都是自学，恐怕钱都花在药材上了。哈哈，这下他还怎么比？人家起点就比他高。陆枫根本不理会周围那些目光，随后便见周长老和云露2人对视一眼，接着云露开口说道：“你们2人这次的比试是炼制3品丹方回春丹。”不少见多识广的弟子和长老听到这个丹药名字，都是精神一振。回春丹是一种恢复类的丹药，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的大武师吞下这丹药，便能大幅好转，就算是武灵服用也大有裨益。这配方所需的药材虽然不是特别难找，但炼制起来却极为困难，哪怕是非常熟练的3品炼丹师，往往也要浪费2、3次材料才能成功炼制一次。而这个丹方自然也是周卫和云露2人在比斗之前共同选定的。陶堪盯着陆枫，露出冷笑，他可是志在必得。为了练习炼制这种丹药，他几乎花费了大半的身家，弄来了30来份药材，日夜苦练，已经熟练无比。那小子也收购相应的灵草，肯定没有我多。陶堪、云露师徒2人掌管炼丹房，和珍宝楼关系匪浅，而且山下的房事也不敢得罪这位5品炼丹师。回春丹所需要的药材几乎被他买空了，那小子顶多只买到5、6份，拿什么和我争？这10天来，他可是不眠不休，将所有的草药都炼成了丹药。深吸一口气，陶堪便弹出了血灵火，轰！火焰瞬间腾起，开始给炼丹炉升温。
这6品妖兽自带的火焰，顿时让周围变得如同夏日般酷热。在升温炼丹炉的时候，陶侃扫了一眼陆枫，心中顿时大喜。只见陆枫盘坐在炼丹炉前，竟然没有丝毫动作，就像是要入定一般。哼，蠢货！陶侃心中暗喜，炼制丹药，这事就是要凭借一股心气，信心足够，成功率就高。陶侃深吸一口气，将草药投入其中。回春丹所需要炼化的药性，足足有30余道，其难度已经不低于4品丹药。哪怕陶侃练习了几10次，此时也是小心翼翼。1道、2道、3道，一道又一道药性被陶侃熔炼于一体。将近1个时辰过后，炼丹炉火焰大盛，陶侃将最后1道药性融入其中。嗡！一瞬间，炼丹炉微微颤动起来。陶侃心中一惊，随后他立刻灌输体内大量真元，全力压制。片刻之后，炼丹炉才恢复平静，里面也多了一粒圆溜溜的绿色丹药。炼丹师难道就是这样炼丹的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仅仅1刻钟就能炼制出1枚3品丹药，陶侃师兄不愧是炼丹房的佼佼者呀！一道道满是惊骇与敬佩的声音纷纷传出，陶侃一时间不禁有些飘飘然，扭头又朝着陆枫看了过去。这小子怎么还没动静呢？陶侃心中不禁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就算再害怕，好歹也得试一下吧？难道是在憋什么坏招？我现在炼制出来的只是中阶丹药，还得再炼制一次。陶侃深吸一口气，便开始炼制第2份丹药。这一回，陶侃依旧按照之前熟悉的步骤放置草药。可就在他炼化第28道药性的时候，炼丹炉突然又剧烈震颤起来。不好！陶侃赶忙涌出体内真元，然而这一次他再也压制不住了。只听轰的一声，炼丹炉中黑烟滚滚，恶臭瞬间弥漫开来。炸炉了！陶侃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沉了下来。没关系，我这炼丹炉可是4品的，就算炸炉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陶侃心里一动，熟练的开始清理草药灰和废弃丹药。等到一切都收拾妥当，陶侃又重新开始炼制丹药。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能出错，我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给我去死吧！陶侃在心中怒吼着，精神高度集中。1刻钟过后，炼丹炉的火熄灭了，一缕极为浓郁的香味飘散出来。成了，大爷，我成功了！陶侃张狂的大笑起来，接着不顾丹药滚烫，直接伸手取了出来。众人只见他手中出现了1枚晶莹剔透的绿色丹药，那股芳香顺着微风飘向四周。3品上阶丹药，请诸位长老过目。说完，陶侃像捧着宝贝似的走到诸位长老面前。不错，真的很不错。云路长老开怀大笑，心中满是得意。3品上阶，这不是胜券在握了吗？随后，云路长老忍不住看向周围，说道：“周长老，您的弟子怎么一直不动手呢？难道是不敢吗？”不敢。周围顿时放声大笑起来，说道：“我徒儿为人谦逊，只是不想惊吓到你徒儿，影响他的状态罢了。”谦逊？惊吓陶侃？话音一落，云路长老额头青筋暴起，其他长老的脸色也变得十分古怪。周围嘿嘿一笑，然后看向陆枫，说道：“徒儿，现在可以露一手了。”与此同时，陆枫从入定中清醒过来，微笑着点了点头，谨遵师命。陆枫从容地站起身来，屈指轻轻一抬，一点绿色的火焰飞射而出。碧灵焰。看到这朵火焰，云路和陶侃2人脸上露出讥讽的神色。区4品丹火，这什么天地灵火和血灵火比起来差远了。而其余的长老和弟子们也是一脸茫然。他们虽然不懂炼丹之术，但也能看出来，陆枫无论是火焰还是炼丹炉，都远不如陶侃。陆枫面色平静，并没有像陶侃那样逐一放入丹药，而是一下子把所有丹药材料都扔进了炼丹炉。看到这一幕，云路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把自己炸死吧？这就像做个炸弹一样啊！紧接着，云路大声笑了起来。这样炼丹，无疑是在找死啊！回春丹的药性需要逐一融合，否则必然会炸炉，除非这个小子的炼丹水平极高。周长老，你就等着输吧。云长老，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呢？2人相互放了狠话之后，众人的目光又都聚焦到陆枫的炼丹炉上。果不其然，陆枫面前的炼丹炉火势熊熊，剧烈震动，就好像里面关着一头凶猛的妖兽。然而，陆枫却始终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蠢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把回春丹的材料买空了？不过也就练习个20-30次而已。陆枫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讥笑。他只买了5份丹药材料，纯粹是做给云路和自家老师看的。实际上，他早就用天心玉佩催熟了上100份丹药。凭借天赋神通，陆枫在洞府里已经炼制了上百次。这个时候，就算闭着眼睛，他也能轻松炼制出丹药。感受到炼丹炉即将炸开，陆枫轻轻一拍，碧灵焰化作无数小蛇，分别将不同的药性缠绕包裹起来。瞬间，炼丹炉就稳定了下来。而此时，陆枫凭借自身的修为加速自身的行动，同时操纵着30道药性相互融合。此时此刻，陆枫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傀儡师，用一只手操纵多个傀儡，演绎出一场精彩的话剧。随着时间的推移，炼丹炉逐渐平静下来，一缕又一缕的丹香从炉中飘散而出。这是闻到那股味道，云路和陶侃师徒2人脸色巨变。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他们怎么可能认错回春丹的气味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云路脸色难看到极点，
就算是我炼制回春丹，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而徒弟陶堪更加直接就站了起来，他作弊，肯定作弊了。然而此时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们的叫嚷，大家都在注视着陆枫如同创造奇迹一般的炼丹过程。半刻钟之后，碧灵火熄灭，陆枫轻轻一笑，从炼丹炉中伸出2指，夹出一枚丹药。只见那枚丹药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的丹香，丹药之上还出现了一条如同龙纹般的痕迹。丹纹！看到这道痕迹，许多识货的长老心中震撼不已。寻常丹药是没有丹纹的，只有突破上阶达到圆满层次，再次精炼才会出现。往往精炼的次数越多，药效就越强大。而此时那枚回春丹上正好有一道白色龙纹，一次精炼便是一条龙纹，一条龙纹便是一转。相传9转丹药那可是真正的神药，能够让人一步登天呢。云长老，怎么样？我就说会吓到你徒弟的吧。周围那充满笑意的声音传来。你，云路长老长红了脸，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就算是他，也只有在状态极佳的时候，才偶尔能炼制出一道龙纹。这难道真的要输了？云路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那5品炼丹鼎可是他自己要用的呀，要是把这个炼丹炉输掉，他就只能用3品炼丹鼎，或者去抢徒弟的4品炼丹鼎了。云长老，你这算是输了吧？周卫伸出手在云路眼前晃了晃，云路不停地喘着粗气，面目狰狞地说道：“老子还没输呢。”云长老，那小子都已经练出龙纹了，你这边……旁边有长老开口说了一句：“哼，他只练出了1枚，我这徒弟可是炼制了2枚，加起来价值比他的高。”听到这话，不少长老和弟子心中都暗自嘲笑：1枚1转丹药的功效，至少是上阶丹药的2倍啊！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不过是在强行狡辩罢了。哼，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周长老冷笑一声，然后看向陆枫，说道：“徒儿，再炼1枚出来，让这个老家伙彻底死心。”是。陆枫微微拱手，然后清理了炼丹炉。过了一会儿，碧灵焰再次燃起，陆枫像之前一样投入材料，炉火猛地膨胀起来，炼丹炉嗡嗡作响。然而陆枫依旧熟练地将这股压力压制下去，抬手按住炉顶，极其熟练地炼制丹药。不多时，先前那种浓郁的香气再次弥漫开来。在众人的注视下，陆枫打开炼丹炉，用2指轻轻一夹，又取出了1枚丹药。这枚丹药和之前那枚一模一样，最重要的是上面同样有一条龙纹，又是1枚1转丹药。众人的瞳孔猛地一缩，连续炼出1转丹药，不可能，不可能！云路和陶堪师徒2人看了都有些喘不过气来。1转丹药哪是那么容易炼制的？一定是作弊了！陶堪怒吼着说：“小家伙，你的意思是说我这徒弟欺骗了在场这么多内门弟子，还有我们几个长老吗？”陶堪顿时变得结结巴巴，他可不敢得罪一位5皇级别的长老。诸位都看看，我这徒弟炼出了2枚1转丹药，而这小子只有1枚中阶丹药和1枚上阶丹药，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周卫大声说道。整个场地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是啊，只要眼睛没瞎，现在都能看出谁的炼丹术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陆枫收起炼丹炉，从高台上走下来，朝着云路拱了拱手：“师叔，您这尊5品炼丹鼎，我可就要拿走了。”陆枫抬起手就要把炼丹鼎收走。就在这时，云路突然说道：“等等，哦，云长老，难道你想在这么多人面前耍赖吗？”周卫微微一笑，5皇级别的气息散发出来。要是以前，对于一位5品炼丹师，周卫就算心里再怎么不高兴，也会克制自己，毕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求到对方帮忙炼丹呢。可是现在就不用了，我这徒弟天赋绝伦，现在恐怕已经达到4品炼丹师的水平了，将来至少是6品。等我这徒弟成长起来，谁还会稀罕你这个5品炼丹师啊？一时间，不少长老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就在这时，云路先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小友，老夫绝不是不讲信用的人，不过这赤金鼎是老夫炼丹必不可少的东西，不如老夫给你别的东西作为补偿，怎么样？”补偿？陆枫把手放在那尊赤金鼎上，笑着问：“不知道长老打算给我补偿些什么呢？”一尊4品炼丹炉，还有一些4品的天材地宝，我再额外补偿你1万原石，如何？陶堪的脸色变了，他师傅哪里有什么额外的4品炼丹炉？这分明是要用他的去交换啊！不够。陆枫轻轻摇了摇头，什么天材地宝他都能全部催化，至于原石，他就更不需要了。今天他展示出这一手神奇的炼丹术，宗门里肯定会有一些看不惯这师徒2人的人来找他炼丹，到时候原石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不如选择这个能极大提升自己炼丹术的赤金鼎呢。2万块原石，再加上1万宗门贡献。云路又说道。这话一出口，周围不少内门弟子都露出了渴望的神色，这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了。不够。陆枫还是摇头。师侄，你不要太过分了，别忘了，老夫还是你的长辈呢。云路咬着牙说道。再加1万原石，出价很高，可惜我全都不需要。陆枫轻笑一声，轻轻一挥手，这尊赤金鼎就直接落入他的袖中。云路此时简直要气炸了，他真的没想到会输啊！这可是除了血灵火之外，他最重要的炼丹之物，在这里失去它，他的炼丹成功率至少要降低1成。就在这时，陆枫收好炼丹炉，微微行礼，
说道：“多谢师叔赠宝，师侄必定铭记在心。”你云露瞳孔一缩，脸色涨红，突然猛地喷出一口血来，扑腾，那身着白袍的身影倒在了地上。师傅，你没事吧？快拿出丹药来！云长老怎么倒下了？众人慌乱之中，连忙扶起了云露，可似乎是气急攻心，云露昏迷不醒。师傅，陶堪急忙赶过来，把自己炼制的那粒上品回春丹塞进云露嘴里。过了一会儿，云露才慢慢缓过神来，脸色苍白地说：“哦，我们走。好，我这就送师傅回洞府。”陶堪连忙扶着云露离开了。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天陆枫把云露气到吐血的事情，恐怕很快就会传遍整个昊天宗了。这心境真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随便一击就受不了了。陆枫嗤笑一声，看到自己的师傅周围御空而来，拜见师傅。你这次可真是给为师长脸了，不枉为师把灵神果都拿出来当赌注。周围放声大笑，脸上满是得意之色。陆枫点了点头，把那一枚灵神果拿了回来。不错，等你哪天晋升到五品炼丹师，为师恐怕还得找你炼丹呢。周围扫视了一眼周围，说道：“咱们先走吧，不要在这里多停留了。”是。陆枫也不想多停留，他想试试这赤金鼎的效果。返回洞府，陆枫启动战法，便取出了新得来的赤金鼎，五品炼丹鼎。这下可是赚大发了。陆枫抬手抚摸，顿时便感受到一股股温热源源不断的涌来。之前的拍卖会上见过的一尊3品都能卖出将近1万元时，更何况这5品炼丹鼎。不同于其他宝物，这类物品的材质往往要求极高，远远超越同层次的物品。寻常炼丹炉就要求在丹药凝聚过程中不能出现丝毫问题，得到了4、5品，这必须要对丹药有一定的增幅作用。呼，陆枫深呼了一口气，取出草药，按照天灵丹的配方开始炼药。而片刻之后，一枚天灵丹便被炼制而出。然而此时，相比于他之前所炼成，眼前这一颗天灵丹隐隐散发着赤金色的光泽。陆枫抬手将丹药扔入口中，闭眼感受。片刻之后，陆枫眼眸睁开，喜色爬上脸孔。不愧是5品炼丹炉，比我之前炼的那些药力精纯程度至少要提升2成左右，提升2成药力便已是十分恐怖了。这足够让陆枫修为再增进一些。炼丹。陆枫在赤金鼎前盘膝而坐，开始炼制丹药。而随后又是1月有余，在此期间，陆枫便不停地用赤金鼎炼出丹药，修为再次拔升。他的修为提升到了大58重天巅峰境界，便再也没法往前迈出一步。至于天元丹，在服下第50枚时，对于陆枫的修为提升已经没有任何作用，顶多只能起到恢复真元的作用。还剩下的岁月中，陆枫修行风遁术、破浪刀、赤焰斩等等功法，将所学的玄阶武技都提升到了大成境界。至于风遁术，由于未曾突破到50，一直卡在熟练层次。而就在陆枫思索着是否要出门寻找其他的4阶丹方时，师傅周围上门了。师傅来了。察觉到阵法被师傅触动，陆枫连忙走出洞府，见到周围笑盈盈地看着他，拜见师傅，不知有何事情吩咐。没什么，只是距离那万虚洞天开启也就2个月，你是时候该离开咱们昊天宗了。离开昊天宗？陆枫眉头一挑，开口说道：“这是不是有些急了？”不急。周围笑着抚须，今年的众多弟子之中，可不只有你一个人获得了万虚锦帕，足足有6人。万虚距离我们昊天宗很远，需要提前赶路。更何况参与洞天选拔的也不止咱们，也得提前熟悉他高手的情报。原来如此。陆枫轻轻点头，既然是试炼，自然要比斗。如果能够提前掌握情报，那无疑能够占据优势。咱们何时去？10日之后就会出发。徒儿，要是缺什么东西，尽可以和为师说。周卫笑着开口。缺的东西？陆枫低头思索，开口说道：“师傅，您可有其他4品丹药的丹方？”可。周围笑容一僵，随后便摇了摇头。虽然有，但都是家族的珍藏，不能随便给你。那算了，现在也就4品丹药能大幅度促进他的修为增长，为师帮你留意，但能不能找到，就不是为师能够决定的。周卫也只能这般开口。对了，师傅，这次是哪位长老带队？陆枫好奇开口。既然有6、7位弟子前往万虚洞天，想来应该是有长老带队，千万不是秦长老、云露，不然陆枫绝对讨不了。好，为师本来想自荐的，却被宗门否了，所以只好让你张随风师叔去。周卫笑着开口。你倒是不必担心，你张随风师叔会害，他与我有几分交情。张随风？陆枫思索了一番，脑海中浮现了一位青衣飘飘、浑身酒气的中年文士。陆枫轻轻点头，开口说道：“队伍中可否还有周云星、陆康？”当然，他们2人之前在拍卖会上买了一件万虚锦帕，也算是运气不错。周围点了点头，他自然是知道自家徒儿和这2人有所矛盾。对了，我再提醒你个事。什么事？陆枫脑袋一歪，好奇开口。嘿嘿，一张万虚锦帕能够携带2个人入洞天，这几日不少人都来求我分一个名额。不过这既然是你的东西，为师就不干涉，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找你上门谈生意。周围笑呵呵开口。师傅，你该不会是怕麻烦，把锅甩给我吧？陆枫啧了一声，开口说道。他拜这位老师也有小半年了，关系处得也算熟，双方也算是知道对方的本性。不愧是我徒儿，一眼就看出来。周卫老脸笑眯眯，
拍了拍陆枫肩膀，得罪人的事还是徒弟你自己去决定吧。呵呵，陆枫是无言以对。这万虚洞天的名额可是十分低宝贵，你可千万别贱卖了。这时候不敲一笔竹杠，更待何时？放心吧，师傅。陆枫连连点头。敲竹杠这事儿，陆枫熟练的很，根本不需要师傅多加指教。那为师就先走了。陆枫送着师傅走出洞府，看着师傅远去，陆枫取出来万虚锦帕，心中若有所思。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赚一笔，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到4品丹方。周卫上门似乎是个宣告，在第二天，陆枫便察觉到再次有人登门。然而出乎他意料，那人是直接一击轰在阵法中，让他从修炼之中猛地惊醒。哪个混账？陆枫脸色微变，随即踏出了洞府，便只见到大阵之前一道人影御空而立。那人容貌年轻，气势非凡，披着一件紫底经文长袍，正居高临下的看着陆枫。阁下为何攻击我的阵法？我只是不想等待，让你赶快出来见客。那年轻人悠然开口，随后一步一步自天穹走下，而他的气息赫然是武灵3重天的修为。陆枫眉头微皱，他没见过此人。你想干什么？我听说你手中有1万虚锦帕，是也不是？万虚锦帕？陆枫冷笑了一声，立刻便明白了，对方是为了他手中空闲的那个名额。是又如何？你想从我手中买下这个名额？对。那男子抱胸点头，下巴高昂，仍旧俯瞰着陆枫。在做交易之前，好歹说自己叫师，差点忘了，门中少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体谅你是新入门的，我就不与你计较。我姓楚，大楚的楚，名为飞云。大楚的楚。陆枫眉头微皱，随即开口说：你是皇家的人，不错嘛，倒是没有那么孤陋寡闻。楚飞云冷笑了一声，伸出手来，开口说道：既然你已经知晓，还不将东西赶快拿来。那什么？陆枫嗤笑了一声，当然是万虚锦帕。楚飞云的嗓音顿时高了些，随后开口：莫以为自己打赢一个李川海算什么？以你的这份修为，在万虚洞天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若有我的话，可保你在洞天中平安无事，说不定还能让你捡到一些好处。至于这万虚锦帕，自然是由强者保管。说着，楚飞云脸上露出自信非凡的笑。然而陆枫神色依旧平静，开口说道：这是我的东西，不会交给你，你拿什么来买剩下的名额？你是在挑衅我？楚飞云冷冷盯着陆枫，隐约之间威压蔓延。然而此时已经晋升大武师8重天巅峰，不将这些威压放在眼，陆枫面若春风拂面，甚至不起一丝情绪。再说一遍，你拿什么买？陆枫平静开口，他是不可能把万虚锦帕交出去的。在恢复修为之前，就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那才是真的。更何况这个姓楚的想在他这里空手套白狼，谁知道会不会拿了万虚锦帕就把他踹到一边去。好，既然你要卖，那我就买。楚飞云冷笑一声，伸手进入袖中，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这储物袋中共有原石2万块，其中还有不少丹药、灵药，这些可足够了。这个价钱倒是不错。陆枫心中思绪片刻，若拿这么多东西来买一个名额，陆枫倒也不是不能接受。思索片刻，陆枫伸出手来，我要验货，若真的有你说的，那我就答应。宗门里还说什么天才炼丹师，还以为有什么傲骨。说着，楚飞云随手把储物袋丢到了地上。诺，给你。做出这个动作，陆枫脸色顿时黑了，扫了一眼楚飞云，开口说道：不必再说了，这个名额我不卖了。说罢，陆枫看也不看那个储物袋，转身就走。什么？楚飞云脸色一变，伸出右手，骤然之间，空中生出了一只恍若由白云凝聚的大手印，直接拍了过。砰！然而下一刻，这一只手印便被阵法挡了下来。你敢袭击我的洞府，我想要的东西，没人能拒绝。楚飞云咧嘴一笑，就算他袭击陆枫又能如何？只要没弄死，背后可是皇室，昊天宗也顶多把他罚个禁闭。陆枫深深凝视了他片刻，然后一步一步地向着洞府外走来。莫非你这是怕了？楚飞云嗤笑着开口，小子也就是一个区区大武师8重天而已，无需忌惮。至于李川海输掉的那一战，他也有所了解，纯粹是对方蠢，施展功法竟然把自己脑子都练没了，被眼前这个小子当狗一样戏耍。和他可不一样，他的修为便足足要比李川海强上2个小境界。不过片刻，陆枫从阵法中走出，气势凝重，冷冷地注视着楚飞云。你要是现在捡起来的，我可以当作刚才没看见。楚飞云笑着开口。哼！陆枫冷冷地看着楚飞云，开口说道：你已经将我真正惹怒了。惹怒了？哟！而话音未动，陆枫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等到他再次出现之时，便是来到了楚飞云面前。风遁术，踏云轩。此刻陆枫爆发速度之快，竟是让楚飞云都未曾反应过来。这一刹那，陆枫便完成了扭腰摆臂，随后猛地一拳轰在了楚飞云的脑袋上。轰！一刹那间，恐怖的气浪骤然爆发，楚飞云猝然之间被轰中了脑门。陆枫微微收了力，但楚飞云仍旧整个人倒飞而出，就如同一颗炮弹一般，撞碎了一棵又一棵树木。哼，就凭你也想在我这儿找便宜？陆枫咧嘴一笑，他大武师5重天之后就能战胜常态李川海，更何况现在提升了3个小境界，有精炼的肉身，苦修武技，不是现在再让他和李川海对拼，
就算对方直接妖化，并且拥有理智，陆枫也有硬碰硬稳赢的把握。而妖化之后的李川海，实力恐怕已经不逊色于一般的50、34重天强者。片刻之后，一道满是怒火的嗓音骤然响起：“你敢打我？给我去死吧！”刹那之间，一道金芒冲天而起，随即如同流星一般朝着陆枫轰杀而来。就这点手段，我已经看到你的破绽。陆枫咧嘴一笑，黑绝刀便出现在掌中。他双手握住长刀，向前踏步，随后便是用纵身跳起，横空一斩，破浪刀法。看到这些，陆枫手中黑绝刀所迸发出浪潮般的刀气，直接撞上那一道枪芒，轰！恐怖的力量爆发，那一道金芒寸寸裂开，随后露出了一杆白金色的长枪。这是一件上品宝兵，可惜主人实力不济，璀璨枪芒被击碎。楚飞云眼中露出些许不敢置信的神情，这一枪竟然被眼前一个大武士挡住了，这怎么可能？嘿，陆枫嘴角微挑，露出了森森白牙。你就这点手段吗？就想让我臣服？刹那之间，陆枫手中长刀不断斩出，一层又一层刀气不断拼出，漩涡一般，仿佛要把楚飞云卷入其中。找死！楚飞云不怒反喜，他可是50层次，是能够御风而起。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楚飞云一咬牙，体内滔滔不绝涌现出灿金色的真元，加速着自身速度。轰！两股力量再次碰上，然而陆枫并没有像他意料的那般停在空中，随后被击落大地。等等，他有一件飞行的秘宝。不过片刻，楚飞云就察觉到了问题所在。然而就在这时，陆枫双手青筋暴跳，破浪刀气从叠浪一般再次爆发。轰！下一刻，双方各自倒飞而出，刀气枪芒在各自身上都留下了伤口。砰！陆枫稳稳落在地上，手臂、胸口都留下了一道道伤口。然而这些伤口却在缓慢蠕动，自我痊愈。陆枫在这期间可是连服下了10多枚锤骨弹，肉身大幅增强。只要不是撞上专门炼体的大武师，陆枫这可以不用真元，硬生生将同阶强者锤翻，是个炼体的蛮子。楚飞云也从空中落下，铿锵地卸去身上力道，身上那一件华丽的紫袍，这也是遍布伤口。就在下一刻，缓过劲来的陆枫再次踏前，如风一般来到楚飞云面前，接我一刀。陆枫转身而动，左手握着长刀力劈而下，枪速度太快，楚飞云只来得及双手握枪上举扛住这一刀。蠢货，破绽太大了！中门大开，陆枫咧嘴一笑，空闲的右臂肌肉一块一块隆起，随后猛地轰在了楚飞云的胸口，那里正有着一层厚厚的灿金色真元守护。到了50这个层次，自身真元已经能够凝聚形状，此时便化作一层重甲套在他的身上。没用的，楚飞云心中暗想。然而这一拳已经结结实实地轰在他的胸口上。下一刻，咔咔的声音骤然响起，一道道细密的裂缝蔓延。怎么可能？超乎他意料的情况再次出现，一身真元之铠的裂缝越来越大，随后陆枫猛地再一发劲，无数灿金色的真云便化作碎屑四飞。无用！陆枫大笑了一声，一拳便轰炸了楚飞云的胸口。咔嚓声再次响起，然而这一次碎的不是铠甲，而是楚飞云的胸口。砰！楚飞云被这一拳轰得再次倒退而出，长枪猛地插入土地，这才止住了退势。可区区一个大武师，怎么可能？楚飞云抬手捂住嘴巴，勉强止住了吐血。方才那一拳力大势沉，差一点就将他重创了。而就在这时，一件东西突然飞入他视线之中，那是一个储物袋。楚飞云一愣，立刻反应过来，陆枫把他的储物袋给踹了过来。你拿着你的东西，我可没兴趣和一个弱者计较，滚！陆枫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转身便要离去。弱者？楚飞云听了微微一愣，浑身颤抖，死死地盯着陆枫背影，这似乎是触动了他的逆鳞。你小子找死吗？话音刚落，滔滔不绝的灿金色真元涌动而出，下一刻，楚飞云一脚踏地，直接朝着陆枫后背而去。而面对着这一击，陆枫嘴角挑起，除了真元防护以外，忽没有任何手段抵挡。可就在此时，一股浩瀚的威压突然从上空降，直接压制在了两人身上。武皇，你们两个小兔崽，身为内门弟子，竟然敢在昊天山脉内部动武，别把我徒弟牵扯进去！你没看到是这个姓楚的偷袭我徒儿吗？两道声音骤然响起，楚飞云全力爆发的一击被轻易的拦了下来。此时此刻，陆枫如梦方醒，猛地看向了楚飞云：我放你一次，你竟然偷袭我，偷袭又如何？楚飞云心中仍旧暴怒不已，然而身旁可是站着2位武皇级的长老，还是没有什么动作。这2位降临的长老，其中一位是陆枫师傅，另外一位陆枫倒也认识，就是当日在内务堂内罚了周云新兵火衙3个月面壁的陈长老。此时这位执法长老脸色阴沉，冷冷地看着楚飞云，莫非以为自己姓楚就能无法无天不成？长老，此事可并非我。楚飞云正要开口，却直接被周长老一口打断。不是你，难道是我徒儿？周卫看向了陈长老，开口说道：方才可是他偷袭我徒儿，陈长老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武灵3重天偷袭一个大武士8重天，你可还要些脸面？你是这个小子老师，你包庇他？好呀，小子是在污蔑一位武皇吗？周卫眼眸微眯，
这楚飞云脸色微微一变，就算是大楚王朝皇室，对待5皇级强者要以礼相待。你们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陈长老打量着两人，禀告长老，这人找上门来，想要敲诈弟子手中万虚锦帕，敲诈不成，便想要威逼弟子，实在不想与他计较，便想着返回洞府，不料这人竟然敢轰击阵法。陆枫抬手一指，开口说道：“2位长老，痕迹就在那里。”陈长老周围抬眼望去，在洞府大阵周围果然找到了2处被轰击的痕迹，看来证据确凿。姓楚的小子，你打算怎么编？陈长老冷冷地看着楚飞云，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哼，这小子都说的这样了，还有他师父包庇，我能怎么说？楚飞云嘴硬着开口：“好，那跟我去执法堂走一趟。”陈长老一转身，抬手便摁在楚飞云的肩膀：“走就走，给我放，给我！”话还没说完，楚飞云便被陈长老带入空中，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哼，要不是仗着皇室，早就被踢出宗门。周卫冷笑着摇头，随即看向陆枫：“徒儿，你这运气当真是不咋地啊，撞上这么个货色。”见得多了，陆枫笑着摇头。刚才他就是感受到2位长老临近，而且其中1位还是自己师父，所以才做出一副没有防备的模样。此事执法自然会处理，你就不必多管了。是，师父。陆枫轻轻点头，他也懒得再管这事。又说了几句，周卫便飘然离去。陆枫正打算返回洞府，忽然又察觉到一股气息靠近，以大武士的境界胜过楚飞云。远处山林之中，楚玉荣美眸之中异彩连连。若是能让他修炼到更高境，又该会有怎样的风采？这不由得让楚玉荣对于陆枫生出几分好奇。就在此时，一道嗓音在真元的推动之下来到此处：“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想强买强卖？”他发现我？楚玉荣心中惊讶，随即显露身形，向着陆枫一步步走了过去。在下楚玉荣，恭喜你跨一个大境界而生，多谢了。陆枫轻轻点头，我也想购买你手中剩下的那个名额，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楚玉荣开门见山，直接开口：“等等，我怎么感觉你和刚刚那个人气息上有些类似？”陆枫打量眼前的楚玉荣，眉头微皱，他在眼前的女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类似功法的气息，这很有可能就是修炼同一种功法。昊天宗内功法无数，而不少弟子都有自己的家族背后势力，若2人修炼的功法相同，那就意味着有所关联。因为我是他妹妹，我们修炼的都是皇室的地阶功法金玄魔天诀。楚玉荣露出一丝苦笑：“刚刚把你哥哥打了一顿，你现在再来找我买名额？”陆枫饶有兴趣的开口：“他是他，我是我。”楚玉荣声音冷冽了几分，而且在皇室之中，兄妹关系不是那么重要的。楚玉荣美眸望着陆枫，开口说道：“不知道那个名额你卖不卖？”“不卖。”陆枫转身离开，没有一丝犹豫。无论怎么看，眼前的楚玉荣都是一个麻烦。你……楚玉荣微微愣住，没想到自己表明身份，竟然还会被眼前的陆枫拒绝。要知道，哪怕不出身皇室，他资质也是顶尖层次，还从未有人如此拒绝过他。如果没什么事，不要打扰我修行。陆枫冷声开口，正要走入阵法，而就在此时，背后那清冽的女子嗓音再度传来：“我是诚心想购买名额，你与我合作，绝对有大好处。”“不必了，你想不想得到万年灵乳？”楚玉荣话音落下，陆枫脚步微微一顿，他扭过头去，紧皱眉头看着楚玉荣：“你身上有万年灵乳？”万年灵乳是一种6品层次，甚至能够抵达7品的宝物。陆枫之前就获得了一些灵乳，仅仅只有几百年之久，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用处不大。但如果是万年灵乳，足以让他脱胎换骨，修为大增。之前我倒是试过用玉佩来催熟灵乳，结果没有丝毫作用，毕竟这东西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他果然对这万年灵乳有兴趣。楚玉荣见到陆枫停下步伐，微微呼出一口气：“我身上的确没有万年灵乳，但是我知道哪里可以拿到，而且就在万虚洞天之中。”楚玉荣自信开口：“我凭什么相信？”陆枫皱眉开口：“在上一次洞天开启之时，我皇室有长辈曾经进入过其中，在里面发现了万年灵乳。不仅于此，我们皇室还标记了不少洞天之中的宝物。”说着，楚玉荣手中忽然出现了一卷卷轴：“只要你愿意售卖名额，除了原本的费用，还愿意将这卷轴分享给你，如何？”楚玉荣美眸晶亮地看着陆枫，等待着回应。思虑片刻，陆枫点头开口：“好，我答应了。那咱们出发时再见。”楚玉荣嫣然一笑，女子手中出现了一个储物袋，连同那卷轴递了过来：“我就收下了。”陆枫抬手一抓，取走了储物袋。片刻，楚玉荣离开了这地方。陆枫检查了一番储物袋，眉头一挑，相比于之前楚飞云所说的价码，里面的原石、丹药、灵草少得可怜，然而却多了一柄长剑。这把长剑剑柄赤红，剑身雪银，其上绘刻着一道又一道朱雀铭文，上书赤霞2字。陆枫只是拿在手中，便感受到一股炙热的气息，让他都觉得有些滚烫。下品宝兵，陆枫略显惊讶，他倒是没想到楚玉荣会拿宝兵来作为交换。宝兵就是已经初步孕育气灵的宝物，能够帮助主人沟通天地之力，凭空增强战力。若是没有之前从周云星那里抢来的黑绝刀，之前陆枫面对的那些对手恐怕都没法轻易获胜。任何一件宝兵都是极为稀罕之物，一些小家族甚至以宝兵作为镇家之宝。
还真不愧是楚国皇室，还真是阔绰。陆枫轻轻掂了掂这把赤匣剑，察觉到这品质要比黑绝刀略微高尚一些，他满意的将赤匣剑收了起来，最后取出了另一卷卷轴。昊天宗作为大派，历代自然也有传人进万虚洞天，同样绘制了一些地图。陆枫拿着2处地图相互比较，喜色爬上脸孔。相比于周围给他的昊天宗地图，这份来自于皇室的洞天地图无疑要详细的不少，标记了许多前者不曾记载的地点，倒也不亏。返回洞府，陆枫便往赤匣剑里注入真元，慢慢的进行炼化。相比于之前炼化黑绝刀，陆枫这次无疑轻松了许多。黑绝刀当时是有主状态，被他强行抢了过来，大量的时间和真元强行炼化。而眼下这把赤匣剑则没有这个问题，陆枫仅仅花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将其彻底炼化。炼化这件宝兵，陆枫在洞府之中修炼，在此期间倒是还有不少弟子前来找他买卖名额，毕竟万虚锦帕就这么多。陆枫听说昊天宗还得到了2件，举行了一场夺宝大会，又有4名弟子也能进入洞天之中。不过这和陆枫就没有什么关系。10天的期限很快就到，陆枫准时出现在昊天宗广场之中。此时除他以外，还有11名弟子在此间等候，都是通过了各种途径得到了万虚锦帕。你怎么会在这里？陆枫刚一出现，一道满是怒气憎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怎么了，兄长？在这里见到我很意外。陆枫微笑着开口，而远处正是陆康、周云星2人。这个小子怎么也能拿到万虚锦帕？难道是他师傅？陆康几乎是立刻便想到了周围。就在此时，他耳旁响起了周云星的嗓音：“师兄，这是一件好事。”好事。陆康神情微愣，然后猛地反应了过来。对啊，进入洞天之后，可没有其他人能够庇护着他，到时候我们2个想杀他，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心中一动，陆康心中涌现出狂喜。他们知道陆枫击败了李川海，可是那又如何？他们可是506重天的强者，李川海那个刚刚晋升的蠢货，在他们面前算不得什么东西。可千万别让我再找到你，我一定会再废了你。陆康将目光转了过去，看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陆枫嗤笑了一声。他哪里不知道陆康心里在想些什么？巧了，陆枫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修为再往前突破一步，凭借着不朽天功、天赋神通，我就能稳稳碾压你们2人。陆枫也是想在万虚洞天弄死他们2个。师弟。与此同时，楚玉荣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师姐。陆枫轻轻拱手，随后目光便凝聚在远处的一道人影。那是一位青衣人影，容貌中年，正斜靠在一块巨石之上，一边睡眼惺忪，一边往嘴里灌着浓郁的酒液。张随风，昊天宗5皇级的强者，见过师叔。陆枫恭敬的行礼。是姓陆的小子来了，你老师和我说过了，我自会关照。张随风点点头，随即开口：坐着吧，等待会儿时辰到了，咱们便出发前往京城。是。众人纷纷点头。当年万虚宗山门就在京城附近，洞天自然也在那里。众人等了将近1盏茶的功夫，一艘浮空的大船便从远处降临而来。御风舟。相比于上次前往的阳谷宝地，京城的距离显然更加遥远，而宗门之中的飞行妖兽大多也是3阶。上去吧，我来驾驭。张随风说道了一声，而片刻功夫，众人纷纷登上此船，出发。张随风开口说道。御风舟微微一颤，并化作一道流光向着东方而去。这件宝物周围还有防护存在，倒不用担心被罡风干扰。而这御风舟内也有简单的房间，陆枫随意找了一处静室，便盘膝而坐，继续修行吧，不能浪费时间。而7日之后，张随风的声音在整个御风舟响了起来：神都到了，都给我醒醒！陆枫立刻从修炼状态中惊醒，眉头一挑，以御风舟的速度还行驶了3日3夜，看来还真是有够远的。陆枫从房间中走出，其余人也出现在甲板上，除了姓楚的丫头外，你们几个以前没来过神都吧？张随风盘坐在空中，笑呵呵开口。只看到御风舟的远处屹立着一座大城，广袤无边，城墙更是如同山岳般高大，上面会刻着一道又一道玄妙纹路，而城中人声鼎沸，繁华程度更是远远超越其他城市。咱们下去，未经允许，算是有我这样的修为，也不能在上空御风。张随风随口说到一句，便带着御风舟慢慢降落。随后，张随风便带着几人来到昊天宗在此处的驻地。张长老，你们可算是来了。昊天宗在此时的驻地，自然也驻扎了一位5皇级别的长老。此处的长老一身黑衣，白发苍苍。林长老，这些人就交给你了，我暂且有事先行离开。随后陆枫、楚玉荣被一一安排了房间，还要在此处待上2个月之久，先行修炼吧。陆枫呼出一口气，盘膝打坐修行。一连过了好几日，陆枫猛地从修行中惊醒，察觉到有好几道气息朝着自己而来。陆康、周云星他们现在就要对我动手。陆枫心中冷笑，然后立刻察觉到不对劲，气息不对劲。就在此时，他小院的大门猛然被人踹开，好几道身影从屋外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正是之前被陆枫拒绝的楚飞云。是你？陆枫眉头轻挑，他还以为楚飞云在昊天宗关禁闭。当然是老子，狗东西，你以为是谁？楚飞云双手抱胸，冷冷地看着陆枫。怎么，你想在昊天宗的驻地和2位长老的眼皮子底下对我动手？陆枫神情平静，
没有一丝波动。再怎么说这里是昊天宗驻地，就算楚飞云是皇室成员，也不能对他怎么样。的确不敢当着长老对你动手，可是今日林长老还有张长老都前去拜访皇室，可不在这里。楚飞云冷笑着开口，他好歹也是皇族子弟，上一次竟然被人越阶而战，且还大败而归，这让他如何不怒？他付出了许多代价，这才从执法堂那里脱身，而得知消息之后，便立刻动身返回了神都，为的就是在这里把仇报回去。那就要动手了。陆枫眼眸微眯，体内真元沸腾，并准备着随时出手。哼，离了昊天宗是要有背景有实力。楚飞云斜眼看着他，早就调查过了，你除了有个武皇师傅以外，就只是一个私生子，给我上。话音落下，身旁几人同时爆发出武灵异重天的气息，反正我只要不弄死你，我就算有惩罚那又怎？楚云飞带了4人过来，加上自己就一定能够镇压眼前的陆枫，这是你自找的。陆枫冷笑了一声，刹那之间黑绝刀落入手中，波浪，刹那之间滔滔不绝的刀光如同海浪一般呼啸而出，瞬间充斥于这小院之中。几乎是同时，4个武灵异重天的高手同时出手，4道不同的真元凝聚而出，已经成了一道护罩。枪！陆枫这一刀斩下，那一层真元护罩便仿佛掀起狂澜，无法平息。小子，给我去死吧！楚飞云狂笑，握住长枪，并要围攻陆枫。怕你不成？陆枫眼眸微眯，用天赋神通加持自身，速度顿时翻倍。隐约之间，他已然把握了对方的破绽。住手！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住手！”楚玉荣的声音陡然响起。与此同时，陆枫与楚飞云已然正面硬汉了一击。轰！6道真元猛地碰撞在一起，陆枫身形倒飞而出，虎口瞬间裂开一道伤口，不过又迅速复原。而与此同时，楚飞云向后倒退，脸颊上忽然划开一道血痕，似乎便是被刀气所伤。你来这儿做什么？楚飞云悬于空中，冷冷地看着楚玉荣，开口道：“这儿没你的事，赶紧走。”没我的事，我已经和他达成交易，要和他一同进入洞天。楚玉荣向前迈了一步，散发出武灵2重天的修为气息。你要对付我？楚飞云神色微微一变，阴冷地盯着陆枫。好啊，我说呢，当时我出那么高的价都不答应，原来是勾搭上我这个妹妹了。楚飞云，你不要血口喷人！楚玉荣不禁怒气上涌，我怎么血口喷人了？一对奸夫淫妇！楚飞云冷笑着说道：“别废话了，要打就打。”陆枫刚刚所受的伤势已然全部恢复，神色凝重，便要继续出手。就算对方有4位武灵1重天的高手，再加上楚飞云，他也有把握能够安全脱身。楚飞云刚要动手，却瞧见楚玉荣站到了陆枫身旁，于是冷笑一声：“楚玉荣，你以为加上你就能是我的对手了？你尽管继续，我已经将此事上报给此处的管事了。”楚玉荣冷冷地说道：“你在骗我！”楚飞云正要动手，突然扭头，便察觉到众多气息朝着小院赶来。武皇层次的长老外出，可是驻地中仍旧还是有着武王层次的管事，他们方才交手的气息已经扩散开去，惊动了不少人。该死！楚飞云低声咒骂了一句，说道：“我们走，不能被他们堵在这儿。”4个武灵1重天的武者立刻转身离开。望着几人离去，陆枫冷哼一声，随后收敛自身气息。我倒是没料到，他居然会追到这儿来。当时楚飞云被执法堂长老带走，陆枫还以为他会被关上几个月的禁闭呢。哎，他和我一样都是皇室身份，就算是执法堂长老，也不方便真的拿他怎么样。楚玉荣解释道：“多谢你帮我解围，我欠你个人情。”陆枫向来是恩怨分明，那就先欠着吧。楚玉荣笑盈盈地说：“这次他被逼退了，估计不会再来了。不过你最好也别离开昊天宗的驻地，不然会有大麻烦。”明白。陆枫可不是愚蠢之人，这里是神都，是楚飞云的地盘，陆枫自然不会没事找事。当然了，你要是跟着我一起出去，自然不会有问题。楚玉荣微微抬起下巴，优美的脸庞散发着些许光彩。陆枫听了这话，表情略显古怪。对了，提醒你一件事。楚玉荣收起笑容，说道：“什么事？”楚玉荣手指绕着发丝，说道：“以往每次洞天开启，我们皇室都会邀请各大宗门的年轻一辈参加英杰会，就在1个月之后了。往年要是能在英杰会上崭露头角，可是能得到不少好东西呢。还有这种事？”陆枫一愣，来这儿之前可没人跟他说过，那是因为昊天宗之前很少有人得到万虚锦帕，所以忽略了此事。原来如此。陆枫轻轻点头，若有所思。昊天宗驻地之外，楚飞云满脸怒气，10里8外的贱人竟然帮一个外族人，哼，这2人肯定有关系。殿下，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身旁的仆从赶忙说道：“我说了又怎样？有人敢治我的罪？不敢，不敢！”仆从连忙摇头。楚飞云冷笑一声，心中不停地思索着，他这一次突袭没有成功，下一次就没机会了。我得想个办法把那个畜生引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对，他和楚玉荣有关系。对，楚飞云心中一动，连忙说道：“跟我去定远侯府找人。”是，殿下。仆从侍卫们点头，随后一行人离开昊天宗驻地，来到神都城中一座宅院门前。这宅院气势森严，上方立着一块匾额，写着陈府2个大字。不一会儿，一道如同铁塔般雄壮的身影从宅院之中走了出来。“六殿下，你不在昊天宗，怎么到我这儿来了？”这个高大的身影
正是现任定远侯之子陈光。嘿，只是许久没见了，所以特意来拜访陈兄，快快请进。陈光连忙说道，随后问道：六殿下，既然你来了，那玉容，我的妹妹自然也回来了，现在就在昊天宗驻地。当真？陈光眼眸顿时一亮，说道：六殿下，可否带我去见玉容？上钩了。楚飞云心中暗自阴笑，陈光一直爱慕着楚玉容，甚至曾经让定远侯向皇帝请求赐婚，不过那一次被楚玉容直接拒绝了。毕竟楚玉容天资卓越，有成为强者的资格。哎呀，恐怕有些为难。楚飞云露出些许为难之色，这是为何？陈光皱起眉头，只可惜我那妹子心有所属，恐怕陈兄见了也没用。什么？陈光猛地站起身来，一股武林四重天的气息爆发而出，脸庞长得通红，说道：大人是什么身份，什么修为？区区贱民，不值一提。不过陈兄要是真要追问的话，那我就说了。楚飞云阴冷地说：大人叫陆枫，是一个世家的私生子，有点资质，拜了一个长老为师。至于修为，哼，只有区区的大武师八重天而已。啊！陈光表情呆滞，咬着牙，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就这么一个废物，哪里比我强了？好，我非宰了他不可。陈兄，那可不行啊，他可是昊天宗的弟子，而且还要前往万虚洞天。楚飞云又补充了一句：哼，昊天宗弟子又怎样？我父亲同样是武皇级的强者，老子明天就上门。昊天宗驻地的小院里，陆枫正盘膝而坐，距离抵达神都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这半个月来，陆枫一直静盘膝打坐，吸纳天地灵气。就在这般日积月累的水磨功夫下，陆枫成功突破，达到了9重天的修为境界。陆枫缓缓睁开眼眸，眉头轻轻皱起，想要在短时间内突破到50，恐怕没那么容易。要是能得到其他4阶丹方就好了。陆枫深吸一口气，恰在此时，院门上传来敲门声。谁啊？陆枫打开大门，只见一个仆从站在门口。什么事？大人，外面有人要找您的麻烦，还说要挑战您呢。挑战我？陆枫眉头一皱，喃喃自语道：又是楚飞云，他们在哪？我给您引路。那仆从说完，便带着陆枫离开小院，很快来到昊天宗驻地前方。还没走近，就有一道声音传来：陆枫，把那个小白脸交出来，我家少爷和九公主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陆枫，你给我出来！什么情况？陆枫微微一愣，抬眼望去，只见20-30人正在昊天宗驻地门口肆意叫骂，而辱骂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骂了好一会儿了。那仆从连忙说道：没你的事了。是。那仆从连连点头，随后便离开了。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昊天宗的弟子，还有一些围观的路人。陆枫的目光很快锁定在2个人身上，其中一个陆枫毫不意外，正是楚飞云，而另一人气息强大，正双手抱胸站在众人后面。与此同时，这2人也注意到了陆枫。楚飞云冷笑一声，说道：陈兄，就是他。好。陈光目光望过去，也冷笑一声，哼，就这么点修为，也敢去洞天？说着，陈光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陆枫，问道：你就是陆枫？没错。你是什么人？老子是定远侯长子陈光。陈光冷笑一声，接着说道：我给你个机会，现在马上滚出神都，留下你这张万虚锦帕，我还能给你留些面子。陈光气焰十分嚣张，在得知陆枫的存在后，他就想动手了。不过他还得把万虚锦帕抢到手，只有抢到万虚锦帕，玉容才能靠我进入洞天。想到这里，陈光心中忍不住一阵兴奋。我和楚玉容只是合作关系，没有其他关系。小白脸，现在倒是躲起来了。陈光大笑一声，然后阴森森地说：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别逼大爷对你动手。就算没关系，老子要你的万虚锦帕，也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这里是昊天宗的地盘，你要对我动手？陆枫冷冷地说。哈哈，真动手又能怎样？陈光冷笑一声，硕大的手掌猛地就要拍下。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昊天宗驻地内汹涌而出。住手！刹那间，拎着酒葫芦的张随风出现在陆枫身旁。这可是一位武皇强者。楚飞云，上次趁我不在，你在这里捣乱，我还没跟你算这笔账呢。说着，张随风的目光看向楚飞云和陈光2人。见过师叔，那件事师侄自然会赔礼道歉，不过今天这事，请师叔不要插手。楚飞云满脸自信，这些小辈的事，咱们就别掺和了。与此同时，一道雄浑的嗓音突然响起，只见在陈光身后出现了一个更加高大的身影。那身影身披铠甲，气息豪放，粗犷的脸上长满了络腮胡，赫然也是武皇层次的强者。定远侯。张随风眼睛微微眯起，话语中带着几分忌惮。不错，正是老子，姓张的，就让他们自己解决怎么样？又一位同级别的武皇强者出现，楚飞云笑得格外得意，接着看向陆枫：小子，今天看你怎么办？与此同时，陈光向前走了几步，直接来到陆枫面前，狞笑着说：我和你决斗一场，如果你输了，自己滚出神都，然后把万虚锦帕交给老子。听到这话，在场不知有多少人在心中大骂，一个武林竟然要挑战大武师，真是不要脸。没兴趣。陆枫当即转身，他可没兴趣和这帮人纠缠。陆枫心里清楚，肯定是楚飞云在背后挑拨是非，他可不是那种什么坑都跳的傻瓜。孬种，
小白脸！陈光脸色一变，当即又破口大骂。然而陆枫平静的可怕，这种级别的侮辱，在他修为丧失的那段日子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他早就不把这些侮辱放在心上了。眼见陆枫就要直接返回昊天宗驻地，楚飞云和陈光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焦急。要强行动手是不可能的，定远侯顶多是帮他们镇住长老，如果他们真的敢闯进去，那就不占理了。等等！陈光大声喊道：“要是我输了，老子赔你东西！”陆枫脚步依旧没有停下，陈光又冷冷地说：“要是你赢了，老子赔你一本的接下品的炼体功法。”听到这话，陆枫脚步微微一顿，扭头望了过来。体修功法不错，正是我陈家秘传地功法拓天功。陈光立刻说道：“儿啊，家传功法你怎么能拿出去比斗？”一旁的定远侯脸色微变，传音说道：“父亲，难道您觉得我会输吗？”陈光狂傲地说：“区区一个大武师8重天的修为而已，又能把我怎么样？老子就算站在原地让他打，他也伤不了老子一根毫毛。”和自家父亲传音，陈光一拍储物袋，手中便出现了一枚晶莹剔透、闪烁着血光的玉简。这就是拓天宫的传承玉简，小子，你敢不敢赌？说着，陈光便毫不掩饰挑衅地看向陆枫，而瞬息之间，一道道目光便凝聚在他那玉简上。那就是定远侯府传承的拓天宫地阶下品的体修功法，就算是在咱们大楚神都，那也算是排得上号的。这少年显然不是对手，可别上钩了。地阶下品的体修功法，陆枫眉头一挑，转过身朝着陈光走去。怎么样，要不要来赌一把？陈光冷笑着问道。好，我答应了。刹那间，周围的人都惊得大跌眼镜，这小子疯了吗？跨境界而战，陈光在同辈中可是佼佼者呀！完了，这小子恐怕是被冲昏头脑了。噗！张随风听到这话，猛地将嘴里的酒喷出，眨眼间就闪到了陆枫身旁。小子，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只要现在回去，没人敢进来为难你。张师叔，我已经做了决定，您不用再劝了。陆枫咧嘴一笑，说道：“况且谁胜谁败，还尚未可知呢。你这不是在给我找麻烦吗？”张随风一脸无奈：“你师父要是知道锦帕丢了，那该怎么办？”会赢的，师叔。你一时间，张随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他看来，陆枫的举动不过是一时冲动，逞强好胜。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因为性情狂妄，最终败在对手手中。姓张的，这小子既然已经决定了，难道你还要拦着他不成？与此同时，定远侯那雄浑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唉，算了。张随风叹了口气，说道：“那你去吧，我会在你受伤的时候保护你。放心，师叔。”陆枫一步一步朝着陈光走去，沉声问道：“咱们去哪儿打？就在这儿吗？”笑话，神都之中有大阵笼罩，严禁武者私斗，我们上擂台如何？好。陆枫轻轻点头。神都虽然被大阵笼罩，禁止私斗，但武者众多，所以还是设立了擂台，在擂台上可以决生死，自有高手见证。有种！陈光咧嘴一笑，脸上露出几分狰狞。这小子死定了，竟然还真敢跟我斗！要是真上了擂台，他想要的可不只是万须锦帕，还要陆枫的命。一群人离开昊天宗驻地，来到了神都之中的一处生死擂台。刚一到达，陈光就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份生死状，高声说道：“擂台之上，生死无怨，各凭本事。”说完，陈光挑衅地看了一眼陆枫，然后把生死状扔了过来。陆枫抬手接住，目光扫了一眼，便刷刷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陈光见状大笑起来，就要登上擂台。等一等！陆枫突然说道：“怎么，你现在不敢了吗？”陈光扭头阴森地问道：“不，如果我赢了，你要是不肯把功法给我，耍赖怎么办？”耍赖！陈光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不屑地说道：“那你想怎样？你我把东西都拿出来，交给一个人见证，如何？”好，陈光说道：“就让这个擂台的看管者见证吧。擂台是有看管者的，毕竟这里是神都城内唯一允许私斗的地方。”没问题。陆枫从储物袋中取出锦帕，连同生死状一起丢给了看管者。陈光冷笑一声，也把传承玉简扔了过去。随后，两人同时登上擂台，一道道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就在这时，擂台看管者说道：“生死之斗，现在开始！”话音刚落，陈光猛地一脚踏地，呼啸的气浪声骤起，整个人如同一座铁山般撞了过来。小子，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蠢吗？不过2-3个呼吸的时间，陈光就来到了陆枫面前，右臂猛地砸了下去。轰！这一拳落下，擂台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1丈多宽的坑洞，裂缝蔓延开来。而下一刻，陆枫出现在3丈之外，神色平静。好，你还挺会躲的。陈光咧嘴一笑，低吼一声，顿时涌出无数真元。转眼间，陈光的身躯陡然拔高，此刻他的身躯将近3米多高，就像一位小巨人，皮肤呈现出古铜色。死！陈光再次向前冲去。就在此时，陆枫脚尖轻点，向后退去，黑绝刀出现在他的手中。出现了楚飞云说的那把宝兵长刀。陈光咧嘴一笑，手中突然出现一把斩马刀，踏步向前，长刀在地面上画出一道火痕，随后直接劈了下来。枪！陆枫双手横刀挡在身前，恐怖的气浪爆发，陆枫脚下的擂台向下硬生生凹陷了半寸多。不愧是体修，
如果没服下那10多枚锤骨丹，跟他打起来恐怕真不占优势。陆枫眼眸微眯，及时退出了陈光下一刀的攻击范围。你就只会逃吗，废物！陈光狂笑着说道，手中的斩马刀舞得密不透风，整个人就像一轮能搅碎敌手血肉的漩涡。叮叮当当，陆枫不断出刀，破浪刀法全力施展，一刀又一刀的挥出，每一刀都比之前更有力量。叠浪！陆枫低吼一声，气势陡然狂增，劲增，暴增，之前叠加的力量全部倾注在这一刀之中。枪！一阵极其刺耳的碰撞声响起，这一刀叠加的力量之大，竟然让巨人般的陈光也微微愣在了原地。砰！下一瞬间，两人各自倒退，陈光退了6步，陆枫却整整退了10多步。没用的，我的力量比你强得多，你就算用技巧增强力量，又能怎样？陈光狂笑着说道。或许是出身军功世家，陈光的战斗姿态大开大合，不太讲究技巧，却能将自身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来啊，怕你不成？陆枫咧嘴一笑，他不继续向前，不后退，反而向我进攻，不靠近点，我怎么把你打趴下？陆枫瞬间加速，几乎是一瞬间就来到了陈光面前，挥刀猛地斩出，嗡，长刀破空，速度之快，一时间让陈光都没反应过来。风遁术叠加天赋神通，陆枫此刻的速度是之前所展示速度的4倍甚至5倍有余。好快！陈光瞳孔一缩，他听楚飞云说过这小子速度很快，没想到竟然快到这种程度，几乎是本能反应。陈光抬起斩马刀，运转真元，及时挡住了这一刀。就在此时，陆枫空余的左掌突然出现一道火光，赤霞剑！赤霞剑！又一件宝兵！陆枫气息骤然一变，从8重天直接提升到了9重天。他方才并一直在压制修为，隐藏自己的气息，而此刻就在陈光全力抵挡黑绝刀之时，陆枫左手的赤霞剑如羚羊挂角一般斩向对手。玄阶下品武技赤焰斩，火光骤然腾起，直接劈在陈光肉身之上。砰！一瞬间内，陈光肉身上的真元被这一剑刺破。不好！陈光脸色难看，猛地闷住一口气，古铜色的皮肤便黄若如同金属锻造而成。当！陆枫突如其来的这一剑便斩在了那恍若金刚般的皮肤上。砰！赤霞爆发，陈光整个人倒飞而出，猛地砸落在擂台的一边，尘土四溅。陆枫没有动手，而是谨慎后退。果不其然，仅是2、3秒钟，一股澎湃的气息便直接冲出尘土，朝着陆枫杀了过来。此时此刻，陈光眼睛已然通红。小子，没想到玉荣连那把剑都给你了，该死！那把赤霞剑可是跟着楚玉荣许多年的宝兵，陈光他又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而眼下这一把宝兵竟然落在了陆枫手中，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啊！一瞬间内，陈光直接冲到了陆枫面前，气势狂猛至极。那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陆枫就消失不见，而出现在他背后，左剑右刀同时出手，气息浩荡无比。太慢了，相比于战胜李川海，陆枫实力早已突飞猛进。修炼不朽天功的他，每跨一个小境界都能得到大幅提升，那不是这些修炼地阶功法的对手能够媲美的。陆枫不停出手，一刹那之间，如同汪洋长河般的刀光剑影挥荡而去，不停地冲刷着陈光身躯。叮叮当当，绵绵不绝的轰击声骤然响起，陈光身上不断地出现白痕，而随后白痕一点点加深，开始泛出了血色。托天宫所带来的防御惊人无比，然而在陆枫如同疯狂浪潮般的进攻之下，也逐渐开始破开伤口，流出鲜血。不好！陈光脸色此时难看至极，狂鼓自己力量，强行愈合肉身，而刚刚愈合的肉身还未稳固，又被一道刀光或者剑影展开。烦死了，给我去死！死！陈光嘶声咆哮，双手握抡住那把斩马刀，猛地旋转起来，而隐约之间，浩浩荡荡的刀光汹涌而出。玄阶上品武技烈风斩，一刹那之间，将近10余道8、9丈有余的刀芒呼啸而出，似乎封锁了陆枫所有退路。噗噗噗！我看你要怎么逃！陈光眼瞳血红无比，发出这一击也足足消耗了他体内2成有余的真元。他所学的托天魔功单纯修炼肉身，有时有的真元数量要比同级强者要弱上一些。就只有这样，陆枫看着朝自己而来的10来道刀光，脚下踏云靴微颤，速度再次提升了一些。下一刻，陆枫不退反进，直接冲入刀光之中。这一幕看得众人心惊无比。他疯了吗？今天主动冲进人家的武技之中，完了！他要是挨上那么1、2下，怕是要被抓住机会直接斩杀，太鲁莽了。张随风脸色一变，豁然起身就要准备救人，可就在此时，一股气息忽然锁定了他，仿佛就要在他救人的一瞬出手。与此同时，定远侯冷冷地盯着张随风，他要阻止我救人。张随风脸色凝重，管不了这么多，必要直接出手。可就在下一刻，众人都是一愣，都未曾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陆枫冲入那10来道刀芒之中，如同游鱼一般灵动，那些刀芒在他面前看起来笨拙至极。陆枫举手抬足之间，总是能在最关键之时挪移身躯，闪躲攻击，随后竟然硬生生冲出了那刀芒。我来了！陆枫咧嘴一笑，左剑右刀挥砍而出，赤红色的剑光和漆黑色的刀芒气息爆发，合力朝着陈光击射而来。轰！
又是恐怖的一击爆发，陈光整个人倒飞而出，身躯顿时暗淡了许多，就仿佛承受的伤害到顶了。噗！陈光猛地喷出一口血，愣愣地看陆枫，喃喃开口：“没可能，没可能的呀，没可能在我之上，怎么可能打破我的托天功？”陆枫那狂风骤雨般的进攻之下，陈光护身功法被强行打破。嘿，怎么不可能？陆枫手持刀剑，一步步踏前。此刻他身上也有着不少伤口，然而相比于被破功，陆枫状态好了太多。你准备去死吗？去你的，大爷才不会死！陈光咬着牙，抡起了斩马刀，踏步向前，同时运转真元。此时他已经被破功，又岂是这么好恢复的？陈光都已经缩小成了2米有余，谁都看出来他此时虚弱无比。螳臂当车，陆枫体内真元汇聚在长刀之中，全力劈了出去。枪！陈光手中的斩马刀飞了出去，落在了擂台之外。不，下一刻，陆枫伸出一只手掌，直接钳住陈光的脖子。你可以去死了！陆枫话音刚落，是五指微微用力，陈光顿时两眼泛白，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掐死。这一幕看得众人心惊不已，陆枫竟然胜了，他竟然打赢了武林4重天、精修炼体之法的陈光，简直是奇迹！小子，你敢！一刹那间，擂台之外响起一声暴喝，定远侯如同一道流星一般，就要直接撞进擂台。等等，莫非你要插手小辈之间的对决？张随风就拦在了定远侯面前，面带微笑。下一刻，2位武皇级别的存在对了一招，恐怖的气息爆发，周围众人脸色顿时苍白无比，现没法支撑。你们准备在神都城内厮斗吗？就在此时，擂台看守者忽然厉声开口：“哼！”定远侯脸色难看，猛地望向了陆枫，开口说道：“你若是敢杀我独子，定然与你不死不休！不死不休！”陆枫神色平静至极，五指又紧了几分。陈光口中只有呜咽声传出，眼见着自己被拦住，定远侯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小子，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任何要求本侯都能答应。你不是想要托天功吗？那一枚玉简，我现在就给你。”“哼，我要的不只是那个。”陆枫神情平静，开口说道：“我要你再给我一份托天功。”陆枫不是没事找事，因为陈光有可能是编造，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并不全。什么？定远侯的表情微愣，死死地盯着陆枫，随后一个字从口中吐出：“好。”话音刚落，定远侯一拍储物袋，手中便出现了另外一枚玉简。下一刻，定远侯就直接将那一枚玉简直接扔了出去。陆枫眉头一挑，随即轻轻接住这门玉简，略微阅读，眼眸猛地一亮：“不错，这枚玉简应该是完整并且正确。”陆枫满意的点了点头：“够了吗？放开我！”定远侯冷声开口：“还不够，本就是我应得的。”陆枫微笑着开口：“你还想要什么？”定远侯厉声开口：“简单，你把身旁那个姓楚的给我打一顿，我现在就放了你儿子。”陆枫神色微笑：“你……”定远侯表情顿时一变，这可是皇子，虽然说不怎么受陛下待见，可是不想吗？那我就只好让你儿子去死。陆枫松了几分的手掌再度握紧。等等！定远侯连忙开口，随后冷冷地看着六皇子楚飞云，开口说道：“殿下得罪了。”楚飞云顿时神色大惊，开口说道：“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皇子，此时因殿下而起，还请殿下帮我一把。”定远侯开口：“你……”楚飞云脸色难看，如坠冰窟。如果他在这里被当众打了一顿，毫无疑问他就再也没有资格继承皇族的位置。没有一丝犹豫，楚飞云猛地转身就逃，然而却被定远侯一把按住。得罪了！话音刚落，定远侯一拳便直接轰了出来，直接轰住了楚飞云胸口。低沉的轰鸣声响起，楚飞云脸色一顿一红，似乎忍不住就要吐出血来。而下一刻，陆枫嗓音传来：“你在耍我吗？那分明是用巧劲故意装出受伤的模样。”这话一出，定远侯的脸色巨变，他不想伤到陈光，所以方才特意用了巧劲。陆枫一手托着陈光，冷笑着开：“也不要你打伤楚飞云，你只要给他一个耳光，我当场就放了陈光。”耳光！楚飞云浑身一颤，要真要被打了一个耳光，那他可就彻底没脸面了。然而此时定远侯也管不了多少了，一步踏前，直接来到了陈光面前。得罪了，仍旧是那句话。最后定远侯一巴掌扇出，啪！一个清亮的耳光声骤然响起，楚飞云整个人倒飞而出，砸落在地，整个人表情呆愣无比，就仿佛被直接砸懵了。而就在此时，先前一直在看戏的擂台守卫者忽然冷哼一声，做得有些太过了，毕竟是大楚皇族的地盘，够了，再有下次我定然出手废了你。擂台守卫者大喝一声，而其他人都神色古怪，这人是什么居心？那时候不说话，打完就跳出来了。神都之内的擂台守卫者都是皇族高手或者皇族亲信，而这守卫者竟然只是在旁边看着。知道了，前辈。陆枫笑着点头，随后五指松开，已然昏迷的陈光倒在了地上。好了，咱们交易达成。陆枫轻轻点头，向着擂台守卫者伸出手：“你的东西。”擂台守卫者随手一抛，万须锦帕玉简就落入了陆枫掌中。接过了玉简，陆枫仔细查看一番，嘴角露出冷笑：这里面地功法果然有问题，不仅缺了一半的内容，且最前面开头也有不少错漏。陆枫如果刚刚没有提出要求，直接拿着这东西回去修炼，绝对是要倒大霉的。下一刻，
陆枫来到了张随风身旁，师叔，不辱使命。你呀，张随风苦笑了一声，你才刚刚来到神都，闯了这么大的事，让我如何是好？师叔劳心了，都是需要什么丹药，日后可以来找师侄。当真？张随风眼睛猛地一亮，当日周卫可是和他透了底，陆枫可是4品炼丹师，这是你说的，不能反悔啊。而就在这师叔侄开口相谈时，定远侯已然瞬间来到了擂台上，直接抱起了晨光。我儿用真元温养肉身，定远侯才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昏迷过去，没留下太大伤势。说着，定远侯阴冷地看了一眼陆枫，随后转身便向着自家宅院飞射而去。今天这仇，他是一定会报的。陆枫张随风说完，一步步来到楚飞云面前。你想做什么？你还想对我出手不成？楚飞云此时被那一巴掌拍得披头散发，表情惶恐，狼狈不堪。我当然不会对你动手。陆枫咧嘴微微一笑，开口说道：这只是一个教训，如果你还敢再给我找麻烦的话，我不介意真的对你动手。说完，陆枫转身就走。对我动手？楚飞云浑身微颤，眼中满是不敢置信，本能的想要开口叫嚣，然而一种本能压制了他的动作。如果我真的在和他作对，会不会真的杀了我？一时之间，楚飞云愣在了原地，表情呆愣无比。一旁的擂台守卫者深深看了一眼楚飞云，心中思索，被人当街打脸，谋划不成，现在还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来是真的废了。这般想着，擂台守卫者嘴角挑起，我得赶快把事通报给三皇子。结束擂台战，陆枫便随着张随风返回了昊天宗驻地。师侄当真是神威大发，竟然打翻了晨光，恐怕很快就要在神都之中扬名。扬名？陆枫轻轻摇头，他并不稀罕。哟，不要小看这扬名。张随风抬手勾陆枫肩膀，没有一点是输的架子，开口说道：可知道这大楚国内的3榜？什么3榜？陆枫神色茫然，并不知相关的事情。哎，看来是指你是个苦修士，我就与你说上一说。张随风开口说道：天地人3榜就是3个榜单，别对应着武灵、武王、武皇3个大境界。那这榜单之中，若是击败了强者，取代他的名额，登上他的位置，有什么意义吗？陆枫神情平静，心想这不就是竖起来当靶子？当然有意义，只要是登上榜单之人，都能从皇室那边领取一份资源。嘿，张随风轻笑了一声，当然，咱们昊天宗自然也会奖励你一份资源。还有这事？陆枫眼睛一亮，修行资源那就好说了。当然，毕竟这可是宗门扬名之事，登上其中的都是天才强者。那没有武宗榜？陆枫生出几分好奇，那可是个大宗门，乃是皇族的老祖宗级别，谁敢给他们排榜单？张随风双手一摊，开口说道：说的也是。陆枫轻轻点头，一般来说，像你这种大武师是没法登上榜单的。不过你今日可是越级战胜，或许只要你突破到武灵境界，就自然而然能取代晨光位置了。我记得晨光好像是排行第126位，这么多。陆枫眉头一挑，没想到天下豪杰如此之多。当然，他才几重天的修为，这人榜要求年岁不得超过50岁，而前10那些人都是武灵圆满的层次。张随风笑着开口：那师叔，你是天榜第几？不才第32。张随风笑着开口：那我师父呢？陆枫好奇开口：第30。原来如此。陆枫轻轻点头，正思索之际，忽然听到张随风开口说道：师侄，你可愿助师叔一臂之力，攀登更高？什么意思？陆枫微微一愣，他能帮眼前师叔做什么？嘿，我修行功法特殊，需要不断的服用各种美酒，最近我就寻到了一种丹方，名为玉液丹，服下此丹之后，就如同饮下美酒，飘飘欲仙。咱们练武者有不小的好处，能够增进魂魄。张随风笑着开口：竟然有这样的丹方？陆枫眼睛顿时放光。在修行界中，恢复真元疗伤之类的丹药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炼制的。随后便是增进修为、固本培元类的丹药，再之后便是炼体淬身类丹药。最为少见的一类丹药，那就是增进元神魂魄类的。别说是丹药，连修炼这一方面地功法都少之又少。不错，张随风点头，随后从衣袖中取出一卷卷轴，这就是玉液丹的配方。你小子可是答应过要帮我炼丹？张随风笑呵呵开口：没问题。陆枫一口答应了下来，毫不犹豫。虽说眼前这师叔肯定是不给报酬了，但是这丹药配方就是最大的好处，爽快。张随风笑着开口，取出一个小巧的储物袋。玉液丹只是4品丹药，对其他武皇用处不大，因为功法原因，对我来说很重要。里面有10份材料，只要炼成了3份，师叔，我自然还有好处给你。没问题。陆枫点点头，最后打开丹方，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些丹药配方都是草药，没有妖丹类的东西。陆枫心中一喜，随后看向张师叔：师叔，我炼丹习惯在周围布置距离和防护阵法，没问题吧？没问题，你想怎么布就怎么布，能否给我换一处大一点的地方？最好是草药园，这种靠近草木。没问题。张随风是满口答应。陆枫这要求根本就不算什么，多谢师叔。陆枫轻轻点头。在离开昊天宗时，他就已经将自己洞府内药园的灵药收割得一干二净，连阵法也直接带走，而现在果然起到了作用。半日之后，在张随风的安排下，陆枫搬到了一处
占地庞大，并且带有灵药园的一处院落。陆丰将聚灵阵、遮掩阵法、洞府阵法、一元阵足4套阵法布置了下去，遮掩的严严实实。走入这间院落之中，陆丰抬手一招，噬金鼎出现在面前。陆丰仔细地阅览玉液丹许久，深呼一口气，开始炼丹试试。陆丰弹出一道碧灵焰，噬金鼎熊熊燃烧，就按照丹方上所记载的步骤一一投入药材。就让我来看看这玉液丹有什么效果。陆丰控制着火焰，开始一点点炼化药力。将近半个时辰之后，赤金鼎突然传来了一腐烂酒液般的味道，看来失败。陆丰撇了撇嘴，一点儿也不意外，清理了赤金鼎，随后继续开始炼制丹药。再次失败了一次之后，陆丰终于炼出了一枚玉液丹，让我尝尝。陆丰将玉液丹丢入口中，一股浓郁的酒气在口腔中蔓延，就算是陆丰一时也觉得昏昏沉沉，就仿佛是醉了一般。一时之间，陆丰恍若在梦境之中，虽然能意识到现实，却仿佛阻隔了一层帷幕。不知过了多久，陆丰猛地清醒了过来，脑海之中突然一片澄澈。隐约之间，陆丰感觉自身的精神增强了不少，果然有作用。陆丰眼睛猛地一亮，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服用，马上开始思索。玉液丹这的确有用，但是这会让我在半个时辰之内精神涣散，没办法集中精神。之后若是服下这丹药，必须要小心谨慎。陆丰有些惊讶，这4品丹药竟然能让他都失神半个时辰之久，难怪那位张师叔需要。陆丰若有所思的点头，随后继续开始炼制玉液丹。或许是精神元神强度提升，陆丰炼制丹药似乎很顺利。果然，炼丹师最需要的就是强大的精神。陆丰心中兴奋，很快就用剩下的材料再炼制出了4份，就只有1枚，肯定不够我使用，还得去催熟草药。陆丰认真思索，来到这种院落自带的灵药园，做好了伪装隐蔽，这才开始催熟所需要的草药。又将近是1个月的时光流逝，陆丰一直在小院之中闭关修行，苦心修行。由于天赋神通，他的时间是寻常人的2倍。在闭关之前，陆丰将整整5枚玉液丹送给了张师叔，得到了一笔原石药材，其中倒是有几种药材他不曾拥有，补全了种类。将玉液丹交给张师傅，陆丰便开始请人帮他收购4阶丹药配方以及3阶妖丹。出乎他的意料，在大楚神都竟然整整1个月都没有收集到4品丹药的配方，这让陆丰出乎意料，但又并不意外。毕竟丹方虽然可以反复售卖，但是药材若是众人都知，那就可能造成争夺，所以不少势力都是将4阶丹药配方捏在手里，少有拿出去贩卖的。不过3阶妖丹倒是不缺，陆丰直接花费了大量的原石购买的数10颗炼制。陆丰后来也彻底死心，利用手中的资源研制出了一大批玉液丹、垂骨丹。陆丰闭关的前半个月一直在服用着玉液丹，足足服用了将近30余粒。超乎他的意料，玉液丹越是服用，效果似乎越用越是深厚。在那半个月的后期，陆丰几乎昏昏沉沉，浑身都浸人的酒气。然而当他服用下第37粒，那种醉酒般的晕眩感便瞬间消失，又仿佛免疫了一般。陆丰知道这是他对玉液丹彻底免疫了，而他并不在意，早已知道服用太多同类丹药会产生抗药性。然而整整37粒玉液丹将他的精神力整整提升了5成左右，整整5成。陆丰当感应到自身状态后，几乎陷入狂喜。要知道在修行提高自身精神力的方法少之又少，最寻常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的修为，一点一点熬上。专修精神类地功法少之又少，察觉到玉液丹没有用处之后，陆丰便立刻炼制垂骨丹，并且钻研脱脱天功。用了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陆丰苦心钻研，配上了垂骨丹，他也仅仅只能做到入门。脱天功是真正的肉身功法，专修肉身分为数个层次，分别为铁身、铜身、银身、金身4大层次，每向上迈进1个层次，肉身的强度都能发生一次蜕变。与此同时，还能临时提升自身防御，效果要比真元护体强大得多。晨光当日和陆丰大战之时，身躯浮现黄铜光泽，便是因为修炼到了铜身层次。只是铁身入门境界，陆丰身躯发生了蜕变，这个倒是让陆丰惊喜不已。而就在1个月08天之时，有人靠近了他此时所居小院，陆丰悠悠自然转醒，身躯从铁色化为了肉色。又是谁来找我？陆丰睁开眼眸，走出小院，便见到一袭红衣的楚玉荣俏生生站在他战法之前。师弟，你似乎又精进了一些。楚玉荣微笑开口，师姐谬赞了。陆丰开口说道，随后主动打开了阵法。当日在他和晨光对决之后，楚玉荣辨识后找了他为此事赔礼道歉，陆丰没有收下，这是委托对方帮助自己寻找4品丹药的配方。然而即使是这位公主，似乎也一时没找到。师姐，进来坐吧。不必了，你不是托我帮你寻找4品丹药配方吗？楚玉荣微微而笑，有消息了。陆丰豁然起身，眼中明亮无比。只要有4品丹药，或许就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到50层次，那他进入洞天之后就有更大的自保把握了。有，不过会比较麻烦。麻烦？陆丰神色不变，开口说道，对方出价很高吗？没关系，只要我有。陆丰斩钉截铁的开口。其实对面没有出价，反而愿意把4阶丹药配方白送给你。什么？陆丰一愣，脸色顿时变冷了。
对他来说，对方要价高并不是问题，只要给他时间就能凑够足够的资源。但是对方什么都不要，那就大有问题了。对方是谁？可否与我说说？是我的四哥。楚玉荣露出几分歉然，都是因为晨光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你这还当众打脸我6个，所以说那位四皇子想招揽我吗？陆枫眉头紧皱，陆枫暗中思忖，我似乎是扯入了皇室争斗，这就麻烦了。他也是听过师父讲述过大楚皇室的实力，足足有着3位5宗级的老祖宗。楚国皇室虽然实力没法压制所有宗门，对上一个大型宗门还是能够轻易压制。我四个知道我在打听4品丹药配方，所以就让我来跟你问一问，这样吗？陆枫眉头紧皱，开口说道，我需要1天的时间考虑。没问题。楚玉荣连连点头，那我就不打搅你。望着楚玉荣消失，陆枫眉头一点点平复，他没有返回院落，而是直接找到了在昊天宗驻地的张随风张师傅。稀罕事儿，师侄你不去闭关，怎么有功夫来找我这个师叔？莫非来找我喝酒的？张随风猛地闷了一口美酒，随后开口说道，师叔，我来问你一件正事儿。陆枫露出几分无奈，自从他和这位张随风师说还算混熟之后，对方就时不时来找他出去喝酒。正事儿？听到他这么说，张随风微微正色，但仍旧是一副衣衫凌乱、酒气冲天的模样。张师叔，您知道四皇子吗？四皇子？张随风皱了皱眉头，开口说道，打了个6皇子，现在又想再打个4皇子？不是。陆枫啧了一声，怀疑对方还没醒酒，随后将今日的事情说了一遍。人家拿4品丹方来招揽你。张随风听得直皱眉，开口说道，就拿这点东西招揽一个4品炼丹师，这也太抠了，肯定不止这个价吧？师叔知道四皇子能信吗？四皇子？张随风认真思考片刻，随后说道，还算不错，有仁义支撑，不少世家和宗门都挺支持他，名声也算是不赖。这样啊？陆枫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怎么，听闻人家仁义不凡，就打算加入了？张随风笑呵呵地说道，怎么可能？陆枫连连摇头，他只是在暗自思忖，要是自己拒绝对方或者讨价还价，对方会不会立刻翻脸呢？要知道，就连楚飞云那般的人都能拉拢来一位5皇级别的强者，这位4皇子又该有多大的能耐？思索片刻后，陆枫开口道，师叔，明日我去见那位4皇子，您能不能暗中保护我一下？暗中保护？张随风脸色一沉，说道，你当我是你的保镖吗？没大没小的小子，那师叔您想怎样？陆枫没有丝毫惧意，只是无奈地问道，嘿，再帮我炼制1次玉液丹。张随风脸色顿时缓和下来，笑嘻嘻地说，行，不过您材料都凑齐了吗？预定，先预定1次。张随风摊了摊手，好，一言为定。陆枫当下就答应了，反正他现在炼制玉液丹已经极为熟练，不会耗费太多时间。1天之后，楚玉荣再次来找陆枫，师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去见见那位4皇子。楚玉荣微微点头，没问题，咱们去天宝楼。天宝楼？陆枫疑惑地问，他原以为是要去皇子府。天宝楼是城里一家有名的酒肆，不少王公贵族都会在那儿设宴聚会。原来如此，陆枫点了点头。两人径直离开昊天宗驻地，乘坐马车前往神都的深处。然而令陆枫有些纳闷的是，直到他来到如同宫殿一般的天宝楼前，都没有看到那位师叔的身影。该不会是放我鸽子了吧？可当他刚踏入大门时，一个声音就传了过来，放心，师叔我已经进来了，要是有什么事，捏碎我给你的玉佩就行。陆枫心中这才安定下来。随后两人下了马车，走进天宝楼。这时一名黑衣男子大步走来，殿下，陆先生，4皇子已经等候多时了，请随我来。黑衣男子神色平静，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气息，让人能大致判断出他的修炼层次。武王，用武王来做随从，这4皇子的手段还真是不简单。陆枫咂咂嘴，跟这位4皇子一比，楚飞云可就差远了。请带路，跟我来。中年男子在前面带路，经过一张热闹非凡的酒桌，最后来到3楼一扇古色古香的木门前。我家殿下就在里面，请进。陆枫轻轻点头，然后直接推门，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刚一迈步，门外的喧嚣声瞬间消失。陆枫挑了挑眉，知道这里应该是布置了静音的阵法。大门推开后，一个宽敞的包间出现在眼前，众多身影映入眼帘。这些人要么年轻，要么修为高深。在最上方的位置上坐着一位年轻男子，身穿赤红色的皇子服饰，头戴金冠，面容不凡，举手投足间自然散发着一股威严。就在陆枫推门的刹那，一道审视的目光就投射过来。这人是谁？哪家的子弟？没见过，而且修为才大5师。我知道，他就是1个月前打败晨光的那个人。一阵轻微的议论声响起，陆枫却毫不在意。看到陆枫到来，坐在最上方的年轻男子缓缓起身，笑着说道，诸位，这位就是玉荣的好友，3品炼丹师，1个月前打败晨光的昊天宗高徒。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称赞起来。陆枫拱手行礼，说道，4皇子过奖了。各位，我和这位陆兄有些事情要谈，先失陪一下。4皇子对众人说道，然后一抬手，陆兄弟，不如随我去聊聊。好。陆枫轻轻点头，毫不示弱，大步跟了上去。楚玉荣也紧跟在后面。两人走进隔间后，立刻有仆人端上美酒，不知陆兄是否饮酒？哼。陆枫端起酒杯，
挑了挑眉，一饮而尽。好酒，真是不错。陆枫微笑着说，脸上没有丝毫异样。好酒量。四皇子闪过一丝惊讶，刚才端上来的美酒相当于3品丹药，有助于提升修为，是天宝楼的招牌酒之一。然而陆枫不仅一口喝下去，而且没有任何变化。他哪里知道，陆枫以前可是拿4品玉液丹当饭吃的，这种酒对他几乎没什么作用。陆枫轻舒一口气，然后说道：“四皇子，我就直说了，听说你有4品丹药的配方？”“没错。”四皇子轻轻点头，接着说：“不只是4品，这儿还有5品丹药的配方。”“5品？”陆枫挑了挑眉，然后摇了摇头：“不必了，4品就够了。”他心里明白，对方是想用5品丹药来诱惑他，这就够了。四皇子有些诧异，随后点点头，取出一个卷轴：“这就是4品丹药的配方，华元丹。”“多谢。”陆枫眼中流露出几分渴望，然后抬起头问：“不知我需要付出什么？”“陆兄如果想要，拿去便是。”四皇子连连摇头：“我从不平白接受别人的恩惠。”陆枫坚定地说：“他知道一旦接受了别人的恩惠，日后肯定是要偿还的，更何况眼前明显是皇室间的纷争，他既不想也懒得去掺和。反正我背后有老师，就相当于有昊天宗做靠山，我有底气拒绝他的招揽。”“陆兄就这么不近人情？”四皇子也笑了，在下一心修炼进入洞天之后，便会直接回昊天宗潜心苦修。陆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好吧。”四皇子只好点头。“我身边不缺高手，不如就约定以后为我炼制3次丹药，如何？”“好。”陆枫直接答应下来。“那这东西就是陆兄您的了。”四皇子点头示意。陆枫拿过华元丹的配方，只是粗略看了一眼，心里就有了几分把握。不错，这个4品丹药配方没什么问题。陆枫顿时一脸欣喜，他现在又能通过丹药大幅提升修为了。这丹药配方所需要的天材地宝并不是特别罕见，陆枫寻思着，或许可以拜托张师叔帮忙找找看。两人商谈完毕，便离开了那处隔间。刹那间，一双双目光纷纷汇聚过来，而后又迅速散开。“正好，我们正在此处举办宴会，不如坐下来畅快饮酒一番。”四皇子面带笑容地说道。“洞庭即将开启，我没有心思参加宴会。”陆枫委婉地拒绝了。“那好吧。”四皇子点了点头，并没有纠缠的意思。陆枫转身欲要离开这场酒宴，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砰！大门瞬间被人一脚踹开，连带守护的阵法也一同被破坏。“是谁？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打扰四皇子的宴会？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不赶紧滚出去！真是好大的胆子！”就在场宾客们一阵恼怒，甚至有人打算出手的时候，一道同样身着赤红色华丽服饰的身影缓缓走入其中。“怎么？难道这个地方不欢迎我吗？”那也是个年轻人，和四皇子长得极为相像，不过却显得更加凌厉。他一出现，那些原本要出手的宾客们一个个都把动作憋了回去。与此同时，四皇子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三哥，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弟弟我呢？”听到众人这么说，陆枫马上就知道来者恐怕就是三皇子了。“这么巧吗？”陆枫目光微微一转，忽然就看到了三皇子身后还跟着一道人影，同样穿着红色的衣袍，楚飞云。然而与三皇子和四皇子相比，楚飞云的气势实在是微弱的可怜。此时楚飞云也注意到了陆枫，然后他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无声地动了动嘴唇。陆枫看懂了对方想说的话，想让我死在这里吗？就在这个时候，三皇子带着众人走进这场宴会，大步流星地走来，直接坐在了之前四皇子的位置上。“我看这个位置挺合适的，四弟不会不舍得让给哥哥我吧？三哥要是想坐，那就坐吧。”“哈哈，不愧是我内功效仁义的弟弟。”三皇子大笑着说道，随后目光望向四皇子楚玉荣身旁的陆枫，“这位就是打败了晨光的昊天宗弟子吧？”“没错。”陆枫轻轻地点了点头。“好大胆子，竟然还敢承认！”三皇子突然站起身来，脸上顿时露出暴怒的神情，一身气势猛然爆发出来。“你竟敢当街打我弟弟的脸，你可知道神都城可是我大楚的神都城，不是你昊天宗？”四皇子皱了皱眉头，想要开口，却又觉得不太方便。陆枫眼神平静，隐藏在袖子里的左手悄悄捏碎了玉佩，然后才开口说道：“那是定远侯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你指派的吗？”三皇子冷笑着问道：“给我把他拿下，他藐视皇室，把他押入天牢。”话音刚落，三皇子身后就有一位武皇级别的护卫向前踏出一步，抬手一抓，空中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掌印，朝着陆枫抓了过去。其速度和来势之快，让陆枫的瞳孔骤然收缩，没有丝毫犹豫，陆枫一脚迈出，速度瞬间暴增，风遁术和天赋神通同时加持，在那只大手合拢的瞬间成功逃脱。在修炼托天功提升了肉身之后，陆枫的速度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这速度，武王强者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正想要再次出手，下一刻，空中再次凝聚的元气大手忽然被另一股力量打散。四皇子冷笑着说道：“三哥，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过是意气用事罢了。刚才帮助陆枫的人，自然就是四皇子手下的高手。四哥，你真的要帮这个混蛋吗？要知道，这小子哪里是打我的脸，分明是打皇室的。”楚飞云跳了出来，可是还没等他说完，就被三皇子冷冷地瞪了一眼。
滚回去，丢人现眼的东西！好，被三皇子这么一瞪，楚飞云的身躯微微颤抖，只好乖乖地站了回去。三皇子收回目光，眼中露出一丝厌恶。要不是因为我和这个废物是同一个母亲，我真不想管这件事。他和楚飞云是同一个母亲，他的资质可比楚飞云强多了。但是他在这里想要拿下陆枫，一是因为母亲苦苦哀求，二是因为楚飞云被打脸了，总会波及到他身上。然而就在两位皇子对峙的时候，陆枫却紧皱眉头。该死，张师叔怎么还不来？难道是被人拖住了？老四，你真的不让吗？三哥，你还请三思啊！双方的人马看到各自的主人相互对峙，一时间也是心惊胆战。皇子之间自然是不可能撕破脸皮动手的，但一旦谁处于下风，必然会威信受损。僵持了许久之后，四皇子平静地说道：“不如这样，你再派出一个人比试一场，如果他赢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再比一场。”三皇子冷笑了一声，最后挑衅般地看向陆枫：“小子，你敢不敢？要是你输了，就让我弟弟当众打你3耳光，咱们就一笔勾销。”好，我答应。陆枫向前迈出一步，神色平静地说道：“不会吧？你不会派武王来和我对决吧？哈哈，你觉得本皇子是那种下三滥的人吗？”三皇子拍了拍手，随后他身后走出一位武灵4重天的强者。方正，就由你去和这个小子对拼，只拼拳脚，不动刀兵，免得你死在这里。好，只是武灵4重天。陆枫皱紧眉头，心想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陆兄，此人功法特殊，修炼的是死士功法，能够发挥出超越同阶的修为，你可要小心了。”这是四皇子的传音。死士功法？陆枫皱了皱眉头，突然想了起来。他曾经在老师那里阅读过不少典籍，其中就有讲述死士功法的。这种功法一般消耗巨大，而且修行者很少出手，但是一旦出手，就是直接消耗生命，威力极其巨大。死士功法的修行者都是一次性的，一般是用来做死士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原来如此。陆枫深吸一口气，说道：“好，我们去哪里比？小子，你还算有点胆量，天宝楼就有擂台，咱们走，可别像个胆小鬼一样跑了。”三皇子挑衅地看了一眼陆枫，随即带着手下众人离开了包间。陆兄，这个东西给你。四皇子走到陆枫身旁，随后手掌中出现了一块洁白的玉牌。咦？陆枫眉头一挑，发现这竟然是一件宝兵，且还是一件防御性质的宝兵。要知道，防御性质的宝物比攻击性要珍贵得多，毕竟再强大的兵器也要有命才能使用。这件灵犀玉牌乃是下品的防御宝兵，就暂借给陆兄，若实在是危急之时，就破例使用。陆枫深深地看了一眼这玉牌，随后点头：“那就多谢。”他原本并不想掺和皇室的事情，但是奈何已经被人入局，那就无所谓。陆枫轻轻接过这块玉牌，随后在四皇子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天宝楼的一处擂台。既然是寻欢作乐之处，那自然也是有擂台，毕竟达官贵，人们在酒酣耳热之时，也想看看有人死斗。陆枫签下生死状，随后轻轻一跃来到擂台上。此时那叫做方正的死士已经在这里等待他了。今日你会死，我也会死。方正冷冷开口。那就来吧。陆枫平静开口。而就在此时，一道嗓音忽然响起：“现在擂台开始。”在最后一个字落下之时，一股恐怖的气息从方正的体内中爆发而出，那股力量仿佛是压迫已久的火山，飞速的拔升。武灵4重天，武灵5重天，武灵6重天。方正的气息骤然拔升到了8重天的层次，双眼一片赤红，就仿若一只野兽一般盯着陆枫。而下一刻，方正猛地一步踏出，如同鬼魅一般来到陆枫面前。狂风骤雨的拳脚之声爆发，拳风呼啸而出，落在地面，能够砸出一个坑洞。好快！陆枫瞳孔一缩，运转天赋神通风遁术，匆忙躲开这一拳。该死，这人的速度身法应该也是爆发类，不然不可能连我都有些没反应过来。而就在他躲开之时，方正也扭转脚步，一拳朝着他轰了。轰！呼啸的拳风爆发而出，隐约之间都会有音爆声骤然响起。而此处众多在天宝楼寻欢作乐的客人发现动静，一个个都围了过来。当他们发现擂台上有人拼死决斗之后，顿时陷入了兴奋之中。哈哈，没看错吧？大武士打武灵，估计又是什么悬赏挑战，咱们要不来赌一赌，那小子能支撑多久？赌个屁，赌注都没下完，这小子就死了。一道道嘲笑声传来，陆枫无动于衷，或许说他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事情。此刻陆枫疯狂出手，勉强抵抗了方正的进攻，没用的，一盏茶之内必败无疑。方正嘶吼着开口，一头黑发也隐隐被血水浸染。而就在疯狂进攻之际，方正的一拳穿过了层层的幻影，突破了防守，来到了陆枫胸前。不好！陆枫瞳孔骤然收缩，连忙将双手横于胸前，整个人瞬间倒飞而出。而此时那方正也没有继续追击，站在原地微微喘息。刚才那一轮狂风暴雨的攻击，即使是早有准备，仍旧让他有些喘不过气。陆枫倒飞而出，猛地砸在地上，双手隐约有些变形。好久没有这样的压力了。陆枫死死地盯着方正，站起身来，双手微微颤抖，听到连续的咔咔声，手臂竟然一点一点的复原。呼！陆枫悠长地吸入一口气，就恍若是长鲸吸水。
骤然之间，他的气息也猛地提升了。与此同时，方正也缓了过来，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飞射而出。给我去死！话音还未落下，方正双掌之中便腾起一道炽烈的火光，熊熊燃烧。玄阶上品武技玄阳掌，一时之间热浪扑面而来，陆枫发丝都有些发焦。该死的是你！危机当头，陆枫心中没有一丝丝怒火，反倒是畅快大笑，随后猛地踏步而上，双拳便挥了出去。砰！这是单纯的力量碰撞，毫无疑问，陆枫整个人再度飞射而出，双拳隐隐露出血色。与此同时，方正的身躯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似乎有些没法承受此刻的力量。但是身为一个死士，不必理睬这些，最后猛地盯住陆枫，又杀了上来。来，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陆枫眼瞳之中闪过血色，没有一丝犹豫，再度迎接了上去。拳、肘、腿，两人的拼斗疯狂爆发，肉身当作了兵器，相互碰撞。方正癫狂的出手，身躯一点点崩溃。然而他的对手陆枫也是如此，心中忽然多出了几分满足，至少我死之前能完成三皇子大人的嘱托。而就在这个念头出现之时，方正瞳孔骤然收缩，他发现陆枫被打崩裂的肉身竟然在隐隐愈合。这到底发生什么？方正心中涌现出几分怒火，更加剧烈的消耗生命，出手更重了。一时之间，陆枫浑身出现了一处处凹陷伤口，整个人顿时落入了下风。然而陆枫仍旧死死地支撑着，没有彻底落败。你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还不死？方正癫狂地开口，然而回答他的只是无言，以及陆枫越来越明亮的眼眸。你到底把我当做什么了？你不应该害怕吗？方正仍旧在咆哮，几乎是怒火到了极点。方正调动生命力，便是一拳轰了出去。砰！陆枫再一次倒飞而出，然而他却稳稳地落在地上，没有像之前那般狼狈。方正抬起头来望向陆枫，然而他整个人一时愣住。不仅仅是他，在场的众多观众乃至于三皇子和四皇子都一下子愣住，眼中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擂台之上，陆枫依旧稳稳站立，然而他的身躯却已覆盖了一层铁色，阳光倾洒而下，映照在陆枫身上，一时间他宛如一尊雕像。而这一幕在众人眼中简直超乎想象，这似乎是……楚飞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托天宫，这小子才得到真传1个月啊！三皇子眼中满是震惊，难怪刚刚他都没用我给的保命之物。四皇子松了口气，整个人放松下来，阵阵惊呼声此起彼伏。这天宝楼里不少人都知晓，陆枫是通过决斗才获得托天宫的这门功法，即便在整个神斗之中也是顶尖的炼体功法。可晨光自幼开始修炼，耗费了将近30年光阴才炼制铜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天宝楼高层之中，一道身影豁然站起，正是身披铠甲、满脸络腮胡、气势不凡的定远侯。在他身旁还有一位黑袍老者。他们两人面前，张随风神色轻松地坐着，长舒了一口气。还好你小子靠自己撑过来了。张随风刚坐下，就被2名武皇堵住，一时间也无法出手相助。就在擂台之上，方正也认出了陆枫所施展功法的来历，瞳孔一缩，惊叫道：“不可能！你怎么会初步修成？怎么就不可能呢？”陆枫咧嘴一笑，那几乎如同金铁铸就的身躯迅速愈合，而后猛地向前踏出一步，顿时爆发出浩荡的气浪声。紧接着，陆枫竟朝着方正猛扑而去。你这是找死！方正心中大怒，强行调动体内所剩不多的生命力，双掌再次升腾起炽热的火光。玄阳掌，死的会是你！陆枫狂笑着出手，只出一拳，便与对方对撞在一起。砰！下一刻，双方都向后退去。方正退了7步，陆枫却仅仅退了3步。你的命快耗尽了吧？陆枫低笑着说道，随后不断发动攻击，身影如鬼魅一般，朝着方正全身要害展开攻击。不！方正嘶吼着想要反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浑身各处遭受轰击，身躯凹陷，肉身崩裂，体内根本没有多少生命力可供挥霍了。死吧！陆枫深吸一口气，运转体内真元，一拳轰向方正的心口。噗！血光四溅，方正的胸口猛然炸开一个大洞，随后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倒了下去。他将一切都燃烧殆尽，却依旧不是陆枫的对手。陆枫平静地看着方正倒下，接着抬手一抓，把挂在腰间的储物袋拎了起来。怎么？难道你还想纠缠不休？陆枫神色平静，看向上方的三皇子，此刻他的肉身正在不断痊愈。大哥，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他现在肯定是重伤之身。楚飞云尖锐地叫嚷着，手指直直地指着陆枫。够了，还不嫌丢人吗？三皇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抬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啪！又是一巴掌，楚飞云被打倒在地，整个人顿时头昏脑胀。三皇子冷冷地说道，而后看向陆枫，开口道：“小子，这次算你运气好，下一次可别指望还会这么好运。我等着。”陆枫咧嘴一笑，似乎满不在乎。哼，我们走。三皇子冷哼一声，带着众人径直离开了天宝阁。终于走了，陆枫深吸一口气，往嘴里丢了2枚恢复真元的丹药，然后走下了擂台。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匆匆从上方飞身而来，落在陆枫身旁。张师叔，咱们被算计了呀！
陆枫无奈地说道：“哎，这次算是师叔欠你一次。”张随风苦笑着摇了摇头，刚刚被2位武皇阻拦，一旦出手，恐怕会遭到围攻，也未必能救下陆枫。咱们走吧。陆枫咳嗽了2声，就在2人要走的时候，远处有人开口：“陆兄，可否让我派人送你们一程？”“不必了，宝物还给你。”陆枫捏着灵犀玉佩，朝远处的四皇子抛了过去。“我倒是更希望你直接收下。”四皇子摇了摇头，望着陆枫和张随风离开。“四哥，这……”楚玉荣走过来，脸上满是焦急之色，“但是不要去打扰陆兄了，让他好好恢复。”四皇子收好灵犀玉佩，眼中闪过一丝精芒。刚才那方正全力爆发，燃烧生命之下，实力已经不逊色于真正的8重天高手，而且他修炼的都是爆发力及强地功法。陆枫不仅炼丹水平高超，实力修为也非同一般。师侄，这是师叔收藏的一些疗伤丹药，你拿着吧。张随风从身上取出一个个玉瓶，一股脑的塞给陆枫。“多谢师叔。”陆枫略显虚弱的点点头，然后将玉瓶一一收下。“收下就好。”张随风又说道：“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师叔可以帮你去寻找。”“有。”陆枫拿出华元丹的丹药配方，说道：“师叔，能否帮我在神斗留意一下这几种灵草灵药？”“你要炼丹了？”“对，我得尽快提升修为。”陆枫坚定地说道：“其余草药我身上都有，还请师叔为我寻来。”“如此吗？”张随风深深地看了陆枫一眼，说道：“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想着修炼，难怪师侄你的修为如此深厚。好，我这几日会去神斗转转，找找有没有你要的。”“多谢师叔。”2人又交谈了几句，张随风便离开了此处。呼！陆枫深呼一口气，拿出之前炼制的一枚带有龙纹的回春丹吞了下去。张随风给的只是4品的疗伤丹药，效果还不如陆枫这带有龙纹的回春丹。服下回春丹后，陆枫感觉体内在慢慢恢复，幸亏之前练成了1层的托天功，不然的话恐怕真的要失手了。陆枫心中一动，顿时察觉到一股危机。他今天几乎把所有底牌都亮了出来，必须得赶快修炼，继续提升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炼制丹药，突破一个大境界。昊天宗驻地院落之中，陆枫盘膝而坐，体内气息激动不休，眼前摆放着将近40粒棕色的丹药。呼！陆枫看着那些丹药，深吸了一口气，要准备开始破关了。他和方正大战的第3天，张随风便为他寻来了他所需的灵药，而果不其然，这些灵药可以用天星玉佩滋长。陆枫用了将近5日的光阴，一会炼了整整40枚丹药，而这些就是我冲击武灵资本。陆枫深吸了口气，抬起手来，抓起1粒华元丹，最后直接扔入口中。咔的一声，陆枫将丹药咬碎，感受到一股庞大药力产生。来吧！陆枫盘膝而坐，不断炼化体内这股力量。不同于之前服用天元丹、金元丹，抵达了大武师9重天的陆枫，很快就将1枚丹药的药力炼化。再来！陆枫立刻又挑出一个丹药丢入口中，再次咬碎，药力再次迸发。第2枚丹药的药力迅速就被陆枫炼化干净。再来！再来！再来！陆枫飞快地拿起一粒粒华元丹，感受到自己距离那一层天花板越来越近了，仿佛是触手可及。而到最后，陆枫直接是抓起一把，一口吞下去。3、4颗华元丹的药力汇聚在一起，陆枫体内修为是大增。继续，继续！当服用到第30枚华元丹时，陆枫体内修为再度暴升，彻底达到了圆满层次。接下来必须要一口气彻底冲关，过不了这么多了。陆枫感觉自己抵达了一个奇妙的状态，这就是突破的征兆，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一把抓住剩下10枚丹药，陆枫直接一口吞了下去。艰难咽下10枚丹药，陆枫感觉一股澎湃至极的药力瞬间爆发，充斥于他浑身各处。来了！陆枫眼眸明亮无比，疯狂地开始炼化。不知道过了多久，陆枫体内忽然响起噗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冲破了。陆枫修为再次暴增，气势骤然爆发，隐约之间，周遭的天地灵气蜂拥而来，尽数融入陆枫的躯体之中。这般动静原本会引来众多人的注目，而这一切却被4重阵法牢牢地掩饰，并未透露出一丝一毫。而不知过了多久，陆枫深呼了一口气，气息忽然一变，骤然睁开了双眼。陆枫豁然起身，自然而然地感觉天地灵气蜂拥进入体内。他念头一动，整个人忽然凭空而起，悬空3尺，武灵1重天境界，成了，彻底成了！陆枫大口呼吸着天地灵气，他感觉着自身状态突破境界，我的实力也彻底暴增了。陆枫咧嘴一笑，脸上是数不尽的欣喜。以我现在的实力，再对上那个方正，不要那么麻烦，这不需要再动用托天功就能灭杀对方。片刻之后，陆枫浑身气息收敛，一点点落回了原地。不能暴露修为，这还是我的底牌。陆枫嘴角一点点挑了起来，若是现在陆康、周云星想对他动手，就会遇到一个大惊喜。距离那阴结会还有10来日的功夫，不急，继续修炼功法。陆枫压制住心中激动，继续开始盘膝修炼。外界10日之后，张随风来到那阵法之前，屈指一弹，一道真云飞射而出，落入阵法之中。师侄，出来一见。片刻之后，阵法打开，陆枫悠然地从中走了出来。见过师叔，不错，你的修为似乎又有所精进。张随风轻轻点头，
神色平静地移开目光，勉强练出了一力，没有太大效果。陆枫叹了口气，无妨，你现在的战力也足以在洞天之中保住性命。张随风笑呵呵地开口，随后说道：走吧，咱们现在去英杰会，听闻那位大楚皇帝亲自主持。好，陆枫也有几分好奇。两人来到昊天宗驻地门前，只见到楚玉荣、周云星、陆康众人都出现在此处，而他一出现，周云星、陆康冰冷的目光便再度传来。哟，在此处2月，为何不见到2位？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是个私生子？陆康冷笑了一声，想打架？陆枫微微一笑，朝着陆康勾了勾手指。哼！陆康瞥了一眼张随风，未曾开口说话。好了，随我去赴宴，连英杰会都有不少美酒可喝。张随风随口打断了几人，随我出发。几人也没有多说，在张随风的带领之下，一路离开了此处，花了将近小半个时辰，乘坐马车，终于来到皇城之下。这就是大楚皇宫。陆枫眉头一挑，便感受到一股阵法之力在城中出现，威力凝聚，隐而不发。这皇城之中可是摆了8荒大阵，就算是5宗强者也不敢轻易闯入其中。张随风笑着开口，随后招呼着众人进入。就在此时，皇宫大门口还站立着一位身穿侯爷华服、神情严肃的男子。而看到那人，陆康脸色忽然变得极为难看，互相头低了下去。这是想干嘛？陆枫嗤笑了一声，随后向着那中年男子迈步而来。爹，咱们好久不见，你还认我这个爹吗？中年男子平静地看着陆枫，他自然便是陆枫这一世的亲生父亲陆成龙。似乎是发现不对劲，张随风一挥手，众人便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看着。陆枫淡淡地开口，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呵呵，我也知道啊，你这1年来的经历。陆成龙没有回答，开口说道，拜入昊天宗，修成神通，拜长老为师，修成3品炼丹师。陆成龙停顿了片刻，开口说道，你让为父很是惊奇，没想到你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呢？陆枫嗓音依旧冷淡。陆成龙皱起眉头，对于陆枫态度似乎有些不满，但还是压下心中的这股怒气。你虽然天资超凡，但终究还是需要家族在后面遮风挡雨。为父想要你回归陆家。回陆家？陆枫重复了一句，紧接着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怎么了？难道你不愿意？呵呵，我当然可以回归家族，而且我还想坐这陆家家主的位置呢。陆枫微笑着说道。哦，你这是答应了？陆成龙眼眸陡然一亮。对他而言，陆枫起初不过是个意外，原本他都懒得理会，毕竟只是个私生子罢了。然而陆枫展露天赋后，引起了他的注意。要知道这封天地是修武道的地方，天资可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但这一切在陆枫遭遇袭击、修为尽废之后就改变了。也罢，陆成龙当时听到消息时如此说道，无非就是个私生子罢了，那就继续培养轩儿。而这之后，陆枫击杀家奴，直接杀出陆家，甚至进入了昊天宗。随后一个又一个消息传来，陆轩被废，陆枫进入昊天宗，且成为入门弟子第1，还拥有天赋神通。这一条条消息传来，陆成龙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他们陆家这个不受他待见的2儿子，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天赋和资质，简直不可思议。要是能让他认祖归宗，我们陆家说不定就有希望出现一位5皇甚至是5宗级别的强者。于是陆成龙就有了重新把陆枫带回家族的想法。好，连说3个好字后，陆成龙开口道，既然如此，等你参加完英杰会，踏入洞天之后，就随为父返回陆家，让你认祖归。话还没说完，陆枫突然打断了他。等等，认祖归宗可以，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陆成龙皱起眉头，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自然是要把我遭受的一切都还回去。陆枫咧嘴一笑，年轻俊朗的脸上露出几分狰狞。陆轩已经被我废了，这件事就算扯平，可我母亲呢？她已经不在了，只要你让我杀了你那大夫人，我马上就认祖归宗，杀了我的正气。陆成龙脸色一冷，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那就没得谈了。陆枫冷笑一声，直接转身就走。陆枫！陆成龙脸色一变，当即怒喝出声。然而陆枫的身影纹丝不动，依旧悠然地向外走去。我可是你爹！陆成龙再次咆哮着说道。那又怎样？陆枫扭头冷冷地看着陆成龙。我被废之后，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你可曾有过一丝关心？可曾出现过一次？如果你想的话，在我被废之前，你为我消耗的资源，我都可以还给你。你！陆成龙死死地盯着陆枫，武王层次的气息爆发出来。正当他想动手的时候，一只手突然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陆家主，冷静一点，好歹他是我周师兄的徒弟。张随风不知何时出现在陆成龙身旁，满脸微笑地说道。哼！陆成龙冷哼一声，转身就走。张随风哼了一声，朝众人招了招手，走吧，咱们进去。昊天宗一行人进入皇宫后，便被一位5王级别的强者引入宫殿之中。这座宫殿宽敞无比，地上摆放着一处处蒲团和桌椅。就在此时，一道异样的声音突然响起，这不是昊天宗的张随风吗？你们今年竟然弄到这么多机会。顺着声音望去，昊天宗众人看到一位青袍人带着众多弟子走了过来，这正是之前陆枫在阳谷宝地见过的药离。上一次阳谷宝地之行，药离不仅弟子获得名额的不多，剩下的几个人当中还藏有魔道卧底，
几乎是血本无归，折损了好几个精英弟子。那是当然，就是不知道你们药王宗这次能混到几个名额。张随风笑嘻嘻地说道。你药离顿时恼怒起来。就在这时，引路的武王高手开口道：“两位，请不要起争端，此处乃是皇家重地。”呵，药离冷笑一声，然后带着众多弟子走到一旁坐下。坐下吧。张随风得意的一笑，招呼众人坐下。陆枫盘膝坐在蒲团上，楚玉荣主动坐在他旁边。陆师弟，那华元丹你炼制出来了吗？已经炼制出来了，只可惜1-2颗对我的功效不大。陆枫叹了口气，居然能炼制出4品丹药，当真是4品炼丹师啊！楚玉荣眼中微微放光，这么年轻就有4品的炼丹水平，确实是绝无仅有。就在众人一一落座的时候，一道尖锐的声音忽然在远处响起：“皇上驾临！”几乎是一瞬间，众人就都感受到一股气息逐渐靠近。下一刻，一位身着深黄色龙袍，气息浑厚，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上位者威严的男子踏入大殿之中。见过陛下，为大楚皇帝贺，恭迎圣上！众人纷纷行礼，那些大宗门只是起身拱手，并没有多余的动作。平身吧。大楚皇帝轻轻点头，然后微笑着说：“再过几日，万虚洞天就要彻底开启了。诸位都是个大宗门的青年豪杰，希望能得到想要的宝物。”大楚皇帝轻笑了一下，随后一抬手，众多宫女侍从便开始纷纷行动，端上美酒美食。这英杰会就此开始吧。总算开始了。张随风嬉笑一声，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中满是明亮。不愧是御酒，味道真是醇厚。陆枫见状挑了挑眉头，问道：“英杰会没有比斗吗？”没有。他身旁跪坐的楚玉荣微笑着摇头。即将进入洞天，也没人愿意暴露底细，一般都是吃吃喝喝，或许会有一些小比试。陆枫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开始享用美食，味道还不错，都是用妖兽烹煮的，甚至有丹药的效果。陆枫平静地吃着，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他几乎把丹药当饭吃，这点功效自然无法影响他。大殿之内的场面热闹起来。酒过3巡之后，上方忽然传来大楚皇帝的声音：“诸位，按照历年英杰会的规矩，自然是有一些小比试的，不过嘛，今年倒是略有不同。”略有不同。在座众人不禁微微一愣。历年的英杰会比试项目繁多，有单纯的武技切磋，像刀法、剑法之类的较量，甚至还进行过当场炼丹的比试。众人都在猜测，不知今年的英杰会又会弄出什么新鲜花样。居于最上方的大楚皇帝神色安然，轻轻一挥手，朗声道：“抬上来吧。”是。伴随着这声应答，大殿侧门内传来回应声。紧接着，只见一位武王强者双手托着一块漆黑且布满裂痕的石头，缓缓走入大殿。那石头通体墨黑，上面印刻着诸多模糊不清的文字。这股力量散发开来，在场的众多武皇级强者脸色皆是一变，就连张随风手中的酒杯都惊得掉落。与此同时，陆枫也是眉头一挑，从那块石碑上察觉到了一种玄奥难测的气息。一时间，场面陷入了一片死寂。过了许久，才有人出声问道：“陛下，敢问这莫非是道法师？”众人闻声望去，只见是一位身着红衣、须发皆白的男子。不错。大楚皇帝微笑着颔首，接着说道：“只可惜这仅仅是一个碎片，并非完整的道法石，不然我大楚皇室可舍不得拿出来。”听到这话，众多武皇那紧绷的神色才稍稍舒缓。张师叔，道法石是什么啊？陆枫皱着眉头问道。他对这东西完全闻所未闻。嘿，你不知道也正常，这可是极为稀罕的宝物。张随风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解释道：“你可知晓如何晋升武皇？”这个陆枫想起周围曾经的讲述，回答道：“感悟天地大道，选定自己的道路，然后进行参悟。”不错。张随风点头说道：“所有武皇都能选择自己的道路，不管是风道、火道、水道，还是难以捉摸的乾坤2道，皆是如此。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加快武皇对法则大道的感悟，那便是道法石。相传这些东西只会在小天地开辟与终结之时才会出现，有助于人领悟法则大道。”张随风脸上流露出些许向往之色，随后又摇了摇头：“眼前这块太小了，只是残次品，对我们这些武皇没什么用处。”原来如此。陆枫轻轻点头。那块被拿进来的道法石仅有婴儿拳头般大小。见众人都被吸引了注意力，大楚皇帝开口道：“此物甚是罕见，诸位可上前去感悟一番。”话音刚落，在场不少年轻才俊便面露兴奋之色。“陛下，我愿意试。”当即就有一位年约20岁左右的男子站了出来。“那你便去试试。”大楚皇帝微微点头。那年轻男子向前迈了一步，在众人的注视下，将手按在了那块道法石上。刹那间，一种玄之又玄的韵味弥漫开来。那年轻男子的表情瞬间变得呆滞，仿佛陷入了某种梦境之中。然而，过了30-40个呼吸之后，他猛地向后退了一步，身上更是大汗淋漓。那年轻男子一脸茫然，立刻就被人拉了下去。这家伙怎么回事？好像被算计了一样。陆枫皱着眉头说道：“你以为法则大道是那么容易参悟的？”张随风翻了个白眼，一边喝酒一边说道：“一般而言，起码要武王层次才能感悟法则，毕竟到那个时候肉身和元神都已经较为坚固了。不过这道法石很小，不会造成什么损伤，顶多让人恍惚一会儿，还是有些好处的。”原来如此。陆枫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就在这时，上方的皇帝笑着开口，就以此来做个小比试。今日谁若能夺得第一，朕便满足他一个要求。当然，丹药不能超过5品，功法最多也就是地阶下品。至于宝物宝兵，则可任意挑选。听到这话，众人心中皆是一动。在场之人皆是大宗门、大势力培养出来的年轻一辈，对于高等级的宝兵、功法或者丹药都充满渴望。我愿第二个尝试。马上就有人高声说道。随后大步流星地走到道法师跟前，他抬手按在那块满是裂缝的漆黑石块上，凝神聚气。片刻之后，玄之又玄的气息再次涌现。与之前那人不同，他身上忽然浮现出烈火般的幻象，不停地在周身环绕。不错，应该是修炼火属性功法，而且具有特殊血脉，当真是不简单。或许这小子能多坚持一会儿。随着他不断感悟，身上的火焰虚影愈发逼真。而在将近70个呼吸之后，他猛地把手撤回。此时他脸色长得通红，浑身真元鼓荡，仿佛即将失控一般，在原地站了许久才压制下去。天炎宗徐风林坚持67个呼吸，当即就有太监尖声宣布着他的成绩。那名叫徐风林的男子深吸一口气，然后走回了天炎宗的队伍。那随后一位又一位年轻天才上前挑战。药王宗药玉坚持73个呼吸，长生道宗林宇坚持63个呼吸，昊天宗赵德坚持64个呼吸。那太监一遍遍开口，把众人的成绩一一开口讲述。而此时药离一改入殿的阴沉，此时此刻笑得格外得意。他门下弟子药玉坚持了整整73个呼吸，堪称是场内众人第一。随即药离冷笑地望了一眼张随风，眼里满是挑衅。哼！张随风收回目光，不与对视。而就在此时，陆康忽然开口了：师叔，我上去试试。好。张随风点头。陆康大步流星登上大殿，在众人瞩目之下抬手按住那块石头。嗡！玄之又玄气息再度蔓延，陆康身躯顿时浮现出了一层层海浪，一道道坚冰，刺骨寒风忽然在大殿之中弥漫。10个呼吸，30个呼吸，60个呼吸。陆康不断的坚持，直到了69个呼吸，这才停下了动作，踉跄的后退，脸庞衣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众人也是一惊，69个呼吸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不愧是陆家的大公子，昊天宗高徒，竟然支撑了这么久，未来冲击5皇怕是大有希望啊！哎，陆家恐怕要出祁连了。众人一阵惊呼赞叹，毕竟在场之人最强的也不过才坚持了73个呼吸，陆康能支撑69个呼吸，已经极为出色了。听着众人的称赞，陆康不禁得意起来。上一次阳谷宝地没能获取名额，都是那些家伙比我多修炼了10多20年，现在可就未必了。陆康朝着众人施了一礼，而后大步流星地走回了张随风身后。就在此时，坐在最上方的大楚皇帝呵呵一笑，开口道：列位便是陆爱卿的长子吧？果真是天资卓绝，陛下过奖了。陆成龙笑着回应，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就算陆枫那小子不愿认祖归宗，我大儿子陆康同样是个天才。当陆康回到队伍之中时，还挑衅地看了陆枫一眼，意图十分明显。陆枫却神色平静，连理会的兴致都没有。随后又有众人上前，其中周云星也尝试了一次，支撑了61个呼吸。这次小比也差不多了，还有哪位未曾上前一试？在一旁负责记录的太监开口问道。我还没试过。陆枫从座位上起身，一步一步朝着那块黑石走去。看到他出现，陆成龙脸色一沉，其他京城的权贵们也面露惊诧之色。是他，那个得罪了3皇子还得罪定远侯的小子。对，要不是背后有昊天宗撑腰，恐怕早就被人整死了。不过这小子修为也是极为强横，还打赢了一个武林4重天的死士呢。陆枫没有理会旁人的议论，来到那道法石前，抬手便按了下去。刹那间，陆枫眼前竟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一道道无影无形的事物在眼前交织分解。这就是法则规则。陆枫心中一动，隐约有所感悟，脸上露出痴迷的神情。与常人不同的是，陆枫没有感受到丝毫压迫感，仿佛他的元神与肉身完全能够承受住这悟道的负担。与此同时，在众人眼中，陆枫的身躯也发生了变化，赤焰升腾，清水凝聚，狂风肆虐，苍茫大地，一种又一种异象在陆枫身上显现，仿佛是轮番上阵一般，接连不断，这让众人心中大为震惊。要知道，在感悟道法时出现的异象，象征着功法的方向以及自身对各种法则的天赋。之前众人身上出现的寒冰火焰，就代表着对炎道和冰道有所感悟，具备天赋。而此时，陆枫身上竟然接连出现了10余种异象。难道这小子对10余种法则大道都有一定的天赋？张随风不禁啧舌，不只是他，在场众人也都心中大惊。怎么可能？这小子的天赋怎么会这么强？陆康呆呆地看着陆枫，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支撑的时间可千万别超过我。10个呼吸，30个呼吸，60个呼吸。只是转瞬之间，陆枫就已经支撑了70个呼吸。陆康顿时有些腿软。陆枫无论是在大道的感悟数量，还是天赋上，都远远超过了他。此时，之前整整支撑了73个呼吸的药王宗药玉，原本平静淡然的面容也绷不住了，
一脸警惕地看着陆枫。毫无疑问，陆枫轻松地支撑了73个呼吸。然而这并没有停止，80个呼吸，90个呼吸，100个呼吸。陆枫此刻的强大简直是断层式的，远远凌驾于眼前众人之上。怎么可能？一时间，就连那位大楚皇帝眼中也充满了惊讶之色。除非这小子的元神或者肉身达到了武王层次，否则绝无可能。这位大楚皇帝自然也知晓陆枫和自己2个儿子之间的纠葛，也大致清楚陆枫的实力水平，但他实在难以相信陆枫能支撑这么久。难道作弊了？这位皇帝马上又摇了摇头，这小子分明在悟道，如果作弊又怎能悟道呢？就在众人猜测陆枫还能支撑多久的时候，大殿之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清亮的咔嚓声，咔嚓，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陆枫面前那块黑色的道法石碎了，裂缝在道法石上迅速蔓延，几乎是眨眼间，这块宝物就碎成了飞灰。碎了，道法石竟然碎了！这小子难道领悟了道法石内所蕴藏的法则？不可能，对，是这东西存放太久了，就是个边角料。真正完整的道法石被人感悟吸收之后会瞬间化为粉末，而眼前这块只是碎成粉末，众人只能如此推测。大楚皇帝坐在上方，眼神变得颇为复杂。这小子的天赋远超常人，难道昊天宗又要多出一位武宗了？这些大宗门大势力每多出一位武宗，他们皇室的压力便会增加一分。就在这时，陆枫睁开了眼睛，瞳孔中闪过一抹金芒。这就是法则和悟道吗？陆枫心中畅快无比，感觉自己仿佛刚刚在汪洋中畅游，肆意地吸收着各种养分。只可惜这道法石碎了。陆枫摇了摇头，随后看向身旁的太监，好奇地问道：“我坚持了多久？”这太监顿时愣住了，因为他刚刚也被震撼到了，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技术。小友不必多问，只需知道自己是第一就可了。皇帝的声音传来，随后温和地说道：“小友作为这次小比的获胜者，若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开口便是。”我是第一。陆枫也是一愣，他刚刚沉浸于悟道之中，根本就没在意时间的流逝。炼体炼气地功法我都不缺，身法也有，至于武技勉强够用。陆枫思索了片刻，拱手行礼，说道：“陛下，我是一名炼丹师，不知能否赏赐一件丹火？”没错，陆枫想要的就是丹火。随着陆枫修为逐渐提升，他对丹药品质的要求也在增高。碧灵焰那4品妖兽身上的火焰已经有些难以满足他了，现在也不够强大。哦，你竟然还是炼丹师？皇帝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如此年纪轻轻，而且还是位炼丹师，前途定然不可限量。念头一动，这位大楚皇帝望向身旁的老太监，那老太监心领神会，凑上前来耳语几句。原来如此。大楚皇帝点了点头，开口说道：“那正好，宝库之中正好还有一朵6阶的天地灵火，借那一朵赤峰岩古焰取来。”是，陛下。那老太监点头，随后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过片刻后，他便再次归来，手中依然多了一团赤红色不断跳动的烈焰，以及一张卷轴。此物便是6阶灵火，还有这相应的控火之术，一并赐给你吧。还有控火之术？陆枫眼中猛地一亮，那卷轴封面上写着“御火术”3个大字。他之前之所以不用碧灵焰于战斗中，便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控火之处，也不方便掌控，而现在倒是补全了他这些缺陷。多谢陛下。陆枫轻轻点头，随后那老太监将赤红色火焰包裹，随后递给了陆枫：“你且拿好，以你的修为，10天之内肯定没法炼化，还是找长辈将其封印。”老太监叮嘱开口：“多谢前辈嘱咐。”陆枫抱着点头，但并不在意，因为陆枫不仅有超越10天的时间，而且修为也抵达到50亿重天。陆枫拿着这一朵火焰走回张随风身后，啧啧声响起：“啧，深藏不露呀，估计待会你有的麻烦。有人又要挑战我。”陆枫顿时皱起眉头，出几分厌烦之色。他现在只想钻研这御火术，尽快炼化赤峰岩古焰。这可是皇宫啊，小哥，你觉得有人敢在这里私自出手？张随风白了他一眼：“能有什么麻烦？”陆枫好奇开口：“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张随风露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而随着这一轮小比结束，酒宴继续，但也仍旧到了尽头。又是酒过3巡之后，上方的大楚皇帝忽然开口：“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今日盛宴便就此于此了。”听到这话，众人纷纷起身行礼，目送着这位大楚皇帝离开。而至此，这场英杰会就也到尾声了。陆枫刚想起身离开，眼前忽然一晃，一位身着宽袍大袖的中年文士便出现在他面前。前辈是想做什么？陆枫还记得张随风警告，心中顿时警惕异常。呵呵，小友不知何曾婚配。陆枫啊！见他愣住，那宽袍大袖的中年文士开口：“我叫小女秀心，不过16，秀外慧心，样貌非凡。”陆枫一下子明白了，感情麻烦是这个。随即他扭头望向张随风，张随风却向他摆了摆手，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而就在此时，又有人围了上来：“陆小友，我家侄女方才也在场，早已听闻你战力非凡，今日有大显名声，心中仰慕。我家夫人也是仰慕陆先生。”陆枫懵逼，开口说道：“等等，怎么还有夫人？”上前报信的仆人尴尬开口：“我家夫人已经守寡3年，身份同样是金枝玉叶，非同凡响。随着时间流逝，
一家又一家上前，直接把陆枫围住。陆枫猜测，要不是张随风在这，自己还有个昊天宗的后台，现在就不是被围住，而是已经被人绑下捉去。一连被纠缠了小半个时辰，陆枫这才有机会逃走，直接返回了昊天宗驻地。楚玉荣看着陆枫狼狈的身影，随后摇头，走入了皇宫深处御书房。楚玉荣侍卫和太监的引领下来到此处，随后开口说道：“父亲，女儿来了，进来吧。”咔的一声，大门被仆人推开，楚玉荣走入其中，见着大楚皇帝端坐在龙椅，眉头微皱：“你对那陆枫有什么印象？他吗？”楚玉荣早有预料，苦笑着开口：“天资不凡，还未成年便是大武师、九重天、四品炼丹师。他竟然还是四品炼丹师！”大楚皇帝的脸色再次惊讶，他之前只是猜测三品而已，毕竟四品实在是太过逆天了。不错，他之前还替昊天宗的师叔炼制了四品丹药玉液丹。楚玉荣加以佐证：“少年天才，注定要不凡啊！”大楚皇帝若有所思，随后开口说道：“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听到这话，楚玉荣娇容微红，自然是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一般，如果不是我拿出了足够的好处，他估计懒得理会我。哦，那皇帝皱起眉头，自己的女儿姿容如何，他自然是最清楚的。莫非连一点心思都没有？目前还真没有。楚玉荣露出一丝苦笑，开口说道：“自我认识他之后，每次去寻他之时，发现他都在闭关。他似乎只对提升实力有兴趣，什么男女之事并不在意。那真是难办了。”皇帝眉头锁得更紧，随后开口说道：“此子未来定然不凡，不定能成为武宗。你还要和他一起去万虚洞天，这是一次机会，你要好好把握。”楚玉荣听到这话，脸颊红晕越发浓郁。方才见识到陆枫天赋，想把他捉回家中当女婿的，可不只有那些大臣，同样还有这位早早离开的皇帝。是，父亲。楚玉荣连连点头。那就去吧。退出了御书房，楚玉荣深吸一口凉气，只觉得脸庞滚烫。他想着方才父亲所说，匆匆地离开了皇宫，乘坐的马车重新返回昊天宗驻地。而等他靠近陆枫居处时，却发现层层阵法封闭。这是又闭关了吗？楚玉荣嘴角一抽，看来对陆师弟还是太爱修炼。此时此刻，在洞府之中，陆枫盘膝而坐，眼前悬浮着一朵赤红色的烈焰，赤风炎古焰，这可是6品的天地灵火呀！若是能够收服这朵天地灵火，再配合这控火之术，实力应该能再提升一些。陆枫马上加快速度，开始快速浏览御火术，没过多久就已经通读了一遍。不愧是皇室所藏的御火之术，上面讲述了如何安全抽取火焰炼化的方法。陆枫心中激动不已，又将御火术阅读了几遍，仔细印证，不敢有丝毫大意。整整花费了1日的时间，陆枫深吸一口气，便伸出手朝着那朵赤风炎古焰抓去。当然，陆枫可没胆量直接炼化整朵火焰，那不是炼化，而是自寻死路。只见他真元微微一动，轻轻从那一大团火焰中抽取了一丝。没错，仅仅只有一丝。陆枫深吸一口气，体内源源不断的真元涌出，不断包裹着这一丝赤风炎古焰，缓缓开始炼化。将近1个时辰后，陆枫小心翼翼地炼化了这一丝火焰，并将其收入体内。成了，可以继续了。陆枫第一步成功，顿时松了口气。因为不朽天宫的缘故，陆枫炼化丹药、灵火乃至妖丹都颇为轻松。此时以他武灵的境界，炼化这一丝赤风炎古焰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危害。继续。外界8日的时光过去后，陆枫睁开眼睛，瞳孔中仿佛有赤红色的火焰在跳动。成了，我已经彻底炼化赤风炎古焰。陆枫欣喜地站起身来，他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团火种彻底炼化，融入自己体内，需要继续参悟御火术，这样就可以将这6瓶火焰运用到战斗之中了。陆枫轻轻摇了摇头，可惜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解除了天赋神通后，陆枫离开阵法，径直前往此处昊天宗驻地的中心。等他赶到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好几位弟子在等候了，楚玉荣也在其中。师弟，这边走。楚玉荣拍了拍身旁的蒲团，多谢了。陆枫笑意盈盈的点点头，盘膝坐了下来。时间1分1秒的流逝，剩下的几人也依次到来，其中包括陆康、周云星2人。看来大家都没忘记这件事，那现在就出发吧。张随风点了点头，随后又取出御风舟，说道：“今天倒是可以乘风而行。”众人点头，一个个跳上了御风舟。没过多久，御风舟腾空而起，仅仅1刻钟之后，一座高耸的山岳便出现在眼前。这里便是当年万虚宗的山门所在之处，只是这里似乎经历过一番争斗，灵气不是很浓郁。此处站着将近100来人，一时间让这荒芜的山川有了些许生机。片刻之后，御风舟降落，陆枫跟着众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就在这时，张随风开口说道：“我再提醒一遍，进入洞天之后，除非你们使用1块锦帕，否则位置会被打乱，一定要小心可能出现的危险。”众人纷纷点头。又等了半个时辰，空中传来一阵剧烈的雷鸣。来了！在场的参与者都面露喜色。不知何时，天穹之上出现了一道又一道雷云，呼啸着朝着空中一处地方劈落。万虚宗当年极为擅长利用天地大势和阵法，所以才发现了这处洞天。张随风随口解释道。与此同时，近100道雷光落下，只听咔嚓一声，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裂缝，同时
所有参与者都拿出了万须锦帕。嗡！那些锦帕顿时散发出灿烂的光芒，两两将人包裹，而后投入到那一处裂缝之中。而除此之外，其余旁观者都没有任何异动。要是没有锦帕护体，哪怕是武皇强者进入其中，也可能遭遇空间乱流，死于非命。陆枫和楚玉荣被包裹在一起，两人贴得很近，几乎是肌肤相亲。片刻之后，两人化作一道流光，直接被那道裂缝吞噬。天旋地转的感觉消失后，陆枫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处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此时楚玉荣有些迷糊地靠在他的胸口，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师姐，醒醒，快醒醒！陆枫连忙将楚玉荣叫醒，说道：我们得赶紧前往内地，别浪费时间。万须洞天可是当年万须宗的退路，其中蕴藏着大量宝物，这里的宝物可以说堪比昊天宗，甚至比昊天宗还要雄厚的宗门底蕴都在此处。但经过一次又一次洞天开启，外围的宝物早就被收走了，必须加快行动。对，楚玉荣恍然点头，随后说道：咱们先去取万年灵乳。没问题。陆枫轻轻点头，他之所以带楚玉荣进来，就是为了那万年灵乳，在内围地带，咱们赶快走。两人当即动身，乘风而起。陆枫自然是用御风靴来伪装自己的境界，而与此同时，数百里之外，陆康和周云星两人有些狼狈地落在地上，片刻之后匆忙站起身来，可算是进来了。陆康呼出一口浊气，脸上露出一丝阴笑，原本还想着先寻宝，可是既然那小子天赋如此之高，我们就不能只做这个了。那是当然，自从陆枫展示出那超凡的资质之后，陆康和周云星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此次洞天之中斩杀陆枫，不然的话，等到陆枫成长起来，被随意碾压的就是他们了。不过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周云星皱起眉头，脸色阴沉。你不是说有办法吗？还不赶快拿出来，难道还不到时候？放心，当然有办法。陆康冷笑着说道，之所以在外面不告诉你，是怕被察觉。说话间，陆康手中突然取出了一盏灯，此刻那盏灯中有一点赤红色的火焰腾起，就好像是活着的血液。这是血魂灯。周云星脸色大变，不错，我用自己的精血来喂养这盏灯，而我和那个小畜生也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自然也能通过血脉相连定位到陆枫的位置。说到这里，陆康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厌恶。如此甚好，赶快杀掉陆枫，咱们好去找宝贝。放心，咱们走。陆枫踏足高空之中，看着下方地面流转，而此刻楚玉荣和他并肩而行，地方马上到了，应该是在原本万须洞天的灵兽崖。万须洞天当年万须宗的最后底蕴，自然也是划分了区域，而绝大部分宗门一样被划分为了内外门，内门外门各自有着执法堂、灵药园、弟子居、炼丹房之类的划分。经过这么多年的搜刮，外门的好东西都被搜到了，剩下的宝物都在内门。这些东西不是有着阵法保护，就是有着妖兽守卫。楚玉荣、陆枫两人此时前往的一处地方，便是内门妖兽崖的一处隐秘场所。而靠近妖兽崖之后，陆枫、楚玉荣从空中落下，此处同样豢养着大量飞行妖兽，随意飞行可能遭遇针对。走吧。楚玉荣轻快地开口，在前方带路。两人一路前行，期间碰上了不少妖兽，暂时都被陆枫轻松斩杀。而不过一个时辰，那就在妖兽崖走了将近30来里路的路程，那万年灵乳就在前方了，要小心。楚玉荣深呼一口气，带着陆枫来到一处山崖脚下，揭开爬满山脚下的各种藤蔓之后，一处山洞便露了出来。如此隐蔽，你当初那位长辈是怎么发？嘿嘿，这藤蔓就是我那位长辈种下来的，能够屏蔽感应。楚玉荣笑嘻嘻开口。陆枫是明白了，感情是自己拿不走，也不让别人拿。走吧，那或许有妖兽。陆枫点头，左手黑绝刀，右手赤霞剑，身上开始燃烧起碧灵焰罩，亮着四方。两人意外，这隧道似乎格外的漫长，同样有7、8里路，似乎又通往着地下深处。而又走了片刻，一座阵法出现在两人面前，挡住了两人去路。我那位长辈当时就是没能打破这阵，所以只能败兴而归。楚玉荣开口说道。透过那阵法，陆枫内部有一处小池，池中荡漾着浓郁至极的乳白色灵液，哪怕有阵法封锁，也有丝丝缕缕的香味蔓延，即使是陆枫也忍不住喉头滚动。那应该就是万年灵乳。陆枫轻轻点头，开口说道：你有相应的准备？当然，我自然有对付这玄土大阵的法子。楚玉荣微微一笑，一拍储物袋，手中便出现了一块青碧色，就恍若是竹子雕刻出来的阵盘。我这万木大阵正好能够克制。说着，楚玉荣将手中的阵盘抛落出去，下一刻，一抹浓郁至极的木属性灵气弥漫而出，植物一般扎根入周围的土壤山崖之中，开始大肆的吞吐周围的土灵之力。这玄土大阵存在许久，还需要一点时间。楚玉荣开口说道：这倒比我蛮力打进去方便多了。陆枫也懒得费劲，慢悠悠地看着他，索性直接盘膝坐地。时间1分1秒流逝，所谓的玄土大阵缓慢暗淡。3个时辰之后，听到砰的一声，棕黄色的护盾瞬间炸裂，这里有一股浓郁至极的灵乳气息扑面而来。成了。楚玉荣、陆枫两人都露出喜色。那咱们就按照说好，平分。没问题。陆枫当即点头。他虽说渴望着灵乳，但是没兴趣为此违背诺言。那我先去取。
楚玉荣微笑着开口，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玉瓶。而正当他要向前，两人脸色都是一变，随后听到了远处有脚步声传来，有人发现了此地。楚玉荣脸色微变，又有些不敢置信。当年他那位前辈也是因为被人打下山崖，这才发现了这处地方。而不过片刻，两道人影从隧道中，而当看到这两人，陆枫赫然其身，散发出凛冽杀意。原来是你们，没想到吧？来者自然就是陆康、周云星。两人刚要得意大笑，但骤然被远处的凌辱吸引。周云星脸色顿时大变，开口说道：“这好像是传说中的万年凌辱，哈哈，没想到我们的运气这么好。”陆康当即发出一阵狂笑，随后阴冷地看着楚玉荣：“陆枫弟弟，真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不仅能除了你这个心腹大患，还能收获这里的万年凌辱。除了我。”陆枫忍不住笑出声来，开口说道：“就凭你吗？难道我们两个联手还杀不了你？”周云星、陆康两人身躯齐齐一震，随后各自散发出506重天的修为。哦，6重天似乎比我高了整整6个小境界，1个大境界。陆枫深吸了口凉气，略微露出些许慌乱。没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莫非是想当着我的面杀他吗？楚玉荣当即开口：“公主，我们不仅要杀他，还要杀你啊！”周云星冷笑着开口：“你以为我们杀了他之后，你把消息流出去吧？就算死在这里，也没有人会知道的，所以安心的去吧。”你们，楚玉荣脸色一变，这2个月他同样日夜苦修，然而仅仅是提升到了2重天的层，恐怕一个都打不赢。而就在此时，陆枫深呼一口气，面露决然之色：“你逃吧，我帮你拖住他们2个。”你，楚玉荣有些愣住，没想到陆枫会为他拼命。你还没发现吗？他就是靠着那盏血魂灯寻到我，终究是我连累你了。陆枫叹了口气，随后紧握刀剑，一步一步上前，身躯爆发出来大59重天的气息。没用的，你们都得死在这里。陆康、周云星各自对视了一眼，分别去堵住一人。陆康的目标自然就是陆枫，死吧！出手！陆康就是爆发出最快速度、最强力量。嗡！他手中忽然出现一柄白色长剑，刹那之间，丝丝缕缕的寒气瞬间弥漫而出，整个洞窟的温度瞬间降。只是一个呼吸，陆康来到陆枫面前，挥剑横斩而出，想着把这位弟弟直接拦腰斩断。陆枫面露惊骇之色，仿佛来不及闪躲。死！给我死吧！陆康狂笑着开口，而他便看到自己手中的宝兵穿透了陆枫的身躯。不对，怎么是穿透过去了？陆康猛地反应过来不对劲，背后忽然响起一阵声音：“喜欢我的风遁术吗，兄长？”风遁术？他什么时候绕到我背后的？陆康脸色骤然一变，猛地回过神来，一颗拳头骤然在眼前放大，砰！陆康整个人被轰得倒飞而出，猛地砸在石壁之上，就连护身的真元盔甲都未曾释放出来。与此同时，陆枫收回拳头，冷笑了一声：“蠢货，你就凭这些来杀我吗？”说着，陆枫捡起了地上血魂灯，5根手指微微用力，啪！灯盏瞬间被捏碎，而其中跳动的红色火焰也瞬间熄灭。此时此刻，陆康爬起身来，不可思议地开口：“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速度？”当日天宝阁的那一场大战，陆康也曾在旁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看得出来，陆枫当日已经是最快动作。然而，陆枫刚才所展现出来的速度，已经远远超乎了他的预计。这不应该啊！周云星脸色难看，难道这个小子隐藏了实力？但这也不应该啊！一个大50的速度再快，不可能让他们连发觉都没有。蠢货，还没察觉到吗？陆枫张开双手，咧嘴一笑，肆意地散发自身的气息。而感受到陆枫的力量，周云星、陆康两人的脸色骤然一变。这501重天，你什么时候突破的境界？大50、50，这就是2个概念的。而眼前这个小子在50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越级而战，现在突破到了同一个大境界，他们真的能胜过吗？而就连作为同伴的楚玉荣也是一脸惊诧。哎，我苦苦隐藏境界，就是为了钓鱼上钩，看来还不算亏嘛。陆枫一手提刀，一手握剑，杀气腾腾地走向周云星、陆康二位，准备好去死了吗？去死！陆康猛地一咬牙，做出狰狞神色，开口说道：“该死的是你呀！”剑光瞬间荡开，1化为2， 2化为4， 4化为8，骤然之间，便是密密麻麻的寒冰剑气呼啸而来，仿佛要把陆枫整个淹没。来得好！陆枫大笑一声，手中的赤霞剑骤然腾起一道晚霞般的光芒，随着熊熊烈焰腾起，斩！赤焰斩破空而出，骤然劈开在那呼啸的冰雾之上，咔咔！几乎是一瞬间，那浓郁的冰雾就被瞬间融化，大片雾气与剑气之中，幽蓝色的刀光破空而出，直逼着陆枫而来。小子，把黑绝刀还给我！周云星借助着方才大战余波掩饰自身，随后破空而来，并要偷袭陆枫。就在刀光要横斩而下，陆枫一只手的黑绝刀横在胸前，当！下一刻，周云星爆发出的刀光瞬间破碎，陆枫借此回身便是一刀，轰！陆枫以1敌2对碰一招，周云星、陆康两人的攻势瞬间根本无用。这小子实力怎么这么强？咱们耗死他！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便已然察觉，或许两人联手也未必能对拼得过陆枫。想耗死我，你们有这个资格吗？声音传开，陆枫却消失在两人之前，去哪儿了？两人脑海中刚一出现这个念头，
背后顿时毛骨悚然。回头一看，陆枫什么时候已然来到他们背后？嘿，先吃我一刀！陆枫握刀的右手浑身青筋暴跳，如同浪潮一般的狂刀挥舞而出，片片刀光化作滔天巨浪，向着两人扑来。挡住！几乎是同时，陆康、周云星两人立刻爆发全部修为，在身躯之上凝聚出真元战甲。砰！漆黑色的刀芒落下，两人身上的真元铠甲寸寸碎裂，自己也是倒飞而出。噗！陆康猛地吐出一口血来，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自己竟然不是对手，竟然不是这个丫鬟生的二弟的对手，怎么可能？陆枫出现在远处，气定神闲，一步步走来。哈，多亏你们两个跟到这里来，没人会知道是我杀了你们，真是太妙了，太妙了！陆枫说话之间，剑光再起，噗噗噗噗，没有一道剑光闪过，陆康、周云星两人身上便会出现一道伤口，甚至连手中的宝兵都已经被剑气磕飞，没法作用。哪怕他们全力运转真元，而也只是一戳即破，根本没法支撑多久。此时此刻，陆枫全力出手，何止是几道剑光？楚玉荣在一旁呆愣愣地看着其中剑光闪烁，心中忍不住蔓延恐惧。我又能扛下几道剑光？不知过了多久，这石洞之中剑光熄灭，两个彻底被鲜血染红的身影扑腾一声倒在地上，几乎是奄奄一息。哐！陆枫收剑入鞘，一步一步来到陆康、周云星二人面前，神色平静，就仿佛是在屠宰猪狗。不要杀我！我……陆康挣扎着开口：“父亲不会放过你的。”哦，说得很好。陆枫轻轻点头，随手一刀就要了陆康的性命。动完手，陆枫望向周云星，开口说道：“你有什么遗言吗？”然而周云星只是死死地盯着他，没说一句话。好，陆枫也给了对方一刀，了结了这两人的性命。陆枫抬手一抓，两人的储物袋便落到他手中。陆枫打开储物袋查看了一遍，顿时嗤笑了一声：“真是穷啊！除了去疗伤解毒的丹药，加在一起也就1万块原石。”陆枫啧了一声，心想两人恐怕是为了购买万虚锦帕耗费了大量身家，自己要去地府找死。嘲笑一声，陆枫屈指一弹，一缕赤峰岩古焰便落在了两人身上。轰！火焰腾起，瞬间就把两人的尸体烧成了灰烬，不留下一分一毫。毁尸灭迹完成，这火焰倒是蛮好用的。陆枫拍了拍手掌，扭头一望，却发现楚玉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角落，满是畏惧地看着他。做什么？我又不是什么魔鬼。没什么，只是怕被余波伤到。楚玉荣吞了吞口水，转移话题开口：“咱们现在开始分万年灵乳吧。”好。陆枫轻轻点头，走向那万年灵乳池。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你我各取一半。陆枫平静地说道，随后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宝瓶，运转真元。下一刻，小池中的万年灵乳受到吸引，化作一股溪流涌进了陆枫的宝瓶之中。万年灵乳最好的用途自然是洗炼身体，大幅增强修为。要是有以它为主材的丹药就好了。咦？陆枫心中一动，看向楚玉荣问道：“不知道皇室有没有以万年灵乳为材料的丹方？若是能以万年灵乳作为主药，效果肯定比单独服用要好得多。”有是有，只是楚玉荣略微露出为难的神色。懂了。陆枫轻轻点头，他知道这种级别的丹方显然不会轻易出手。他在神都寻觅许久，都未曾找到一张4品丹药配方。这种丹药配方在这里恐怕根本不会流通，想来是个家族都紧紧攥在自己手里。陆师弟，你现在打算去哪里？楚玉荣好奇地问道。自然是去内门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毕竟宝贝都在那里。陆枫平静地回答。那不如我们再结伴同行？楚玉荣提议道。结伴？陆枫思索片刻，点头道：“也行，不过之后有什么收获就各凭本事了。”没问题。楚玉荣连连点头。那咱们现在去哪？楚玉荣抬手一招，一张地图便出现在两人面前。只见地图上分别标记着灵兽崖、炼丹房、炼气堂、藏经阁等诸多地方，以及众多稀有资源。陆枫对那些资源兴趣不是很大，他能够随意催熟100年甚至1000年的药材。师姐，你觉得去哪里可能更容易获取不错的资源？要我说的话，楚玉荣沉思片刻后说道：“那应该是藏经阁、炼气堂这2个地方。这万虚宗不知封闭多少年了，就算真有什么丹药，恐怕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嘛，内院的阵法比外院要多，而且还有机关傀儡，恐怕难以应对。当然，如果是想要获取什么丹药配方的话，或许去炼丹房的可能性更大。”陆枫听着轻轻点头，不过一会儿却突然想起一件事。等等，那万虚宗的众多长老、太上长老的洞府，总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吧？按道理讲，一个宗门最富裕的地方，往往是宝库和众多强者的洞府。当年万虚宗遭遇大难，宗主和诸多强者都战死在外界，只来得及将部分资源运到洞天。原来如此，陆枫心中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宗主和长老们都死在外面，自己的资源根本就没搬进来。不过据记载，第一次有外人进入万虚洞天时，发现外围宫殿大多坍塌，内部却完好如初。谁知道呢？楚玉荣无奈地摇了摇头，或许是内斗，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你选好去哪个地方了吗？楚玉荣思考一番后说：“去藏经阁吧。虽说宝兵能1000年不变，但灵性难免会流失。至于神兵，陆枫根本不会提及。各宗各派的神兵都被严密看管，
而且就算有神兵，也绝不是武林修行者能够驯服的。等我收取另外一般万年灵乳，咱们就立刻动身。楚玉荣取出宝兵，准备去收取。陆枫移开目光，打算就在此处等待。目光游动间，忽然发现远处的碎石似乎有些异常。那是什么？陆枫皱起眉头，刚才那些碎石似乎是被他和陆康、周云星三人的大战波及，大半都被击碎了。这时，陆枫走到那堆碎石旁，随手一挥，一股真元流淌而出，那些碎石被一一清开。没过多久，一具尸体突然出现在陆枫眼前。那是一名男子的尸体，身上披着不知何种材料制成的黑白色长袍，胸口裂开，露出一个狰狞的大洞。或许是岁月太过久远，这具尸体干瘪无比，只是骨骼上略微散发着些许光芒。尸体，陆枫瞳孔一缩，立刻想起被困在地下的孙光蕊，赶忙向后退了一步。然而等了一会儿，并没有灵魂出现的迹象，陆枫便松了一口气。此时，楚玉荣也收取完了万年灵乳，略一转身就看到了碎石中的那具尸体。楚玉荣也惊呆了，差点没拿稳手中的宝瓶。陆师弟，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陆枫苦笑着摇头。这边战斗的余波掀飞了不少碎石，我才发现这里面不对劲。此时，这具尸体没有一点气息，之前位于战法之中，躲过了他的感知。楚玉荣向前走了几步，眉头一皱，说道：“先破开他的胸口。”好。陆枫随手挥出一缕剑光，稍微撕开了那具尸体的胸口。下一刻，一颗暗淡的珠子叮的一声落在地上，滚到了一旁。楚玉荣轻轻捡起这颗珠子，表情十分丰富。看出什么了吗？陆枫好奇地问道。过了一会儿，楚玉荣放下那颗珠子，说道：“这是一种宝物，叫定身珠。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定住自身，能稳定一般的伤势，使其不至于太过恶化。可是这人已经死了，恐怕是伤势太重。”楚玉荣叹了口气，如果伤重身亡，定身珠就只能起到定住尸体如同生前的作用。哦，陆枫挑了挑眉头，想起那玄土大阵、万年灵乳以及这具尸体身受重伤的情况，看来这具尸体就是布阵之人，带着重伤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万年灵乳。有可能。楚玉荣连连点头，万年灵乳也是疗伤圣品之一，只可惜这人布阵之后就直接陨落了，倒是把这万年灵乳留给了我们。陆枫叹了口气，走上前2步，发现了那人腰间的储物袋，他抬手一抓，这储物袋直接碎裂。储物袋也是一种法器，乃经得起1000年的时间啊。楚玉荣苦笑着说：“是吗？”陆枫在这具尸体上四处打量，忽然咦了一声，随后捡起一块东西，那是一块玉佩，并没有受损，只是刚刚陷在尘土之中。陆枫轻轻吹去灰尘，只见这玉牌正面刻着温元2字，反面刻着炼丹2字，难道是弟子身份玉牌？陆枫深吸一口气，眼眸陡然变得明亮起来。如今内门的机缘之所以还没有被取走，是因为早早布置下的各种大阵，要是无法破阵，就只能寻找周围的灵草灵药，或者全凭运气寻觅宝物了。弟子身份玉牌，楚玉荣瞳孔一缩，说道：“这不应该啊！当初最开始有人进入洞天的时候，根本没发现任何尸体，更别说弟子玉牌了。整个洞天都是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两人对视一眼，陆枫微微点头，说道：“那就试试这弟子玉牌是否还有用。咱们去炼丹房。”做出决定后，两人动作迅速，很快就离开了这个石洞，朝着万虚洞天深处进发。内门的炼丹房位于东北部，而灵兽崖在东方，两地相距不远。不多时，陆枫就来到了炼丹房。只见远处有一个倒扣式的护罩，笼罩着整个山谷，这正是守护此处的大阵。然而陆枫有些意外，他居然碰到了老对手药王宗。此时他之前见过的药玉，甚至在擂台上被他殴打过的方9个出现在大阵之前。片刻之后，药王宗一行人踏入阵法，消失不见。青天万木大阵，这是守护炼丹房的大阵。各处大阵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即便能够一次性打破，它也会再次生成，层层重叠，人很容易在里面迷失方向。楚玉荣讲述着，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强行毁掉大阵耗费的时间太长，所以只有药王宗的人才想试着闯进去，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些灵药或者配方。原来如此，陆枫若有所思，随后取出刻着温元2字的弟子令牌。走吧，咱们过去试试。好。陆枫和楚玉荣朝着炼丹，陆枫点点头，捏着弟子令牌走在前面。就在两人前行的时候，周围的草藤树木之中不时传来簌簌的声音，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爬行。周围的木属性灵力浓郁的不可思议，两人速度很快，很快就走了将近半里的路程。这时好几道人影出现在陆枫的视线之中，药玉、方9哥以及6个药王宗弟子。此时这几人正在被漫天的飞叶、木藤以及众多傀儡围攻，这些正是青天万木大阵做出的阻拦。就在这时，药王宗众人也发现了陆枫和楚玉荣，几人顿时露出惊诧的神情。陆枫和公主怎么会在这里？不对，他们两人为什么没被战法攻击？肯定是用了什么旁门左道。药王宗众人顿时脸色难看，要是陆枫先闯进去，机缘怕是就轮不到他们了。陆枫，你怎会在此？之前被陆枫击败过的方9哥顿时厉声咆哮：“我为何不能在？”陆枫嗤笑一声，回头说道：“跟紧我了，咱们走。”好。楚玉荣连连点头，两人加快速度，
朝着山谷深处走去。而两人所过之处，战法控制的各种木藤、飞叶甚至主动绕开，避免攻击到两人。他们凭什么不受到攻击？看到这一幕，众人都愣住了。随后，之前在英杰会上悟道时长仅比陆枫差一点的耀宇突然开口：“那位昊天宗的师弟，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为何不被攻击？可否分享给我们？必有重谢。”一身青袍、面容俊美的耀宇说道：“分享给你们。”陆枫冷笑一声：“你怎么不把药王宗4、5品丹药配方分享给我？”恕难从命。耀宇等人脸色一变，只能继续艰难前行。我们走。陆枫向楚玉荣点点头，继续前行。山谷入口到炼丹房的路程并不远，只是因为有青天万木大阵的阻碍，所以才走得万分艰难。陆枫和楚玉荣手握弟子玉牌，虽然速度不快，但很快就来到了炼丹房。而炼丹房同样被一个大阵笼罩着，这里就是青天万木大阵的内部。让开！陆枫双手握住黑绝刀，最后低吼了一声：“好！”楚玉荣连忙侧身。陆枫低吼一声，体内真元汹涌而出，随后汇聚全身力量，向前挥出一刀，轰！如同雷鸣般的一刀骤然斩出。陆枫使出了全力，10成修为，如果不能一刀斩出一个豁口，这种木属性的阵法就很有可能会重生。陆枫对阵法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毫不犹豫地出手，轰砰！刹那间，陆枫的第一刀斩在那层青色护罩之上，只听到嗡嗡作响，一道道细密的裂缝突然出现。再加把劲！陆枫紧咬牙关，继续爆发真元，咔咔咔！这时裂缝终于扩大，一个豁口突然出现，几乎不假思索，陆枫和楚玉荣瞬间扑入那个豁口之中，扑腾，两人跌倒在地，迅速爬起身来，转头一看，护罩上的豁口已经复原，竟然真的进来了。楚玉荣脸上满是意外的惊喜。走，我们去看看这炼丹房里有什么宝贝。陆枫咧嘴一笑，朝着炼丹房正殿大门走去。而此时此刻，药王宗一行人勉强走了一半路，正好看到陆枫和楚玉荣进入正殿。该死！方九哥一行人在心中不住地咒骂。整个炼丹房外面被大阵笼罩着，而内部并没有太多限制。有意思！两人走进炼丹房，只见走廊上门飞层层叠叠。就在这时，陆枫闻到一股药香。作为炼丹师，他对这种味道自然是极为敏锐。咱们走这边。陆枫马上带路，沿着左边走廊前行。两人快速行进，很快便来到一个古色古香且药香最为浓郁的地方。就是这儿了！陆枫兴奋地一推房门，咔的一声，门被推开，一股药香扑面而来。走进房间，只见屋内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不少丹药瓶。这么多丹药！楚玉荣的眼睛顿时一亮，走上前轻轻拿起一个玉瓶打开。不，瓶塞被打开，然而里面却只有一堆粉末。我就知道！楚玉荣随手将药瓶扔掉，又不死心地打开了几个药瓶，发现里面依旧只是粉末。别抱侥幸心理了，这里就算有保存下来的丹药，恐怕药效也都已经丧失殆尽了。陆枫撇了撇嘴，在柜台里翻找起来，突然眼睛一亮，找到了！找到什么了？楚玉荣赶忙凑了过去，看到陆枫手里握着几张卷轴，卷轴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草药和配方，4品丹药配方。陆枫展开卷轴，仔细看了几眼后，笑着说：“都是些4品的疗伤和恢复丹药配方，有这些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只是丹方啊！”楚玉荣顿时有些失望。对于皇室来说，这些丹方并不缺少，只是不会外传而已。走吧，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了，咱们去其他地方看看。陆枫把丹药配方揣进怀里说道。两人在这炼丹房里逛了许久，发现了不少杂物，然而真正对两人有用的东西却不多。就在找了几十间房门之后，陆枫突然感受到一丝火灵力的波动。火灵力？等等，一般在炼丹房里出现火灵力的话，那就是……陆枫心中一动，说道：“跟我来，你感觉到好东西了？”陆枫点头，立刻动身，顺着那一丝火灵力，陆枫在楼阁间不停地穿梭，最后来到一座大殿前。就是这里了！陆枫眼神明亮，他之前就感觉到火灵之力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不仅是陆枫，就连楚玉荣也感受到了。小心！陆枫提醒了一声，来到大殿前，轻轻按住大门。砰！下一刻，陆枫爆发真元，大门瞬间破碎。就在这时，赤红色的烈焰从门后汹涌而出。吼！一声咆哮突然响起，陆枫瞳孔一缩，眼中顿时露出狂喜之色。只见大殿之中悬浮着一尊巨大无比的炼丹炉，在那炼丹炉下盘旋着一条身长6、7米、栩栩如生的赤龙。蛟龙！楚玉荣脸色微微一变，不管在哪里，蛟龙都是极为强悍的存在。别弄错了，这仅仅只是火灵而已。陆枫看着那火龙，异常兴奋。他通读的御火术里就记载着火灵的存在。火灵是灵火中诞生的意志，一般出现在地心或者熔岩火山。炼丹师若是能够降服火灵，融入自己的丹火之中，就能使丹火威力大增，甚至有可能让自身丹火不断成长。要是能抓住眼前这个火灵，我以后就不用更换丹火了。你有把握吗？有，不过是一头被困在这里的火灵罢了，没什么好怕的。陆枫咧嘴一笑，抬手一抹，赤风岩古焰覆盖全身，似乎是察觉到丹火的气息，赤龙变得更加警惕。好，那赤龙又咆哮了一声：“来吧，让我降服你！”陆枫大吼一声，猛地向前迈步，手中黑绝刀猛地斩出。他没有使用赤霞剑，
因为用火属性宝兵攻击火灵，纯粹是自寻死路。滔滔如浪潮般的黑色刀芒挥射而出，砰！火龙盘旋而起，口中喷出赤红色烈焰，猛地撞向黑色刀芒。轰！两股力量爆发，陆枫斩出的刀芒被抵消，但这也给了陆枫靠近的机会。陆枫毫不犹豫地一步上前，来到火龙面前，竟要直接用双手去擒拿对方。那火灵似乎看到了机会，立刻缠绕上来，似乎是要烧死陆枫。然而，他的火焰刚一碰到赤风岩古焰，双方便开始激烈碰撞。除非这火灵能够攻破赤风岩古焰，否则就无法伤到陆枫。但这样会消耗大量的真元，一旦真元耗尽，就难逃一死。不过陆枫的真元可是极为浑厚的，只要抓住他那一点本源，就能降服他。就在陆枫和这火灵搏斗的时候，两者交战的声音传了出去，引来了一阵脚步声。他们应该就在这儿，怎么找到这儿的？绝对不能让他得到那火灵。药王宗的人来了。楚玉荣脸色微变，没过多久，几道人影就出现在大殿前。你果然在这里。看到陆枫正在降服火灵，药玉等人脸色突然一变，阻止他。药玉刚一开口，药王宗众人便立刻出手。陆枫，你对我去死！方九哥冷笑着出手，之前用过的那柄绿色毒刃出现在手中，并直接将那把绿色毒刃投掷过去。与此同时，药王宗众人也各自出手，破空剑、寒烟枪、司空斩，四人立刻合力，恐怖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要把正在降服火灵的陆枫击杀。不好！楚玉荣正要阻止，却看到药玉出现在他面前。公主，我不想对你动粗，你要是在这儿看着，那我不会为难你。说着，药玉散发出武灵八重天的修为。八重天！楚玉荣心中一惊，知道自己不是眼前这个人的对手。放心，他们这些手段还根本奈何不了我。陆枫咧嘴一笑，身上的赤风岩古焰越发炽烈，左手压住眼前的火灵，右手握住黑绝刀，向着远处斩去。给我破！呼啸的刀光骤然爆发，直接撞上了那几人合力的一击。砰！下一刻，几人合力的一击瞬间被打碎，未曾伤到陆枫一丝一毫。怎么回事？我们合力一击，竟然没能伤到他！方九哥等众多药王宗弟子脸色都是一变，他们方才可没有丝毫留手，几乎是全力出击，然而却被眼前这小子一刀就斩断了攻势。嘿，让你们惊讶的事还多着呢！陆枫咧嘴一笑，左手耗费真元强行压制着火灵，五指屈伸之间，竟然刺入了那火灵的体内。好！痛苦的咆哮声响起，那火灵变得更加暴躁，只因为陆枫刺入他体内，距离他的本源已经很近了。师兄！方九哥脸色微变，望向修为最强的药玉，看来不能留你了，我亲自出手。药玉嗤笑一声，骤然出手，身上同样腾起一股炽烈的火焰，他身上的火焰呈现出漆黑色，仿佛要将周围的光线都吸走一般。六品丹花，莽荒暗火，就算以一敌多，还要一手镇压着火灵，我也不会输给你。陆枫另一只手中的黑绝刀骤然挥斩，滔滔刀光混合着烈焰呼啸而出。破！药玉立刻出手，五指间黑火燃起，一拳轰在刀芒之上，双方都倒飞而出。药玉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到这时才感受到陆枫实力的强横。陆枫同样倒退，但仍然紧紧抓着那条火灵，冷然说道：“实力还不错嘛。”陆枫嘴角上扬，毫无畏惧之色。他所修炼的不朽天功，恐怕是超越了天阶地功法。这种功法越是修炼到后期，与其他功法拉开的差距就越大。更何况他同时修炼精神和肉身，实力更不是寻常人可比的。哼，那你可以再试试。药玉踏步上前，双手迅速结出一个极为复杂的手印，身上的黑火瞬间凝聚，化作一道手印拍来。陆枫却不还手，竟用手中的火灵挡招。砰！火灵猛地被那黑火撞上，身躯顿时暗淡了许多，火焰的跳动也缓慢了不少。双方再次战成一团，对轰之声不绝于耳。武灵八重天对战武灵一重天，陆枫不断出手，轰鸣声不断。若非双方都有意收手，恐怕这座大殿都要被拆毁了。这要怎么打呀？楚玉荣紧张地望了过来，他对陆枫的战力还不太了解，仍然不知道他对付八重天的药玉是否能有优势。药师兄这次出手肯定能压制陆枫，什么不弱于人？这小子压着一条火灵，还想和药师兄对决，我看他要怎么说。药王宗的几人脸上露出讥笑。就在此时，陆枫和药玉又对碰了10来招，他快要败了。药玉眼中闪过一抹光亮，看到眼前这小子招式的威力不断减小，隐约有几分后继无力的感觉，一边压制着火灵，一边跟我对战，真元快要支撑不住了。药玉心中得意无比，心想眼前这小子就算战力无双，底蕴还是没有自己深厚。且看我出手！药玉低吼一声，身上的炽烈黑火腾跃而起，覆盖在他的身躯之上，就像一层威风凛凛的披风。陆枫，你的真元快支撑不住了，现在放开这火灵，可以放你一马，还不松手？药玉死死地盯着陆枫手中的火灵。好，既然你想要，那我就给你。陆枫咧嘴一笑，左手松开，猛地将火灵抛了过来。火灵！药玉瞳孔一缩，匆忙去擒住那只火灵，强行将其镇压。可就在此时，那火灵的身躯开始起伏不定，火焰瞬间爆发，7、8米的身躯顿时增长了一半。这是怎么回事？药玉脸色一变，猛地想到一种可能，这火灵知道自己要被镇压，
想要自爆与我们同归于尽。不对，这火灵要是想自爆的话，刚刚为什么没有半点动静？镇压自爆的火灵所消耗的可不是寻常可比的。难道眼前这小子的真元浑厚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连这条火灵的自爆都能强行压制住？骤然之间，耀玉想到了某种可能，死死地看向陆枫。你算计我？没错，算计你又怎样？陆枫几乎不假思索，直接扑向楚玉荣，赤峰岩古焰瞬间沸腾，将两人笼罩其中。而与此同时，那条火灵的气息骤然爆发，如同长江大河一般的烈焰从他的身躯之中倾泻而出，向着大殿内的所有人呼啸而来。自爆身躯，快闪！耀玉惊呼一声，同样展开火焰防护，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轰！赤红色的烈焰汹涌而出，瞬间将这座宫殿挤爆，无数的火焰灼烧着在场的所有人。方九哥和其余几个药王宗弟子浑身被烈火灼烧，嘶吼哀嚎着，拼命镇压烈焰。耀玉也被突然袭击，而且直面火灵自爆，在护住自身的同时，只能勉强护住身旁最近的几人。不知过了多久，喧嚣的烈焰爆发过后，整个大殿都被摧毁。陆枫不断狂催赤峰岩谷，掩护住自己和楚玉荣，体内真元飞速消耗。20来个呼吸过后，火焰的爆发才停止。而就在此时，这千火之中有一缕火焰朝着远处飘去，似乎想要逃走。可就在这时，一只手掌猛地抓了过来，直接将这一缕火焰捏在手心。想走没那么容易。陆枫用真元控制住那一缕火焰，只见自己掌中悬浮着一条火焰小蛇，正在不断的左冲右撞，想要逃离此处。然而此时他将大半身躯自爆，又怎么可能挣脱陆枫的手掌？陆枫把这条小蛇封禁，随后强行镇压。到手了。陆枫解决了火灵之后，望向药王宗一行人。陆枫。就在此时，一声暴喝声骤然响起，耀玉浑身衣裳被烧得如同乞丐一般，身旁的其他弟子更是浑身焦黑，皮开肉绽。如果不是药王宗因为炼药的缘故，大多修炼一些火属性功法，刚刚恐怕就已经性命不保了。你想来杀我吗？陆枫嘴角一挑，猛地勾了勾手，我就在这儿，来啊！死！耀玉体内真元瞬间爆发，呼啸着冲过来。下一刻，陆枫拉住楚玉荣，只是一晃眼便消失在此处，向着远处遁去。风遁术，别跑！耀玉尖声咆哮着。陆枫右脚一踏，风遁之术瞬间施展，他一把拉住楚玉荣，朝着远处疾驰而去。不和他们交手了吗？楚玉荣不禁问道。药王宗众人狼狈不堪，甚至还有不少人重伤在身，这让楚玉荣心中疑窦丛生。交什么手？陆枫撇撇嘴说道，我刚刚为了给那些家伙一个惊喜，真元耗费巨大，刚刚为了火中取栗，我可是冒着火焰前行，体内的真元已经所剩无几了。陆枫体内的真元只剩下40%左右，而耀玉虽然看起来颇为狼狈，但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势，他的消耗比起陆枫用真元镇压火灵要小得多，所以陆枫此刻并不想和对方交手。就在这时，耀玉在后方紧追不舍，眼睛死死地盯着陆枫，我要你死！轰！莽荒暗火如流星般呼啸而来，目标直指陆枫的后背。然而陆枫看都不看一眼，反手便是一记黑绝刀斩出，直接将火焰击碎。再来！耀玉被气疯了，自己这一行人被打成重伤，剩下的人还有些实力呢。他不停地挥洒出莽荒暗火，紧紧盯着陆枫和楚玉荣。可就在这个时候，陆枫的声音突然传来，你还想跟我死耗下去？你的师弟们可还被困着呢，要是没人救，说不定就死在那儿了。重伤！陆枫的这一番话让暴怒中的耀玉稍稍清醒了一些。就在此时，陆枫已经赶到了阵法内壁，他大吼一声，将身体里蓄积的力量全部爆发出来。这一次他足足用了剩下一半的真元，然后猛地一刀挥出，给我破！陆枫怒吼着，漆黑的刀芒斩向壁垒，咔嚓咔嚓，一瞬间壁垒上裂开了一条缝隙。陆枫急忙出手，带着楚玉荣跳进那条缝隙，成功离开了万木青天大阵的内层。你们！耀玉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他剩下的力量想要破开这障壁并不困难，但他可是记得眼前这2个人之前在大阵之中畅通无阻，而他却被大阵处处针对，如果追上去的话，恐怕自己也要搭进去。耀玉咬咬牙，脸色难看的停下了动作。算了，现在追不上了，还是先去救师弟吧。他立刻加快速度，返回了先前的废墟。此时跟他一起逃出来的师弟大多身负重伤。该死！耀玉急忙倒出丹药，连忙喂给几个师弟。师兄，陆枫呢？方九哥气息微弱的问道。他逃走了。耀玉脸色难看的点点头。与此同时，外界的陆枫和楚玉荣利用弟子身份玉牌，迅速离开了青天万木大阵的范围。走出大阵范围后，陆枫松了口气，从嘴里丢进一粒恢复真元的丹药，脸上满是兴奋，总算是拿到这朵火灵了，而且是本源部分，只要能把它融入赤峰岩古焰，我的丹火就能不断提升。不管是之前的碧灵焰，还是现在的赤峰岩古焰，其实都只能算是死火。据说这种火焰能通过真元源源不断的产生，但其威能是固定的，无法提升。但只要融入火灵之后，这些火焰就能获得新生，在主人的操控下，通过各种手段就能提升威能。他们不会追上来吧？楚玉荣咽了咽口水，刚才陆枫那一连串的动作
可把他吓得不轻，又是丢出自爆灵火，又是火中取栗，最后还利用身份玉牌离开阵法。就算药玉没有受伤，也没法追到陆枫。陆枫调息了片刻，体内真元恢复了一些，然后说道：“这些收获已经足够了，而且这火灵非常虚弱，我得赶快炼化它。”真的吗？楚玉荣有些诧异。没错，陆枫轻轻点头。他们在丹药房都能碰到药王宗的人，要是在炼气堂或者弟子居，肯定会遇到更多的强者。陆枫虽然实力强劲，但要是碰到武灵8、9重天的强者，也得苦战一番。所以今天能拿到火灵和灵乳，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好，楚玉荣轻轻点头。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万年灵乳。先走吧，陆枫说了一声，两人便立刻离开此地，随后找了一个隐秘的山洞，得赶快炼化这火灵，他只剩下本源了。陆枫兴奋地说道，他要将火灵融入赤峰岩古焰。好，我给你护法。楚玉荣轻轻点头，不必了，我早有准备。陆枫抬手一挥，把周卫送给他的一元阵丢了出来，护在自己周围。这种战法消耗原石比较多，但对陆枫来说不是问题。走进阵法之中，陆枫盘膝而坐，捏住火灵就要强行炼化。可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等等，等等，不要炼化我！”陆枫的手抖了一下，瞳孔一缩，他察觉到这声音是从眼前的火灵传来的。楚玉荣在一旁也听得清清楚楚，顿时花容失色。这火灵成精了？是你在说话？陆枫的神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紧紧捏着那团火灵。对，求你不要炼化我，我还有用。陆枫掌中的火蛇说道：“你们是来这秘境找宝贝的吧？我可以。”等等，陆枫一口打断火灵的话，说道：“这些事先不说，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有灵智？”那火蛇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1000多年前，我曾经是某个炼丹师的丹火，在那个人死后，我就获得了自由，但因为被锁在炼丹炉下，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吞噬地火之力。炼丹炉。”陆枫想起发现火灵的时候，他确实是被困在一尊炼丹炉下。你为什么会被困在那里？陆枫皱着眉头问道。因为当时我的主人正在炼丹。火焰小蛇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然后说道：“不过炼丹的过程中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匆匆离开了。他令我在那里护住炼丹炉，等他回来。然后呢？然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浑浑噩噩地守了几百年，直到很久之后，我诞生了灵智，才意识到那个人可能已经死了。”火灵说道。陆枫与楚玉荣二人同时皱起眉头，他们很快便察觉到这火灵话语里的关键信息。那炼丹师得到消息后便离开了炼丹房，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可能整个万虚洞天无人存活，或许就是因为那个消息。师弟，那炼丹师还让火灵守护丹炉，以为自己会回来呢。楚玉荣美眸中透着沉凝，缓缓开口说道：“中途肯定发生了变故。”两人交流了一下看法，而后看向火灵。炼丹师接到了什么事，非要离开不可？我也不清楚呀。火灵简直都要哭出来了。当时他灵智尚未完全开启，能勉强记得这些已经很不错了。哦，陆枫脸色一冷，既然这火灵不记得，那它就没有价值了。他觉得还是直接将其炼化好了。等等，火灵赶忙开口，接着说道：“我还能记得一点，不过你得保证，我说完之后你不能再对我动手。”我答应。陆枫轻轻点了点头，他对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加好奇了。好，楚玉荣也跟着答应了。听到两人的答复，这火灵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但此刻也只能选择相信。过了一会儿，这火灵震荡空间，传音说道：“我当时只记得，好像是有人来拜访当时的主人，似乎是要求他前往弟子堂，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弟子堂。陆枫和楚玉荣对视一眼，眼中流露出一抹喜色。他们恰好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就在内门，而且距离此处不远。你确定没记错？没有，我好歹也是天地灵物。火灵急忙说道。好，那我相信你。陆枫微微点头，最后抬手一巴掌将火灵镇压住了。不是说放过我吗？火灵顿时着急了。放心，我只是暂时镇压，等离开这处洞天，我就会放了你。陆枫一向言出必行，如果这火灵没有骗他，他自然不会炼化对方。好吧。此时此刻，这火灵也只能答应下来，毕竟自己都在陆枫手里。咱们现在就去弟子堂。陆枫当即说道，那里或许会有宝物。没问题，离这儿不远。两人立刻动身，朝着弟子堂赶去。这万虚宗的内门弟子堂是派发任务的地方，并没有多少阵法防护，早就不知道被多少人搜寻过了。所以当他们两人到达的时候，弟子堂里并没有人停留，就是这儿了。陆枫看了看地图，又看了一眼眼前大片的废墟。不过这要怎么找呀？楚玉荣不禁啧舌，要是这里有宝贝还能轻易找到的话，恐怕早就被人发现了。碰碰运气吧。陆枫说道。他四处打量，扩散精神力去探查，然而却毫无用处。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难道这火灵骗我？陆枫若有所思，正准备调动真元强行破开地面，看看地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遗留。就在这个时候，他和楚玉荣经过废墟中心时，一件东西突然微微颤动起来，是弟子玉佩。陆枫瞳孔一缩，连忙取出玉佩，只见这块玉佩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有反应了。陆枫和楚玉荣对视一眼，然后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外人后，这才松了一口气。难道是下面？
陆枫深吸一口气，调动真元，一刀直接斩了下去。轰！尘土飞扬，地面凹陷，大块的碎石被抛飞出去。陆枫没有停歇，继续握着黑绝刀攻击。在他持续不断的攻击下，地面大量破裂，而反馈回来的碰撞声带着回音，下面果然有东西。陆枫心中一喜，动作和力量又加快了几分，还取出赤霞剑一起轰击地面。在他连续狂轰了数10击之后，地面彻底被破开，露出了一条幽深的隧道，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冥魂石、逆灵晶，难怪这么多人都没发现。看到隧道的石壁，楚玉荣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怎么了？看出什么了？除了炼丹的材料之外，陆枫对其他东西并不熟悉，他没多少功夫去研究这些杂学。楚玉荣说道，这隧道的石壁是由冥魂石和逆灵晶锻造而成的，有着防止精神探查、阻挡灵气出入的作用。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多年才没人发现这里。原来是这样啊！陆枫深吸一口气，说道：“那咱们要进去吗？里面或许有宝贝，也或许有大危机。”他没有盲目的冲进去。万虚宗迁入此地的众人进入之后，就再也没能出来过。他眼中闪过一丝犹豫。片刻之后，楚玉荣咬了咬牙，一把扯下自己脖子上佩戴的一枚坠子。这是什么？陆枫好奇地问道。这是我父皇送给我的东西，哪怕是武王的攻击，也能抵挡片刻，非常珍贵。楚玉荣看了看下方的隧道，眼中露出一丝渴望。如果可能的话，里面或许藏着万虚宗当年大部分的宝物，即便过去了1000年，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她这个公主或许就能借此迅速提升自己的实力。好，把东西给我，我来打头阵。楚玉荣点头答应，随后将坠子放到陆枫手中。走吧。陆枫握着那枚坠子，朝着下方走去。楚玉荣赶忙跟在他身后。隧道很长，似乎深入地底。陆枫和楚玉荣一直走了将近1-2刻钟，却始终看不到尽头。又走了一会儿，陆枫停住脚步，打了个响指。下一刻，一缕赤峰岩古焰在他身上腾起，微微照亮了四周。明亮的光芒散开，一个宽阔的广场出现在两人眼前。此时，广场上满是灰尘，但陆枫看到地面上似乎刻着不少文字。陆枫随手一挥，一道气流瞬间扩散，将那些尘土吹散开来。看到眼前的广场，楚玉荣眼中满是震撼，惊声说道：“传送阵！”眼前的广场上刻印着密密麻麻的纹路，而这些纹路汇聚在中心。陆枫以前见过类似的，正是昊天宗与房氏的传送阵。居然有传送阵！楚玉荣略显惊讶地开口说道：“当年万虚洞天的人都跑光了吗？”不一定，试试不就知道了。陆枫说道。行。楚玉荣点头应道。两人手中各自射出一块块原石，落入旁边的插槽里。这些原石刚一嵌入，瞬间就变得暗淡无光，大量的真元被直接吸走。陆枫和楚玉荣顿时面露喜色，这表明传送阵还能激活，还可以使用，而且另一头的传送阵并没有遭到损坏。随后，两人加快了放置原石的速度，阵法一点点明亮起来，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消耗了将近2000多块原石之后，阵法忽然旋转起来，嗡嗡作响，眼看就要激活了。准备好！陆枫提醒了一声，只见身下的阵法瞬间光芒大盛，浩瀚的光芒冲天而起，直接裹挟着两人的身影消失不见。然而，就在阵法激活的刹那，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几乎是一瞬间，整个万虚洞天都察觉到了传送阵的存在。炼丹房里，该死的！如果不把那个混蛋除掉，恐怕会生出心魔。药玉全力施展实力，爆发出真元，才勉强带着方九哥等人闯出了青天万木大阵。噗！药玉吐出一口鲜血，脸色难看，身上受了些轻伤，而且真元已经消耗了50%以上。这都是为了保护众多受伤的师弟，带他们离开大阵啊！他不但没能收服宗门长被发现的火灵，反而被人算计了一道，还带着师弟们身负重伤。师兄，咱们找个地方静养一下吧。一位药王宗弟子咳嗽着说道。好。药玉此时也只能点头。众人伤得太重了。就在药王宗众人拿出丹药准备继续疗伤的时候，他们猛地扭头望向东方，只见一道光芒冲天而起，就像连接天地的撑天柱一般，让人的视线难以移开。这是什么东西？药王宗弟子们顿时愣住了，脸上满是茫然。万虚洞天开启了10余次，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难道是有人触发了什么东西吗？师兄，咱们怎么办？众多药王宗弟子看向药玉，此时只有他状态还比较好。药玉咬了咬牙，脸色微微一变，说道：“这或许是万虚洞天的宝藏，师弟们，你们先在旁边躲好，我去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他实在是想要尝试一二，如果能获得万虚宗的传承，那他便能一飞冲天。万虚宗的炼气堂，这里是争夺的核心地带，存放着不少当年万虚宗遗留下来的宝兵，其中不乏上品，甚至还有极品宝兵。此刻，将近有7、8位武灵强者正在相互追逐争斗，真元相互碰撞，恐怖的力量把这个地方搅得一片混乱，谁也不愿意放弃这里的宝物啊！要是能得到一件，实力必定大增。赵德，放下你手中的黑龙刀，别怪我对你下重手。有本事你们就来啊！好不容易出现一把极品宝兵，怎么能让你得手呢？就在众人激战正酣，争夺昊天宗赵德手中的极品宝兵黑龙刀，战况即将达到最激烈的时候，天地忽然晃动起来，众人急忙扭头望向天空，只见一道天柱猛然爆发，
这样的变化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他们甚至本能地忘记了黑龙刀的存在。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万虚宗的传承？有可能，能造成这么大动静的，肯定是有人触发了什么。这般巨大的动静让众人暂时停止了争斗。看到这种情况，昊天宗弟子赵德连忙收起黑龙刀，朝着远处逃去。有人想要追赶，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显然，光柱爆发的地方似乎有更大的宝物，去那边看看。再在这里纠缠下去，也得不到太多东西。众人心中一动，朝着光柱爆发的方向赶去。灵兽崖的山崖上，一个身着道袍的女人横尸在地，身旁站着2个人影，他们正摇头晃脑地望着远处的光柱，口中喃喃自语，身旁跟着好几头凶恶的妖兽，一动不动地守卫在一旁。远处的荒山上有2个人影正在相互对拼。就在这时，光柱突然爆发，吸引了2人的注意力。下一刻，似乎是想趁对方失神，2人几乎同时出手偷袭。此时此刻，众人进入万虚洞天将近1日，正是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往往都会有死伤。然而此时那光柱突然出现，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在这万虚洞天真正传承的吸引下，不少人甚至放下争端，纷纷朝着那光柱赶来。万虚洞天的真正传承，其实是那些武王，甚至是武皇的强者也会动心。而此时，作为引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楚玉荣和陆枫被传送阵传送到了一个石洞之中。传送后的眩晕感很快消失，几乎是立刻，陆枫就望向下方的传送阵，蹲下身子，寻思着能不能拆下来一块。刚刚的动静太大了，肯定会有很多人过来查看，到时候都传送过来就麻烦了。放弃吧，传送阵似乎是一个整体，还是别想着拆卸了。楚玉荣看出他的意图，连连摇头。好吧，陆枫只好作罢，他也不敢毁掉这个传送阵，万一出去的时候没有退路就糟了。我们现在速战速决，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要是有危险就马上撤退。好，楚玉荣眼眸亮晶晶地答应着。万虚宗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的宝藏，或许就要被他们2人找到了。此时此刻，2人的面前是一处隧道，两侧石壁散发着微弱的红光，不知受道指引能去往何方。陆枫和楚玉荣沿着隧道前行，然而此时空气中满是尘土的气息，似乎很久都未曾与外界通风了。2人都屏住呼吸，以防有毒气弥漫。又走了一会儿，2人停下脚步，楚玉荣瞳孔一缩，看到一具干尸倒在路旁。干尸？那尸体穿着黑白2色的袍服，倒在地上，血肉早已腐烂，却还向前伸着手，仿佛想要向前爬行。2人止住脚步，陆枫的眼眸微微一缩，看着人死前的动作，都已经倒地了，还想往前爬？难道隧道深处有什么危险？陆枫蹲下身子，抬脚一踢，这具尸体被他踢得翻滚了一下，勉强粘连着的骨骼发出一声碎裂声。陆枫皱起眉头，这尸体太过苍老，他看不出什么问题。咱们继续往前走。好，楚玉荣轻轻点头，躲到陆枫身后。2人继续沿着隧道前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遇到的尸体越来越多。这些尸体大多已经腐烂，但生前的尸体都很完整。奇怪，这些如果都是万虚宗的弟子，肯定是有修为在身的。尸体完整，就说明没受到太大伤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要么是有某种手段，要么就是有极大的危险。陆枫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那咱们还要进去吗？楚玉荣咽了咽口水，已经有了退意。原本以为这是个宝地，没想到却是个魔窟。要是我们再往前走，肯定会遇到危险的。你以为往后走就没有危险了吗？陆枫嗤笑了一声。什么意思？我们刚刚动静闹得太大了，估计很多人都已经被吸引过来了。陆枫眼眸深沉，说道，我们是第一个进来的，你觉得能走得掉吗？而且由万虚宗传承这个大诱饵，他们会怎么对我们？楚玉荣咽了咽口水，他并不笨，很清楚这一点。虽说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肯定会被人挟持着进去。你身上有没有能隐藏气息和身形的宝物？陆枫当即问道。有，不过要是敌人仔细搜查的话，可能瞒不过去。给我。陆枫伸出手来，楚玉荣也不犹豫，从身上取出一根白色羽毛，这是遮目羽，是用6级妖兽幻形鹤的尾羽制作而成的。楚玉荣解释了一下使用方法，陆枫点头，继续往前看看。你有那些防御宝物，真遇到危险的话，还是能抵挡一下的。好吧，楚玉荣咬了咬牙，只能答应。2人继续向前，随后走完了这条隧道，来到一个广场之中。然而看到广场中的景象时，别说是楚玉荣，就连陆枫也惊在了原地。只见这个地下广场大概有他前世足球场2-3倍大小，其间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尸体。这些尸体大多身躯完整，只有少部分残破不堪。陆枫一眼望去，尸体数量将近100多具，很难想象当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2人惊骇之时，目光转动间，望向了这个广场的最中心。那里有一个石台，石台上摆放着10来个盒子，盒子没有关上，有灿烂的宝光从里面散发出来，而那些盒子中间坐着一具尸体。楚玉荣出身皇室，见多识广，对宝物自然是极为了解。当看到其中一件东西时，瞳孔骤然一缩。太白庚金，居然有这么一块，那是什么？陆枫脸上露出些许疑惑。楚玉荣指向石台上方一块小孩拳头大小，散发着白色光辉的晶石，那是炼制神兵的材料，只要加入指甲盖大小的一块，锋锐程度就能大幅增强。神兵材料，
陆枫也很震撼，神兵可不是闹着玩的，昊天宗的正派之气，昊天鼎就是一件神兵，哪怕一个宗门大势力没有5宗级别强者坐镇，但只要有一件神兵，仍然能保证自家宗门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兵就相当于一位老祖，和宝兵相比，甚至有了一定的智慧。不只有太白庚金，还有青天木藤、金黄竹，竟然还有几块仙元石。楚玉荣不停地惊讶出声，仿佛遭遇了一场心灵风暴。陆枫眼中也放光，那青天木藤、金黄竹他也听说过，同样是能够炼制神兵的宝物，而且前者更是某些7品丹药的主材料，而仙元石就更珍贵了。原石是这方天地修行者之间的货币，而仙元石则是5皇级别强者们交换的货币。每一块仙元石都蕴含着某些法则力量和庞大的天地灵气，既能够补充自身，又能够领悟法则，甚至还能作为某些绝世大阵的启动条件。而远处的盒子里就摆放着10来块，真是好手段啊！说不定这些宝物后面就是陷阱，但肯定会有人上钩的。陆枫长叹了口气，如此诡异的场景下却有这么多宝物，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不会吧？楚玉荣也看出肯定有问题，只要人多就肯定会有蠢货，只要有蠢货就肯定会乱起来。陆枫长叹一口气，说道：“在这儿等着吧，估计很快就有人来了。”好吧。楚玉荣脸上露出一丝无奈。没过多久，陆枫和楚玉荣就感觉到隧道深处的传送阵再次启动，随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陆枫捏住遮目雨，往身上轻轻一抖，一片片羽毛落在2人身上，遮挡住了身形。就在这时，10多个人冲出隧道，来到这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尸体？当年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对，那是太白庚金，这里竟然有这么一大块！到达这里的众人纷纷惊呼，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眼前的宝物实在太吸引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不由自主的心中激动，但是场面实在太过诡异，也没有人敢轻易行动。谁知道这里是不是有陷阱啊？然而就在这时，远处的传送阵又启动了，又是10多个人到达此处。一时间，众人既警惕着这里的危险，又担心其他人的出现。